玄黄地界天道宗，一位少年正叼着一根狗尾巴草，翘着二郎腿，悠闲躺在一处草地上，闭目养神。他有着仙姿玉骨，神秀无双，剑眉星目，棱角分明似刀削。我的乖徒儿，能不能不要再这么懈怠下去？你要是再不努力修炼，为师的大仇还如何得报？少年体内缓缓响起一道妩媚到骨子里，光是听一听便让人骨头酥麻，心痒难耐的声音。但少年就像是免疫了一般，根本就不为所动。要不，如果你这次一举突破至灵海境，为师给你摸摸腿，或者为师让你更进一步，吸吸胸。妩媚的声音再度响起。少年睁开左眼，不屑地撇了撇嘴，道：师尊说笑了，你现在这缕残魂尚未彻底凝实，我也就只能够过眼瘾，如何过得了手瘾？这一次他可是长了个心眼子，以前天天被这位好师尊戏弄，说是让他摸腿袭胸，可哪次让他过了手瘾？每次都说神魂已经凝实的差不多了，已经有了基本的触感，可每次他压抑着兴奋和激动，伸手朝着那耀眼的白花花摸去。嘿，您猜怎么着？特么的穿魔了！被骗多了，难免会长出个心眼子。叶青哥发誓，他这一次肯定不会再被骗了。其实也不是他不想努力，而是想努力也无能为力。他不是玄黄地界的本土人，而是来自于蓝星。因为一场与卡车大帝美丽的邂逅，等他再一睁眼时，便发现自己整个人都穿越到了玄黄地界。天上还有几个人像电视剧里的神仙一样从他头顶飞过，当时就直接给他干懵逼了。这特么到底是啥玩意啊？他这是穿越到了玄幻世界。自己看小说中的那些主角，个个都是魂穿到玄幻世界，投胎到各个大势力，开局不是成为神子就是圣子。就他特么特殊，整个人穿越到了玄黄地界，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修为，人生地不熟的，和路边一条有什么区别？官方啊，卡车大帝这么超标，为什么不将他削弱？然后就在他崩溃时，天空一声巨响，一位身穿粉色仙女裙的绝美女子闪亮登场。女子说自己是天道宗的老祖，更是当世如雷贯耳的女帝。因为感应到她体质特殊，所以起了收她为徒的心思。叶青哥当即便冷笑了起来。体质特殊？他在蓝星活了18年，除了自己颜值逆天了点，女人缘逆天了点，床上战力嗨嗨，除了这些，他几乎与一个普通人无异。他怎么可能会是身负特殊体质的天骄妖孽？很显然，这女子应该就是贪图他的美貌，想要诓骗他，将他带回家后一阵了。如此心思，他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答案显而易见。叶青哥当即跪地磕了3个响头，抬头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师尊。开玩笑，自己初来乍到玄黄地界，人生地不熟，还没有修为，碰上一头野兽都是生死局，更别说是吃人如喝水的妖兽了。再说了，让这么一位貌若天仙的美女吃了自己，就是让他成为玄黄地界的主宰者，整天和大美女们翻云覆雨，他也愿意啊。见叶青哥恭恭敬敬喊自己师尊，孟白离欣喜不已，当即一甩衣袖，顷刻间将他带回了天道宗。如此神仙手段，在当时确实震撼到了他，而他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孟白离的弟子。只不过尴尬的是，当初孟白离口口声声说他体质特殊，这才收他为徒。可是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和普通的凡体没什么区别，就连修为也是滞留在了巨灵境9重天，无法再前进一步。孟白离也很尴尬，为了寻找让他觉醒特殊体质的方法，也是为此奔波了数年。至于他体内的那道残魂，名为云若魅，乃是一尊魔道女帝。当时他刚穿越至玄黄地界，在遇到孟白离前，云若魅则受到他的特殊体质吸引，从而寄宿在他体内，直到3年前才缓缓苏醒过来。而云若魅苏醒过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收叶青哥为徒，并且他承诺，如果叶青哥成为他的徒弟，他便传授其一门神道功法，名为吞神魔功。吞神魔功是云若魅从一处秘境中带出来的功法，号称拥有吞噬天地、吞噬万道、吞噬诸神的威能，并且他还答应让叶青哥摸摸他的大腿，甚至大腿往上的部分也不是不可以。而那一次也是叶青哥第一次受他所骗。虽然吞神魔功是真的，但却是残缺不全的，修炼起来甚至有爆体而亡的风险。毫无疑问，云若魅这是将他当成实验的小白鼠了。至于摸摸云若魅的大腿，甚至大腿往上的部分，呵呵，想也不想用想，那是他第一次穿模子。那以后叶青哥不是在穿模，就是在穿模的路上好徒儿、乖徒儿、宝贝徒儿，算为师求你了，努力修炼吧，当一条咸鱼有什么好的？师尊还要靠你去报仇呢。云若魅娇滴滴的声音响起，像是一片羽毛，轻轻挠着叶青哥的内心。师尊，你知道的，我这特殊体质都还未觉醒，再努力修炼也开辟不出灵海，如何能够踏入灵海境？叶青哥重新闭上左眼，悠哉悠哉道，反正他现在背靠天道宗，背靠孟白离这棵大树，
他还要那么努力干什么？他现在就是在天道宗里把妹，躺平，过着气来伸手、单来张口的生活，这还不够美滋滋？有孟百里养着他，他什么都无需担心。我的乖徒儿哟，为师自然知道你特殊体质尚未觉醒，但你是不是忘记了吞神魔功？有吞神魔功在，哪怕是凡体都能够逆道成帝。云若妹信誓旦旦道。闻言，叶青哥差点气出一大口老血。师尊，吞神魔功是残缺的，修炼起来有爆体而亡的风险。快说，当初你答应教我吞神魔功，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修炼这门魔功的副作用，想着让我做你的小白鼠？他体内，云若妹俏皮地吐出了小香舌，不好意思道：哎呀呀，被徒儿宝贝识破了。修炼境界，聚灵境、灵海境、洞天境、神火境、神桥境、天宫境、准圣境、圣人境、绝圣境、至尊境、道尊境、天尊境、准地境、大地境。法宝等级：灵气、玄气、道气、准圣气、圣气、准至尊气、至尊气、准地兵、地兵。功法等级：灵道级、玄道级、入道级、化道级、圣道级、至尊级、大地法。叶青哥气得牙疼，要不是他命硬，早在第一次施展吞神魔功时爆体而亡了。云若妹扯了扯嘴唇，挺胸要说些什么时，却突然稍稍眯起了眼睛。乖徒儿，你那另一个师尊来了，看上去情况还不妙，记得好好照顾他哦。呵呵。说罢，云若妹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但叶青哥还是从他语气中听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幽怨，以及些许醋意。对此一幕，他心里也是有些摸不准，好像自从云若妹苏醒后，便一直看孟白离不爽，就好像二人之间有仇似的。不过他也不敢问啊，之前他不过是随意提了一嘴，便被云若妹好一顿调教，差点让他永远抬不起头来。反正他现在是不敢多嘴了，至少在他有实力前，暂时不会过问此事。果不其然，正如云若妹所说的一样，孟白离自远方飞来，好似一道粉白的流光，下一秒出现在叶青哥面前。她身穿一袭粉白相间的仙女裙，衣领呈 V 型，内衬一抹白色抹胸，裹着如怒般的波涛。那一头如绸缎般的长发直披腰间，像是一挂瀑布。一张绝美的面庞上有着似远山寒烟般的柳眉，如秋水般清澈的眼眸，像是蕴含了万千星辰。小巧玲珑的琼鼻下是一张微微翘起、嫩如樱桃的小嘴，肤如凝脂，领如虬蛴，齿如护膝。她身材纤细，窈窕轻灵，好似月下乘风而来的仙子。一双浑圆饱满的美腿更是裸露在外，让人浮想联翩。只不过孟白离现在的状态貌似有些不对劲，白皙若雪的肌肤上竟浮生出几抹玉色的粉红，吐出来的浊气如蓝似射，双眼都微微有些迷离。她的嘴角处那一抹惊人的血迹尚未干涸，就连修为都是消失不见。师尊，你……叶青哥一脸懵圈地看着眼前一幕，感觉美好的躺平生活正在离自己远去。开什么玩笑？孟白离可是天道宗史上最年轻的老祖，还是当世女帝，谁能够让他受到如此重伤？最关键的是，孟白离可是他背靠的大树啊，岂能够轻易倒塌？他绝不允许。叮，宿主啊，本系统找你找了2年半，如今终于找到你了，请问宿主是否绑定本系统？一道突如其来的声音在叶青哥脑海中炸响，叶青哥瞬间懵了。神级选择系统，时隔这么多年，他的金手指终于到账了，这还用多想，直接绑定。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神级选择系统。叮，检测道宿主好师尊受到重创，道果脱落，并身中大道堕，请宿主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身为3好弟子，哪怕好师尊修为不复，身中大道堕，我也要恪守本分，绝不能行大逆不道之事。任务，冷眼旁观，眼睁睁看着孟白离深受大道堕的毒害。奖励，顶级大地法太上忘情录。选项2，这可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将我带回天道宗，做我身后大树好多年的师尊啊，我岂能看着他受苦？结。任务，强行冲师，帮助孟白离化解大道堕。奖励，顶级神体苍天神体。我选2。叶青哥立马做出了选择，主要是苍天神体太诱人了，而且他是真的想要帮助师尊，可绝对不是眼馋师尊身子啊。青哥，为师刚才说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孟白离气喘吁吁，又气又无奈，看叶青哥这呆滞的模样，合着自己刚才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自己的嘱托他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师尊说什么了？叶青哥挑了挑眉，向前踏出一步，将孟白离搂在怀里。嗡！孟白离的脑子瞬间炸开，一片空白。他如今身中大道堕，这是一种至强至猛的情毒，再加上他身受重创，就连大地道果都是被人打落，
本就难以压制大盗惰，道心时时刻刻都在遭受欲火的焚烧。如今叶青哥直接上手搂她，肢体与肢体的亲密接触，气息之间的互相混合，让他残存的理念如同潮水般消退。叶青哥，你给我放手！孟百里想要推开叶青哥，可身体却软趴趴的，看上去像是在调情一般。师尊，身中大盗惰的滋味很不好受吧？但你放心，有徒儿在，不会再让你受苦了。以后你便是徒儿的女人，徒儿护你一生一世。说着，叶青哥低头附上那张火热的单唇。孟百里的理念在此刻全然消退，竟反过来将叶青哥推倒，火热的娇躯直接盖了上去。师尊，我们去府邸中再 do。3天后，府邸内有着一抹鲜艳刺红的皱巴巴的床单上，叶青哥率先苏醒，看着身旁眉眼如画、安静沉睡、嘴角挂着一抹艳足的孟百里，叶青哥神情变得有些许复杂起来。但很快，他脸上便浮现出释然之色。冲师了，冲的还是天道宗最年轻的老祖，是当世女帝。不过这又如何？木已成舟，孟百里现在是他的女人，这就是不争的事实。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项任务，奖励顶级神体苍天神体。识海中系统声音响起，刹那间，叶青哥指体内桎梏瞬间打破，源源不断的力量好似火山喷薄般涌生他的丹田中，正有一口灵海开始汇聚，许久未松动的境界也是在此刻疯狂突破。灵海境1重天，灵海境2重天，灵海境9重天。很快，灵海之上有一口恢宏浩大的洞天凝聚而出，紧接着第2口洞天、第3口洞天、第4口，最后足足9口洞天凝聚而出，盘旋在灵海之上，吞吐着天地灵气。而叶青哥的修为也成功突破至洞天境9重天，只差一步，他便可点燃神火，一举突破至神火境。叶青哥握了握拳头，只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哪怕是真龙幼崽大弟子嗣现在出现在他面前，他也感觉可以一拳将之锤爆。毕竟苍天神体可是顶级神体，它所蕴含的伟力足以镇压天地大道。特殊体质也是有等级划分的，最低等的便是灵体，然后是圣体、至尊体、地体、仙体，以及最后的神体。而苍天神体是顶级神体，足可见它的强悍。叶青哥内视自己的丹田，能够在其中看到一尊面容模糊、气势磅礴的虚影。苍天神体者，丹田中内蕴天道，而这尊虚影便是朦胧恢宏之天道化身。叶青哥若将苍天神体修到大成，便可深化天道，镇压世间一切敌。现如今我觉醒了苍天神体，师尊大帝道果又被敌人打落，看来躺平的日子已经离我远去了。叶青哥心底喃喃一声，能够将身为当世女帝的孟白离重创至此，这世间究竟还有谁能够做到？突然，叶青哥感应到有一无比复杂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扭头看去，才发现孟白离不知何时苏醒，正轻微抿着唇，眼中有复杂的情绪翻涌。师尊，叶青哥微微点头，将孟白离轻轻地搂在怀里。他已经做好了师尊在自己怀里拳打脚踢的准备，反正不管孟白离是什么反应，他这辈子都是自己的女人了，他绝不放手。然而想象中的拳打脚踢并没有到来，孟白离生涩的娇躯略显僵硬地搂着他的腰，将头深深埋在他的怀里，耳尖微微泛红。木已成舟，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为师只问你一句，你冲师前说的可是真的？孟白离声音很是细微，且带上了些许沙哑。叶青哥愣住了，他有想过师尊发癫的场景，却全然没有料到师尊的心胸竟如此豁达，这就接受了新身份的转变。不对，师尊的心胸当真有这么豁达吗？他必须上手试试才行。确实豁达宽阔，至于手感嘛，孟白离羞红着一张脸，狠狠剜了一眼叶青哥，奋力拍开了他那不安分的手，整个人身上又泛起了一抹异样的粉色。逆徒，别闹，为师和你是认真的，你冲师前说的话可当真？孟白离恶狠狠道。徒儿和师尊说的话太多了，不记得了念，要不师尊帮徒儿回忆回忆。叶青哥脸上划过一抹狡黠，俯身凑到孟白离的雪颈上，嘴唇划过细腻柔嫩的肌肤，而后缓缓向下移动。逆徒，你说过的要一生一世护着为师，怎么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吗？孟白离轻轻搂着叶青哥的后脑勺，纤细葱指插入他的发间。叶青哥抬起头来，神色郑重道：师尊，这句话徒儿绝对是认真的。师尊护了徒儿这么多年，如今身受重创，修为跌落，也是时候轮到徒儿护着您了。孟白离眼里闪过一丝满足，但依旧嘴硬道：哼，你这该死的逆徒，为师就暂且信你一回。另外，刚才你体质觉醒的整个过程，为师也全都看在了眼里。
不知你觉醒的是何体质？果然，他没有看错叶青哥，这个逆徒的确身负特殊体质，只是一直没有觉醒罢了。不过，为什么逆徒是和他停车、风铃晚后才觉醒的特殊体质？难道说他还有这方面的特殊能力？对于自己师尊，叶青哥自然没有丝毫隐瞒，如实道：“师尊，徒儿觉醒的是苍天神体。”孟白离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道：“哦，原来是苍天神体啊，难怪当初总觉得你身上……等等，你说什么？苍天神体？”他终于回过神来，猛地抬头，双眸瞪大，朱唇张的甚至能够塞下一根大号黄瓜。他满脸骇然，失声惊呼道：“苍天神体，就是传闻中那个修道大成，可以身化天道，镇压世间一切敌的顶级神体。”叶青哥点了点头。孟白离更加惊骇了，内心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苍天神体，逆徒觉醒的竟然会是苍天神体，这可是传说中的顶级神体，是世间最强的体质之一啊！只要将苍天神体培养起来，当可无惧世间一切敌。想到这里，孟白离那双无比火热的目光看向了叶青哥，他将叶青哥推倒，跨坐其上，眼神火热妩媚，轻咬红唇道：“逆徒，想吃面吗？为师下面给你吃。”既然逆徒冲他一次后就觉醒了苍天神体，那么如果再冲他一次，是不是就能够觉醒体质神通了？为了快乐呸！为了让逆徒觉醒体质神通，他豁出去了。并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面好啊，我最喜欢吃师尊下的面了。结。任务：顺从师尊，满足他的小心愿。奖励：8000任务点，顶级神通大荒求天指。选项2，总是向我索取，却不曾说谢谢我，这面不吃也罢。任务：拒绝孟白离的小心愿，并狠狠臭骂他一顿。奖励：8000任务点，黑化的孟白离会将宿主关小黑屋板。我选1。叶青哥连忙做出了选择。他看着师尊这般模样，一阵汗颜，他怎么感觉冲师后一切都变得有那么一些不一样了？师尊原本清澈明亮，蕴含有星辰的双眸里，好像多出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那好像是轻微的占有欲。难道说师尊真的是隐藏病娇？不会的，应该不会的。师尊这么阳光开朗、善良大方，怎么可能会是阴暗扭曲的病娇呢？算了，不管了，既然师尊都这么主动了，他还在犹豫什么？直接吃面。整个过程中，二人攻守互相转换，你来我往，而孟白离也很快就找寻到了坐摇摇车的快乐感觉。1周后，叶青哥率先苏醒。即使与师尊操练了这么多天，但只要小小的睡上一觉，所有的疲劳也就完全消散了。这波只能说不愧是顶级神体，战斗起来就是勇猛无畏啊！看着身旁即使深深熟睡着，却也因为疼痛而细微蹙着眉的师尊，叶青哥在他眼角吻了吻，起身穿好衣服。叶青哥愣愣地看了眼随意丢在地上的枕头，最后他摇了摇头，呢喃一声后便离开了这里。下次还是不用枕头垫了。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8000任务点，顶级神通大荒求天指。系统声音响起，叶青哥目光微微失神了一会儿，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大荒求天指身为顶级神通，有求天之威、破天之能，威力强绝。至于任务点，则可以用来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初次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需要耗费3万任务点，而他现在也仅仅有8000任务点罢了。乖徒儿，为师就知道你身负的特殊体质定然不一般，要不然数年前我也不会被你吸引，寄宿在你体内。云若妹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叶青哥的思绪，她语气中有着仍未消散的震撼。自从他被叶青哥的特殊体质吸引，从而寄宿在叶青哥体内后，他便隐隐猜到了叶青哥的体质很强。只是令他都没有想到的是，叶青哥觉醒的竟然会是苍天神体，这可是世间最强大的体质之一啊！哪怕是他的特殊体质与苍天神体比起来，那也丝毫没有可比性。叶青哥突然止住了脚步，似乎想到了什么，道：“对了，师尊，先不说苍天神体，之前你说的话可还算数？”云若妹问道：“什么话？”师尊之前说的，徒儿若突破到灵海境，便给徒儿摸摸腿。师尊该不会是忘了吧？叶青哥坏笑一声，云若妹咯咯笑了起来，在叶青哥体内翘了个二郎腿，妩媚妖娆道：“记得，师尊当然记得。可你也说了，是突破到灵海境才给你摸摸大腿，可你现在突破到了洞天境，当然不能摸了。”叶青哥，好，这么玩是吧？我拿你当亲师尊，你拿我当表徒儿。云若妹顿了一下，声音酥酥妈妈蛊惑道：“当然了，如果徒儿能够为师尊重素肉身，师尊整个人都会是你的。到时候
别说是摸摸大腿了，就是亲亲嘴都没问题。而且啊，是哪张嘴都行哦。叶青哥不为所动。麻蛋，云若妹刚刚才玩弄了他一次，现在又想白嫖他的时间精力为他重塑肉身，这个该死的要求，在自己没有摸过云若妹的大腿前，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怎么样啊，徒儿，有没有心动的想要立马帮助为师重塑肉身？到时候我和孟百里一起服侍你，让你吃师尊姐妹盖饭，徒儿觉得如何？云若妹笑呵呵道：不如何？且不说师尊此番言论又在逗弄徒儿，单单是为师尊重塑肉身，这就不是件容易事。至少现在的徒儿是绝对没有能力为师尊重塑肉身的。叶青哥正色道：他此言不虚，云若妹之前好歹也是一位女帝，自己现在哪有这么大的本事为她重塑肉身？我知道乖徒儿现在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为师是说日后吗？云若妹笑道：什么时候日？叶青哥突然反问。云若妹，你要是这么说话，那我可就没什么和你好说的了。我拿你当亲徒儿去教导，结果你天天想着冲我，你以为我是那个白给的孟白离？想都别想，你这个逆徒！呵呸！当当当！蓦地，天道宗内响起了3道钟声，霎时，整个天道宗都沸腾了起来。天道宗所有的外门弟子纷纷腾空而起，飞往古天道场。没想到这么快又过去了1年，你们的外门弟子考核又开始了。乖徒儿，这次你觉醒了苍天神体，通过外门弟子考核想必轻而易举。但你想好要加入哪个风修炼吗？云若妹双手环胸，若有所思道。她寄宿在乖徒儿身体里这么多年，对于天道宗自然有些了解。想要加入3大风修炼，就必须要通过外门考核，这是一祖留下的规矩，哪怕自己的乖徒儿是9祖亲传，也绝对打破不了这个规矩。天道宗共有3大风，分别是太阳风、太阴风、自然风，而这3大风唯有通过外门弟子考核，成为内门弟子时才可以选择其一，进入其中修炼。太阳风的阵风法门名为真阳九天图，是一门至强炼体功法；太阴风的阵风法门名为明月高悬图，是一门至强的炼魂功法；自然风的阵风法门名为天地万法图，是一门能够感悟天地万道的功法。如果真要选的话，徒儿想进入自然风。叶青哥沉思许久，缓缓道：无论是真阳九天图，还是明月高悬图，亦或是天地万法图，那都不是普通天骄可以修炼的。资质不够的弟子若是强行修炼，必有殒命的危险。而天道楼便是检测资质的考核，唯有资质足够者便可加入3大风，修炼这3门功法。苍天神体顺应天道而生，甚至修至最后还可深化天道。于你而言，自然风的确是最好的选择。只不过听说天地万法图修炼起来要比另外2风的阵风法门更难修炼，这也是自然风弟子稀少的主要原因。徒儿，你可想好了？云若妹笑着点了点头。越难修炼，便越说明天地万法图越强。在徒儿心里，从来就不在乎天地万法图有多难修炼，只在乎它到底强不强。叶青哥脸上洋溢着自信，这是苍天神体带给他的无畏。云若妹怔怔地看了眼叶青哥，心中的一角逐渐被这位谪仙人的身影填满。不得不说，自信的叶青哥还真是帅气呢。呵呵，好了，徒儿，先不说其他，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先通过外门弟子考核，成为内门弟子。云若妹轻笑一声，语气中多了几分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温柔。师尊，如果徒儿通过了这次的外门弟子考核，可否让徒儿摸摸大腿？叶青哥坏坏的道。可以啊。云若妹不假思索道。眼见后者答应的竟然如此干脆，叶青哥反倒有些拿捏不准了。他试探性的问了一声：这次不骗徒儿了？不骗。这次不穿魔了？不穿魔。此次真的当真？千真万确。师尊若再骗徒儿怎么办？那为师便天打雷劈，生死道消，可否？云若妹似笑非笑道。既然如此，那徒儿就最后相信师尊一回吧。叶青哥松了一口气，没办法，实在是被云若妹逗弄欺骗的次数太多了，他不小心不行了。哼哼哼，没想到此次云若妹竟然连毒誓都发了出来。这一次，那一双让他魂牵梦萦的大腿，他摸定了，谁来都不管用。他倒要看看云若妹的大长腿与孟白离的大长腿在手感上究竟有何区别。古天道场此地已经围聚了不少外门弟子，当然也有不少已经加入了3大风的内门弟子前来凑热闹。毕竟今日可是外门弟子考核，只要有弟子通过考核，那便是内门弟子了，是需要立马选择3大风的其中之一进行修炼的。天道宗虽然对外一致，众志成城，但内部明里暗里也有不少争斗，3大风之间个个都想比个高低。哗！骤然间，宛若一轮熊熊燃烧的骄阳破空袭来，
其周身散发的恐怖气息让人惊骇，不敢靠近。这是一位身穿赤甲、露着如温玉般白皙细腻的肚脐、扎着简单干练的单马尾、雪白肌肤大片裸露的女子。她右手持一杆赤龙淬火枪，浓密的睫毛下是闪烁着昂扬光芒的秋瞳，秀鼻高挺，艳唇微张，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她身材丰腴饱满，该凸的地方凸，该翘的地方翘，宛若一朵盛开于骄阳下的玫瑰，明艳动人。但是她的美中却又带着一抹不羁的野性，还有着昂扬不灭的战意。死，竟然是太阳峰的女战神柳妃！此等人物怎么会来凑今年外门弟子考核的热闹？一众外门弟子看着那高高在上、浑身散发着不灭战意的柳妃，一个个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柳妃，太阳峰的真传弟子，也是最强的弟子。他那一身准圣境九重天的修为，真阳九天图又修炼到了玄阳图大成的阶段，再加上他极其好战，目前还鲜有敌手，让他真正放在眼里，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女战神。今年的外门弟子考核与以往皆不相同，据说这一次夺得考核头盔的奖励乃是踏天神石。有外门弟子神情激动，语气中有着抑制不住的振奋。踏天神石，许多人闻之再度狠狠吃了一惊，心都跳到了嗓子眼。踏天神石内蕴一门至高无上的神通，号称天命亦可为，人亦可踏天。只要掌握了踏天神通，便掌握了践踏天地的神威。更重要的是，有传闻踏天神石与玄黄地界中某一古老强大的种族有关。柳妃，真不愧是你，来的还真是快啊！突然又是一道声音响起，只见一位青丝如墨、眸盖飞步、身姿心长、脸庞俊秀淡漠的青年缓缓踏风而来。太阴峰的那位竟然也来了。众弟子看到青年到来，头脑嗡的一声炸开，一片空白。青年名为文人听燕，是太阴峰的真传弟子。他身负初级地体玄幽太阴神谋，明月高悬图也修炼到了残月照孤魂的17层境界。他的修为虽然不及柳妃，却也不遑多让，乃是准圣境7重天修为。不是我太快了，是你太慢了。柳妃淡淡的瞥了眼文人听燕，文人听燕也不恼，悠闲自得的笑了笑，貌似有人比我更慢。自然峰的那位天天在睡觉，没事便整一出大梦万古的戏份，口口声声还说是什么顺应天道，感悟自然之理。我估计他现在应该还在睡觉，今天怕是不会来了。柳妃冷冷地哼了一声，别看那位天天在睡觉，但他的修为却要比我们都强，真不知道这种妖孽怪胎是怎么修炼的。文人听燕摇头苦笑道，像他这种夜以继日的苦修，结果修到最后还不如一个天天睡觉的人，这着实狠狠打击到了他的自信。自然峰的天地万法图号称是3大阵风法门最强的法门，却也是最难修炼的法门，可偏偏自然峰的那位却十分适合修炼这门功法，或者说这门功法简直是为他而生。或许这便是所谓的与生俱来的天赋吧。柳妃深邃的目光望向前方，不见丝毫波澜。轰隆隆，蓦地整个古天道场，应该说是天道宗都站立了起来，无数弟子的目光纷纷看去，充满了惊骇和不明所以。只见在古天道场的中心，有着一座恢宏庞大的鼓楼缓缓拔地而起，散发着威严浩瀚的蛮荒气息，正是天道楼，也是此次外门弟子考核的场地。天道楼的楼层是以天道50之数来定层的，当然大道50，天眼49，遁去其一，而天道楼的第50层便是那遁去的一，至今还未有人能够闯入其中。哟，这不是我们天道宗大名鼎鼎的废物吗？这次来参加外门弟子考核，准备以怎样黯然的收场结尾？叶青哥才刚刚抵达古天道场，耳旁便传来了一道戏谑的嘲弄声。叶青哥转头看去，才发现一位身穿内门弟子服饰的少年缓缓走来。少年眉宇间带着一抹桀骜不驯，搂着一位面容清冷、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少女。此二人正是秦风和穆婉容。穆婉容是太阴峰的内门弟子，虽说天赋不佳，但是靠着自身美貌也获得了不少修炼资源。他与秦风在一起，无非就是看中了秦风手中的修炼资源罢了。叶青哥，真不知道你这种废物是怎么让九祖收做弟子的，真不知道你除了那张脸外还有着什么优势，凭什么与风清月成双成对？秦风眼底有着一抹强烈的情绪翻涌，那是不甘和嫉妒。风清月来历非凡，才华横溢，美若天仙，她是宗主在外收的真传弟子，身负极强的地体，自从入世还从未有过败绩。她也是柳妃梦寐以求想要与之一战的劲敌，只是风清月如今正在外界某处禁地闭关修炼，已经很多年都未回归了。而对于如此一位才华出众的俏佳人，天道宗内自然有不少弟子心系于她。只可惜许多弟子都与风清月的差距太大了，这是实力和身份上的差距，因此无数弟子都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
而秦风无疑也是这群弟子中的其中一个。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位本该高坐于云端之上，不堕世俗的仙子，可他却是与叶青歌关系极佳，并让不少弟子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也让无数弟子极度的发狂。秦风更是妒火中烧，恨不得将叶青歌狠狠踩在脚底，让风清月明白谁才是他心中真正的天命所归。叶青歌也明白来者不善，心中冷笑不已，道：我和风清月关系如何？貌似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评头论足吧。秦风勃然怒道：闭嘴，你这个废物！你和风清月在一起只会拖累了他，你但凡有点自知之明，就不应该想着和风清月在一起。叶青歌心中不断冷笑，他和风清月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那也是他和风清月的事情，轮得到秦风在这里义愤填膺。最可笑的是，秦风打着为风清月好的幌子，实则是妒忌他与风清月的关系，此等虚伪之人当真是厚颜无耻。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秦风之言真是深入人心，振聋发聩。大师，我悟了。任务，听信秦风一次，为了风清月好，从此远离风清月。奖励9000任务点，5品阶经书1本，论窝囊废是怎样炼成的。选项2，逼逼赖赖的给你脸了，和我的大荒求天只说去吧。任务，先激怒秦风，再反手击溃秦风，打破他的自信。奖励9000任务点，无上真谛，天道真谛。我选2。叶青歌唇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不得不说，童子哥对他真的是太好了，不仅让他装逼打脸，事后还奖励他9000任务点，以及身为无上真谛的天道真谛。要知道，大道真谛是修炼大道的第一个境界，也是门槛。想要去追寻大道，领悟出大道真谛是第一步。而在天道宗里，领悟出大道真谛的年轻天骄并不是很多，唯有那些资质妖孽的内门弟子以及核心弟子、真传弟子才可能领悟出来。就算是神火境9重天修为的秦风，也只不过领悟出了半部雷霆真谛罢了。而且雷霆真谛也不过是高级真谛罢了，而天道真谛乃是无上真谛，是能够压制其他大道真谛的存在。只要掌握了天道真谛，叶青歌的实力又将提升一大截。只不过童子哥却要他先激怒秦风，然后再击溃秦风。可是在他看来，秦风现在貌似就已经很怒了罢了，既然童子哥认为还不够，那他也不妨再多添一把火。想到这里，叶青歌转头看向秦风一旁的穆婉容，温润一笑道：婉容师姐，听说你最近修为卡在了神火境9重天。穆婉容虽然是太阴峰的内门弟子，但其资质并不是很好，最近修为也一直卡在了神火境9重天。穆婉容显然愣了一下，没有料到叶青歌会突然将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不过叶青歌好歹也是9祖弟子，在宗门内的身份和地位确实尊贵，他也不想与其作对，而且也不会与叶青歌作对。毕竟像叶青歌这种容颜胜过真仙、超然绝世的男子，女子们欣赏爱慕都来不及，又岂会无缘无故与其作对？是的，不知叶师弟为何问及此事。穆婉容微微点头。一旁的秦风脸色阴恻恻的，不仅是因为叶青歌无视了他，转而与他的道侣对话，更是因为他心中莫名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如他心中所预料的一样，叶青歌两手一翻，取出了一枚流光四溢、药香浓郁的丹药，以及一件艳红的羽扇。婉容师姐，这是极品品质的通天丹，能够帮助修士凝聚出神桥，踏入神桥境。另外，这是一件极品道器，名为流焰扇，威力十分惊人，哪怕是天宫境强者也能够焚杀。叶青歌缓缓开口。穆婉容看着这两样东西，目光止不住的闪烁起来。叶师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叶青歌耸了耸肩，笑道：意思很简单，只要师姐亲师弟一口，这两件宝物就是你的，如何？当着秦风的面让穆婉容亲自己一口，这和当面牛秦风有什么区别？这把火添的不可谓不大。而且叶青歌也自信穆婉容不会拒绝自己，毕竟穆婉容寻找道侣的目的本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从而提升自己罢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个做法的确没错。婉容，你不可以答应他，他是骗你的。秦风眼见叶青歌竟然连这两种宝物都拿了出来，当即面色大变，心急如焚。他虽然爱慕风清月不假，但对于穆婉容的喜爱也是真的。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同时吃穆婉容和风清月的姐妹盖饭。但现在叶青歌如此做法，别说是姐妹盖饭了，就算是盖饭他都不一定吃得到。秦风，你左眼睫毛和右眼睫毛的数量不一样，我们不合适，所以分手吧。穆婉容淡漠道。秦风好似遭受了五雷轰顶，呆若木鸡的愣在了原地。这就算要分手，能不能找个好点的理由？这不纯糊弄他吗？这时穆婉容走到叶青歌面前，露出一副羞涩的模样，
踮起脚尖在其脸颊上狠狠亲了一口。至于为何要先与秦风分手再亲叶青歌，理由也很简单，他虽然与他人结为道侣的心思不纯，但绝不会做出任何逾越之举。当着自己道侣的面去亲其他男子，这算什么事？但与秦风分手后，他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叶青歌如此纤秀无双，不知是天道宗内多少女子的梦中男神。别说是给他通天丹和刘燕山了，就算是让他跪在地上盘头发，或者是在后面推叶青歌，他也百般愿意啊。叶青歌轻轻擦去脸上的口水，笑着将通天丹和刘燕善递给了穆婉容，他心中则是一阵腹诽。早知道穆婉容对他美貌有觊觎之心，他就不必拿出通天丹和刘燕山了。亏了，师姐，你先回去凝聚神桥吧。叶青歌微微颔首，笑道：好的师弟，以后有这种好事记得再来找师姐哦。穆婉容甜甜地笑了起来，心满意足地带着通天丹和刘燕山离开了此地。他不过是来古天道场凑个热闹，没想到不仅狠狠亲了梦中男神一口，还获得了通天丹和刘燕善，这一下子连吃带拿的，简直美滋滋。叶青歌，你……秦风右手颤抖地指着叶青歌，面容因为愤怒而变得极其扭曲。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叶青歌，穆婉容又岂会随便找个蹩脚的理由就和他分手？这下子他是真的连盖饭都吃不了了。秦风，你可太失败了，风清月不搭理你，就连穆婉容也因为利益而随便与你分手。想你这种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凭什么一口一个废物称呼我呢？叶青歌双手负于身后，嘴角挂有一抹戏谑的微笑。秦风看着那无比刺眼的笑容，额头青筋暴起，拳头死死攥紧，眸底是无尽的愤怒在怒涌。叶青歌这番话简直是杀人诛心啊！那一个个字眼宛若一柄柄利剑，将他内心扎得千疮百孔。风清月的爱搭不理，穆婉容的阴厉离去，叶青歌的言语羞辱，使他的愤怒值在此刻到达顶峰。叶青歌，你这个废物，活该你一辈子都困在聚灵境。秦风怒吼道：你也就只能够拿境界来对我评头论足了，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其他能够攻击我的点，但殊不知你在我眼里连废物都不如。叶青歌冷冷一笑，他汇聚丹田灵力以及苍天神体的神力，右指探出，恢宏庞大的法力巨指凝聚出来，宛若古神之指，气势恢宏磅礴，正是顶级神通大荒求天指，洞天境九重天。感应到叶青歌的修为后，秦风无疑吓了一大跳，这是怎么回事？前段时间见到叶青歌，发现他还在聚灵境九重天，怎么一段时间过去，他就突破到了洞天境九重天？有这样突破修为境界的吗？这和坐火箭有什么区别？哼，洞天九重天又如何？看我如何败你！秦风面色阴沉的冷哼道。虽说他惊讶于叶青歌的境界，但也仅仅只有惊讶罢了。他是神火境九重天修为，比叶青歌足足高了一个大境界，更何况他还身负高级圣体劫雷战体，要败叶青歌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奔雷啸虎拳，秦风奋力挥出一拳，紫色蓝色的雷芒如泉涌般浮现，噼里啪啦不绝于耳。咦，这不是太阳峰的内门弟子秦风吗？他在与何人争斗？是九祖的弟子叶青歌。秦风怎么与他斗上了？不对，你们看叶青歌的修为。二人的争斗自然引来了众人的注意，而有的弟子眼尖注意到了叶青歌的修为赫然在洞天境九重天。不是说叶青歌资质欠缺，修为一直停留在聚灵境九重天，无法开辟出灵海吗？可这洞天境九重天是个什么鬼？传闻有误。轰隆隆，大荒求天指与奔雷啸虎拳猛烈击撞一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无数双目光齐刷刷的看来，有震惊，有疑惑，有好奇。噗！而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秦风的身形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口鼻喷血。这怎么可能？秦风瞳孔地震，心中一阵骇然。就在方才，他的奔雷啸虎拳与大荒求天指碰撞在一起时，前者竟犹如纸糊的一般被轻易撕裂，压根就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如此巨大的实力差，简直让他感觉天方夜谭，想都不敢想你的实力怎么可能这么强。秦风从地上狼狈爬起，难以置信的失声惊呼。他拥有劫雷战体，还比叶青歌高出了整整一个大境界，为什么败的会如此彻底？但更让他羞愧到无地自容的，还是他败在了自己口中的废物手里。如此一来，他岂不是连废物都不如了？别说是他了，就连其他围观的弟子也都震撼在当场，瞠目结舌。他们没有看错吧？仅仅才洞天境九重天修为的叶青歌，竟然一指击溃了神火境九重天修为的秦风，这也太戏剧性了吧！世界这么大，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倒是你，怀揣坐井观天之姿，下宠与兵之态，还有什么事情在你眼里是可能的？叶青歌冷冷一笑，再度施展出大荒求天指杀向秦风。阴雷击，
秦风五官扭曲，双掌汇聚出一紫一乌两种颜色的劫雷，其中还蕴含有半部雷霆真谛。他双掌横推而出，两种至强劫雷好似洪水猛兽般汹涌澎湃，如龙似虎，要将叶青歌吞噬覆灭。是半部雷霆真谛。秦风不愧是在太阳峰都排得上名号的内门弟子，假以时日，他必然能够掌握完整的雷霆真谛。叶青歌能够逼得秦风动用半部雷霆真谛，这也足以自傲了，毕竟他还是越阶而战呢。四周传来一阵窃窃私语。说实话，叶青歌展现出来的战力的确惊撼到他们了，但秦风既然动用了半部雷霆真谛，那叶青歌便必败无疑。毕竟掌握有大道真谛的修士和没有掌握大道真谛的修士，这全然就是两个概念。哪怕是半部大道真谛所带来的加持同样巨大。然而让所有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两大极招碰撞在一起后，哪怕是加持有半部雷霆真谛的阴雷级，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作虚无，全然对抗不了大荒求天指。轰！噗！大荒求天指以摧枯拉朽之势狠狠轰击在秦风肉身上，将他轰得倒飞而出，鲜血如不要钱般的吐出。秦风重重跌倒在地，完全懵了，脸上竟是一片茫然。这不对吧？他连半部雷霆真谛都动用了出来，为什么倒飞出去的反而还是他？不应该是叶青歌吗？四周围观的弟子也是如此，一个个面面相觑，张大了嘴巴，震撼到说不出话来。秦风，现在的你是不是连废物都不如呢？叶青歌背负双手，一脸风轻云淡地走到秦风面前，如此轻松的模样，全然不像刚经过一场大战，太过超然绝世了。太帅了，有颜有地位，还有实力，真不愧是我的梦中男神。姐妹，你也是这么想的吗？我就知道我家青哥不会是废物。什么你家的青哥，明明是我家的。周围有少女一脸爱慕崇拜地看向叶青歌，眼里的小星星止不住地溢出叶青歌声的神秀无双，本就是一众少女的梦中情人，只不过因为修为问题一直受他人诟病罢了。但是现在看到叶青歌有颜又有实力，一众少女简直要兴奋的原地高潮。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9000任务点，无上真谛，天道真谛。伴随着系统声音落下，叶青歌的丹田中有天道真谛在逐渐汇聚，最后化作一轮归美骄阳。为何是太阳模样？见到这一幕，叶青歌心中一阵疑惑。生灵领悟出的第一个大道真谛会化作明月模样映照在丹田中，之后再领悟出的大道真谛则会化作星辰环绕在明月周身。然而现在天道真谛却化作了骄阳模样映照在丹田中，这着实让人为之疑惑。天道真谛是无上真谛，与其他大道真谛不同，倒也无可厚非。叶青歌心中思忖，接下来他看都未看秦风一眼，直接越过了后者，朝着天道楼走去。秦风只是一个被爱冲昏了头脑的蠢货罢了，打败他并不值得自傲。叶青歌，秦风踉跄着从地上爬起，显得很是狼狈，与原先的嚣张跋扈形成了对比。叶青歌微微侧头，眼中一片清明。如果秦风还是不服，那就继续用大荒求天指将他打服。今日之耻，我记住了，来日你我再战，届时我会狠狠将你踩在脚底。秦风低吼道。叶青歌闻言，唇角缓缓勾起，语气淡淡，道出了一句千古名言：败在我手中之敌，从来都不会被我视为对手。我给你时间追赶，直到你遥望不见。秦风眼底有恐怖的猩红在翻涌，呼吸都不知不觉变得急促起来。他看着叶青歌留下的骚气背影，脸色铁青，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太他妈装逼了，太他妈骚气了。柳飞，你怎么看？远处文人听燕看着这边的争斗落幕，脸上浮现出一抹好奇之色。站着看呗，莫非你还想躺着看？柳飞不假思索地呛了文人听燕一句，文人听燕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我要问的是这个吗？柳飞则是收回了目光，望向前方的天道楼，目光很是平静。叶青歌以动天境9重天的修为击溃掌握有半部雷霆真谛，修为在神火境9重天的秦风，这的确称得上是天才。但那又如何？难道他柳飞就不是妖孽了？他曾经在没有掌握大道真谛时便越阶而战，灭杀了一位掌握有2重天之境的大道真谛的天骄，所以叶青歌此次击溃秦风，在他心里并未能掀起什么波澜。换而言之，天才也不过是见他的门槛罢了。正当文人听燕要说些什么时，人群中骤然传出一阵骚动。拜见九祖！一群内门弟子齐齐躬身行礼，哪怕是长老们亦是如此。只见身穿一袭鲜红色紧致长裙，将身材衬托的凹凸有致的孟白离淡然走来。叶青歌转身看向孟白离，没有想到师尊竟然来了。这个时候师尊不应该还躺在床上吗？难道他这么快就缓过来了？不对啊，自己这么勇猛，
好师尊少说也得躺1天才是。可这才过去了多久？不行，师尊这么快就缓了过来，无异于是对他勇猛的亵渎。等考核结束后，必须让好师尊再次见识见识自己的厉害才行。而也就在叶青哥胡思乱想之际，孟百里已经走到了他身边，匆匆玉指伸出，捏住了他的耳朵。青哥师弟，不知我亲你一口，你能够给我通天丹和流焰山否？说话时，孟百里眼神一直盯着穆婉容方才亲过的地方看。很显然，孟百里吃醋了，要不然不会这么阴阳怪气。叶青哥莫名打了个冷战，讪讪一笑。师尊都看到了。孟百里点了点头，眼神平静的不知在想些什么。他伸手用衣袖擦着早已不存在的穆婉容的痕迹，淡淡道：从你遇到秦风开始，我便在暗中观看了。除了穆婉容亲你这件事，你都做得很好。下次别再向其他女子提出这种要求了。你这个花心的该死的逆徒。叶青哥咧嘴笑道：遵命，师尊。孟白离这时将手收回，踮脚狠狠亲向方才穆婉容亲过的地方。他舌头和牙齿并用，又是咬又是舔的，仿佛要用自己的痕迹掩盖掉穆婉容的痕迹。其余众人看到这一幕，彻底石化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心目中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帝老祖，竟然如此光明正大的当着他们的面亲吻叶青哥。这两人真的只是师徒关系？别说是他们了，此刻就连叶青哥都懵了。他还以为好师尊会暂时隐瞒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却没想到好师尊竟然如此大胆和迫不及待。不过这样也好，也省得去遮遮掩掩了。好师尊都不怕，他这个当徒弟的还怕什么？想到这里，叶青哥反手将孟百里搂在怀里，朝着那对诱人饱满的红唇狠狠吻去。一众长老嘴唇狠狠抽搐了一下，连忙尴尬地撇过头去。这特么都啥跟啥啊？哪有这样撒狗粮的？你们两个就不能稍微遮掩点吗？而且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这样当众撒狗粮真的合适吗？不应该是偷偷摸摸的来吗？算了，累了，不管了。谁让这是他们的女帝老祖呢？谁管得了孟百里？随后赶来的宗主看到这一幕后，也是尴尬的停留在原地，接着默默转过身去。一众少女则是羡慕的发狂，恨不得自己代替孟百里。好了，逆徒也不怕害臊。孟百里吻得心迷意乱，伟岸的双峰一上一下的抖动，双手轻轻搭在叶青哥的胸膛上。师尊，这不过是开始罢了，等考核结束，徒儿让你见识见识真正厉害的东西。叶青哥凑在孟百里的耳旁，吐出灼热的呼吸。孟百里在叶青哥腰间狠狠拧了一下，脸上的红晕蔓延至耳后，羞道：逆徒就知道贫嘴，如果你未能夺得此次考核头魁，看为师怎么收拾你。与此同时，宗主柳道元干咳一声道：九祖，不知外门弟子考核可否开始了？开始吧，规则和以往一样。孟百里面对柳道元时重新恢复了冷淡，仿佛刚才面对叶青哥时的娇羞从未有过。柳道元干咳一声，锐利的目光扫过全场，道：本宗宣布，外门弟子考核即刻开始。规则和往年一样，但此次夺得考核的头魁将获得踏天神石。此话一出，整个古天道场都沸腾了起来。踏天神石竟然会是踏天神石，这不是一祖留下的宝物吗？说是当天命自现时，踏天神石就将问世。据说踏天神石内蕴一门无上神通，不知道谁会夺得此次考核头魁。当听到此次考核的头魁奖励是踏天神石后，一众外门弟子、内门弟子、核心弟子纷纷咂舌起来。柳飞和文人听燕倒是没什么惊讶之意，显然是早就知道了此事，但他们心里却还是很可惜。若非他们生错了时间，岂不是也能够争一争踏天神石？毕竟踏天神石是一祖留下的宝物，里面内蕴一门无上神通，更与那一古老神秘的种族有些牵连。谁不眼红此等宝物？不知道谁能掌握天命。想要掌握天命，就得先掌握天道。天道啊，自从我天道宗建宗以来，貌似就一族掌握了天道吧。长老们在暗中用神识传音，议论纷纷。这时宗主柳道元大手一挥，天道楼那尘封了1年时间的大门缓缓开启。天道楼共分为50层，前49层都是一祖年少时遇到过的敌人。那些敌人里不乏盖世妖孽、绝代天骄，比如大弟子嗣、真龙幼崽、真皇幼崽等等。至于天道楼第50层，谁也不知道里面有着什么，毕竟谁也没有进入过其中。好了，逆徒，进去吧，去闯一闯天道楼，夺下头魁。说着，孟白离用那修长白皙且浑圆的右脚，毫不留情地将叶青哥踹入天道楼。这一脚力度不可谓不大，也让叶青哥一度认为师尊是在报复他。毕竟之前穆婉容狠狠亲他的那一幕，师尊可是尽收眼底的。外门弟子一个接着一个进入其中，天道楼上霎时浮现出众多闪耀的名字。天道楼1层，叶青哥屁股着地，
狠狠摔了一跤。死！师尊定是在报复我无疑。好狠的一脚！待会儿出去后，必须让师尊的屁股也疼一下。叶青哥起身揉了揉生疼的屁股，暗自下定了决心。哼，师尊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现在都敢脚踹他这个充实逆徒了。等出去后，必须狠狠调教丁。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天命所归，我就是天选之子。任务：夺得考核头盔。奖励：10000任务点，无上功法，化道登天诀。选项2，天道楼内强敌众多，我不打了，我先走了。任务：立即离开天道楼。奖励：10000任务点，懦夫光环。1，师尊的皮鞭教育。选项3，冲天道楼哪有冲师舒服。任务：离开天道楼，扑入好师尊的怀抱，待他回府邸后向他开炮。奖励：10000任务点，炮神光环。1，师尊小娇妻程度化 10%。看着有点抽象的选项2和选项3，叶青哥一阵无语，随后默默地选择了一选项。虽然选项3说的不假，但他还是更眼馋选项1的奖励。无上功法，化道登天诀。这名字光是听起来就很有逼格好不好？哗！蓦地，面前场景转换，一片白茫茫的，无尽的寒气袭来，让人神魂都在战栗。叶青哥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座冰川之上，脚踏百丈积雪，一道冷艳身影缓缓凝聚在眼前。雪灵族的雪女。叶青哥稍稍眯起了眼睛。雪灵族是生存于玄黄地界的古老势力，虽说他们早已灭绝了，但在史书古籍上也留下了笔墨浓重的一笔。据说雪灵族生下来便掌握有雪之真谛，这是先天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这一族很是强大。叶青哥没有施展大荒求天指，也没有动用苍天神体的神力，只是简简单单一掌拍出。雪女右手掐诀，于身后凝聚出一对羽翼，羽翼的羽毛就像是无数柄寒冰利剑，一阵翅哗啦啦的爆射而出，遮天盖地。然而当这些寒冰羽毛触碰到叶青哥的法力大掌时，立马发出当当当的声响，而后纷纷破碎，就好像是在给叶青哥挠痒痒一般，显得很是无力。砰！一掌落下，雪女的虚影化作漫天泡沫，归于虚无。对于这结果，叶青哥倒是没感到丝毫意外，这只是天道楼第1层罢了。如果说这都要他用上1、2成的法力，那岂不是有辱苍天神体的威名？而也就在雪女虚影破灭的那一刻，周围天地再度转换。显然叶青哥这是来到了天道楼的第2层。外界他的名字在经过一番闪烁后，也是来到了第2层的位置。当然也不只是他进入了天道楼的第2层，同样有不少外门弟子纷纷踏入第2层。天道楼第2层的敌人是来自上古尊族的恶魔猿，这一妖族肉身很是强大，背生一对乌黑羽翼，振翅犹如风雷大作。据说曾有一头至尊修为的恶魔猿力战3位人族至尊，最后在手撕一位人族至尊后负伤离去。此一战也让恶魔猿彻底打响了威名。当然即使第2层的恶魔猿肉身再强，却也强不过苍天神体。最终叶青哥只用了2拳便将这头恶魔猿虚影锤灭，没意思，还是去更高的楼层找那些大弟子嗣真龙幼崽吧。叶青哥再度一拳覆灭了第3层敌人的虚影后，也是忍不住摇了摇头。这些低楼层的敌人还是太弱了，对他压根就造不成丝毫威胁。他想要的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想要看看自己如今的实力究竟到达了何等程度。接下来叶青哥动用苍天神体的神力，火力全开，登楼的速度简直快到离谱。外界天道楼上，叶青哥的名字闪耀不断，熠熠生辉，几乎每隔几秒便攀升到了下一层。如此登楼速度简直看呆了一众长老弟子，别人的名字都是隔一段时间才闪烁一下，怎么你的名字一直在闪烁？这谁受得了？柳飞和文人听燕相去一眼，皆能够看到对方眼底的震撼。这登楼的速度怎能如此之快？哪怕是当年他们闯天道楼的速度，也没有叶青哥这般迅捷，甚至是望尘莫及。好快的速度！如果当年是我和叶青哥同时闯楼，怕是就难以夺得头盔了。柳道元看着叶青哥不断闪烁的名字，忍不住咂舌感慨。确实是好快的速度。孟白离深有感触的重重点头。当初他也闯过天道楼，但登楼速度亦是没有叶青哥这般迅速，只能说真不愧是苍天神体的拥有者。而且这还是未觉醒出体质神通的苍天神体。如若叶青哥觉醒了体质神通，那么他的实力将发生翻天覆地的蜕变。柳道元目光怪异地瞄了孟白离一眼，总感觉后者说的话有点不对劲。孟白离则是毫不在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道楼。逆徒速度越快，他就越加兴奋。想到这里，他竟生出了要闯入天道楼，
将逆徒推倒在地，狠狠摩擦的冲动。天道楼第43层，空间一阵扭曲过后，叶青哥的身影逐渐浮现。第43层了，不知道这一层的敌人会是谁。叶青哥眯着眼睛看向前方，周身散发着刚猛强烈的苍天神体神力。哗！眼前有焰如残阳的火海汹涌燃起，将整片空间包裹。叶青哥同样置身其中。黄火！叶青哥望向四周火墙，灼灼高温将自己包裹，无孔不入，像是要把自己烤熟。枪！一道尖锐的急鸣声响起，滔天的火海之中有真皇虚影展翼浮现，宛若浴火重生。天道楼第43层的敌人赫然是一组曾遇到过的真皇。叶青哥催动灵力和神力，一指击出，大荒球天指神威浩荡，碾向真皇虚影。而真皇也不愧是世间最为强大的种族之一，他们与真龙一样，天生肉身强大，神威盖世。枪！真皇张口吐出一口硕大的火球，与大荒球天指碰撞一起，爆发出激烈的轰鸣。二者相互碰撞，却落得个旗鼓相当的局面。不愧是世间顶级种族的真皇。叶青哥脸上浮现出些许满意之色，他全力催动苍天神体，恐怖的灵力、神力一起呼啸而出。即使真皇是世间最为顶级的种族之一，但也不会是苍天神体的对手。毕竟苍天神体是顶级神体，是能够深化天道的至强体质。最终在硬抗下3次大荒球天指后，真皇虚影也就此破灭。天道楼第44层，敌人是真龙虚影，实力与真皇虚影大差不差，对叶青哥构不成什么威胁。一路下来，叶青哥火力全开，状态攀升至巅峰。也好在他身负苍天神体，灵力、神力堪称浩瀚，否则绝对难以支撑到现在。又是短短半个时辰过去，叶青哥的名字便闪烁至天道楼第49层。见此一幕，外界所有人纷纷石化。天道楼49层能够闯入其中的都是绝世妖孽，当代人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宗主、宗主、老祖那等级别的妖孽之辈。可以说，踏入天道楼第49层，叶青哥资质的妖孽已经无需外人去分说了，天道楼自会为其证明。太可怕了！没想到叶青哥的资质和实力竟然如此恐怖，难道他此前一直在藏拙，就为了等这个一鸣惊人的机会？真不知道他觉醒的到底是何种特殊体质，真是了得啊！一众弟子议论纷纷，眼里再也不复之前的轻蔑，此刻唯有尊崇。谁能料到他们曾经评头论足的废物，竟然会是如此绝世妖孽？不过叶青哥虽然妖孽，但其他人也不差。有身负顶级至尊体、星辰道体的陆星河，速度虽然不及叶青哥，却也到达了天道楼第43层。有身负高级至尊体、影风暗体的煞灭，速度同样不慢，来到了天道楼第41层。还有其他的天骄妖孽等等，都抵达到了30-40层的高度。这些无一例外都是天骄妖孽，是天道宗的未来。今年的外门弟子考核，登上天道楼第30-40层的弟子要比去年多。看来今年还真是天命所归啊！依我看，如果不出意外，叶青哥应该就是此次头魁考核的头魁了。九祖目光还真是毒辣，收了一个如此妖孽的弟子。一众长老捋了捋胡须，心满意足道：能够闯入天道楼第49层，无疑证明了叶青哥的妖孽资质。而天道宗又多了一位绝世妖孽，他们自然高兴得很。天道楼第49层，叶青哥并不知道外界的情况，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地躲避着眼前敌人的攻势。咻！一道翠绿色的箭矢以肉眼看不到的速度从他耳旁掠过，锐利的锋芒在他脸颊上破开了一道口子。大道凌风之剑。眼前是一位身穿墨绿色琉璃裙、身形修长、手持翠羽长弓的道之精灵。他肌肤细腻白皙，额头生着一抹慧光，双眼宛若夜空星辰般深邃引人，耳朵长而尖，装饰有细微的灵珠。胸脯鼓鼓，腰肢纤纤，一举一动曼妙无双，令人浮想联翩。咻咻咻，足足9道箭矢凝聚在弓弦上，随后破空爆射而出，猎向叶青哥。大荒球天指，给我震！叶青哥双眸喷薄出神息，大荒球天指气势如虹，将这9根箭矢无情碾碎，朝着精灵杀去。夜影当空，精灵眼神漠然，右手一挥，空间突然暗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大荒球天指的攻势也落了空，最终只能不了了之。在这一片漆黑的空间里，哪怕是叶青哥用出神识，也依旧洞穿不了这令人绝望的黑暗。咻！一柄凌厉的剑矢从不可捉摸的黑暗中袭来，速度之快简直让人防不胜防。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黑暗中，那位长弓精灵显然更有优势。叶青哥右掌拍出，将这柄剑矢拍落。可下一秒，密密麻麻的剑矢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从四面八方包夹而来，好似4堵坚不可摧的剑墙。叶青哥深呼吸一口气，
掌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天道真谛汇聚。他朝着四方迅速拍出一掌，将4堵剑墙轰碎。大荒求天指施展出来，将无尽的黑暗洞穿了一口大洞。洞外有着一道迅捷如风的身影一闪而过。哼，找到你了！叶青歌双眸迸射出一抹锐利的金光，身影一闪，掠至长弓精灵身前。长弓精灵脸上浮现出不易察觉的惊讶，显然没有料到叶青歌竟然破开了他的神通，并成功找到了他的真身。但他丝毫不慌张，弯弓射箭，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一柄如墨般的剑矢爆射而出，箭头汇聚有强大滔天的毁灭之气。剑矢轻而易举地贯穿了叶青歌的肩头，造成了一口血淋淋的大洞。伤口上有残留的毁灭之气在蚕食着叶青歌的血肉。噗嗤！叶青歌面色平淡冷傲，丝毫不顾及身上伤口，一拳轰出，贯穿了长弓精灵的胸膛。天道真谛汹涌汇聚，将长弓精灵的虚影搅碎。见状，叶青歌这才取出一颗丹药吞入腹中。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那剑矢所蕴含的毁灭之力很强，竟能够丹药的药力蚕食殆尽。罢了，等出去后再找师尊处理吧。叶青歌看着肩膀上的血洞，暗道。与此同时，面前有一扇古老恢宏的大门缓缓汇聚。这扇古门是白色，表面刻有神异的纹路，龙凤盘旋，圣洁超然。叶青歌向前走去，伸手想要推开这扇古门，可古门却是纹丝不动。推不开。叶青歌看着面前这扇宛若古神俯瞰世间的大门，眉头微微蹙起。但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指尖处汇聚出天道真谛。当指尖与古门相碰的那一刹那，天道真谛涌入古门中，而这扇庞大恢宏的古门也在此刻缓缓打开，喷涌出古老蛮荒的气息。叶青歌抬脚进入其中，古门也缓缓关闭外界。古天道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落针可闻。所有人瞪大了眼睛，瞳孔骤然收缩，目光中带着深深的难以置信与震撼。就在刚才，叶青歌的名字闪烁了一下，随后攀登至了天道楼第50层。这可是第50层啊！要知道，自从天道楼创建以来，还从未有人能够踏入第50层。第50层内究竟有着什么，谁也不清楚。柳飞，我服了，你呢？文人听燕重重吐出一口浊气，苦笑道：当初他闯天道楼时，刚入第49层便被一剑击溃，甚至连敌人的真容他都未曾看清。而现在，叶青歌踏入了第50层，也就意味着击溃了第49层的对手。这其中的差距简直不言而喻。柳飞罕见地沉默了一下，随后冷哼一声，抱胸冷笑道：想要我服，那就让他拿出实力来，让我看看是我的拳头硬，还是他更硬。文人听燕怔了一下，而后摇头笑了起来。他就知道柳飞会是这般说辞。对于一个女战神来说，绝对的实力才是让她心服口服的关键。孟白离目光一阵闪烁，眉眼含笑。逆徒踏入了天道楼第50层，这是谁都想不到的。如此一来，此次外门弟子考核的魁首就是逆徒了，踏天神石也就是逆徒的了。孟白离身旁的柳道元脸上浮现出一抹若有所思之意，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而很快，短暂的寂静过后，便是如雷鸣般的骚动。任谁都没有想到，叶青歌竟然真的击溃了第49层的敌人，踏入了天道楼第50层。毕竟自天道宗开创以来，那么多绝世妖孽、人中豪杰都未能踏入天道楼第50层。要放在之前，若说叶青歌能够踏入天道楼第50层，众人为此无疑会嗤之以鼻。但是如今事实就摆在了他们眼前，他们就是不信也得信啊。天道楼第50层啊，我以前也听说过天道楼，但却从未见过有人踏入了天道楼第50层。没想到本尊的乖徒就是那万万中的唯一。云若妹的声音突然响起，显得很是轻松。师尊，那你可做好准备了。叶青歌心中坏坏一笑。云若妹小脸一红，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道：乖徒儿，你就放心吧，为师这次连毒誓都发了出来，又岂会再度食言？他自然知道叶青歌的意思，不就是摸腿吗？摸，必须摸，这次自己就让他狠狠摸个够。自己的乖徒儿都一鼓作气冲到了天道楼第50层，再不好好奖励一下他，的确有些说不过去了。空间再度转换，叶青歌只感觉周围白茫茫的一片，像是置身云端深处。前方有一道青丝如墨、风神俊朗的身影背对着他盘坐于此，那背影竟比他都还要骚气。一祖！叶青歌试探性地叫喊了一声。一祖是天道宗里神话级别的人物，也是玄黄地界内神话级别的人物。他创下了天道宗后就消失不见了，鲜少有人见过其真容。天道宗内也没有一张画像、一座雕塑用以纪念他。天道楼也是一组创建的，看着前方超然物外一世独立的身影，叶青歌也是下意识认为前方之人就是一祖。一祖，很抱歉，我不是你们的一祖。男子没有回头，
嗓音温润如玉，听不出丝毫情感。晚辈天道宗外门弟子叶青歌拜见前辈。叶青歌恭敬行了一礼，虽然不是一祖，但想来也是天道宗里资历极为古老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在此静候。称呼一声前辈总没错。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是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你应该掌握了天道真谛吧？男子淡然道。对，晚辈的确掌握了天道真谛。叶青歌如实道。也是，没有掌握天道真谛是进不了这里的。接下来你且听好了，我问你，你为何要修天道？男子突然站起身来，虽然依旧背对着叶青歌，但其身影在叶青歌眼里却倏然伟岸高大起来，宛若变成了一尊至高无上的仙神。或者说，你修天道是为了镇压万道，镇压天地否？男子背对叶青歌，语气淡如死水。叶青歌神色僵住了几秒，内心一阵腹诽，自己都准备好与面前这位男子大战300回合，就连天道真谛都已经暗暗汇聚了，结果你就抛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但腹诽归腹诽，前辈的问题还是要回答的。叶青歌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道：回前辈，晚辈修天道，直至最后深化天道，都是为了镇压万道，镇压世间万族。男子嘴唇翕动，却没有说话。如果他此刻面对着叶青歌，兴许后者能够看到他脸上一闪而逝的失望。不过叶青歌突然顿了一下，接着道：深化天道算什么？画来画去还是天道的替身。晚辈要的不只是深化天道，而是超脱天道，或者说我要做的是那无上的唯一。没错，叶青歌野心很大，他要的从来就不是深化天道，去与天道比肩。他一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要的是绝对的无上，是无上的唯一，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天道也得低他一头。听完叶青歌这番话后，男子嘴唇微微勾起，周身散发出的气息逐渐柔和，但这抹柔和中却又带有感持3尺清风剑，欲与天宫势比高的凌厉和不屈。我辈修士修神通，修万道，修己身，但最重要的是修内心。说到这里，男子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随意向后一抛。叶青歌稳稳接住，定睛一看，发现是一块和巴掌差不多大小的石头。表面看去，石头很是普通，没有丝毫特殊之处，但内部蕴含的能量却令人心惊胆战，仿佛能够毁天灭地。仙逍遥，神傲世，为道不灭，为天永恒。此物名为永恒之心，是你口中的一祖让我交给命定之人的，以你心中的道去破解这颗心里蕴含的无穷奥妙。时机成熟时，我们会再见面的。说罢，男子回眸转身，却在叶青歌未看清他容颜时，一指轻轻点出，将叶青歌传送至天道楼外。叶青歌还处于蒙圈状态中，却见一缕香风扑面而来，将他紧紧裹在怀里。逆徒，你登上了第50层，可曾见到了那位？孟白离的语气中带上了些许不易察觉的颤抖。徒儿见到了一位男子，未看清他面容，但他并不是一祖。叶青歌如实道。为师自然知道他不是一祖，他是……你受伤了。孟白离眼神一瞟，看见叶青歌的肩膀上有一口血淋淋的血洞，还有着恐怖的毁灭之力在不断侵蚀着他的伤口。小伤罢了，不碍事。叶青歌微微一笑。柳道元。孟白离微微皱了皱眉，取出一颗丹药，屈指弹入叶青歌口中。柳道元则是轻挥右手，将叶青歌伤口上的毁灭之力彻底清除。孟白离自从大地道果被人打落后，修为便一落千丈，现在也才不过恢复到了灵海境罢了。如若不然，他独自一人便可清理叶青歌伤口上的毁灭之力，就用不着麻烦柳道元了。在丹药和柳道元的帮助下，叶青歌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痊愈，甚至不见丝毫疤痕。见状，孟白离也是如释重负，重重吐出一口浊气。师尊，这不过是小伤罢了，何须如此担心？叶青歌轻轻将孟白离搂在怀里，哭笑不得道。孟白离这副沉重的模样，搞得他们两人刚才经历了生死离别一样，简直让人哭笑不得。逆徒，你这肉身现在不只是你的，还是为师的，懂不懂？孟白离狠狠瞪了眼叶青歌，气呼呼道。总感觉师尊这番话有些不对劲，但是哪里不对劲，叶青歌也说不上来。算了，不想那么多了，反正师尊肯定是爱自己的，这一点准没错。当然了，师尊，你的冲师逆徒肯定也是爱你的呀。结。九祖、一祖曾在天道宗内留下了一道法旨，说是闯上天道楼第50层的弟子当是我宗神子。可自从建宗以来，神子之位便一直空缺，而今叶青歌闯进了天道楼第50层，九祖您看是不是要立叶青歌为神子了？柳道元小心翼翼地询问。既是一族法旨，那便按法旨上说的来办。至于神子宴的话，半年后再举办吧。孟白离不动声色地瞥了眼叶青歌。半年后举办神子宴，
不仅是为了给天道宗准备的时间，也是为了给叶青哥准备的时间。毕竟是天道宗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神子宴，必须举办的盛世隆重才行。而叶青哥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神子，到时候出现在大众眼中时，也得有足够强大的修为，才足以镇压群雄。对了，外门弟子考河头魁想必不用多说了，踏天神石呢？孟白离淡然道。柳道元轻轻点头，将踏天神石递给了叶青哥。虽说现在就颁发奖励有些不合规矩，不过九祖在这里，他的话就是规矩。叶青哥将踏天神石和永恒之心一并收好。定，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10000任务点，无上功法化道登天诀。化道登天诀，世间无上功法，可在丹田中凝聚出大道游龙，以游龙之力宽阔丹田，使丹田逐渐蜕变成自我天地。略微感悟了一下化道登天诀后，叶青哥便在心中暗自咂舌，真不愧是无上功法，简直与他的野心不谋而合。若他能够修出自我天地，那无疑是迈出了超脱天道的第一步。紧接着，天道楼内一个接着一个的外门弟子从其中被传送出来。可惜了，止步于第44层，那真龙幼崽实在是太强了，比那真皇幼崽都要强上几分。身负顶级至尊体，星辰道体的陆星河摇了摇头，能够胜过真皇幼崽已是他的极限，对于真龙幼崽他是丝毫没有办法。不过虽然他止步于第44层，但想必应该足够夺得此次考核头魁吧。呵呵，踏天神石定然会是他的，里面蕴藏的无上与心秘他全都要。想到这里，他一脸志得意满地看向天道楼，可下一秒他便惊在了原地。这是什么鬼？叶青哥登上了天道楼第50层，这个自建宗以来就无人创下的记录，竟然由叶青哥创下了。可他凭什么？陆星河简直不能接受。他登上了天道楼第44层，原以为自己将夺得头魁，志得意满，可现实却给了他闷头一棒。叶青哥那个废物，凭什么登上天道楼第50层？眼见弟子们陆陆续续的从天道楼内出来，柳道元淡淡的扫视一眼全场。天道楼每年开启一次，闯入其中皆可获得不小的收获。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登楼最高者是登上第50层的叶青哥，所以叶青哥是今年外门弟子考核的头魁，谁有异议？顿时全场陷入了静默。叶青哥淡然扫过全场，虽然这群弟子没有任何表示，但自己还是从他们脸上看到了不服和愤懑。说来也是，毕竟自己登上了天道楼第50层，这是前无古人的记录，这要是传出去，谁信？要知道他不久前都还只是个难以踏入灵海境的废物呢。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见好就收，默不作声，反正机缘都是我的。任务，带着好师尊离开此地，回府过2人世界。奖励6000任务点，白丝1双。选项2，不服，那就打到你们心服口服任务，以绝对的武力打破一切质疑。奖励6000任务点，吞神魔功修补10%。我选2。叶青哥心中暗道，虽然那双白丝他很眼馋，且已经脑补出了师尊穿上白丝的画面，只可惜还是选项2的奖励更加诱人，他也只能够忍痛做出选择了。吞神魔功是神级功法，但却是残缺的，如果能够补全的话，无疑是一门强大的底牌。而且他或许还可以借着完整的吞神魔功来利诱威逼令一个好师尊云若媚姐。他可是立志要吃师尊姐妹盖饭的冲师逆徒，岂能因为一双白丝而抛弃了自己的理想？你们貌似很不服。叶青哥凌厉的目光一一扫去，双手负于身后，依旧风轻云淡。一众弟子面露不忿之色，但依旧不敢发作。九祖就在叶青哥身边虎视眈眈，他们敢说一个不字？他们甚至怀疑叶青哥是不是故意让他们上套。柳飞和文人听燕也是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想要看看叶青哥接下来究竟要如何收场。叶青哥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冷笑道：真是一群废物，本神子给你们机会质疑，但你们却依旧畏手畏脚。放心吧，本神子有言在先，九祖不会插手此事。他自称为神子，目的就是为了刺激这群人。毕竟天道宗自建宗以来，神子之位便一直空缺，谁不想成为天道宗神子？而他也把话挑明，不让孟白离插手此事，也是为了让这群人更好的发挥。要不然自己待会儿还怎么装逼打脸？叶青哥，你太嚣张了！神子宴还未举办，你还不是神子，却自称神子。更何况谁知道你登上天道楼第50层是否借用了外力？毕竟你是九祖弟子，九祖给你一些强力的法宝也是正常的。陆星河终究按捺不住，目光喷火道：他参加今年的外门弟子考核，目的便是为了夺下头魁，获得踏天神石。如今属于自己的机缘被人率先截胡，还是被一个废物截胡，
他岂能称心如意？而且，一个废物是如何登上天道楼第50层的？如若不是靠九祖所赐予的强力法宝，他是真的不相信叶青哥能够到达如此高度。哦，所以，在你眼里，我是靠外力才登上的天道楼第50层。叶青哥似笑非笑道：“说实话，若不是为了任务奖励，他是真的不想在这里和这群无知又无畏的人浪费时间了。天道楼第50层，唯有领悟出天道真谛才可进入其中，可在陆星河的嘴里，却成为了借助外力便可踏入其中，真是可笑。难道不是吗？”陆星河愤怒质问。陆星河想要闯入天道楼第50层，唯有领悟出天道真谛才可以，凭借外力是进入不了的。而且，你说叶青哥是依靠九祖赐予的法宝才闯入的天道楼，可有证据？柳道元目光怪异地看了眼陆星河，他可是知道的，想要闯入天道楼第50层，必须领悟天道真谛才行。对于这位身负顶级至尊体的天骄，他还是希望对方能够迷途知返，不要自误。闻言，陆星河双眸一片猩红，脸上尽是不甘。叶青哥摆了摆手，笑道：“罢了，现场其实不止你一个人不服本神子，不过本神子又何曾在意过无能者的狂吠？但现在本神子大发慈悲，可赏赐给你们一个机会，一个挑战神的机会。无论你们来多少个，本神子都接下了。”他的话语中从上到下都是尊贵的显露，丝毫看不起这些质疑他的弟子。试问，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会在意井底的蛙否？哼，真是猖狂！莫说你现在还不是神子，就算你是神子，我也看不惯你。身负高级至尊体，引风暗体的煞灭冷哼一声，周身喷涌出滔天的黑暗之气，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我也不服，我也是，俺也一样。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紧接着，接二连三的弟子一个接着一个走出，皆是不服叶青哥的外门弟子。其中有动天境修为的弟子，也有神火境修为的弟子。叶青哥面色平淡，等到所有不服他的人都站出来后，直接催动苍天神体的神力，并汇聚出天道真谛，施展出大荒求天指。真的是天道真谛？天道真谛可是无上真谛啊！据说整个玄黄地界都只有一祖悟出，叶青哥的资质可比肩一祖。一众长老面露惊骇之色，失声惊呼：是天道真谛，还是一重天境界的？柳飞心中默然，掀起一阵惊涛骇浪。这可是一重天境界的天道真谛啊，可不是秦风那种半吊子的半步大道真谛。能够继一祖之后领悟出天道真谛，还闯入了从古至今未曾有人闯入过的天道楼第50层。不得不说，此时的叶青哥的确有资格让他重视起来了。叶青哥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又身负无上真谛天道真谛，大荒求天指还是威能强悍的顶级神通。种种因素的加持，使大荒求天指的威能到达了一种绝强的境地。什么？陆星河、煞灭等人眼球突出，面露骇然之色。他们全然没想到叶青哥竟然如此霸道，直接就是一记神通招呼他们。我就不信你能一个人对抗我们这么多人。陆星河咬牙切齿道。天罗星变术，他双手掐诀，法力翻涌，一颗颗星辰浮现在虚空之中，急速运转，朝着叶青哥碾杀而去。无天是暗，煞灭同样施展出神通，杀向叶青哥。一个个外门弟子同样不甘示弱，各式各样的神通施展开来，璀光阵阵，神威浩荡。哼，本神子会告诉你们何为真正的绝望。叶青哥唇角勾起一抹狞笑，大荒求天指以摧枯拉朽的姿态，仿佛要将天地都给囚禁。轰隆隆，好似古神在怒吼，与大荒求天指碰撞到一起的神通，根本就支撑不到3秒，纷纷湮灭，化作虚无。砰！就像是一往无前的卡车大地，大荒求天指所过之处，人影四处横飞，纷纷跌落在地。噗！陆星河大口咳血，胸膛都塌陷了一大块，眼中满是惊骇。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少说也有100余人了，100余道神通一齐落下，可为何连叶青哥的一招都接不下来？难道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已经到达了这种地步？整个古天道场内一片死寂，个个呆若木鸡，宛若雕塑般站在那里。他们有想过叶青哥会赢，毕竟后者胸有成竹的自信不是假的，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叶青哥竟然会赢得这般轻松，仅仅一招就击败了100余位外门弟子。难怪叶青哥会说这些人是在挑战神明，他完全有这个资格。就这，真是没意思，就你们这种水平，还是回家喝几年奶再来挑战本神子吧。叶青哥为此不屑一顾，神色戏谑不已。孟白离微微瞥了眼这群弟子，忍不住冷哼一声：活该，敢质疑他的逆徒，这不是找虐吗？逆徒战斗力的强大，身为师尊他最清楚不过，毕竟都在同一张床上睡这么久了，逆徒的修炼时间那都是1日起步的。众人脸色无比难看，好似吃了死苍蝇一般的表情。
虽然叶青哥说的话很难听，但却是事实。他们100余人在一起，却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反驳？而更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叶青哥以一己之力击溃他们，就说明他的确有登上天道楼第50层的实力。可是在此之前，叶青哥明明是一个难以突破入灵海境的废物啊！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嗨，现在还有谁质疑叶青哥否？柳道元清了清嗓子，和煦笑道：“不管过程如何，结局总是好的。”叶青哥以一人之力击溃了100余名外门弟子，今日过后，他在天道宗里的威望也将水涨船高，更别提他还领悟出了天道真谛，闯入了天道楼第50层。相信宗门上下对于叶青哥成为神子这件事，也不会再有其他的意义了。陆星河满脸阴沉地爬了起来，眼底闪过一抹怨毒之色，一句话不说便离开了这里。他身负顶级至尊体，又是神火境7重天修为，再加上还是与众多弟子一起围剿叶青哥，结果他们却还是一招落败。他已经没有脸再继续待下去了。柳道元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收回了目光。弟子之间的问题，便让弟子们自己去解决。当然，这些弟子间的事情唯有天道宗可以插手，外界其他势力想要插手，无疑是痴人说梦。我等再无异议。煞灭等人涨红了脸，最终低下了头。他们100余人被一人击溃，已经丢尽了脸面，能够继续待在这里都需要莫大的勇气了，更谈何意义？拜见神子！不知是谁带头狂热地高喊一声，紧接着无数弟子纷纷朝着叶青哥拱手行礼，高声大喊：“拜见神子！”长老们亦是如此，毕竟神子之位可是一祖定下的，他的身份地位要比3大宗主高，要与宗主平起平坐。拜见神子！柳飞淡淡地朝着叶青哥遥遥抱了一拳，但未躬身行礼。他心高气傲，是太阳峰的女战神，就算是神子，在未拿出让他心服口服的实力前，他也不会过多尊敬。更何况在神子宴举办前，叶青哥还算不上神子，顶多是个准神子罢了。很好，既然大家都无异议，今日之事便到此为止。登楼高度前100名的弟子留下，本宗将赐予你们此次考核奖励。柳道元微笑道：“走吧，逆徒，那些奖励为师估计你看不上。”孟白离慵懒地伸了个懒腰，雪白的肌肤在衣裙的半遮掩下若隐若现，露出傲然完美的魔鬼曲线。好师尊，莫非您就这么着急？叶青哥见兮兮地凑了上去，在孟白离的耳边吐出一口灼热的气体。逆徒，你在挑逗为师，信不信为师今晚让你睡房间外面？孟白离狠狠瞪了眼叶青哥，没好气道。实则没人发现的是，他眼底有着疯狂的灼热和压抑的克制，恨不得现在就将叶青哥推倒，但他不能，因为这里人多，他也不知道为何自己突然对逆徒有了这般火热疯狂的情感，也许是在逆徒冲尸后吧。叶青哥讪讪一笑，不再挑逗师尊，他是真的害怕师尊晚上让自己睡房间外面，那样还怎么冲？不对，还怎么修炼？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6000任务点，吞神魔功修补10%。霎时，叶青哥只感觉一阵晦涩的玄奥涌入自己脑海中，那赫然是吞神魔功的修炼内容。叶青哥感悟了一会儿这些内容后，便收回了心思。童子，打开宿主面板。宿主面板，姓名叶青哥，身份冲尸逆徒，天道宗神子，修为洞天境9重天，功法吞神魔功，残缺化道登天诀，无上。特殊体质苍天神体，顶级神体，体质神通，无神通。大荒求天指，顶级神通。法宝无特殊。踏天神石，永恒之心。大道真谛，天道真谛1重天。任务点33000。33000的任务点足够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了。童子，帮我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叶青哥心中暗道。叮，已自动扣除3万任务点，正在为宿主觉醒体质神通。叮，恭喜宿主觉醒成功，获得苍天神体体质神通苍茫道劫神光。系统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叶青哥脚步一顿，丹田中有一朵9叶神花缓缓汇聚。9叶神花，一叶一神芒，一叶一劫光，每一道道劫神光都是能够诛灭仙神的大杀器。若9道道劫神光一齐施展出来，当有毁天灭地之神威，那时便是天地寂灭，尽显一片苍茫。只可惜凭借叶青哥现在的实力，难以做到诛灭仙神毁天灭地的地步，但也丝毫不影响苍茫道劫神光的强大。逆徒，发呆做什么？还不快随为师回府！孟白离看叶青哥愣在原地发呆，也是不由催促了一下。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做，不对，
应该是与逆徒一起探索踏天神石的奥妙，岂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乖徒儿，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你的丹田中为何多了一朵花？云若妹悄悄询问。师尊，徒儿刚才觉醒了体质神通，这朵花便是体质神通。叶青哥一边朝着府邸飞去，一边在心里暗道：什么？你觉醒了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云若妹大吃一惊，张大了艳红朱唇，久久难以回过神来。这可是苍天神体啊，是世间最强大的体质之一啊！想要觉醒出体质神通是何等艰难。要知道，就算是身负顶级至尊体，修为在神火境7重天的陆星河都未觉醒出体质神通，更何况是身负顶级神体，修为只在洞天境9重天的叶青哥。师尊，这就大吃一惊了。叶青哥自然看到了云若妹脸上的表情，不由感到些许好笑。云若妹还没看到他更厉害的东西呢，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大吃一惊？要不然脱敏了的话，日后就很难再看到师尊大吃一惊的画面了。不过该说不说，师尊大吃自己惊的画面还真是可爱捏。这实在是太厉害了吧！古往今来，为师还从未见过乖徒儿这么厉害的妖孽。乖徒儿，为师的仇可就靠你了。云若妹兴奋的语无伦次，酥胸一颤一颤的，差点将叶青哥双眼晃瞎。师尊，先不说那些有的没的，话说您那又软又白的美腿。叶青哥把目光定格在云若妹白皙若象牙般的美腿上，不争气的咽了口唾沫。呵呵，想摸为师的腿呀？我看你还是先过白梨妹妹这关吧。为师看白梨妹妹这情况可是很不正常啊。云若妹神秘一笑。叶青哥还未反应过来，刚一踏入府邸，孟白梨便抑制不住的将他抵在墙上，目光一直盯着穆婉容倾过的脸颊看，空气中弥漫有浓浓的醋意。师尊，你这是？叶青哥小心脏有些颤抖。你从回来的路上开始便心不在焉，是不是还在想着穆婉容？为师不过才小一会儿没有盯着你，你就开始去找别的女人了。孟白梨凶巴巴的吃醋道。叶青哥的心不在焉，他可是有目共睹的，还以为这逆徒又在想着穆婉容那个小狐狸精，这绝对不行。逆徒是他的冲师逆徒，只能够冲他，冲其他的女子就是不行。逆徒不是有多余的精力去招惹其他女人吗？那他干脆就简单粗暴点，让逆徒的精力一滴不剩，这样逆徒就没有精力去沾花惹草了。他果然是个天才啊！结。想到这里，孟白梨眼底闪过一抹压抑的疯狂，朝着叶青哥的薄唇狠狠吻去。叶青哥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势打得有些措手不及，他什么时候在想穆婉容了？难道师尊还在吃醋？趁着孟白梨与他暂时唇分的间隙，叶青哥连忙道：师尊，冤枉啊！徒儿压根就没在想穆婉容啊！孟白梨凶巴巴的冷哼一声，露出2颗小虎牙。那你为什么一直心不在焉的？还说不是在想那个小狐狸精？逆徒，你真是太可恶了，当着为师的面想其他的女人，这种事情你好歹也背着点来啊！背着点来就可以吗？师尊，叶青哥突然反问。但很快他浑身打了个激灵，只见孟白梨正磨着虎牙，步步紧逼。叶青哥发誓，只要自己再说错一句话，师尊的小虎牙保不齐就得落在自己身上某处了。让虎牙咬一下真不是闹着玩的，那可是很疼的。师尊，方才徒儿正在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所以才会表现得心不在焉。叶青哥连忙道。什么？你觉醒了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果然和云若妹一样，当听到这个消息时，孟白梨同样狠狠吃了一惊，小手遮住了单唇。当真？叶青哥闻言伸出右手，掌心向上摊开，有一朵9叶神花浮现。9叶神花上的每一叶片都散发着颜色不一的神光，仿佛能够湮灭世间万物。这是苍茫道劫神光。逆徒，你真的觉醒了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孟白梨目光呆滞地看着叶青哥掌心中的9叶神花，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逆徒才洞天境9重天修为，竟然就觉醒了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这要是传出去，得惊掉多少老古董的大牙。叶青哥看着师尊大吃一惊的画面，不由笑了笑，轻轻将他拉入怀里。所以阿师尊，徒儿刚才并未想穆婉容，甚至以后也不会去想，徒儿只是在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罢了。孟白梨心中甜丝丝的，禁不住趴在叶青哥怀里，但依旧傲娇的嘴硬道：哼，那又如何？为师不管，反正穆婉容就是亲了你，为师吃醋了。看着傲娇的师尊，叶青哥心中像是有小猫在挠自己一样，当即便将他拦腰抱起，朝着卧房走去。师尊，先别顾着吃醋了，徒儿有一计，保证让师尊大吃一惊。哼，你这个该死又花心的逆徒。半个月后，叶青哥躺在床上摆了一个大大的木字，一脸生无可恋，整个人像是被吸干了精气的干尸。这场艰苦卓绝的激战，即使他身负顶级神体，
右手握100万精兵，却也依旧兵败如山倒，输得一塌涂地。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都说女人30如狼，40如虎，50做的能稀土，更何况是活了上万年的孟白离。要不是叶青哥连连求饶，他怕就不只是变成干尸这般简单了。唉，床榻旁，孟白离倾坐于此，一边穿着衣裳，一边唉声叹气，语气中透露出浓郁的不满足感。他满脸幽怨地看了眼欲哭无泪的叶青哥，再次叹息一声：“逆徒，至少你还是有优点的。”叶青哥闻言，眼前一亮，连忙道：“什么优点？至少你在令人失望这一方面，还从没让人失望过。”孟白离轻飘飘地丢下这句话后，飘然离开了这里，全然不顾石化床上的叶青哥。亏他还满脸兴奋激动，想要得知自己的优点，结果这他妈是优点吗？这是让他自尊心碎一地的重拳啊！体内传出云若妹无情的嘲笑另一个师尊的无情嘲笑，让叶青哥的自尊心再度狠狠碎了一波。同时他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了5个大字：不孬表充尸。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敢嘲笑我，算你踢到棉花了。任务，面对云若妹的嘲笑置之不理，躲在被窝里生闷气，发誓日后定要暗暗变强。奖励7000任务点，真龙玉女术。选项2，本神子也是你能够嘲笑的，必须狠狠调教。任务，先让云若妹履行承诺，再以吞神魔功力诱威逼。奖励7000任务点，真我洞天。选项1的真龙玉女术听上去就掉炸天了，也是能够助叶青哥默默变强的术法。只可惜在提升实力这一方面，还是选项2的奖励更加诱人啊！真我洞天是9洞天融合为一体的神技，对于真我洞天，玄黄地界还从未人修炼出来过。有关真我洞天的修炼，也只是个猜测罢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中翘楚、绝世妖孽想要修出真我洞天，可有谁做到了？而现在，选项2的奖励竟然直接就是真我洞天，对于现在的叶青哥来说，的确最是需要。我选2。叶青哥暗暗做出了选择，他从储物戒指中取出数颗丹药，一股脑的全都丢入口中，心中愤愤不平。哼，师尊啊师尊，待会儿我会让你知道嘲笑的代价。等到恢复了些许力气后，叶青哥起身下床，朝着院落走去。师尊，趁着现在四下无人，你也是时候该履行承诺了。叶青哥心中暗道：哥，乖徒儿真是猴急花心啊，才刚刚与白梨妹妹荒唐完，这就迫不及待来祸害我这个师尊了。云若妹笑得花枝乱颤，身后9条尾巴在空间中轻轻摇曳。哼，履行承诺怎么能叫祸害呢？叶青哥坐在木椅上，不屑地撇了撇嘴。是，乖徒儿说什么都对。下一秒，云若妹笑盈盈地出现在叶青哥身旁，她身穿一袭薄如蝉翼的黑色纱衣，将身材描摹得凹凸有致，一张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晶莹如玉，又如星月生晕，花树堆雪。乌黑的长发稍稍有些弯曲，滑嫩的肌肤如凝脂一般光润，一双媚人的桃花眼里流转水润光滑，指如薛葱根，口如含珠丹，雪景优美，往下是爆炸般傲然挺立的双峰。她腰系金丝软烟罗，小蛮腰不堪一握，翘臀饱满挺立，一双修长优美的浑圆美腿将她衬得高大冰肌玉骨，身后9条雪白的狐狸尾巴在空中摇曳，划过一道道优美的轨迹。看着云若妹的芳华，叶青哥只感觉心神都要被魅惑，狠狠咬了下舌尖后才稍微清醒。云若妹是苍蓝魔界的女妖帝，身负顶级地脉太阴9尾地湖血脉，哪怕她无心魅惑他人，浑身上下也都充满了极致的魅惑之力。在苍蓝魔界，她的追求者更是数不胜数乖徒儿，为师的大软白美腿就在这里，想要摸摸吗？云若妹摇曳着唯美妖娆的身姿，在叶青哥面前晃来晃去。叶青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凌厉地探出右手摸向云若妹的大白美腿，然后他特么的又穿模了。师尊，叶青哥气的脸都绿了，一脸愤愤地看向云若妹。云若妹右手轻掩单唇，俏皮地笑了起来，仿佛在她眼里捉弄叶青哥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好啦，为师不逗你了。诺，你日思夜想的美腿，今天就让你好好摸摸哦。云若妹抬起右脚，轻轻架在叶青哥肩头，眉宇间是俏皮的戏弄。然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耳尖已经微微泛红，就连心脏也是微微跳得急促。叶青哥将信将疑地看了云若妹一眼，肩上的重量虽然是真的，但谁又知道云若妹会不会突然又让他穿模。不过云若妹身上确实香得他意乱神迷，心猿意马。叶青哥伸出右手，轻轻放在了云若妹的美腿上，那真实的触感让他产生了一瞬间的恍惚。他终于摸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大白。云若妹逗弄了他这么多年，
他的小小愿望终于在今日实现了。乖徒儿，摸摸就行了，别捏。云若媚悠悠地说了一句。他看着叶青哥脸上的满足和惬意，心里实在想不明白，怎么男人都喜欢这种东西。感受着腿上的触摸，他脸上竟生出了一抹少女才有的羞涩，耳尖也越来越红。叶青哥一边摸着云若媚的大腿，一边悠闲道：师尊，徒儿最近对吞神魔功有些许感悟，不说别的，至少能够将吞神魔功补全10%。此话一出，云若媚娇躯一颤，猛地看向叶青哥，瞪大了一双妩媚诱人的桃花眼。补全10%的吞神魔功，我的乖徒儿，你莫非是在逗为师？这么多年来，只有师尊戏弄徒儿，可曾见过徒儿戏弄师尊？叶青哥一把捏住云若媚的大腿，笑道：哼！感受着腿上传来的力度，云若媚喉间溢出软软糯糯的娇哼。她反应过来，娇媚的脸上翻涌出一抹羞怒，凶巴巴道：不是让你别捏了吗？白梨妹妹说的不错，你就是个逆徒。可师尊，现在你口中的逆徒可是能够修补10%的吞神魔功哦。叶青哥左手撑着头，乐呵呵的在云若媚腿上捏了又捏。他自然知道吞神魔功对于云若媚的重要性，若非是吞神魔功，云若媚也不会落得个只剩下残魂逃脱的下场，所以他也算是变相拿捏了云若媚。师尊，想必你也不希望徒儿不告诉你吞神魔功10%的修炼内容吧？叶青哥眉梢轻轻一挑，伸手一揽，将云若媚轻轻搂在怀里。云若媚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纤秀无双的绝世仙颜，心跳正在逐渐加快，但她很快就回过神来，脸上浮现出羞怒。逆徒，你……叶青哥伸出一根手指堵住了他的单唇，嘴角轻轻勾起一抹邪笑。所以阿师尊，你到底想不想知道吞神魔功10%的内容呢？看着叶青哥渐渐的模样，云若媚简直又气又无奈。吞神魔功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心里确实渴望知道10%的吞神魔功内容。他也的确是被叶青哥死死拿捏住了。逆徒，如果你敢骗为师，看为师如何收拾你。云若媚最终还是妥协了，狠狠剜了眼叶青哥，说吧，你到底要为师做什么？闻言，叶青哥顿时乐了。果然啊，在吞神魔功面前，师尊最是没有抵抗力了。拿捏，嗨，师尊啊，你的唇瓣颜色可真好看啊，就是不知道尝起来的味道是不是甜甜的呢？叶青哥看了眼云若媚的单唇，漫不经心地说道。原本是想着让师尊口头教育一下他，但他想了想，现在的师尊肯定不会答应他，那他便退而求其次，浅浅吃个嘴子先。你……云若媚猛地抬头，脸上羞容满面。他万万没想到逆徒竟然如此色胆包天。他原本只是想着让叶青哥摸摸腿，撸撸自己的尾巴，可没想到叶青哥竟然直接就要吃他的嘴子，这完全就是没有将他这个做师尊的放在眼里，太可恶了。木马，云若媚最终还是挺起娇躯，脸上演绎着羞涩，在叶青哥的嘴唇上如蜻蜓点水般亲了一口。逆徒，现在你得意了吧？快将吞神魔功的感悟传给为师。云若媚跨坐在叶青哥腿上，银牙紧咬道。叶青哥却仿佛没听到似的，自顾自地为自己泡了壶灵茶。见此一幕，云若媚强忍着揍逆徒的冲动，双手搂着他的后脑勺，闭上双眼，狠狠吻了下去。罢了，就当是奖励狗了。不管怎么说，逆徒生的这般好看，本座也没吃亏。靠！从来都只有我戏弄他，没想到今天反倒被逆徒调戏，日后定要好好将此仇报回来。云若媚一边吻着叶青哥，一边在心里暗自吐槽。叶青哥也紧紧搂着云若媚的小蛮腰，眉宇间带上了些许满足。云师尊的腿捏起来要比孟师尊的腿手感更好，云师尊的嘴子尝起来也要比孟师尊的嘴子更甜美，真不愧是他日思夜想的狐狸精师尊啊！只能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数分钟后，呼呼，这下子够了吧？逆徒！云若媚擦了擦嘴，娇躯轻盈的向后飘去，一脸气急败坏。嘿嘿，师尊的唇要比白梨的唇更甜美。叶青哥嘿嘿笑道。当然，如果是孟白梨在这里，他肯定会说孟白梨的嘴子更甜美。毕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道理他还是十分清楚的。哼，少和为师贫嘴，快将吞神魔功的感悟传给为师。云若媚双手环胸，一脸愤愤不满。她脸上的红晕则是早已蔓延至耳后根，煞是美丽，让天地都为之失色。叶青哥也没再对云若媚步步紧逼了，而是将吞神魔功的感悟传给了她。如果逼太紧了，一向好脾气的云若媚也是会和他生气的。的确是能够补全吞神魔功10%的感悟，乖徒儿，你果真没骗为师。云若媚浏览了一遍识海中的吞神魔功感悟，嫣然一笑。
他看向叶青哥的眼底有着一抹惊骇。自己这个乖徒儿自从觉醒了苍天神体后，貌似就变得越来越神秘了。领悟天道真谛，闯入天道楼第50层，觉醒了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现在又拿出了能够补全10%的吞神魔功的感悟。自己这个乖乖徒儿到底还能给他带来什么惊喜呢？哼，刚才还称我逆徒，现在就叫我乖徒儿了，变脸比翻书都快。叶青哥心里一阵腹诽。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7000任务点，真我洞天。系统声音落下，叶青哥身后有9大洞天异象浮现，随后这9大洞天在云若妹震撼呆然的目光中互相靠近融合，直至成为一个庞大的洞天。真我洞天。云若妹感觉自己的心神在狂跳，脑海中似有惊雷炸响，嗡鸣阵阵。真我洞天，这可是只存在于假想中的神迹啊！在玄黄地界和苍蓝魔界，不知有多少人杰妖孽想要修出真我洞天，可有谁能够创造这个神迹？可现在这个神迹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了他面前，还是他的乖徒创造出的神迹。但为何乖徒是在和他相吻后才修出了真我洞天？难道他的嘴子还有这个特殊功效？想到这里，他震惊的目光逐渐怪异起来。如果他和乖徒再次接吻，甚至做一些更亲密的事情，乖徒能否再度创造出不弱于，甚至是超越真我洞天的神迹呢？呸呸呸！云若妹啊，云若妹，你可是苍蓝魔界的女帝，还是叶青哥的好师尊，怎么能够去推倒乖徒？这也太不知廉耻了！你可不是孟白离那个白给的女帝啊！9大洞天合一，成就真我洞天。真我洞天的修炼速度要比9洞天快了不知多少倍，也难怪世人会说真我洞天是神迹了，因为它所带来的加持实在是过于逆天。叶青哥如今的修炼速度都不知要比以往快了多少倍。乖徒儿，你创造了神迹。云若妹的语气中带上了些许颤音。区区神迹罢了，这算什么？叶青哥不屑地摆了摆手。云若妹怔了一下，用一种看怪物的目光看着叶青哥。这可是真我洞天啊，是世人未曾创造过的神迹啊！可是在叶青哥嘴里竟然算不了什么。这他到底收了一个什么怪物徒？师尊，趁着孟师尊不在，要不我们再偷偷？叶青哥重新将云若妹搂在怀里，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云若妹俏脸羞红，妩媚地白了眼叶青哥。为师我少说也是苍蓝魔界的女帝，就算要与你这个逆徒亲密，何必偷偷摸摸的？这样做搞得为师不三不四的，是不是有辱为师女帝的威名？在叶青哥的利诱威逼下，他的初吻都已经给了叶青哥，他又怎么会轻易放过叶青哥？只不过叶青哥想要吃师尊姐妹盖饭，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单单是孟白离那一关，可就不是那么好过的。这只是幽会罢了，哪有师尊说的那么严重？叶青哥挑眉一笑，朝着那对诱人饱满的单唇吻去，可这次却穿模了。哥，乖徒儿，等你什么时候越过了白离妹妹那一关，为师再考虑要不要答应你。说着，云若妹魂体一闪，没入了叶青哥体内。对了，乖徒儿，有人来了。云若妹的话才刚刚说完，府邸外便传来了宗主柳道元的声音。不知九祖和神子可在府中？叶青哥走出府邸，看着一袭青衣长发的柳道元，道：九祖不在，不知宗主来此有什么事情？是这样的，神子，柳妃和文人听燕想要见你，他们正在禁地外等你。柳道元微笑道：天道宗禁地，非老祖宗主不可踏入其中，而且哪怕是宗主，平常若无要紧事也不会轻易踏入这里。只不过柳道元这次被念叨烦了，因此才踏入禁地寻找叶青哥。想来是宗主被念叨烦了，这才来寻我吧。叶青哥一边笑一边朝着禁地外飞去。毕竟柳妃可是柳道元女儿，怎么可能不会在他耳旁念叨呢？这二人，一者为太阳峰真传，是如雷贯耳的女战神；一者为太阴峰真传，一身战力无比惊人。就是不知道二人一起找自己是为何事。叶青哥将心中疑惑说了出来。神子莫非忘了，外门弟子通过考核成为内门弟子后，是需要选择一峰进行修炼的。其他弟子已经选好了峰，就差神子了。柳道元和煦笑道。叶青哥这才一拍脑门，恍然大悟，被孟白离差点吸成一具干尸后，他竟然都忘了这茬了。怎么只有柳妃和文人听燕前来？自然峰难道没人来吗？叶青哥显然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抢手，竟然惹得柳妃和文人听燕一起来抢自己。但柳妃和文人听燕都一起行动了，自然峰怎么没有反应？难道是看不上他这位神子？这个嘛，说实话，本宗也不清楚。自然峰是3大峰里最神秘的峰，他们行事就连本宗都揣测不了。柳道元挠了挠头，如实道：自然峰最为神秘，虽然人少，却也最为强大。其阵风法门天地万法图更是玄黄地界的瑰宝之一。只可惜想要修炼天地万法图，
门槛实在是太难了。在天道宗更有一种说法，不是你在选择天地万法图，而是天地万法图在选择你。从这便可看出天地万法图的修炼究竟有多难。从天道宗建宗至现在，自然峰的弟子怕是屈指可数，不超过2手之数。境地外，柳飞和文人听燕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当看到叶青哥现身时，二人顿时眼前一亮，随后纷纷抱了一拳。见过神子。叶青哥淡笑着点了点头。你们自己聊吧，本宗先走一步。柳道元转身消失不见。叶青哥看着这两人问道，不知二位真传来找本神子是为何事？文人听燕正要开口说话，却见一袭劲装，身材火爆，雪白的肌肤大片裸露的柳飞抢先一步道，神子，加入我们太阳峰吧。我们太阳峰的阵风法门乃是真阳九天图，是世间1等1的炼体功法。只要神子入我太阳峰，我可以亲自调教神子。他眼眸中尽是火热，火热到让叶青哥打了个寒战。他这根本就不是为太阳峰招人来了，而是给自己找对手来了。他想要教导叶青哥修炼真阳九天图，然后再与叶青哥切磋。毕竟叶青哥的妖孽资质可是有目共睹的，不说教导这种绝世妖孽，心里会有种满足感。届时自己在修炼上若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可与对方互相探讨，这根本就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文人听燕裹着黑布的双眸瞥了眼柳飞，你口中的调教他对劲吗？神子，我太阴峰也不差，阵风法门名为明月高悬图，是世间1等1的炼魂功法。神魂是生灵最为脆弱的东西，一旦神魂强大起来，便可无惧诸多危险因素。文人听燕微微颔首道，他说的也不错，神魂的确是生灵最为脆弱的东西，而且太阴峰里也有针对神魂的神通。如果你的神魂强大，又修炼有针对神魂的神通，那么这对于其他修士来说绝对是最为致命的暗器。曾有修炼神魂一道的圣人境大能，在对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直接灭杀了一位至尊境强者。从这也可看出神魂的强大是何其重要。当然，针对神魂的神通，哪怕是放在整个玄黄地界都很稀有，太阴峰里也才只有区4门罢了。面对柳飞和文人听燕二人的盛情邀请，叶青哥正要说话时，不远处却传来了一道软糯糯的声音，神子大人，别答应他们。江洛离。柳飞和文人听燕眯了眯眼睛，看向前方。叶青哥也转头看去，只见一位长有一头雪白短发，身高不足1.6米的萝莉急速飞来，身似流光。她长着一张精致的瓜子脸，粉嘟嘟的脸颊上，一双浅粉色的碱水秋瞳有秋波暗淌。她肌肤如花瓣一般洁白芳芳，琼鼻高挺，樱桃小嘴微微翘起，透出粉嫩嫩的光泽。一袭洁白齐胸襦裙，衣领成道 V 型，傲人绝世的双峰给人一种爆炸性的视觉。蛮腰若柳，不堪一握，玉足若白玉象牙，光滑细腻。然而江洛离身上所有的优点，在他那爆炸般的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叶青哥只看了一眼，便完全被惊呆了。这绝迹已久的上古大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原以为2个师尊就已经很惊人了，可江洛离一出场，2个师尊在他心中的形象瞬间便暗淡了下去。江洛离，难道你自然峰也要和我们抢人？天地万法图确实强大，可却极难修炼，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柳飞和文人听燕皱了皱眉，都说是天地万法图选择弟子，而不是弟子选择天地万法图。就算叶青哥加入了天地万法图，也不见得能够修炼天地万法图，这样一来岂不是埋没了他的天资？毕竟哪怕是神子，也不能够同时修炼多门阵风法门。哼，我家真传说了，他昨日大梦万古，借尽天机，说神子大人可以修炼天地万法图。还有，如若神子大人入我自然峰，我家真传便让我告诉神子大人有关踏天神石的心秘。江洛离挺了挺傲人的双峰，洋洋自得道：什么？那位竟然又大梦万古了？柳飞和文人听燕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震撼。大梦万古，一梦知天机，一梦谢万道。但越是强大的神通术法，施展起来的代价便越大。虽说自然峰的那位施展大梦万古不知要耗费什么代价，但肯定不能够一直施展。最近这段时间以来，自然峰的那位施展大梦万古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没想到为了让叶青哥加入自然峰，自然峰的那位竟然会施展出大梦万古。柳飞不甘地看了眼江洛离，目光逐渐下移，停在那傲然挺立的酥胸上，简直太可恶了！又是天地万法图，又是踏天神石的心秘，这波他完全没有优势啊！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什么狗屁的自然峰，有柳飞小妹妹的调教来的香吗？任务，拒绝江洛离，选择加入太阳峰，每天接受柳飞调教。奖励，9000任务点，特殊调教工具1件。选项2，结。
天地万法图和绝世大凶白毛萝莉，本神子都要。任务：加入自然风，修炼天地万法图，俘获江洛离的芳心。奖励：9000任务点，白虎圣魂。看着选项1的奖励，叶青哥总感觉身后凉飕飕的。童子哥这是把柳飞口中的调教当成真的调教了。这要是让童子哥的特殊小工具调教一下，身上还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他本来的意向就是加入自然风，现在又有绝世大凶白毛萝莉让他连吃带拿的，岂不美滋滋？我选2。叶青哥当即做出了选择。我本就有意选择自然风，抱歉了2位。他朝着柳飞和文人听燕抱了一拳。神子，当真不考虑一下，我可以亲自调教你，让你在真阳9天图的修炼上一骑绝尘。柳飞面露不甘之色道：不必了，就算江罗莉今日不来，我也会选择自然风，不为别的，只为天地万法图。叶青哥微微一笑：神子大人，我是江洛离，不是江罗莉。江洛离像个河豚一样鼓起了腮帮子，气呼呼道：可是看你这样子，叫江罗莉貌似更贴切一些吧。叶青哥戳了戳江洛离鼓起的腮帮子，打趣笑道：神子大人，你这个坏胚。江洛离粉嘟嘟的脸蛋变成了红嘟嘟的，禁不住羞涩，转身离去。2位，我也要去自然风修炼了，我们后会有期。叶青哥朝着柳飞和文人听燕抱了一拳后离去，追赶江洛离的步伐。柳飞和文人听燕看着叶青哥的背影，最终无奈叹息一声，飘然离去。对了，神子大人，那陆星河对你怀恨在心，你日后遇到他可千万要小心了。前往自然风的路上，江洛离突然想到了什么，告诫道：陆星河，一只虫子而已，何须担心。叶青哥毫不在意地笑道。陆星河与其他100余名弟子一起围剿他，却还是被他一指击溃。这种级别的人物怎么会被他放在眼里？陆星河或许不可怕，但他身后的陆家却很强大。江洛离神色凝重道：陆家，你说的可是东域陆家？叶青哥来了一丝兴趣。玄黄地界分为5大界域，分别是中州、东域、南域、西域、北域。每一界域内万族林立，群雄逐鹿，争斗相当激烈。而东域陆家则是赫赫有名的顶级隐士家族，据说族中有准地强者坐镇。没错，就是东域陆家。陆星河自从加入太阴峰，修炼了明月高悬图后，便回到了族中。想必他是想借用家族资源崛起，以给神子大人雷霆一击。毕竟陆星河心胸狭隘，自是傲人，他被神子大人击溃后，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江洛离担忧道。叶青哥则是微微一笑，揉了揉他的头：陆星河从来就不被我放在眼里，任他跳得多欢快，我自可一掌灭之。江洛离娇躯微微僵硬，任由叶青哥揉着他的头，脸颊迅速泛红。这还是他第一次被男子如此摸头，心底不由泛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感受着发顶上的大手离去，他心底竟涌起了一丝不舍。他张了张嘴，想要让叶青哥继续揉他的头，可却拉不下面子，只好强压下心中异样道：神子大人，你是想直接去修炼天地万法图，还是先去修炼天地万法图吧？对了，你顺便给我讲一讲有关踏天神石的心秘。叶青哥笑道。江洛离微微点头。有关踏天神石的心秘，也是真传大梦万古后告诉我的。当年一祖剑宗前，曾与玄黄地界一位神秘古老的种族有着深厚交情，那一种族便是传说中的道之精灵一族。听到这个名字，叶青哥内心大惊一番，眼皮狂跳。道之精灵一族，这可是传说中的种族啊，是大道的宠儿啊！他们因道而生，因道而存，他们对于大道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冥冥之中也受到了大道的庇护。叶青哥在天道楼第49层遇到的敌人便是道之精灵一族，可是踏天神石和道之精灵一族有什么牵连？叶青哥疑惑问道。江洛离面露神秘之色，左顾右看后，靠在叶青哥耳旁轻声道：神子大人，真传说了，凭借着踏天神石，兴许可以收服玄黄地界的道之精灵一族。闻言，叶青哥脚步一顿，猛地扭头看向江洛离，二者唇齿间只有毫厘之隔，甚至能够看到对方脸上细微的绒毛。江洛离干咳一声，忙往后飘去，脸上红晕显著。如何才能收服道之精灵一族？叶青哥此刻已经顾不上这些小细节了，连忙询问。道之精灵一族天生亲和大道，战力极强，如若能够收服道之精灵一族，怕是能够在玄黄地界横着走了。这个嘛，我也不清楚，真传也只是说有这个可能，但眼下还是得先找到玄黄地界的道之精灵一族。江洛离挽了挽鬓间碎发，浅粉色的瞳孔很是明媚。真传可有说该怎么找到道之精灵一族？叶青哥问道。没说，给我们自己去找。江洛离摇了摇头。叶青哥微微颔首，这倒也是，
自然风真传不可能什么都为他安排好，能够告知他这么多有关他天神事的心秘，就已经足够了。不多时，二人来到了自然峰，于一处小河前停下。这里很是宽阔，一片坦途平地，唯有这条河流在此地川流不息。江罗丽，天地万法图呢？叶青哥左顾右看后，伸手捏向江洛离的脸蛋，疼！我叫江洛离，不是江罗丽。江洛离疼得龇牙咧嘴，他张开樱桃小嘴，朝着叶青哥的虎口狠狠咬去。枪！然而他一口咬在叶青哥手上后，却像是咬在了一块神铁上，就连小虎牙都崩掉了一颗。叶青哥挑了挑眉，眼里带上了一抹笑意。他可是苍天神体，肉身之强何其恐怖，岂是江洛离能够咬伤的？怎么这么硬啊？我的虎牙！江洛离疼得连忙捂嘴，恨恨地剜了叶青哥一眼。都怪这个可恶的神子大人，若不是他这么硬，自己的虎牙怎么会崩掉一颗？不过话说回来，这位神子大人到底是何种体质，竟然连他这头白虎都咬不动？是地体还是仙体？怎么牙口这么不好，这就扛不住了？本神子还有更硬的东西没拿出来呢，要不然你的牙齿怕不是要全都崩掉了？叶青哥挑了挑眉，打趣道：叶神子，你……江洛离又不是什么3岁小孩，自然听出了叶青哥言语中的逗弄之意。他当即羞得面红耳赤，狠狠剜了叶青哥一眼。他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么个坏胚成为天道宗的神子？自然峰真传为何要托他去邀请神子来自然峰？不过面对如此坏坏的叶青哥，他心底总会涌起一丝异样的感觉。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叶青哥也不再打趣江洛离了，眼下还是修炼天地万法图更重要。江洛离，所以天地万法图在哪？我该如何修炼这门阵风法门？江洛离又气愤又可爱地撅了撅嘴，右手指着眼前这条河流道：诺，这条河流便是天地万法图，只要神子大人缓缓踏入这条河流，自然就能够领悟其中的真意。叶青哥双眼微微眯起，看向眼前这条河流，他总感觉这条河流很是普通，看不出丝毫特别之处。但既然江洛离说这条河流便是天地万法图，那他不妨下河试一试。想着，叶青哥纵身一跃，安稳落在河流上。江洛离愣住了，伸手刚要阻拦叶青哥，却见叶青哥已经落在了河流上。完了！江洛离眼前一黑，差点连站都站不稳，瞬间感觉天塌了。只见原本平缓流动的河流突然暴动起来，喷涌出无穷无尽的水花，好似一双双大手将叶青哥抓握住。叶青哥心神大骇，连忙施展出苍茫道劫神光，可却还是慢了一步。9色神花才刚浮现，便被河流拍灭。叶青哥感觉哪怕他施展出苍茫道劫神光，也难以抵挡这河流的神威。最终他的身影逐渐沉入河底，无穷无尽的大道道运将他包裹，其中天道道运最是活跃，止不住地往他体内涌去。3天后，叶青哥缓缓睁开双眼，才发觉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一旁是江洛离满脸担忧地握着他双手，一对美若宝石般的瞳眸中尽是惊喜。神子大人，你终于醒了，洛离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呢。说着，他语气中透露出浓浓的幽怨和自责。神子大人，洛离明明说了要缓缓踏入河流中，你一上来就落入河流中心，不激怒天地万法图才怪呢。但也怪洛离没有和神子大人说清楚，洛离也有错。江洛离的小脑袋耷拉了下去，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好了，你别自责，是本神子鲁莽了，不怪你。对了，这里是哪里？叶青哥揉了揉江洛离的头，强颜欢笑道。苏醒过来后，他感觉神魂深处传来了一阵刺痛，就好像要被撕裂了一般。他再内视了一下自己的丹田，彻底被震惊了。因为在他的丹田中有着一条大道游龙在盘踞，正是天道游龙，而且他的丹田还被扩大了不少，正在朝着自我天地的方向进行蜕变。天地万法图，看来他已经不是功法那么简单了。云若妹突然道：什么意思，师尊？叶青哥心中问道。在你现在所处的这方天地中，其实都是天地万法图显化出来的。云若妹语出惊人，吓了叶青哥一大跳。是，师尊，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区域都是天地万法图显化出来的？不是，准确来说，整个自然峰都是天地万法图显化出来的。那条河流应该是天地万法图的核心，内蕴天下万道道运。云若妹的话语让叶青哥当场石化，大脑嗡嗡作响。整个自然峰竟然都是天地万法图显化出来的。要知道，一个自然峰的占地面积便高达数十万里方圆，而天地万法图不仅演化出了图灵，甚至还能够显化一方天地，这得是多么强大的功法！
真是奇怪，按理来说功法是死的，不应该会衍生出灵智。云若妹嘀咕一声，这么说来，莫非天地万法图是？不错，为师猜测它是一件至强的法宝。云若妹却信道，这件法宝诞生出了灵智，那条河流便是它的核心。她身为苍蓝魔界的女帝，见多识广，对世间诸多心秘知之甚多，但她却从未见过，甚至听过有诞生出灵智的功法。哪怕是翻遍世间古籍，她也找不出一本诞生出灵智的功法。所以眼下这种情况，也就唯有一种可能，天地万法图是一件至强法宝。也难怪会说是天地万法图选择弟子，而不是弟子来选择天地万法图。只要天地万法图的图灵看谁不顺眼，谁也不能借他修炼。而叶青哥也正是借用了天地万法图，这才在丹田中凝聚出了天道游龙，并且将天道真谛修炼到了二重天之境。神子大人，这里是你在自然峰的府邸，也是真传派人为您建造的。府邸距离那条万道河很近，这也是真传的意思，为了让您能够更好的修炼，感悟万道。江洛离道。叶青哥闻言，心中不由产生了些许动容。他和自然峰真传压根就不认识，甚至未曾见过一面。然而自然峰真传却为他做到了如此地步，说不动容是假的。但叶青哥心里也升起了些许疑惑，为何自然峰真传要如此照顾他？到底是图什么呢？洛离，我想见一下真传，不知可否？叶青哥犹豫了一下，道：真传说了，他早就猜到了神子大人要见他。不过真传这段时间身体有恙，说是让神子大人莫要挂念，等时机到了，他们自会见面。江洛离甜甜地笑了起来。叶青哥一阵汗颜，好一个时机到了自会见面，上一次这么和他说的还是天道楼第50层的那个神秘奇男子，这就是高手大能的做派吗？都这么喜欢和他玩神秘。对了洛离，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九祖有没有来找我？叶青哥忽然道。以孟白离对他的痴迷执着，发现他不在府中后肯定会找他。这倒没有。对了神子大人，听说东域……江洛离话还未说完，天道宗内有一道浩瀚恢宏的声音响起，所有获得4圣令牌者皆来古天道场。呀，难道4圣秘境这么快就要开启了？江洛离惊呼一声，4圣秘境要开启了？什么时候的事？叶青哥眉头微蹙道，就在神子大人昏迷的这3天里，南域传来消息，说是4圣秘境即将现世，唯有获得4圣令牌者方可进入其中。江洛离解释道，可惜了，我没有4圣令牌，进不了4圣秘境。叶青哥叹息一声，4圣秘境他曾经也听闻过，据说是4圣兽种族中的4位至尊强者开辟出来的秘境，里面有诸多机缘，强大的神通和法宝也是可以寻得。神子大人，你看这是什么？江洛离俏皮地眨了眨眼，右手一翻，取出了4块4圣令牌。4圣秘境每次开启，4圣令牌都会散落4地。昨天我恰好离开宗门时，捡到了2块4圣令牌。江洛离甜甜地笑了起来，嘴角浮现出2个小小的酒窝。叶青哥正想伸手去拿，江洛离却是撅了撅嘴，将4圣令牌收好。哼哼，神子大人，有付出才有收获，这个道理你该不会不懂吧？江洛离一副拿捏了叶青哥的模样，洋洋得意地笑道。叶青哥头部满黑线，无奈道：说吧，你要我怎么做？江洛离眼底闪过一抹狡黠，伸出一根手指道：第一，4圣秘境那虽然有诸多机缘，但相应的危机也不少，所以进入4圣秘境后，我要神子大人保护好我。保护你？你没在和我开玩笑吧？叶青哥目光怪异地看了眼面前的绝世大兄白毛萝莉。江洛离是神桥境7重天修为，而他才只是洞天境9重天修为罢了，两人几乎差了2个大境界，让江洛离保护他还差不多。哼哼，神子大人的战绩我可是听过的，以一己之力一招击溃以陆星河为首的100余名弟子，其中更是有神火境修为的天骄，再加上神子大人掌握有无上真谛天道真谛，又闯入了天道楼第50层，所以洛离对神子大人的实力可是很自信的。希望到时候在4圣秘境里，神子大人能够保护好洛离哦。江洛离俏皮地眨了眨眼，好吧，被一个白毛萝莉如此崇拜信任，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我答应你便是。叶青哥无奈笑道。江洛离再度伸出一根手指，表情变得凶巴巴起来。第2个要求便是，我要为我的虎牙报仇雪恨。叶青哥看了眼江洛离已经长好的虎牙，有些不解道：可你的虎牙不是长了出来吗？虽然当初他的苍天神体崩掉了这个白毛萝莉的牙齿，但抛开事实不谈，难道江洛离就没有错吗？要不是他执意要咬自己，虎牙至于被崩掉吗？哼，洛离不管，反正洛离的虎牙因为神子大人而被崩掉了，这就是事实。我要神子大人收起体质神力，让我狠狠咬一口报仇。江洛离抱胸撇嘴，傲娇道。叶青哥张了张嘴，
脸上一片无语。看来虎牙被崩掉这件事都快要成为江洛离的心魔了，自己要是不让他咬上一口，他怕是会魔怔吧。这要是某天晚上趁自己睡着，江洛离在自己身上狠狠来上一口，那感觉想想都可怕啊。哼哼，神子大人，你也不希望洛离将这块4圣令牌送给别人吧？江洛离微微颔首，抬起精致的下巴，脸上完全是一副拿捏住了的模样。叶青哥看着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简直气得咬牙切齿。从来都只有自己威胁女子的份，今日反倒被一个萝莉威胁了，这简直是倒反天罡。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当然得能伸能缩了。任务，答应江洛离的小小要求，让他咬上一口。奖励5000任务点，顶级护体神通，青龙不动中。选项2，我可是天道宗神子，岂能让你这头小小白虎胡来？任务，严厉呵斥江洛离一顿，并出手抢夺4圣令牌。奖励5000任务点，一头心碎的小白虎，上一个选择任务自动失败。选项3，结，本神子不仅要4圣令牌，还要你这个绝世大凶白毛萝莉。任务，出手抢下4圣令牌，并当场朝江洛离开炮。奖励5000任务点，炮神光环，云若媚的嫌弃。选项2和选项3实在是太抽象了，叶青哥自然排除。再说了，他可是温柔善良又善解人意的神子大人，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逾越之事？云若媚，呸！善解人意，老娘看是善解人意还差不多吧，不做出如此逾越之事，只怕是时机未到吧。叶青哥看向3个任务选项，眼底闪过一丝心满意足。选项1的顶级护体神通青龙不动中，听上去貌似挺强大的，用来防身效果定然极佳。不多说了，直接冲1。我选1。叶青哥心中暗道。很快他主动散去苍天神体的神力。半分钟后，看着江洛离送给自己的新手表，他感到又好笑又无奈。对于这个绝世大凶白毛萝莉，他暂时是拿他没什么办法了。不过等他日后寻找到机会，必须狠狠调教。哼哼，神子大人，这是4圣令牌，可千万要收好哦。江洛离在叶青哥面前晃了晃4圣令牌，将之放在床上后，便蹦蹦跳跳的离去了。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5000任务点，顶级护体神通青龙不动中。奖励到账，新手表也算是没有白文了。叶青哥收拾好自身，走出府邸，深深地看了眼不远处的万道河后，朝着古天道场赶去。古天道场内，此地仅有寥寥几人矗立于此，其中一位身穿黑袍、身材干瘦、老态龙钟的老者正在闭目养神。蓦地，他睁开一双浑浊却有展天锋芒迸射而出的双眸，其中似有日月星辰在其中演变沉寂。他咧嘴一笑，脸上皱纹仿佛堆成了一朵菊花。我宗麒麟子来了。他话音落下，叶青哥的身影便倏然浮现。九祖孟百里眼见逆徒到来，欣喜若狂，连忙凑上去挽起他的手臂。逆徒，你加入自然峰的事情，为师也知晓了。自然峰的阵风法门天地万法图内蕴无穷深奥，若你能够将其中深奥全部领悟，当有一条通天大道浮生眼前。孟百里喜笑颜开道：师尊，这些天你都去哪了？叶青哥捏了捏他的脸颊，又看到了他眼底的疲倦，关心问道：为师的大地道果被人打落，至今下落不明，为师自然是去寻找大地道果的。这番话是孟百里暗中传音给叶青哥的。他是天道宗九祖，更是当世女帝，如若让其他人得知他大地道果被打落，修为倒退，怕是会给天道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天道宗不惧这些麻烦，可麻烦多了也扰人清静。逆徒，且不说这些，为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天道宗的第8祖澹台明风。孟白离笑着道。叶青哥连忙向8祖抱了一拳，晚辈叶青哥拜见8祖。他已经猜到眼前这老者身份地位肯定很大，但没想到竟然大到了这般程度，竟然会是他们天道宗的第8祖。只不过澹台明风的气息要比巅峰时期的孟白离弱了不少，二者犹如萤火比皓月，完全没有可比性。但这也正常，孟白离巅峰时期可是当世女帝，而澹台明风只是个至尊强者罢了，修为气息不如孟白离是自然的。好，我宗终于出了一位真正的麒麟仔，掌握天道真谛，闯入天道楼第50层，追寻一祖的脚步，未来就靠你了。8祖澹台明风微微一笑，8祖如此赏识，倒让晚辈受宠若惊。叶青哥不卑不亢道，如此气度也是让澹台明风更加满意，止不住的夸赞。哼，只是个坏胚罢了。江洛离在一旁努了努嘴，心中腹诽一句。但该说不说，叶青哥的颜值是真的香。
即使腹诽，他还是忍不住去偷看叶青哥。虽然这3天里，他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看叶青哥逆图，接下来的南域之行将由八祖为你们护导。为师要去寻找大地道果了，你这个逆徒给为师老实安分一点，若敢在外面沾花惹草，你可就死定了。后面2段话是孟白离传音给叶青哥的，他现在修为反不及叶青哥，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大地道果了，要不然没有足够的修为，在紧急情况下，他可就控制不了叶青哥了。他可不想自己这个逆徒被其他女子玷污了。叶青哥则是撇了撇嘴，丝毫没往心里去。现在师尊的修为连他都不如，竟然还敢反过来威胁他，待会儿自己就要倒反天罡，让师尊知道菊花为何那样红。此次天道宗内获得4圣令牌的人共有3个，分别是叶青哥、江洛离以及陆星河。只不过陆星河并不在天道宗，至今还在族内修炼。好了，4圣秘境估计还要过段时间才会彻底开启，我们也不急着前去南域。今天你们先休息一下，明日我们再出发。八祖捋了捋胡须，笑道。说罢，八祖淡台明风返回禁地，宗主柳道元也随之离去。神子大人，你还会自然风修炼吗？江洛离扑闪着大眼睛询问。叶青哥悄悄瞥了眼孟白离，摇头道：今天救不了，孟白离都还在这里，他怎么敢和江洛离一起回自然风？要回也是回到师尊的小巢穴，而且天地万法图虽然强大，但也不是每天能够借他修炼。直到现在，他神魂深处都还传来一股撕裂的痛感。云若妹暗中告诉他，说是那一日他跃入河流中心后，磅礴大量的道运涌入他体内，给他神魂造成了不小的负荷。哦，以后神子大人若要借助天地万法图修炼，可别再和上次一样了。江洛离转身朝着自然风飞去。霎时，整个古天道场内空荡荡的，只剩下孟白离和叶青哥在此。孟白离再也克制不住地凑了上来，紧紧抓着叶青哥的衣领，穷鼻翕动，在他身上嗅来嗅去。哼，果然有那个臭白毛的味道。逆徒，快说，你和他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孟白离咬牙切齿道。刚才他挽着叶青哥胳膊时，就闻到了逆徒身上有江洛离的味道，只是方才人多，他不好发作罢了。叶青哥眼皮跳了跳，伸手将孟白离揽在怀里，道：师尊，你是徒儿的第一个女人，徒儿怎么会负你呢？我和江洛离不过认识几天，怎么可能会发生那种事呢？当然，现在不发生，不代表以后不发生。绝世大凶白毛萝莉，他势在必得，但眼下还是先安抚吃醋的师尊更重要。那你说，为何你身上会有那个臭白毛的味道？孟白离死死抓着叶青哥衣领，凶巴巴地询问。叶青哥也是连忙将自己加入自然风，随后被万道河冲昏过去的事情简单叙述了一遍。江洛离照顾了昏迷中的徒儿3天，想来味道便是那时候沾染上的。叶青哥解释道：果真如此。孟白离依旧半信半疑，眸中闪烁着一抹探究。叶青哥正要说话，他却又一把打断：算了，暂且信你这个逆徒一次。哼，看来为师还是下嘴，不对，是下手不够狠，让你还剩下了这么多精力。今日你我师徒2人再好好操练操练。说着，孟白离单手抓起叶青哥，飞往了禁地。叶青哥宛若一只小鸡崽子，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审判降临。早知冲师是如今这般下场，他还当个屁的冲师逆徒啊！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倒反天罡。本神子身为冲师逆徒，岂能让你这冲途逆师反推？任务：与敌深入交战，寻找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奖励：8000任务点，1滴朱雀滴血。选项2，都特么快去秘境闯荡了，还要冲途索取，给你脸了。任务：严厉呵斥孟白离，让他就此收手。奖励：8000任务点，愤怒的孟白离，所求更狠版。选项3，喜新厌旧，得不到的更加爱，太容易来的不理睬。任务：拒绝与孟白离操练，并告知他自己要去陪伴江洛离。奖励：8000任务点，黑化的师尊会将宿主关小黑屋版。选项2和选项3完全是作死行为，叶青哥只要敢选，他怕见不到明日的太阳。而且选项1的朱雀滴血那无疑让他十分眼馋，虽说只有1滴，但那可是滴血啊！这滴滴血若是放在外界，不知会掀起何等的腥风血雨。我选1，叶青哥连忙做出了选择，同时他也在心中思忖，到时候与敌交战的时候该如何翻身做主人呢？但这个也比较好办，只要等敌人彻底松懈下来时，便是自己翻身做主人的那一刻了。朱雀滴血，本神子来了。定，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8000任务点，1滴朱雀滴血。叶青哥率先苏醒过来，奖励已经到账，
看着身旁还在熟睡中的孟白离，他起身穿好衣服，拍拍屁股走人。哼，小样，苍天神体可是顶级神体，还治不了你了。当然，他也就只敢趁着孟白离疲惫时才敢如此意淫了。面对和上次一样巅峰状态的孟白离，他还是有些发怵的。当然，上次败的不是他，败的是慎老弟。他虽败犹胜。天道宗山门前，8祖蛋台明风、江洛离以及诸多宗门长老都已经在这里等候。抱歉了8祖长老们，让各位久等了。叶青哥身穿一袭白衣，容颜纤秀绝世，风度翩翩。哈哈，没事，本祖也才刚到罢了。蛋台明风笑着捋了捋胡须。神子客气了，时候还早，不算太晚。一众长老也是打了个哈哈，言语中尽是恭敬。毕竟叶青哥已经是内定的神子了，他的身份要与宗主平起平坐，他们哪敢对叶青哥有丝毫不满。就算是叶青哥让他们从白天等到晚上，他们也只会说神子有个信。神子大人，洛离我可是在这里等了你好久的啊。江洛离眼见叶青哥自动无视了自己，当即鼓起了嘴巴，气呼呼道：抱歉抱歉，让你也久等了。叶青哥捏了捏江洛离粉嘟嘟的脸颊，哼。江洛离撇过头去，轻轻拍开了叶青哥的手，他那泛红的耳尖则是出卖了他此刻的心理。四圣秘境在南域最难出的天水遗迹，离我们还是有些距离的，我们现在便出发吧。蛋台明风笑了笑，右手一招，换来了一条雪白色的巨龙。这是雪渊龙，是本祖年少时收服的大妖，如今修为也已经真至绝圣境了。接下来便让雪渊龙载着我们前去南域吧。蛋台明风微微一笑，率先飞上了雪渊龙的后背。绝圣境大妖，听到这头雪渊龙的修为，叶青哥等人心中猛地颤了一下。绝圣境大能，至尊之下的最强者，真不愧是天道宗老祖啊！没想到就连代步工具都是如此强大的存在，当真是令人震撼。四圣秘境位于南域的天水遗迹，靠近水源龙族的领地。水源龙族是南域的顶级势力，族中强者云集，和天道宗很不对付。水源龙族一处洞天福地内，此地有浪涛奔涌，有千百条河流悬空交汇，散发着磅礴的灵气。少族长，四圣秘境即将开启，族长让我前来告知您一声。洞天福地外有族老卑躬屈膝，毕恭毕敬道。毕竟里面修炼之人可是水源龙族的少族长，身负初级地脉，是有望正道成帝的绝世妖孽。可以说自龙傲天出世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他的无敌之路。四圣秘境，可惜了，我倒是听闻里面机缘颇多，但我体质正在蜕变，怕是难以过去了。龙傲天淡淡的声音从洞天福地中传出。少族长说的体质蜕变，难道是水源龙地脉？族老猛地抬头，老眼瞪大，呼吸急促起来。龙傲天的水源龙地脉已是初级地脉，若是再度蜕变，或许能够返祖，觉醒成顶级地脉。若龙傲天能够返祖，那他的身份和地位将会水涨船高，他们这一脉在族中也将如日中天。然而龙傲天接下来的话却是给族老泼了一盆冷水，不是水源龙地脉，是另一种特殊体质。族老面色微微一僵，但依旧兴奋道：无论如何，少族长眼下还是让体质蜕变成功更加重要。至于四圣秘境的事，则无需少族长担忧了。他正要转身离去时，突然想到了什么，转身道：对了，少族长，听闻此次四圣秘境开启，天道宗也派有弟子参加，据说自然峰弟子江洛离也来了。随着最后一个字落下，洞天福地内瞬间寂静了下来。良久过后，才传来龙傲天的声音：我会祭炼水源灵身，在这段时间里尽量提升灵身的修为。四圣令牌，留我一份。族老笑着抱了抱拳：遵命。果然啊，他就知道当龙傲天听到江洛离这个名字时，肯定会有所动作的。毕竟江洛离对于龙傲天来说，整个水源龙族都清楚其中的意义。而若是龙傲天能够进入四圣秘境中，那么秘境中的所有机缘当属他们水源龙族的。虽然龙傲天的体质蜕变很重要，但四圣秘境中的传承也同样重要。对于龙傲天的实力，哪怕是对方祭炼出的水源灵身，他也有100%的把握。洞天福地内，龙傲天盘坐于虚空之上，周身有数之不清的河流环绕，像是一座座水桥。江洛离，真是好久不见了啊！这一次我定要让你像只温柔的家猫，乖乖趴倒在我脚旁。就在方才，他听到江洛离的名字时，呼吸为之一顿，就连心境都有些许凌乱。他初见江洛离时，内心便燥热了起来，毕竟谁不喜欢绝世大胸白毛萝莉。后来他与江洛离也打过几次交道，想要收服对方，让对方充当自己的后宫。只可惜江洛离誓死不从，又背靠自然峰，他也拿江洛离没什么办法。但这次不同以往了，四圣秘境开启，若江洛离敢进入其中，他有100种方法收服江洛离。
一想到能够在那既宏伟又娇弱的郊区上尽情驰骋，龙傲天便感觉浑身都燥热了起来。建渊城，此城在玄黄地界的万千势力中，也能够排进一流势力行列，其城主府势力同样强大，族中有至尊强者坐镇。然而，在建渊城生灵们眼中敬若神明的城主府，此刻却是倾巢出动，城主更是主动出城，神色毕恭毕敬，仿佛在迎接着什么大人物的到来。吼！随着一道嘹亮的龙吟自苍穹上落下，一头散发着绝圣境气息的雪渊龙飞落在建渊城外，其体态庞大，好似遮日浮云，其气息之强绝，让人望而生畏，心惊胆寒。绝圣境修为，天啊！以一头绝圣境修为的雪渊龙当作代步工具，这群人到底是什么猛人？建渊城中无数修士精的嘴巴都合不拢，感觉腿肚子都有些发软。这头雪渊龙带给他们的气息实在是太强了，仿佛是一头噬人无数的凶兽，光是看他们一眼，便让他们神魂都在颤抖。没想到竟是天道宗八祖前来，真是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城主杨若安恭敬地抱了抱拳，虽说同为至尊强者，但至尊之间也有差距。如果将淡台明峰比喻成一棵参天大树，那它就是大树旁边一株微不足道的小草，淡台明峰要杀它，怕是动动手指便足够了。建渊城中一众生灵纷纷石化，愕然失色，呆立不动。天道宗，来人竟还是天道宗八祖。在玄黄地界，谁不知道天道宗的威名？这可是整个玄黄地界真正的霸主势力啊！可仅仅只是天道宗来人也就罢了，最关键的是其八祖淡台明峰竟然也来了，也难怪绝圣境修为的雪渊龙也只是代步工具了。要知道，别说是绝圣境了，哪怕是至尊强者，死在淡台明峰剑下的人也数不胜数。这可是玄黄地界赫赫有名的疯子剑尊啊！好仙的公子，如若能够与他携手，就算是让我通往无上大道，成就真仙，我也愿意啊。姐妹，有你这么连吃带拿的吗？本姑娘许个愿怎么了？管你什么事？好俊秀的公子，想骑，嘿嘿。有一位身材丰满霸道的女子脸上露出嗤笑，笑得大白兔胡乱跳动。当叶青歌出现的那一刻，建渊城中所有雌性生灵的目光就像是吸铁石般紧紧粘在了叶青歌身上。一袭绝世白衣，容颜纤秀无双，好似真仙下凡，青丝如瀑，发丝根根晶莹剔透，肌肤若白玉般莹莹生辉，好似由世间最上乘的仙玉雕琢而成。心长的身姿若不倒的轻松，绝世而立，如此谪仙人儿，谁人不爱？而也仅仅是见到叶青歌的真容，一些女修便要兴奋的原地高潮了。好在天道宗是隐士势力，虽时刻关注世事，但却不怎么与世间诸多势力来往，因此玄黄地界还不知道叶青歌在天道楼中的传奇事迹。杨城主不必客气，这段时间怕是要叨扰你们了。淡台明峰笑着摆了摆手，在下已为各位备好了住处，请随我来。杨城主恭敬笑道，实则他心里还是很发怵的，毕竟他面对的可是传闻中的疯子剑尊，这要是自己一个不小心惹人家不高兴了，他可承受不住淡台明峰的怒火。他和淡台明峰真要打起来，也就3七开吧。对方3剑下来，他原地投胎7次。神子大人，听说建渊城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曾有一位剑道至尊在此与妖族至尊厮杀，最终那位剑道至尊以燃烧生命为代价，斩出司天一剑，将那位妖族至尊斩杀，于此地留下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剑渊。江洛离在叶青歌身边小声解释，剑渊内剑意冲天，生存环境无比恶劣，因此其中并无任何生灵。不过独特的环境也会造就独特的宝物，其中剑渊内会产出剑道原石，这可是能够领悟剑道的好宝物。闻言，叶青歌来了一丝兴趣，剑道原石能够助人领悟剑道，他现在只领悟有天道真谛，虽说这是无上真谛，但谁不想领悟多种大道真谛？领悟的大道真谛越多，说明资质越发妖孽，战力也更加强悍。只可惜剑道原石过于稀有，1年甚至是多年也不见得能够产出一枚。但只要找到一块剑道原石，剑渊城中的普通修士便可一辈子都衣食无忧。江洛离叹息一声，与此同时，杨若安走了过来，微笑道：“这位公子、小姐，你们可是对剑道原石感兴趣？”叶青歌和江洛离对视一眼，随后纷纷朝着杨若安抱了一拳。毕竟是至尊强者，该有的尊敬还是要有的。敢问杨城主，府中可有剑道原石？在下愿花大价钱购买一块。叶青歌道：“他身为天道宗神子，又是孟白离弟子，修炼资源自然不必多说。只要城主府中有剑道原石，他便有自信买下。”回公子，如实说，我们城主府中也没有剑道原石。剑渊是当初那位至强剑道至尊所留下的痕迹，其中残留的剑意
哪怕是一般的至尊强者都对其发怵。而且普通的原石想要形成剑道原石，那也需要经过大量时间的蜕变，有些时候甚至180年都难以见到一块剑道原石。杨若安如实道。叶青歌闻言眸光微沉，心中叹息一声。不过武家决胜前段时日气运爆棚，路过剑渊时竟意外捡到一块被剑气冲出来的剑道原石，而武家爱才麾下大大小小的经商势力数不胜数。不过武家最大的经商势力还是我们剑渊城中的仙宝楼。今晚仙宝楼将要举办一场拍卖会，公子可去仙宝楼看看，兴许剑道原石会被武家拿出来拍卖。说罢，杨若安挥袖离去。江洛离眼球咕噜转了一下，道：神子大人，今晚仙宝楼的拍卖会我们去参加吧，也许我们运气好，武家真把那剑道原石拿出来拍卖也说不定。叶青歌点了点头，既然已经有了剑道原石的下落，那他就势在必得。四圣秘境若要彻底开启，还需要些时日，倒也不急着前去天水遗迹。而且剑渊城距离天水遗迹也并不遥远，如若武家不把剑道原石拿出来拍来，那本神子也就只能够亲自带人上门讨要了，哪怕是以势压人也无所谓。叶青歌眯了眯眼睛，迸射出一抹锐利的金光。他可不是什么正道人士，从不以圣母标榜自己，只要够提升自己实力，给武家施点小小压力又何妨。哇，好无耻，好霸道啊！江洛离满眼小星星地看着叶青歌，一脸的崇拜。这就是他们天道宗的神子啊，这也太坏太霸道了吧！叶青歌嘴角抽了抽，用力捏了一下后者粉嘟嘟的脸蛋。前面那3个字就不用说了，要不然本神子不介意让你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无耻。江洛离，哼，你现在这样子就已经很无耻了好不好？再无耻下去，你怕是都要不知天地为何误了是夜仙宝楼前，一辆辆奢华车碾御空而来，停驶在仙宝楼门前。武家的仙宝楼可是颇负盛名的，每次举办拍卖会必定座无虚席。可是天道宗的谪仙公子，楼主说了，若公子前来，当可入贵宾室。仙宝楼里有身穿一袭锦制红衣、肤白貌美的侍女，笑盈盈地走上前来。他暗中偷偷打量了叶青歌一眼，心中顿感惊为天人，难以想象世间竟真的有如此完美的人儿，当真不是虚幻。是我，那就替我谢过你们楼主了。叶青歌显然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己的逆天颜值竟如此给力，这就让自己走后门了。公子称奴家雪儿即可，不知公子可要雪儿服侍？雪儿媚眼如丝，柳腰轻微晃了晃，眼底闪过一丝火热。这么一位谪仙人，他就是倒贴也愿意啊。哼，我看这就不必了。江洛离挺了挺胸，冷傲道，在他面前炫耀身材，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只能说这波优势在他。雪儿明显也被江洛离的伟岸震惊到了，心中不由大吃了一惊。多谢雪儿好意，但服侍就不必了。叶薇笑着点了点头，同时他目光怪异地瞄了眼江洛离，暗想这白毛萝莉难道吃醋了？不过走一次后门也就罢了，他可不想再入一回后门，而且他虽然花心多情，却也不是来者不拒。雪儿体内姻缘都没了，明显已经被人率先耕种了，他可不想去碰。再说了，和江洛离比起来，雪儿又算得了什么呢？身材比不过，容颜也比不过，玩雪儿还不如逗弄逗弄白毛萝莉呢。很快，叶青歌二人便来到了贵宾室。恰巧此时，一位让人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此人一袭星辰蓝袍，后面绣有星辰图案，眉宇孤傲，气质冷淡，正是那位身负星辰道体，联合100余名弟子围剿叶青歌，却依旧被叶青歌一指击溃的陆星河。他2个时辰前才来到这间渊城，便听文仙宝楼将要举办拍卖会，兴许能够预见剑道原石拿出来拍卖的一幕。心思活络之下，他便来到了仙宝楼参加这场拍卖会。毕竟剑道原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宝物，能够助人领悟剑道真谛。对于年轻天骄来说，剑道原石更是有着致命的诱惑。因此对于剑道原石，陆星河同样势在必得，甚至于为了获得剑道原石，他不惜动用家族的势力来威压武家。武家，好好好，都喜欢这么玩是吧？神子大人，是陆星河。江洛离小声惊呼。叶青歌也注意到了陆星河，眯着眼睛看向对方。在家族的帮助下，陆星河修为提升得很快，竟然突破到了神桥境4重天，而且对方在气质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给人一种清冷孤傲的感觉。叶青歌猜测，这也许是修炼了明月高悬图的原因，因为他在文人听燕身上也感受到了如此气息。陆星河身为陆家的天骄妖孽，身份尊贵，自然进入了贵宾室。江洛离皱了皱眉道，陆星河也获得了一枚4圣令牌，肯定也会进入4圣秘境。若神子大人到时候遇到了陆星河，怕是少不了一番苦战了。苦战？叶青歌不屑地皱了皱眉。
除了面对师尊陷入过苦战外，他还真没有遇到过其他的苦战，哪怕是天道楼第49层，也没有让他陷入苦战的境地。陆星河虽然有家族在身后帮助，成长飞快，但他可是有童子在身，岂会在意区区陆星河？陆星河成长再快，还能有他快？突然，仙宝楼外有嘹亮的嘶吼响起，灼灼热浪扑面而来，却是被仙宝楼的大阵阻隔在外。紧接着，伴随着一道鲜红身影飘入楼中，仙宝楼内传出一阵喧哗，是流燕皇朝的长公主林秋意。流燕皇朝长公主，她不是天天深居简出吗？竟然也会参加此次的四圣秘境，没想到连这位都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周围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叶青哥听到这群人的窃窃私语，也不由抬眼看去。这是一位身穿鎏金凤裙、头戴凤钗的少女，她容颜绝美可爱，有些许婴儿肥，一双碱水秋瞳里仿佛蕴含了周天星辰，鼻梁高挺，单唇不点赤，两腮带有淡淡粉红，那一袭青丝如绸四段，直达盈盈一握的蛮腰，酥胸浑圆饱满，翘臀挺立丰润，宛若含苞待放的花朵。尤其是那一双修长笔直的白玉美腿，明晃晃的，让人眼花缭乱。神子大人，你怎么又看直了眼？江洛离气呼呼的双手叉腰，埋怨道。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看到叶青哥如此欣赏其他女子时，他心里总是很不舒服。叶青哥回过神来，笑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此俏佳人，一时欣赏是对她美貌的一时尊重，那一直欣赏是怎么个事？江洛离依旧生气，一直欣赏便一直尊重呗。叶青哥漫不经心道。江洛离说的好有道理，他竟然没法反驳。另一边，贵宾室中，陆星河满眼火热地看着林秋意，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他与林秋意是青梅竹马，从小便喜爱林秋意，以往他也多次去流燕皇朝找过林秋意，只是不知道为何近年来林秋意一直对他爱搭不理，就连他上次去找林秋意，林秋意也只是让侍女带见他。不过无所谓，他坚信只要自己能够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自己的真心迟早有一天能够被林秋意看到。原来是长公主，贵宾室已为您备好。喜儿连忙道。流燕皇朝在东域，那可是真正的霸主势力啊，朝中据说有一尊活着的大帝，别说是仙宝楼了，哪怕是武家在流燕皇朝眼里，也只是一只随手可灭的蝼蚁罢了。对于许儿的卑躬屈膝，林秋意却连看都未看一眼，高傲的微微颔首后，抬脚便朝着贵宾室走去，他的身后跟着一众侍女，真是好不热闹。哼，拽什么拽嘛！江洛离不满地冷哼一声。叶青歌笑而不语，不管是温柔贤淑也好，还是嚣张跋扈也好，都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罢了，没必要去评头论足。贵宾室内，林秋意才刚坐下，室外便传来一道声音：公主殿下，我家公子有请，说是想与您叙旧，不知您可否一步？林秋意淡淡的抬起眼皮：你家公子是谁？陆星河。不见。说罢，林秋意眼神示意了一下身旁侍女，侍女顿时心领神会，拿出了一本话本小说。林秋意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什么陆星河不陆星河的，哪有他看话本小说重要？他也不是3岁小孩，自然知道陆星河对他的意思。虽说陆星河是他的青梅竹马，但却不是他心目中认定的天命之人，要不然他近年来又岂会疏离陆星河？目的自然便是为了让陆星河知难而退。只可惜他还是低估了陆星河的毅力。不过也无所谓，只要陆星河不妨碍到他就行。他欠他的殷勤，他找他的天命之人，两者本就是互不相干的一件事。哎，我要是也能够像这些话本里的女主角，遇上一位心仪的天命之人就好了。林秋意撑着下巴翻阅着话本小说，小声艳羡道。另一边，被拒绝了的陆星河也是叹息一声，呢喃道：果然啊，秋意还是这么有个性，但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得到秋意的芳心。他又开始陷入了自我幻想，把林秋意对他的冷淡当成了后者的个性。如若叶青哥看到这一幕，肯定会竖起大拇指夸他一句：论深情舔狗，你是这个。随着年轻天骄陆陆续续进场，拍卖会也正式开启。诸位，接下来拍卖的第一件宝物是位赤阳琉璃瓶。赤阳琉璃瓶是一件上品道器，能够吸纳天地异火，催动它时，它也可以喷出天地异火，用以杀敌。起拍价为500枚极品原石。雪儿高声介绍，一件上品道器，起拍价在500枚极品原石，确实有些高了，但耐不过赤阳琉璃瓶能够吸纳天地异火，还可以催动天地异火杀敌，光这一个能力就配得上它的价位了。我出510枚极品原石，我出525枚极品原石，我出550枚。赤阳琉璃瓶的竞争很是火热，不一会儿便炒到了590枚极品原石。贵宾室内，林秋意淡淡的抬起眼皮看了眼赤阳琉璃瓶，一旁的侍女顿时会意，
高声道：“我家殿下出800枚极品原石。”一语落下，整个仙宝楼内再无任何声音。赤阳琉璃瓶说到底只是件上品道器，800枚极品原石的价格的确超出了它原本的价值，但奈何对方是流燕皇朝长公主，天生富贵，最不缺的就是钱财，众人为此也是无话可说。最终再无一人竞价，赤阳琉璃瓶也被林秋意收入囊中。赤阳琉璃瓶是上品道器，还有吸纳天地异火的作用，到时候在4圣秘境里或许能够用得上。林秋意把玩着手中的赤阳琉璃瓶，饶有兴趣的呢喃道。接下来一件又一件宝物一一呈了上来，引起了一众天骄的火热竞拍。途中叶青哥拍下了一串福道大能用法力祭炼的手链，内蕴强大法力，能够抵挡准圣境强者的全力一击。当然他买下来后转头便送给了江洛离，毕竟自己还是有任务在身的，需要去俘获白毛萝莉的芳心。刷好感度这种事情他可是轻车熟路的，这个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洛离该如何感谢神子大人呢？江洛离看着手中的手链，大眼睛扑闪扑闪的闪烁着明亮的光芒。想感谢本神子？可以啊，把手伸出来吧。叶青哥漫不经心道。把手伸出来？神子大人要干嘛？江洛离一脸疑惑的看着叶青哥，显得呆萌可爱。上次在自然峰你狠狠咬了本神子一口，本神子不得还回来吗？叶青哥小酌一口灵茶道。江洛离面色一僵，气得双峰上下抖动，衣裙都被撑破。这特么是什么钢铁直男啊？他都准备给叶青哥一个拥抱，以此好好感谢他了。哪怕是叶青哥想要强吻他，或者揉揉爷爷爱人的头，他半推半就下也是可以勉为其难答应的。结果他特么就这，叶青哥竟然想要报仇咬回来。好吧，真是算他看错叶青哥了。给，算我欠你的，你这个混蛋神子。江洛离愤愤地伸出光滑白皙的右手，几乎是咬着牙蹦出这几个字。他有些害怕地闭上了眼睛，毕竟被人咬肯定很疼。见状，叶青哥嘴角闪过一抹邪魅的笑容，伸手抓住江洛离的右手，顺势往回一拉，将他抱进自己怀里。江洛离吓得忙睁开双眼，惊呼一声，双手下意识勾住了叶青哥的脖颈。叶青哥低头靠在江洛离的耳旁，呼出灼灼热气，邪魅道：江萝莉，你还真是傻得可爱，本神子保护你都来不及，怎么舍得伤害你？说着，他朝着江洛离水润有光泽的阴唇吻了上去。江洛离之前对雪儿都争风吃醋，那便说明这个白毛萝莉对自己是有好感的。既然如此，那他便大胆出击，让好感度来得更猛烈些。江洛离头脑嗡的一下炸开，嗡嗡作响，一片空白，甚至于他完全呆了，面对叶青哥的攻势竟没有做出丝毫反抗。叶青哥他竟然强吻了他，这可是他的初吻啊，就这么毫无征兆的被叶青哥夺走了。而且方才叶青哥在他耳旁说的那些话，也将他打了个猝不及防。叶青哥说保护他都来不及，更不舍得伤害他，那这是不是说明他在叶青哥心中的地位很高？想到这里，江洛离心里被浓浓的喜悦充斥，但叶青哥的强势同样让他羞得慌。思来想去，他最终还是推开了叶青哥，连忙后退了几步，羞容满面，结结巴巴道：神子大人，你简直是个无耻的坏胚，你太坏了。话虽这么说，但江洛离的语气中没有丝毫愤怒。那洛离是喜欢正经的神子呢，还是喜欢坏坏的神子呢？叶青哥重新把江洛离抱在怀里，轻轻咬着后者的耳垂。被他如此挑逗，江洛离整个人都滚烫了起来，像是在蒸桑拿一样，头顶冒着滚烫的热气。江洛离整个人都晕晕的，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没事，本神子给你时间回答，不过你的回答要是让本神子不满意，可是会受到惩罚的哦。本神子的手段你应该不想要清楚吧？叶青哥坏笑起来，抱着江洛离坐下，让后者坐在自己腿上。这样子看上去，江洛离整个人就像是温顺的小猫般窝在了叶青哥怀里一般，搞得后者很是羞耻，心跳如肋骨般砰砰作响。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9000任务点，白虎圣魂。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叶青哥看着怀里不敢抬头看他的江洛离，好笑的撇了撇嘴，这就把绝世大凶白毛萝莉的芳心俘获了。他都还没有开始调教呢，而白虎圣魂则是蜷缩在了他的神魂旁，像只乖巧温顺的小猫。不过他也不知道这白虎圣魂究竟有什么用，只能日后再去琢磨了。不管是坏坏的神子大人，还是正经的神子大人，洛离都喜欢。江洛离紧紧攥着衣角，话说的结结巴巴，含羞带怯。刚才那是洛离的初吻，神子大人，你一定要对洛离负责。叶青哥低头浅笑，放心，本神子可不是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那种人，自然会对你负责的。另外，你的回答让本神子很满意，所以
他没把话说完，但眼里的韵味却是个人都看得出来。他再度朝着那张诱人的樱桃小嘴吻了上去。这一次，江洛离没有选择推开叶青哥，只是纤细的睫毛轻轻颤抖了几番，双手生涩地搂住了他的腰。叶青哥眼底的笑容更盛了，他知道这绝世大胸白毛萝莉完全是被自己拿捏了，接下来就差捅破最后一层薄薄的窗户纸那一步了。那么该什么时候捅呢？这的确是个问题，不过叶青哥也不急，饭得慢慢吃，反正他已经俘获了江洛离的芳心，这白毛萝莉早晚都会是自己的人。良久后，叶青哥才逐渐与江洛离唇分墨地。江洛离似乎想到了什么，眨了眨呆萌可爱的眼睛，道：神子大人，你刚才说你不是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那种男人，可是你也还没到提裤子的时候啊。等你到了提裤子的时候，你还敢对洛离说这句话保证吗？叶青哥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个身负绝世大凶器的萌萝莉还是有些脑回路的。你就放心好了，本神子是那样的人吗？叶青哥无奈地捏了捏江洛离的脸颊，谁知江洛离却一脸正色地凝视着他，那模样分明在说你就是这样的人。叶青哥不语，只是一味地 ru 爱江洛离脸蛋，只是他有时候会控制不住忌忌，导致右手会 ru 爱到不该 ru 爱的东西。与此同时，拍卖会也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雪儿拿出最后一件拍卖的宝物，由一件红布盖着，显得很是神秘。各位，想必我剑渊城的传说大家都清楚吧？当年那位至强剑道至尊一剑斩出剑渊，里面剑意冲天，凶猛骇人。而在剑渊里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原石，能够助人领悟剑道真谛。说到这里，哪怕雪儿不继续说下去，众人也都清楚了这最后一件宝物是什么东西。一众年轻天骄呼吸急促，双目猩红的死死盯着台上。可以这么说，他们很多人都是为了见到原石而来的。毕竟能够助人领悟大道真谛的宝物的确不多，且有价无市，遇上一个那都是运气爆棚。贵宾室内，陆星河兴奋到指尖都在颤抖，眼中一片光芒。果然，武家真的把剑道原石拿出来拍卖了。届时，只要买下剑道原石，他就有极大可能领悟出剑道真谛。那时候，他便是领悟出两种真谛的妖孽了，他的战力将会大幅度提升。剑道原石，我一定要获得。陆星河暗自攥紧了双拳，心道。另一边，林秋意看着台上的剑道原石，只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可惜本公主早已修出了剑道真谛，这颗剑道原石已对我无用，本公主便大发慈悲，不与这群人竞拍吧。她轻轻翻阅着手中的话本小说，语气平淡至极。在她看来，她身为流燕皇朝的长公主，身份地位无比高贵，只要是她想要的东西，还从来没有拿不到的。若不是剑道原石对她无用，这群年轻天骄又岂能有机会拍下剑道原石？叶青哥也抬起了眼皮，看向台上。他现在只领悟有天道真谛，若是能够凭借剑道原石领悟出剑道真谛，对他来说有利无害。剑道真谛虽然比不上天道真谛，但也是顶级真谛，同样不俗。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最后一件压轴宝物是什么了吧？此物正是只产于剑渊中的剑道原石。现在剑道原石起拍价为5000枚极品原石。雪儿的话语才刚刚落下，便有年轻天交出价竞拍，我出5500枚极品原石。才5500枚极品原石就想获得剑道原石，吃屁去吧！我出7000枚极品原石，我出1万枚极品原石，我出13000枚。剑道原石的竞拍异常激烈，这也是很正常的。今晚来参加仙宝楼的年轻天骄，几乎有90%都是奔着剑道原石来的，他们又岂会轻易放手？要知道，多领悟出一种大道真谛，无疑是多增加了一门底牌。我出5万枚极品原石。陆星河突然出手，开口便是5万枚极品原石。这比上一个竞价的人足足多了1万枚极品原石。虽说剑道原石很稀有，且作用很大，但5万枚极品原石也不是个小数目。在场很多年轻天娇面露难色，显然5万枚极品原石已经让他们知难而退了。陆星河眼见周围再无一人加价，嘴角笑容逐渐得意起来。他是陆家的年轻妖孽，自然不差修炼资源。5万枚极品原石虽然多，但顶多也就是让他肉疼一下。只要能够获得剑道原石，一切都值得。就在雪儿即将一锤定音之际，叶青哥突然开口：我出50001枚极品原石。他的声音经过了法力的修验，不是自己原本的声音，故此陆星河听不出来。陆星河稍稍眯起了眼睛，继续加价：6万枚极品原石，6万枚极品原石，60001枚极品原石，7万枚，70001枚。见状，陆星河彻底坐不住了，眼里闪烁着怒火，气得胸膛一阵起伏。你特么竞拍就算了，毕竟这是每个人的权利，但你每次加价怎么就只加1枚极品原石？这特么不纯属是在逗他玩吗？真把他当傻子了。贵宾室内，
江洛离在叶青哥怀里笑得花枝乱颤，超级大白兔不停用头撞着叶青哥的胸膛。兄台，如此做派是不是有些不太好？陆星河语气中压抑着无边的怒火。和谁称兄道弟呢？想想你自己的身份，问问您配吗？叶青哥戏谑回怼。对于陆星河，他自然不会给什么面子。江洛离已经说了，陆星河心胸狭隘，对于那天在天道楼发生的事情，对方自然咽不下那口气，指不定陆星河什么时候就会给予他雷霆一击。对于敌人，他从来就不会心慈手软，可以用100种方法玩死对方。你，陆星河气到浑身颤抖，眼里的杀机再也压抑不住。挑衅，这完全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想他身为陆家的年轻妖孽，走到哪里不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除了那天在天道楼发生的那档子事，但眼下是个无名小卒都敢跳出来挑衅他，这让他如何能忍？在下乃陆家天骄，敢问道有何门何派？陆星河双眸猩红，咬牙切齿道：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陆家天骄。本神子打的就是陆家天骄。任务，言语激怒陆星河，遂以武力继续镇压他。奖励6000任务点，高级神体上古至尊重瞳。选项2，竟是陆家天骄。眉头一皱，退至江洛离身后。任务，登门赔礼道歉，获得陆星河的原谅。奖励6000任务点，陆星河的讽笑，江洛离的鄙夷。我选1。选项1的奖励如此奢华，叶青哥犹豫1秒都是对上古至尊重瞳的侮辱。这可是仅次于顶级神体苍天神体的高级神体啊！上古至尊重瞳，据说能够洞悉万法，洞悉万物，而且重瞳内蕴含生死道蕴，双眸开合间可断生死，分天地，简直吊炸天了，好不好？陆家，什么狗屁陆家？你不过一介小卒，也配问我何门何派？叶青哥左手撑着头，神色戏谑道：用言语激怒陆星河，这件事他再轻车熟路不过了。你找死！陆星河目眦欲裂，额头青筋暴起，此人不可谓不嚣张，贬低羞辱他就算了，竟然还敢贬低他身后的陆家。如若他再忍下去，他日后还有何脸面去见林秋意？另一边的贵宾室内，林秋意也是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虽说陆家在他眼里不算什么，但族内好歹有准地强者坐镇，是玄黄地界超然物外的顶级势力。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敢如此羞辱陆星河以及陆家？暴乱星云指，陆星河一指击出，磅礴的法力大指呼啸而去，星云朵朵，气势如虹。这是他陆家的顶级神通，可汇聚星辰之力，一指贯穿虚空。仙宝楼内虽然禁止厮杀，但面对这位陆家天骄，显然没人敢去制止。陆家在他们眼中可是高高在上的庞然大物，岂敢去触怒陆家？而且另一边还是天道宗的谪仙公子，他们就更不敢去插手此事了。天骄之间的事情，还是让天骄自己去解决吧。和我玩纸！叶青哥面露不屑，催动体内灵力以及苍天神体的神力，施展出大荒求天指。金光灿灿的法力大指浮现，仿佛连天地都要囚禁。是你！看到大荒求天指的那一刻，陆星河眼球突出，心神都在颤抖。他在天道楼携100余名弟子联手围剿叶青哥，最终却被叶青哥一指击溃。对于大荒求天指，他再清楚不过了，只是他没有想到，一直与他作对的竟然会是叶青哥，真是可恨。上次败给了你，这次定要将你斩于马下。陆星河满脸狰狞，2重天境界的星辰真谛加持着一指之上，使其威能更加澎湃。他是神桥境4重天修为，而叶青哥却还停留在洞天境9重天，他的修为要比叶青哥高了整整一个大境界不止。再加上他将星辰真谛修到了2重天境界，这一次他定要狠狠挫败叶青哥。叶青哥则是面露不屑，同样将2重天境界的天道真谛加持在大荒求天指上，轰隆隆，大荒求天指与暴乱星云指激烈碰撞在一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在无数年轻天骄震撼呆滞的目光中，大荒求天指一寸一寸地碾碎了暴乱星云指，直冲陆星河而去。噗！陆星河被大荒求天指轰飞出去，胸骨咯吱咯吱作响，快要崩裂。若非他是顶级至尊体，这一指下去，他必将爆碎成一团血雾。这怎么可能？陆星河心神疯狂颤抖，就连神魂都在战栗。他修为突破至神桥境4重天，就连星辰真谛也是修到了2重天境界。可为何他在叶青哥面前还是如此孱弱？殊不知，他虽身负顶级至尊体，却是被叶青哥的体质压了好几头。他那2重天的星辰真谛，也远不如2重天境界的天道真谛。至于他的修为，虽说突破到了神桥境4重天，但叶青哥可是修出了真我洞天，创造出了神迹的存在。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去，
陆星河简直被叶青哥完爆了。林秋意稍微怔住了，显然没有料到这一幕。虽说他看不上陆星河，但不得不承认陆星河的确妖孽。单单一个顶级至尊体，就不知是多少人的一辈子了。年纪轻轻便修到了神桥境4重天，还掌握有2重天境界的星辰真谛，这不可谓不妖孽。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妖孽天骄，却是被人一指击溃。哪怕是他，也很难做到如此地步。这位声音听起来粗犷干涩的男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陆星河，看来是我给你带来的心理阴影还不够，都让你还敢向我出手了。叶青哥恢复了自己的声音，推开贵宾室大门，一脸淡漠戏谑地看向狼狈不堪的陆星河。林秋意看到叶青哥的第一眼，美眸浑圆睁大，眼中满是惊艳和难以置信。一袭绝世白衣，容颜胜过真仙，气质超然独立，完全就符合他心中天命之人的一切要求。这不就是他苦苦寻求的天命之人吗？哪怕是他身后的一众侍女，也全然表现出一副痴然的模样。叶青哥的容颜可让一众女子如痴如醉。我一定要得到他。林秋意心潮澎湃，脸上粉晕更盛。他原以为声音那般粗犷干涩的男子定是个抠脚大汉，没成想竟然只是叶青哥的伪装啊！如今见到叶青哥的真容，只让他惊为天人。叶青哥，陆星河狼狈地从地上爬起，衣襟让鲜血染成红色。他目光视人，好似凶残恶鬼般盯着叶青哥。上一次这么丢脸还是在上一次，可这一次丢脸是在林秋意面前丢脸，这两者的性质全然不同。陆星河，如若我是你，怕是都没脸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识相点，还不快滚！叶青哥嘴角挂着一抹刺眼的嘲笑，看向陆星河的目光宛若在看一只蝼蚁。如此戏谑的表情和话语，无疑更深深刺痛了陆星河的自尊。叶青哥，给我死来！陆星河催动体内灵力，身后浮现出一轮散发着悠然寒气的残月，正是明月高悬图中的残月照孤魂。残月照孤魂不仅可以淬炼己身神魂，还可用以冻结他人神魂。如今陆星河将残月照孤魂修炼到了第4层，威能可谓是无比强绝。陨落星湖，陆星河双手掐诀，周身法力澎湃，顶空上有一片片璀璨熠熠的星湖浮生，散发出恢宏磅礴的气势，令人心惊胆战。见此一幕，仙宝楼内一众年轻天骄纷纷震撼地站了起来，瞠目结舌。这竟是体质神通，而且这还是顶级至尊体的体质神通。要知道，体质越强，想要觉醒出体质神通便越困难。而陆星河身负顶级至尊体，竟然这么快就觉醒了第一道体质神通，端地是妖孽天骄啊！体质神通，叶青哥微微侧头，一脸风轻云淡。没想到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陆星河竟然连体质神通都觉醒了出来。但这不巧了吗？刚好他也觉醒了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正好试一试苍茫道劫神光的威力。片片璀璨耀眼的星湖携带着无量的寒芒，并加持有2重天境界的星辰真谛，朝着叶青哥呼啸落去。林秋意眯了眯眼睛，掌心中有强大的火焰喷薄。只要叶青哥不敌陆星河，他会立马出手将其救下。他的天命之人，谁都不能欺负。正好，从来都只有英雄救美的戏份，今天他就来上演一出美救英雄的好戏。到时候，叶青哥还不得被他迷得死去活来。叶青哥则是不知道林秋意的想法，他微微抬起右手，掌心处有一朵璀璨神圣的9叶神花浮现。9叶神花，一叶一神光。仙宝楼内所有年轻天骄瞪大了眼睛，只感觉神魂都在匍匐站立。这到底是何等强大的神通，竟然给他们带来如同蜉蝣般渺小的感觉，仿佛在这9叶神花面前，他们成了爆海中的一叶孤舟，随时都有覆灭的风险。这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窒息感，望而生畏。此刻9叶神花的9叶骤然亮起，9种神光一起爆发出来，要得连天地都只剩下了这9种神光之芒。恐怖的神威汹涌浩荡，仿佛要破开苍穹，覆灭万物。轰！苍茫道劫神光一往无前，所过之处虚空震荡，那片片星湖竟没有丝毫抵抗之力，顷刻间便被蒸发。神光扫过，陆星河宛若断了线的风筝倒飞而出，胸膛瞬间破开了一道惊人的血口，甚至可以看到心脏在其中跳动。霎时，整个仙宝楼内一片死寂，落针可闻。任谁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陆星河火力全开，明月高悬图、星辰真谛、体质神通一起用上，却还是落了个一招落败的下场。关键是叶青哥只是洞天境9重天修为啊，这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天骄妖孽？为何此前一直籍籍无名？哼哼哼，真不愧是本店的天命之人，又有颜又有实力，还如此妖孽，简直完美啊！林秋意已经完全陷入了花痴状态，嘴角洋溢着一抹欣喜若狂的笑容。陆星河再无力爬起，面色煞白，虚弱至极。
他胡乱将疗伤圣丹塞进嘴里，这才感觉好了很多。只不过他灵力和体质神力都已亏空，再无力与叶青哥抗衡了。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6000任务点，高级神体上古至尊重瞳。刹那间，叶青哥双眸中有深奥繁琐的道韵横生，层层符文重叠环绕，显得诡秘不可测。正是上古至尊重瞳，此为高级神体，内蕴无上生死之力。双眸开合间，可断天地，可分生死，也可洞悉万事万物。得到了上古至尊重瞳的叶青哥显得很是欣喜，嘴角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有了上古至尊重瞳后，他便可更加轻易洞悉踏天神石的奥妙。踏天神石内蕴藏的那门无上神通，他也就可以去挖掘了。而上古至尊重瞳出现的那一刻所散发出的气息，也惊扰到了沉睡中的云若妹。对于那一抹气息，他心有悸动，却又不敢确信，因为这实在是太过天方夜谭了。陆星河，我从未将你放在眼里，就算我给你万年时间，你也只能对我望尘莫及。叶青哥杀人诛心，神情戏谑，口中骚话连篇。你噗！陆星河手指头都在颤抖，气急攻心之下，一口老血吐出，气息再度变得萎靡不振。啧啧，这就承受不住了。陆星河，说实话吧，我要是你，我已经回家好好待着了。毕竟只要不出门，就不会如此丢脸。叶青哥摇头嘲笑道。叶青哥，陆星河呼吸急促，眸底一片猩红，就连后槽牙都要被咬碎了。那颗剑道原石，本店出10万枚极品原石。突然，一道豪横的声音响起，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林秋意从贵宾室里淡淡走出，开口便是出价10万枚极品原石。剑道原石虽然珍贵稀有，却远不及10万枚极品原石，只能说不愧是流燕皇朝的长公主，有钱就是豪横啊。不对啊，我记得林秋意貌似早就领悟了剑道真谛，为何还要花如此价钱买下剑道原石？奇怪，真是奇怪。难道林秋意也要和此人争斗一番？周围年轻天骄窃窃私语，林秋意只是淡淡的瞥了眼他们，风轻云淡道：本店拍下剑道原石，自然是要送人的。听到林秋意拍下剑道原石送人，陆星河的表情瞬间亮了。他以为林秋意这番话是说给他听的，毕竟他和林秋意自小便是青梅竹马，即使近年来没怎么见面过，但深厚的感情基础摆在了那里。林秋意拍下剑道原石不送他送谁？他以为林秋意这是在帮他出头，想要让叶青哥获得剑道原石的心愿落空。毕竟林秋意可是流燕皇朝的长公主，在财力这一方面，叶青哥不见得会胜过林秋意。秋意，多谢你了。陆星河面露感激地看向林秋意，眼底压抑着深深的爱意。林秋意不耐烦地看了眼陆星河，谢我做什么？这一问可把陆星河给问住了。秋意，你拍下剑道原石不是要送给我的吗？陆星河呆忙地反问。送你？陆星河，你别自作多情了，本店拍下剑道原石自然是送给这位公子的。林秋意小手指向叶青哥，脸上浮现出娇羞之色。懵了，陆星河彻底懵了，仿佛遭受了五雷轰顶，完全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这特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和他预想的不一样？林秋意拍下剑道原石不是送给他，反而是送给叶青哥的，为什么这和他预想的剧本不一样？叶青哥也愣住了，没有想到林秋意竟然会出如此大价钱拍下剑道原石后送给自己。可他并不认识林秋意啊，但眼下既然有免费的软饭，傻子才不吃呢。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择1，软饭。呸，狗都不吃。任务，狠狠呵斥一番林秋意，并让他带着他的臭原石滚蛋。奖励，6000任务点，高冷男神称号1枚，气质正100%。选项2，狗不吃我吃。软饭这种东西还是得本神子来才能把握得住。任务，接受林秋意的好意。奖励，6000任务点，玄黄天地剑胎战损版。我选2。选项1的奖励过于鸡肋，拿之无用，倒是选项2的玄黄天地剑胎，这听上去可太有逼格了。直接冲！多谢姑娘的好意，那在下就却之不恭了。叶青哥微笑着朝林秋意抱了一拳。公子叫我秋意就行。林秋意看见叶青哥的笑容，顿时花痴的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他发誓一定要将叶青哥搞到手中，哪怕是用强的。秋意，你怎么？陆星河站在原地，头脑嗡嗡作响。他见到林秋意这般模样，一眨不眨地盯着叶青哥看，哪里还不知道对方的意思？这明显就是喜欢上叶青哥了。可是他特么才是林秋意的青梅竹马，这特么算什么事？竹马敌不过天将，他恨啊！不只是他懵了，全场年轻天骄都懵了。
软饭还能这么吃？陆星河，日后还请称我全名或者公主殿下，我不想让公子误会。林秋意冷冷地瞥了眼陆星河，随后又将花痴般的目光定格在叶青歌身上。此话一出，陆星河气得胸口胀痛，脑海中似有惊雷炸开。林秋意要让叶青歌称自己为秋意，转头却让他称公主殿下或者全名，这不是赤裸裸的双标吗？这怎么搞得叶青歌才是林秋意的青梅竹马一样？明明他才是啊！叶青歌，给我死！福星偃月掌，陆星河再次全力出手，施展出顶级神通，杀向叶青歌。在他看来，若不是叶青歌，他不会有今日如此下场。若不是叶青歌，林秋意又怎么可能会对他如此冷淡？所以叶青歌必须死！公子小心！林秋意下意识惊呼一声，主要是陆星河的杀招太突然了。然而叶青歌却依旧一脸云淡风轻，嘴唇轻轻蠕动，淡淡吐出2个字：蠢货。一口明晃晃，金灿灿的谷中虚影显化，将他包裹。一条青龙虚影疗绕着谷中虚影，仰天长啸，正是顶级护身神通青龙不动中。轰！陆星河的杀招如约而至，却也只是微微撼动了青龙不动中，全然没有破坏青龙不动中的迹象。陆星河，既然你找死，本神子也不介意成全你。叶青歌邪魅一笑，一指祭出，大荒球天指遮天盖地，朝着陆星河碾去。住手！见此一幕，陆星河在暗中的护道人再也坐不住了，他探出法力大掌，拍向大荒求天指。他当然不敢动手伤叶青歌了，毕竟陆家完全没有本事与天道宗抗衡。天道宗虽然不问世事多年了，但整个玄黄地界还没有多少势力敢与他争锋。而天道宗向来的宗旨便是年轻天骄间的争斗让年轻天骄自己解决，如若有老一辈的人敢插手，天道宗也不介意重新入世。所以陆星河的护道者并不敢对叶青歌出手，他只想救下陆星河，然后离开此地。至于4圣秘境，则之后再做打算。陆星河的身份可不简单，他若是死了，陆家肯定震怒，到时候或许会迁怒于他，所以他绝对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陆星河死在叶青歌手中。面对一位至尊强者的威压，叶青歌连眼皮都未抬一下，依旧杀向陆星河。他身为天道宗的准神子，若是随随便便都有老一辈的强者敢威压自己，那岂不是太掉天道宗的价了？果不其然，在陆星河护道者的法力大手还未触碰到大荒球天指之时，一道凛凛剑光一闪而过，随后是血花飘扬，一只手高高飞起，又重重落下。哎呀，道兄，年轻天骄之间的事情便让年轻天骄自己去解决吗？你都活了这么久了，插手后辈的事情算什么？或者说你认为自己活够了？八祖淡台明风一脸笑嘻嘻的现身，右脚踩在陆星河护道人的右手上，法力喷薄，将之搅碎。陆星河护道人脸色瞬间惨白，断臂处一阵蠕动，很快又生长出一条新的手臂。只不过断臂重生太过耗费精血，这一剑便将他彻底重创。而且更可怕的是，淡台明风并未计剑，仅仅是以指代剑，便将他伤及如此地步，这是何其可怕！淡台明风，陆星河护道人明显认识天道宗八祖，此刻就连语气都在发颤。这可是曾经远近闻名的疯子剑尊啊，曾一人一剑杀的一个顶级势力，甚至不敢出门。虽说这其中有天道宗的暗中帮助，但不可否认的是，淡台明风的实力的确超群。如此赫赫有名的疯子，谁不认识？而且淡台明风他是真敢杀啊！他可不管你是谁，来自哪个势力，只要你上一秒触怒了他，下一秒他的剑可能就架在你脖子上了。哦，你认识老夫？淡台明风淡淡的抬起眼皮，扫了眼陆星河的护道人。陆星河护道人不敢再说话了，明显是被淡台明风的气势吓到了，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他心中也无比悔恨，没有早些出手将陆星河救走。如今淡台明风现身，他想要救下陆星河无疑是天方夜谭。不出片刻功夫，陆星河便陨落在了大荒求天指下。年轻天骄的事情当由年轻天骄自己解决，你们这些老家伙若再敢插手年轻一辈的事情，老夫可不敢保证下一次是不是你们的人头落地了。哼，滚吧！淡台明风冷然道。当然，若是今日叶青歌不敌陆星河，他肯定也是会出手救下叶青歌的。什么狗屁的老一辈强者不能插手年轻一辈的事情，那是他们天道宗给外界势力立下的规矩，可不是给自己立下的规矩。护犊子，他们天道宗可是专业的。叶青歌掌握有天道真谛，又闯入了天道楼第50层，是最有资格比肩甚至超越一组的绝世妖孽，他们天道宗自然会给予叶青歌最大的庇护。陆星河护道人紧紧咬了咬牙，慌忙逃离。如今陆星河死了，陆家必定震怒，可是陆家再如何怒，难道还能够抗衡天道宗？天道宗若要灭陆家，只需那位当世女帝
九祖梦白离动手指，他们陆家怕是都要一命呜呼了。叶青哥则是将陆星河身上的4圣令牌以及储物戒指收入囊中。对于澹台明风的霸道，他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天道宗向来都如此霸道，要不然他岂能经常感受到来自于师尊的霸道的力量？青哥，放心大胆去做，不用担心外界势力。天骄之间的事情当由天骄自己解决，若有哪个老不死的拉下脸面对你出手，我们这群老家伙也不是吃干饭的。八祖澹台明风走了过来，用力拍了拍叶青哥的肩膀。方才叶青哥与陆星河的厮杀他也看见了。说实话，叶青哥最后击溃陆星河的那一式体质神通，就连他都感觉很是惊艳，暗自揣度叶青哥到底是何等特殊体质。这倒也是，苍天神体是顶级神体，是世间最为强大的特殊体质之一，哪怕是几个纪元过去，也不见得会出一具苍天神体。在此之前，玄黄地界也从未有过苍天神体的诞生，所以玄黄地界之人只听闻过苍天神体，却并未见过苍天神体。哪怕是叶青哥祭出体质神通，世人也认不出这是苍天神体。好了，本组就先走了。澹台明风笑了笑后转身离去。对于今晚叶青哥的表现，他的确很是欣慰。以洞天9重天修为，举手投足间斩杀神桥近4重天修为的陆星河，要知道陆星河可不是什么随处可见的大白菜，而是身负顶级至尊体的天骄妖孽。可就是这么一位人中翘楚，在叶青哥面前依旧如同玩具一样，如此实力简直了。青哥公子，这是你要的剑道原石。与此同时，林秋意也以10万枚极品原石的价格拍下了剑道原石，身形飘然而至。多谢林姑娘好意，在下感激不尽。叶青哥笑了笑，他伸手正要接过剑道原石时，林秋意却是蓦地把手往后缩了缩。叶青哥一脸疑惑地看向林秋意，青哥公子，你好生健忘，不是说了要称我秋意吗？林秋意语气有些许幽怨，却又带着些许撒娇。叶青哥怔了一下，他已经很久没见过如此倒贴的女生了，都把他搞得有些不会了。抱歉秋意，是我健忘了，见谅见谅。叶青哥笑着打了个哈哈。林秋意眼底闪过一抹狡黠，这才将剑道原石锭给了他。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6000任务点，玄黄天地剑胎战损版。奖励成功入账，叶青哥明显心情大好。不过区区一小会儿，他便获得了上万任务点，还获得了高级神体以及一件战损版的至强法宝，简直美滋滋。对了，青哥公子，不知方才你从陆星河身上取走的4圣令牌，可否卖与我？你可以随意报价，秋意都不会拒绝，甚至是公子要秋意。林秋意的话还未说完，却听叶青哥身后传出一道干咳。嗨嗨，青哥，正好林秋意赠予了你剑道原石，你便回他一个4圣令牌吧。到处欠人情可不是我们的行事风格。江洛离从叶青哥身后缓缓走出，随后挽着后者的手臂，使其深陷泥潭无法自拔，甚至于他还故意的挺了挺胸，脸上划过一抹傲然，那模样明显在说，和我抢绳子大人，你也配？我可以让绳子大人深陷海洋的宽阔中无法自拔，你能吗？身为女人，她自然清楚林秋意在想些什么。她最看不惯倒贴的女人了，虽然她也有点倒贴的韵味，在林秋意只感觉江洛离脸上的傲然以及那爆炸般的双峰有些刺眼，努力挤出一抹笑容。青哥公子，这位是……叶青哥张口正要说话，江洛离抢先一步道：“我是青哥的道侣。”闻言，叶青哥没有反驳，显然是默认了。林秋意眼皮跳了跳，但依旧强撑着嘴角那抹笑容。青哥公子，既然你道侣在这里，那秋意便先走一步了。他语气中承载着莫大的哀伤，还以为叶青哥会是独属于自己的天命之人，没想到却已经被别人抢先一步占有。他此刻的心情简直无法言说。秋意，这是你要的4圣令牌，你无需花价钱买下它。叶青哥取出陆星河的4圣令牌，交给了林秋意。林秋意看着手中的4圣令牌，只感觉越看越刺眼。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要和他撇清关系吗？难道他真就这么不如江洛离？虽然他胸势没有江洛离大，但他年龄尚小，日后又不是不会长了。再说了，她可是流燕皇朝的长公主，江洛离身份能够有她这般贵不可言吗？这叶青哥真是个笨蛋，就连软饭都吃不明白。多谢公子好意，秋意先走了。林秋意心不在焉的笑了笑，抬脚朝着仙宝楼外走去。看到这一幕，江洛离得意的哼了2下。行了，已经被你气跑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叶青哥无奈一笑，入了一下他江洛离粉嘟嘟的脸蛋。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长公主跑了，我还吃个屁的软饭啊，绝不允许她走。任务，拿下林秋意。奖励，后宫加1，神秘礼包1份。选项2，
软饭能有绝世大胸白毛萝莉香。跑了算了。任务：从此与林秋意一刀两断，不再有任何交流。奖励：1万任务点，后宫1，顶级神通，自在天神翼。叶青哥瞬间无语了。童子哥，你这人都走了，你现在才出任务给我？刚才修罗场展开的时候怎么不出任务？人都走远了，他还怎么挽回？罢了，到时候4圣秘境开启，林秋意肯定会进入其中，到时候再去调教，呸，再去思索着怎么拿下他吧。我选1。叶青哥心中暗道，他对于那份神秘礼包还是很好奇的，不知道里面会爆出些什么极品奖励出来。现在他已经有了上古至尊重瞳，这要是再爆出个上古至尊骨，岂不完美？哼，什么叫我把他气跑了？明明是他自不量力，想要抢走我的神子大人。神子大人，洛离吃醋了，我要你抱我回去。江洛离撇了撇嘴，随后像个八爪鱼一样挂在了叶青哥身上。叶青哥只得无奈照做。说实话，其实他现在还是挺慌的，因为不知道好师尊有没有在暗中观察他。这要是让孟白离知道了他和江洛离的关系，岂不得将天底下的醋全都吃了？放心吧，乖徒儿，白离妹妹不在的，师尊我可没有感应到她的气息。云若妹似笑非笑道：城主府。叶青哥与江洛离玩了一些道侣之间该玩的小游戏，把对方搞到面红耳赤后，这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盘坐于床上，身前摆放着那颗剑道原石，真我洞天显化，将这块剑道原石吸收碾碎，磅礴的剑意纷纷汇入叶青哥体内。而在丹田中的那轮骄阳旁，正有一颗模糊的星辰在逐渐凝聚，赫然是剑道真谛。修出第一个大道真谛，会化作月亮模样高悬在丹田中，而天道真谛身为无上真谛，则是化作了骄阳模样。这也可以称为是修士的主道之后再领悟出的大道真谛，则会化作星辰模样来环绕在月亮骄阳身旁，是为辅道。唯有主道是有大道境界，辅道是没有的。辅道便是辅佐主道的大道，辅道越多，所修炼的主道越强。很快，剑意全部被叶青哥吸收，剑道真谛也成功凝聚而出。一轮熠熠生辉的庞大星辰围绕在骄阳身旁，使得骄阳气息又壮大了一分。剑道真谛是顶级真谛，它所凝聚出的星辰也是最为庞大的那一类。剑道真谛凝聚出来后，我感觉天道真谛的确有所增强，难怪都说辅道越多，主道便越强。叶青哥稍稍眯起了眼睛，心中呢喃：辅道越多，主道自然就越强。不过可惜了，混沌中有规则，9为极致，10为圆满，修出10条辅道，怕是就难以更进一步了。云若妹笑道：一定不能领悟出10条以上的辅道。叶青哥心中疑问，以他现在的天资，10条辅道绝对不会是终点，最多只是个开始罢了。但若是混沌中的规则如此，那么想要打破规则就很困难了。当然可以，不过很难。而且当你修出了第11条辅道后，你也就踏入了另一个领域。至于这个领域是什么，你以后就知道了。云若妹神秘地卖了个关子。见状，叶青哥也不再多问下去，他现在才只修出了1条辅道，去琢磨这些也没有任何意义。童子，我要觉醒上古至尊重瞳的体质神通，需要多少任务点？他心中暗问。定，回宿主需要3万任务点。系统回道，竟然和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所需要的任务点一样。童子，你确定你没吃回扣？叶青哥面色怪异地敲了敲童子哥的屏幕。宿主，本系统可是诸天万界最强神级选择系统，是不会做出此等肮脏之事的，你最好不要诽谤我哈。系统生气道。叶青哥不屑地撇了撇嘴，罢了，3万任务点就3万任务点吧，反正童子哥发布任务频繁，任务点也给得多，他现在也积攒有44000任务点了。童子，给我觉醒上古至尊重瞳的体质神通。定，已自动消耗宿主3万任务点。定，恭喜宿主成功觉醒上古至尊重瞳的体质神通窥天神术。窥天神术号称可窥探天机，洞悉天地万物，是一门极强的辅助性体质神通。叶青哥取出踏天神石，开启上古至尊重瞳，施展出窥天神术。霎时，踏天神石内的奥妙在他眼中一览无余，里面所蕴含的那门无上神通也正被他不断剖析着。而也就在他不断剖析踏天神石之际，云若妹彻底被震撼到了，大吃一惊，心中似有怒涛在翻涌。如此强大恐怖的气息，给人一种面对上古真神般的感觉。在加之眸中有深奥繁琐的符文层层叠叠，有浓郁的生死之力在流淌，难道这是高级神体上古至尊重瞳？这实在是太过天方夜谭了吧。他这乖徒儿不仅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现在又多了高级神体上古至尊重瞳，和这玄黄地界许久未出的神体全都出现在了你身上。天才，
妖孽、变态。云若妹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叶青哥了。但叶青哥越变态，他就越兴奋。这样一来，他的大仇很快就能得报了。真不愧是我教出来的乖乖徒。云若妹心里美滋滋的想到，若是叶青哥知道了他心中想法，定会不屑的撇嘴。明明都是童子哥的功劳，怎么全被你一个人包揽了？大概半刻钟后，叶青哥收起了踏天神石，眼中一片清明，低低的呢喃着：天命亦可为，人亦可踏天。一祖留下的神通，便是要以大无畏的道心去踏苍天，见万道，正己身。难怪当时我说要超脱天道时，天道楼那位前辈会那般高兴了。因为我和一祖有着共同念想，无上神通，踏天。若无藐视天道，践踏万道的道心是绝对难以修炼的。而偏偏叶青哥的道心坚如磐石，且无惧一切，又有超脱天道的理念，所以踏天神通于他来说可谓是再适合不过了。乖徒儿，你刚才动用的莫非是上古至尊重瞳？云若妹语气中有着难以掩饰的惊骇。是啊，叶青哥云淡风轻的点了点头。看到乖徒儿承认后，云若妹心中更加震撼了。她离开了叶青哥的身体，漂浮在空中，魂体越发凝实了。你太变态了吧！云若妹说话都有些结巴起来。叶青哥，有你这么形容徒儿的师尊吗？真是活久见了。不，为师说的是徒儿的天资非常妖孽变态，可不是说你这个人变态啊。虽然你和变态也多少沾点关系。云若妹连忙解释起来。叶青哥脸上布满了黑线，都快要气出一口老血了。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师尊骂本神子变态，这实在是太伤人心了。任务，独自生闷气，不理云若妹，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任务，7000任务点，小奶狗气质加100。选项2，变态，结。说对了，本神子就是变态。任务，让云若妹尝尝霸道的力量。奖励，7000任务点，吞神魔功修补10%。我选2。叶青哥嘴角轻轻勾起，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结，有这吞神魔功10%的内容在，又可以步步紧逼师尊一把了。嗨，好师尊，徒儿最近对吞神魔功又有些感悟，也不多，应该可以修补10%的吞神魔功了。叶青哥故作漫不经心道。什么？云若妹狠狠吃了一惊，乖徒儿竟然又对吞神魔功有些许感悟了，又能够修补10%的吞神魔功，这才过去了多久？乖徒儿不会是骗他的吧？是了，叶青哥肯定在骗他。上一次叶青哥便是凭借着10%的吞神魔功内容，狠狠亵渎他了一番。莫非他这是尝到了甜头，又要狠狠亵渎他一番？想到这里，云若妹美眸圆睁，伸出纤纤玉手捏住了叶青哥的耳朵。逆徒，上次你便凭借着10%的吞神魔功内容，狠狠亵渎了为师，莫非这一次是想诓骗为师，对为师行不轨之事？叶青哥疼得龇牙咧嘴，连忙道：师尊，徒儿何时骗过你？云若妹松开了手，半信半疑地看着他。可这才过去了多长时间，你对于吞神魔功又有了新的感悟？不是为师不信，而是这件事本就很难令人相信。吞神魔功可是神级功法，深奥莫测，哪怕是他对于残缺的吞神魔功都没有任何修补他的办法。可偏偏一个洞天9重天修为的修士，一而再的能够修补吞神魔功，这说出去谁信？第一次也就罢了，这第二次着实很难让人相信。哼，徒儿好心好意要传授师尊吞神魔功的感悟，师尊却如此看待徒儿，真是狐妖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叶青哥故作气愤地躺在床上，翘着个二郎腿，很是悠闲惬意。反正他有化道登天诀这门无上功法在，吞神魔功于他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云若妹来说，那吞神魔功可就无比重要了。所以该急的人是云若妹，而不会是他。看着叶青哥如此毫不在意的模样，云若妹气得牙痒痒的，她心里是又气又急又无奈。谁让这是自己的逆徒呢？谁让自己这逆徒如此无赖呢？她算是彻底栽到了叶青哥手里。云若妹冷哼一声，却又带有些许不易察觉的女孩的羞涩，俯身上去吻住叶青哥的薄唇。逆徒，如果你这次胆敢欺骗为师，为师定不饶你。到时候为师就去和白梨妹妹告状，说你和江洛离有染。云若妹一边吻着叶青哥，一边暗自传音威胁。叶青哥睁开一只眼睛，双手搂着师尊那不堪一握的蛮腰，饶有兴致的传音道：师尊，吞神魔功的感悟不想要了。你敢？云若妹瞬间与他唇分，狠狠一拳捶在了他的胸口。师尊，原本徒儿只打算亲你抱你，但既然你敢威胁徒儿，那徒儿可就得改变主意了。
开玩笑，他可是天道宗的准神子，云若妹竟然还敢威胁他，必须狠狠调教。逆徒！云若妹气的酥胸一颤一颤的，起伏不定。叶青哥抱着云若妹，凑到她的耳旁，轻轻咬着她的耳垂道：“师尊，不知你可听说过广寒宫的故事？”你问这个做什么？云若妹被叶青哥挑逗的有些呼吸急促，面色一片绯红。在广寒宫上有一位绝色仙子，听闻她养了一只玉兔，玉兔无聊之际便会在广寒宫中捣药。说到这里，叶青哥没有再说下去了，但眼里的玩味却显而易见。云若媚气的在叶青哥胸口一通乱捶，怒道：“逆徒！我把你当亲徒，你把我当表师尊戏弄。”叶青哥抓住云若媚的双手，轻轻咬着她的嘴唇，神情戏谑道：“师尊，现在可是你在求我耶？还是说吞神魔功10%的感悟你不要了？”“不要了。”云若媚赌气似的说了一句，随后起身脱离叶青哥的怀抱，让他去学玉兔。这件事也太羞耻了吧！她身为苍蓝魔界的女帝，高高在上，贵不可言，岂能去做这种事情？哦，那行吧，我身为心地善良、温柔纯洁的好徒儿，可不会逼迫师尊哦。叶青哥坏笑道。看着叶青哥这富贱兮兮的笑容，云若媚气的再看一眼就要爆炸，口口声声说不会逼迫他，但做的事却没有一件不是逼迫他的。这个该死的逆徒！不过叶青哥也赌对了，吞神魔功对他来说简直比他的命都重要，他怎么可能不需要10%的吞神魔功感悟？再加上之前叶青哥传授给他的10%的感悟，如此一来，他便可拥有20%的吞神魔功感悟。届时，他便可以解决吞神魔功所存在的一些隐患，至少修炼起来不会再有爆体而亡的风险。思考良久后，云若媚冷着一张脸，重新趴回叶青哥身上，展现出了他那善解人意的一面。师尊，记得温柔点哦。叶青哥抚摸着云若媚如绸似缎的青丝，嘴角笑容逐渐不怀好意起来。云若媚没有抬头，但脸颊和耳尖却是一片绯红。她一边学着玉兔，一边恶狠狠道：“逆徒，如果你这次真的欺骗了为师，为师定然不会放过你。”她身为苍蓝魔界的女帝，身份地位是何等崇高，可是现在她却是在学传说中的玉兔给逆徒捣呜。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叶青哥则是舒服地眯起了眼睛。不得不说，师尊的手法还是无可挑剔的，至少他是挑不出刺来的。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7000任务点，吞神魔功修补10%。系统声音落下，奖励也随之到账。叶青哥一边享受绝美狐狸金师尊的按摩，一边美滋滋地拿着奖励，这修仙生活简直了。而将吞神魔功修补了20%后，的确可以解决吞神魔功的诸多隐患。至少现在叶青哥修炼吞神魔功时，不用再去考虑会不会有爆体而亡的风险了。逆徒，好了没有？云若媚愤愤地抬起头，那双妩媚的桃花眼里满是羞耻和恼怒。像她堂堂女帝，却在这里做玉兔该做的事。这要是传出去，她日后还怎么见人？叶青哥正要说话，房门外传来江洛离的声音：“神子大人，你睡了吗？”洛离进来喽。江洛离声音软软糯糯的，带上了些许娇羞。云若媚脸色大变，连忙回到了叶青哥体内。叶青哥脸上划过一抹尴尬，慌忙提好裤子，尽量表现出一副自然的模样。逆徒，还不快将吞神魔功的感悟传授给为师！云若媚愤怒的声音传入叶青哥识海中，刚才实在是太险了，若是让江洛离看到了他刚才化身玉兔之事，他的脸可真就丢大了。不过直到现在，他粉颊已经滚烫，耳尖羞红，刚才的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散。难以想象，叶青哥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怎么能如此宏伟壮观？这真是人类能够豢养出来的大鹏鸟。叶青哥在心中将吞神魔功的感悟传授给了云若媚。与此同时，江洛离也是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此刻，江洛离换上了一袭宽松的月白纱裙，薄如蝉翼，腰间由一根流仙绦带系着。她容颜绝美可爱，脸颊粉嘟嘟的，美眸似含星辰，琼鼻小巧，樱桃小嘴微微翘起，那一对绝世大凶器仿佛要将衣裙撑爆。洛离，时候都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做什么？叶青哥询问道。江洛离小手绞着衣裙，红晕渲染整个脸庞，扭扭捏捏道：“神子大人，洛离的房间太黑了，我有点怕，不知今晚能否和你一起睡？”说着，他抬头看向叶青哥，右手食指轻放在阴唇上，娇小玲珑的身躯撒娇般的晃来晃去。叶青哥，好歹也是神桥近期重天修为的天骄妖孽，你说你怕黑？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你自己信不？不过既然这绝世大凶白毛萝莉送上门来了，那他可就不客气了。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
小小萝莉为了缠本神子身子，竟连怕黑这种理由都找了出来。任务：戳穿江洛离的谎言，狠狠训斥他一番。奖励：9000任务点，钢铁直男称号+1，硬件软化之术不可逆版。选项2：该死的萝莉竟敢打扰本神子的好事。任务：臭骂江洛离一顿，并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奖励：9000任务点，后宫1，一只伤心欲绝的小白虎。选项3：结，既然师尊被你吓得躲起来了，那就用你自己来赔偿吧。任务：就在今晚狠狠拿下江洛离。奖励：9000任务点，玄黄天地剑胎的玄黄本源恢复10%。选项1的不可逆版的硬件软化之术有点可怕，总给叶青哥一种凉飕飕的感觉，直接排除。至于选项2，那不更是扯淡吗？江洛离可是自己软软糯糯的好道侣，他怎么舍得去责怪这个粘人的小白虎呢？而且选项3的奖励那可是无比诱人的，既然能够给他恢复玄黄天地剑胎10%的玄黄本源，所以嘛他就更加不可能放过江洛离了。结，我选3。叶青哥心中坏笑不已，同时他在暗中施展出窥天神术，不动声色地看向江洛离。童子哥经常说江洛离是白虎，他倒要看看江洛离身上到底有什么奥秘。这是只一眼，叶青哥便彻底震惊了，因为在江洛离体内赫然流淌着极为纯正的白虎血脉，也就是说江洛离并不是人族身份，而是圣兽白虎一族之人。更加让叶青哥震撼的是，除了白虎血脉外，江洛离胸骨下竟还孕育有一颗七窍玲珑昆仑心，也就是说江洛离竟然身负2种特殊体质，白虎血脉和七窍玲珑昆仑心，一者为顶级尊脉，一者为高级至尊体，单是拿出一样都可塑造出一位年轻至尊。可偏偏这2种特殊体质都集结在了一人身上，端地是可怕惊人。不过我怎么天天和妖族之人打交道？云师尊是妖族，现在就连这个白毛萝莉也是妖族。叶青哥心中一阵腹诽，罢了，不想那么多了，先冲为敬。叶青哥定了定神，微笑道：好吧，那你上来吧。哦耶，多谢心地善良的神子大人。江洛离兴奋的又蹦又跳，飞快的上了床。那就多谢神子大人收留洛离了，嘻嘻。江洛离缩在叶青哥怀里，甜甜的笑了起来。他其实没有其他心思，只是单纯的想要黏着叶青哥罢了。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这一来便犹如羊入狼窝，可谓是再也跑不了了。叶青哥嘴角坏笑更盛，双手搂着江洛离，朝着那对诱人莹润的樱桃小嘴吻去。江洛离不甘示弱，热情相迎。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可怕性啊！神子大人，你这……不过片刻功夫，便响起了江洛离的惊呼声。没吃过猪肉，他还没见过猪跑吗？只是他现在休息交加，不由慌了心神，有些手足无措。没事，我保证不干别的。叶青哥保证道。江洛离没有说话，粉嘟嘟的脸颊此刻像是有鲜血渗出，低头不语。又过了一会儿，再度传出了江洛离羞恼的惊呼声。神子大人，说好的不干别的呢？最终叶青哥循序渐进，江洛离也当真是成为了待宰羔羊。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9000任务点，玄黄天地剑胎本源恢复10%。第二天天才刚微亮，系统的声音便在叶青哥脑海中响起。而恢复了10%玄黄本源的玄黄天地剑胎，也从上品灵气的等阶一跃晋升到了极品准圣器。要知道，玄黄天地剑胎来历不凡，拥有开天辟地、道正玄黄的神威。而今玄黄天地剑胎一跃晋升为极品准圣器，它的威能将更加澎湃强大。突然，熟睡中的江洛离发出一声嘤咛，纤细若蝶一般的睫毛轻轻颤动，双目缓缓睁开。可还疼？叶青哥将他轻轻搂在怀里，肌肤与肌肤间的相处让人更加火热。他看了眼床上那一抹刺红，眼里全是温柔。虽然江洛离经验不够，但昨晚也是虽败犹荣了。而且江洛离还有一个优点，那便是无愧于白虎血脉。江洛离狠狠地在叶青哥肩头咬上一口，又羞又怒道：神子大人，你简直就是个坏胚，不是说好不乱动的吗？早知道就不相信你的鬼话了。叶青哥讪讪一笑，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没有错吗？若不是你大半夜的来找我，我又怎么会将你吃了？他轻轻咬住江洛离的耳垂，眼里的玩味几乎快要溢出。云若妹轻轻嘀咕了一声：臭不要脸。江洛离脸蛋像淬了血一般，浑身都泛起了羞红。我才不管这些呢，事已至此，我要神子大人负责，要不然我就去向九祖告状。他语气凶巴巴的，2颗小虎牙凶狠露出，仿佛只要叶青哥说一个不字，他的虎牙就要发出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
叶青哥，这特么怎么又来了一个威胁他的人？昨晚是云若妹威胁他，现在轮到江洛离来威胁他了。若是让孟白离得知他与江洛离的事情后，他简直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他真要关进小黑屋待上几天了。洛离，本神子像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吗？叶青哥无奈道。对了，你我之间的事情暂时不要告诉九祖。江洛离闻言疑惑道。为什么？难道你害怕九祖？他自然知道叶青哥和孟白离的关系，或者说现在整个天道宗上下谁不清楚叶青哥和孟白离的关系，但他没有想到叶青哥竟然会这么害怕九祖。可叶青哥既然害怕九祖，竟然还敢收他，这可真是色胆包天啊！害怕九祖？呵呵，洛离你就别开玩笑了，是九祖害怕我才对。我只是暂时不想让九祖知道你我之间的事情，不然九祖会伤心的。叶青哥梗着脖子故作硬气道。云若妹，这么说你很勇哦。叶青哥，开玩笑，我超勇的好不好？江洛离目光怪异的看了眼叶青哥，总感觉叶青哥的话不是那么可信。神子大人，既然你这么不希望九祖知道你我的事情，洛离可以暂时选择隐瞒哦。不过昨晚的仇，洛离是不是要报回来了？否则你也不希望九祖知道你我之事吧？给我按摩，快点！江洛离语气逐渐变得危险，有些咬牙切齿。昨晚叶青哥那般折腾他，搞得他腰酸背痛，这不得狠狠报复回来。必须让叶青哥给他安排上全套按摩，而且让天道宗神子给他按摩，这件事想想就激动啊！试问这世间有几人能够享受到如此待遇？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带小白虎也敢威胁本神子，真是给你脸了。任务，拒绝江洛离的要求，并狠狠教训他一顿，让他知道谁才是大小王。奖励5000任务点，家庭地位+1。选项二，结，按摩必须按摩，不过要怎么按摩，如何按摩，可就是本神子说的算了。任务，答应江洛离的要求，并让他再度感受一下霸道的力量。奖励5000任务点，魂血圣珠。我选二。叶青哥立马做出了选择，他可不是为了给江洛离按摩才选的二，他只是单纯的眼馋魂血圣珠罢了。就是这样，没错。洛离小白虎，本神子来了。结。江洛离看着叶青哥嘴角的坏笑，总感觉对方不怀好意。后面凉飕飕的3天后，叶青哥看着在一旁背对着他独自啜泣的江洛离，也是不由笑了笑。敢威胁他，这就是代价。本来只是腰酸背痛，现在好了，一顿按摩之后，估计连走路都难了。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5000任务点，魂血圣珠。叶青哥拿出刚获得的魂血圣珠，开启上古至尊重瞳，施展出窥天神术。魂血圣珠表面有层层精血烙印，内蕴精粹磅礴的精血，澎湃的生机汹涌，似无垠之海。江洛离也被这气息所吸引，暂时停止了啜泣，回头看向了这颗魂血圣珠。他能够清楚感觉到，这颗魂血圣珠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那是本源上的渴求。叶青哥也看到了江洛离脸上的渴求，轻笑着将他搂在怀里，挑弄道：想要啊，只要你原谅本神子，本神子就给你，可否？江洛离擦去脸上泪水，转过身去，低声道：哼，谁稀罕你这颗破珠子？洛离永远都不会原谅神子大人。叶青哥会心一笑，把江洛离身子掰过来，将魂血圣珠递给了他。好了，别生气了，这是魂血圣珠，可以提升血脉浓度，你将它炼化吧。叶青哥笑道。魂血圣珠是天底下1等1的至宝，但却对他无用，因为这只宝只有一个作用，那便是提升妖族的血脉浓度，使妖族血脉蜕变，甚至有返祖的可能。江洛离接过魂血圣珠，傲娇的微微颔首。哼，这还差不多。本来洛离还想去和九祖告状的，但神子大人既然这么有诚意，那洛离就暂且放神子大人一马吧。叶青哥浅浅一笑，道：好了，你先在这里炼化魂血圣珠吧，我先走了。江洛离点了点头。此刻他的神魂都在激动战栗，已经抑制不住的想要吞下魂血圣珠。叶青哥来到一处无人的房间，随后取出了一块普通的只有巴掌大小的石头，正是天道楼第50层的前辈赠予他的永恒之心。自他获得永恒之心以来，还从未去挖掘过它的奥妙。如今他身负高级神体上古至尊重瞳，又觉醒了窥天神术，可洞悉世间万物。如今也是时候对这永恒之心一探究竟了。窥天神术开启，永恒之心在叶青哥眼里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就仿佛一片浩瀚无垠的汪洋，汪洋之上有一条悬空的永恒长街，在长街的尽头有一团朦胧虚影，散发着永恒不灭的气息。
长街共有99层，每一层都带有一重禁制。此刻，叶青歌神魂站在永恒长街前，却连第一层都跨不上去。看来，想要成就永恒，必须得破解这些禁制才行。叶青歌神魂思忖道：99重禁制，每一重禁制都深奥玄妙，即使有上古至尊重同，现在的他也难以破解这一重禁制。罢了，等我日后修为提高，再来破解这禁制吧。叶青歌换回自己的神魂，关闭上古至尊重同，永恒之心在他眼中又变成了那块普通的石头。与此同时，整个南域急剧震颤，就像是发生了狂猛的地震一般，并且伴随着4道震龙发聩的声响。刹那间，整个南域都疯狂了，因为4圣秘境要开启了。每次4圣秘境开启，都会引起一阵狂潮，只因4圣秘境内有着4圣兽留下的机缘传承。八祖蛋台明风突然现身，道：“青哥，4圣秘境彻底开启了，我们也该动身了。”叶青哥点了点头。江洛离稍微收拾一番后，也走出了房间。魂血圣珠他只炼化了一半，眼下4圣秘境开启，自然是前往天水遗迹更重要。他想着等进入4圣秘境后，再去着手炼化魂血圣珠。江洛离朝着八祖行了一礼，随后自然而然地挽住了叶青哥的胳膊。蛋台明风将一众长老召集，又唤出雪渊龙，朝着天水遗迹赶去。天水遗迹4圣秘境前，此地已经围聚了不少势力，不知此次4圣秘境开启，禁制会有多强。有大势力素老好奇道：“4圣秘境每次开启，禁制都各不相同，有时候4圣秘境的禁制强，便只能够让年轻一辈去里面争夺机缘；有时候4圣秘境的禁制弱，在里面厮杀的便是老一辈强者了。所以众人都十分好奇，这次4圣秘境开启，禁制是强是弱。哼，管他禁制是强是弱，4圣秘境里的传承已经被取走了2个，这一次我族必定会将剩下的传承取走。”傲然霸道的声音自远方传来，只见一群气息强大的老者身似流光，从远方急速飞来，并且在这群老者的身后还跟着一辆奢华车辇，是水源龙族。你们看，为首之人是不是黑水至尊？是他。不是有传闻他冲击到尊境失败，已经作化了吗？为什么如今还活着？嘘，静声，这位可是黑水至尊，不是你我能够去妄论的。水源龙族的到来无疑让现场氛围凝重到了极致。水源龙族可是南域的霸主势力，族中强者云集，藏龙卧虎，其当代少族长龙傲天更是传闻中的双地体妖孽，更自从入世以来便创下了毫无败绩的神话。有大人物曾言，等到天门大开，天命重新问世时，龙傲天将一举夺得天命，成为当代的天命者。此话一出，无疑是让水源龙族的威名更加水涨船高，也让一众年轻天骄深感绝望。有如此妖孽与他们生在同一时代，他们还拿什么去争？不知道水源龙族的那位有没有来？不知道那车辇内坐着的是谁？有年轻天骄小声议论，眼底是深深的忌惮。如果此次4圣秘境开启，龙傲天也来了的话，那他们已经可以卷铺盖走人了。龙傲天的实力，就算是虐杀圣人都没有问题，哪怕是绝圣境强者，也不见得能够与龙傲天争锋。呵，真是好大的口气！就算是你族龙傲天在此，也休想全部夺走4圣秘境内残留的传承。本尊虽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但本尊绝对清楚你们会被撑死。另一边，东域霸主势力流焰皇朝也来人了，为首之人同样是一位至尊强者，身后跟着一众气息强悍的大臣。林秋意在人群中左顾右盼，却是没有看到叶青哥的身影，这不由让他有些小小的失落。他已经决定了，哪怕叶青哥已经有了道侣，他也要强取豪夺，拿下叶青哥。他身为流焰皇朝的长公主，地位何其尊贵，早就蛮横惯了，只要是他想要的，还从来没有得不到的。所以他要把江洛离踹走，自己独占叶青哥所有的偏爱。没错，就这样办。他要让叶青哥成为自己的男宠，每天每夜和他腻歪在一起，让自己心目中的天命之人成为自己的男宠，这简直要让人兴奋到原地高潮了，好不好？秋意，你在找什么？林秋意身旁一位身着一袭紫色轻薄纱衣的女子眉眼含笑，揉了揉林秋意的头。她生有绝美无瑕的脸庞，容颜如诗如画，令人心醉神迷。黛眉轻扫间，浅紫色瞳孔中似有秋波流转，蕴含灵光。鼻梁高挺，红唇皓齿，宛如春日桃花，娇艳欲滴。一头紫色长发，优雅而美丽，发丝根根晶莹剔透，轻婉云鬓，玉颈如瓷，些许发丝落在颈间，落在挺立傲人的双峰上。她的肌肤很是白皙细腻，裸露在外的双肩光滑若温玉，身姿似柳，曲线婀娜，笔直挺立的象牙玉足更是让人垂涎3尺。锦妃姐姐，我在找叶青哥，这可是我认定的天命之人啊！
林秋意一边寻找着叶青歌的身影，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叶青歌，他是谁？竟然能够成为你心目中的天命之人？我好像记得陆家的陆星河貌似一直心系于你吧，再加上你们又是青梅竹马，难道你对他真没什么感觉？黄景飞似笑非笑道：哼，景飞姐姐，你就别提陆星河了，他都已经死了。林秋意娇哼一声：陆星河死了？什么时候的事？黄景飞闻言瞪大了美眸，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陆星河身负顶级至尊体，是陆家的宝贝，谁这么大胆敢杀他？难道说是你口中的叶青歌杀了他？黄景飞目光怪异地看了眼林秋意，道：是啊，陆星河自己找死，要去找叶青歌麻烦，这能怨谁呢？林秋意叹息一声，虽说他对于陆星河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意之情，但对方好歹也是自己的青梅竹马，陆星河之死，他还是有点小小伤感的。难怪前几日陆家震怒，却最终偃旗息鼓，原来竟是天道宗的弟子杀了他，不知这位弟子是何身份？黄景飞好奇询问。前几日陆家震怒一事，几乎整个东域都知道了，只是没人知道陆家因何震怒，也不知道为何陆家只是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再也没有后文了。原来根结就在这里，陆家再强还能强过天道宗？叶青歌杀了陆星河，陆家就算敢怒也不敢言。叶青歌是什么身份我就不知道了，但至少也是内门弟子吧。林秋意道：毕竟是能够举手投足之间灭杀陆星河的天骄妖孽，就算是放在天道宗那等庞然大物中，也属于顶级天骄一列了，再怎么样也绝不可能是外门弟子。倒也是。黄景飞微微颔首。吼！正当众人耐心等待四圣秘境降下禁制时，一道响彻天地的吼声炸响，震得天上流云溃散。是雪渊龙，还是决胜境修为的雪渊龙？这以一头决胜境修为的雪渊龙当作坐骑，这得是什么猛人啊！一众修士纷纷惊呼，脸上尽是震撼。他们纷纷猜测来人究竟会是谁，毕竟单单是这出场方式就已经震慑到一群人了，简直太有逼格了好不好？在雪渊龙的背部站着一大群气宇轩昂之人，为首之人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身穿一袭灰袍，虽然身材干瘦，但他周身散发出的锐利却如何也掩盖不住。竟是那位。有老古董突然瞪大了一双浑浊的眼睛，此刻就连胡须都在颤抖。天道宗八祖澹台明风。霎时整个天水遗迹瞬间寂静了下来。天道宗八祖，这两个名字犹如一柄重锤，重重砸在了众人心头，使得他们脑海中嗡嗡作响。天道宗竟然会是天道宗，而且还是天道宗八祖带队前来。那位传闻中的疯子剑尊，要知道作为玄黄地界霸主级别的隐士势力，天道宗很少与外界有所交流，他们就像是高高在上的神，盘坐云端之上，冷眼看着世间蚂蚁纷争。他太超然了，超然到世人默认为他是玄黄地界唯一的霸主，其他各个界域的霸主势力在他面前显得很是可笑。天道宗澹台明风。水源龙族的黑水至尊眼皮一跳，但很快便压下了心中悸动。天道宗的确很强，但他们水源龙族也不弱，而且水源龙族本就与天道宗极其不对付，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只要一有机会，他们水源龙族都会和天道宗争个高低。天道宗不是素来不怎么与外界打交道吗？如今怎么来到这里了？黑水至尊冷哼一声，压根就没有给澹台明风丝毫面子。他现在其实压根不能称为黑水至尊了，而应该称为黑水道尊，因为他现在的修为赫然在道尊境3重天。反观澹台明风，不过是至尊境8重天修为罢了。即使他是传闻中凶名赫赫的疯子剑尊，也不足为虑。老泥鳅，不是都说你死了吗？怎么现在又活得好好的？怎么喜欢玩诈尸？真让你变成一具尸体，你又不高兴了？澹台明风淡淡的瞥了眼黑水至尊，不屑一顾道。言外之意很明显，黑水至尊若是找死，他也不介意灭了对方。区区道尊罢了，他又不是没有杀过。澹台明风，你……黑水至尊气的脸都绿了，想他堂堂道尊却是在一位至尊面前受辱，这简直就是耻辱啊！不服？正好四圣秘境还未降下禁制，不如我们先去天外斗一斗。澹台明风眯了眯眼睛，周身气势猛地爆发。是他天道宗拿不起刀了，还是他澹台明风提不起剑了？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在他澹台明风面前蹦跶1、2下了。这要是放在以前，他早就3剑下去，黑水至尊怕是都裂成7节了。黑水至尊气的胡须都在哆嗦，正要应战时，四圣秘境却是突然震颤，随后降下了禁制。他恶狠狠地剜了眼澹台明风，怨毒道：澹台明风，算你这次走运。澹台明风对此只是不屑一笑，丝毫没有将黑水至尊放在眼里。
如若真有本事，早就和他去天外一战了，还会在这里和他耍嘴皮子。他最是不屑这种人，也最不屑杀这种人。他觉得让自己的剑去饮这些人的血，简直是玷污了他的剑。景妃姐姐，景妃姐姐，你看，那就是叶青哥。林秋意兴奋地抓住黄景妃的手臂直摇晃，一双凤眸直勾勾地盯着叶青哥，一眨不眨。先前因为陆星河的死而升起的一丝丝小伤感，早已在叶青哥出现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行了行了，别晃了，我看到了。黄景妃被晃得有些头晕，无奈笑道，但她心底却很是惊艳震撼，实在难以想象世间竟还有生的这般好看的谪仙人，简直是一眼万年啊。她默默观察了一下周围，发现所有女子的目光都定格在了叶青哥身上，不由微微一叹，只能说一见亲歌误终生。不过你口中的叶青哥貌似已经有道侣了。黄景妃看了眼挽着叶青哥胳膊的江洛离，目光往下移了移，也是自叹弗如。一个俊的惊人，一个大的惊人，这两个人站在一起简直了。哼，我可是刘晏的长公主，要什么没有。放心吧，景妃姐姐，等我将那个臭白毛踹开后，叶青哥迟早会是我的掌中之物。林秋意傲娇蛮横的颔首，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你这……黄景妃心中大大的无语，她算是看出来了，林秋意压根就不是去追求爱情，而是去抓男宠了。如此蛮横霸道的追求方式放在女子身上，她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也不知道林秋意到底能不能成功。很快，四圣秘境的禁制降下，散发出一股绝强的威压，哪怕是天尊想要强闯，也会粉身碎骨，瞬间湮灭。但台明风微微眯起了眼睛，看来这禁制只对神桥境之上的生灵有用。正好，青哥你能够进入其中。叶青哥点了点头，还好洛离没有突破到天宫境。江洛离则是拍了拍胸脯，松了一口气。另一边，黄景妃无奈而笑，取出了那块四圣令牌。秋意，这禁制将我隔绝在外，四圣令牌也就对我无用了，还你吧。他是圣人境修为，自然被禁制隔绝在外。林秋意接过令牌，叹息道：好吧，那我就再挑选一人随我一起进入四圣秘境吧。你万事小心，若是情况不对，捏碎四圣令牌便可立即传送出来。黄景妃叮嘱道：好，我会的。林秋意郑重道。水源龙族阵营中，那辆奢华车辇内传出了些许细微的动静，一只大手缓缓拨开车帘，从其中走出一位青年。青年身穿一袭华服，容颜俊逸出尘，他双眸灿若星辰，头角峥嵘，气宇轩昂，气息高贵超然。在他的肌肤下有坚不可摧的鳞片若隐若现，此人正是水源龙族的少族长龙傲天。天啊，竟然真的是龙傲天！不是龙傲天，我曾经见过龙傲天一面，他的气息要比现在更加强大。听闻水源龙族有一门秘术，能够祭炼出水源灵身，难道这是龙傲天的水源灵身？就连水源灵身都是神桥境九重天修为，这也太可怕了吧！四周传来一阵骇然的惊呼。龙傲天在玄黄地界的年轻一辈中，可以说是已经被神化了。他就是不败的神话，是年轻天骄眼中的至高无上。他的出场无疑点燃了天水遗迹中的氛围。龙傲天冷冷地瞥了眼叶青哥，他不是瞎子，自然看到了叶青哥和江洛离亲密的画面。那一刻，他胸膛中似有怒火喷薄而出，恨不得立刻冲上去灭杀叶青哥。在他心里，江洛离已经是他的痉挛了，一个区区动天境九重天的废物，凭什么敢染指他的痉挛？叶青哥也有取死之道。龙傲天不动声色地看了眼江洛离，眼底全是疯狂的火热。不错不错，这绝世大胸白毛萝莉还真是看多久都看不腻啊。紧接着他压下了这股火热，身影一闪，进入了四圣秘境中。在外界他不好对江洛离下手，但是在四圣秘境内，他还怕自己下不了手。等到时候强行让生米变成熟饭，江洛离就算是不想成为他的后宫，那都于事无补。眼见龙傲天已经进入了四圣秘境，其余手握四圣令牌的年轻天骄也都纷纷进入其中。神子大人，刚才那人便是龙傲天，他对洛离有意，曾三番两次想要霸占洛离，不过都被洛离化解了。我估计在这四圣秘境内，他还会对洛离下手。江洛离紧紧搂着叶青哥的胳膊，掌心中渗透出密密麻麻的细汗。毕竟这可是龙傲天啊，是年轻天骄眼中的神话啊。面对龙傲天，说没有心理压力是假的，这压力简直爆大啊！叶青哥脸上闪过一抹恍然，难怪方才龙傲天会那般看他，其中甚至还带上了一抹骇人的杀意。原来根结就在这里。不过这龙傲天还是晚了一步，绝世大胸白毛萝莉早已被他拿下了，而且他叶青哥的香香糯糯的白毛萝莉，就凭这龙傲天也妄想染指，真是可笑。叮，
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听闻你叫龙傲天，是久负盛名的不败神话，老子打的就是神话。任务：灭龙傲天的水源灵参，奖励1万任务点，顶级神通，自在天神翼。选项2，什么？竟然是传闻中的不败神话，我不打了，我先走了。任务：为战仙妾，打道回府，和白毛萝莉过甜蜜2人世界。奖励1万任务点，诺夫光环加1，白丝、黑丝各1双。虽然选项2的黑白双煞很是诱人，但叶青哥可不想做天道宗的诺夫神子，所以直接冲1。我选1。叶青哥心中暗道，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则是乐开了花。这龙傲天竟然这么快就要送给他1万任务点和顶级神通了，这该不会是童子哥派来给他送福利的福利龙吧？很难不让人怀疑啊。区区龙傲天罢了，还不配让我放在眼里，我们也走吧。叶青哥淡然道。哇，真不愧是神子大人，简直太霸道了，洛离简直爱了啊。江洛离让叶青哥的手臂深陷自己的大海中，满脸崇拜爱慕。什么狗屁的龙傲天，什么狗屁的不败神话，在他心里，龙傲天连叶青哥的一根毛都不如。哼哼，他相信等到时候龙傲天的水源灵参遇到了叶青哥，只有覆灭的份。他已经在想到时候该怎么奖励叶青哥了，是该化身玉兔，还是直接给他进行口头教育呢？反正他和叶青哥都是坦诚相待过的道侣了，玩得花一点怎么了？这要是让叶青哥知道了江洛离此刻的想法，肯定会被自己的口水呛死。看你表面上白白净净，人畜无害，娇柔可爱的，没想到背地里竟是这种白毛萝莉，竟然还是个闷骚型，喜欢玩反差。不过他就喜欢骚的，越骚越带派。结。不多时，手握4圣令牌的年轻天骄全都进入了4圣秘境，而4圣秘境的入口也就此彻底关闭。强大的禁制扩散开来，逼迫的一众素老强者纷纷退避。毕竟哪怕是天尊强者对上这禁制，也得望而退步，他们又岂敢与这禁制抗衡？最终4圣秘境的禁制扩散至100里方圆，将外界的一切阻隔在外。就算是有强力的窥探法宝，也难以窥探4圣秘境内的分毫。只不过这些大势力的脸上并没有多少担忧。且不说敢进入4圣秘境的都是对自己实力自信的天骄，单单是捏碎4圣令牌就能够传送出来，这些大势力便无需顾及那么多。哼，我族少族长会让你宗天骄知道何为绝望。黑水至尊满脸狰狞地看着淡台明风，狞笑道：你家那个龙崽子没有亲自前来，反而让水源灵参前来，是怕自己死在4圣秘境中吧？如此胆小怯懦，还修什么道？让他滚回娘胎里多待几年再出来吧。淡台明风淡淡瞥了眼黑水至尊，不屑一顾。在嘴皮子功夫上，还没人能够胜过他。黑水至尊气的一佛出世，2佛升天，就差忍不住要和淡台明风动手了。4圣秘境内，叶青哥和江洛离传送至这里后，便来到了一处广袤无垠的寒潭中。如果我没有记错，这里应该是玄冥幽潭，是玄武圣兽的传承之地。只可惜玄武圣兽的传承早已被人夺走了。江洛离道：玄武圣兽的传承很是强大，夺之便可成就年轻至尊。而也正因为玄武圣兽的传承很是了得，因此许多大势力都对此眼馋不已。再加上当初夺下玄武圣兽传承的年轻天骄势单力薄，因此出来后便被很多大势力盯上。或许是那位年轻天骄命不该绝，在躲过了重重追杀后，最终活了下来，但也就此销声匿迹了。此事也让许多人唏嘘感慨，可惜了一位本可成就年轻至尊的妖孽，却是被各大势力逼迫到了如此境地。神子大人，我们往那边走吧。江洛离伸手朝着一处方向指去。哦，为何？叶青哥明知故问道。他自然知道江洛离身负白虎血脉，肯定是位于西方的白虎圣兽传承之地吸引了他。江洛离双手叉腰，傲娇的哼哼2声，道：那是因为洛离可是一只血脉纯正的白虎，西方的白虎圣兽传承之地正在不断吸引着洛离哦。叶青哥心中一阵好笑，但还是故作惊讶道：洛离，你竟来自圣兽白虎一族？早在童子哥的提醒和上古至尊众同的探查下，他就已经知道江洛离是头小白虎了。而且就算没有童子哥的提醒和上古至尊众同的探查，他和江洛离都已经是在同一张床上睡过的人了。江洛离是不是白虎，他难道还能不知道？怎么样，震惊了吧？神子大人，洛离体内的白虎血脉可是顶级尊脉，再加上神子大人送给洛离的魂血圣珠，洛离的白虎血脉将有可能蜕变成地脉。江洛离傲娇的颔首，洋洋得意道：毕竟一头活生生的白虎站在世人眼前，谁不震撼？确实令人震撼。既然洛离身负白虎血脉，
那我们便先去西方的白虎圣兽传承之地吧。叶青哥搂着江洛离，浅笑道：“哼，怎么总感觉神子大人没我想象中的那么震撼呢？难道是我白虎的身份还不足以震惊到他？”江洛离有些不满地撇了撇嘴，他原以为叶青哥会震惊得合不拢嘴，然后抱着他一通乱啃，最后在他身上乱 roll 一阵，结果就这失算了。虽说玄冥寒潭里的玄武圣兽传承已经被人夺走，但此地依旧危机四伏。要知道，玄冥寒潭里充斥着动人神魂的寒气，稍有不慎便会落得个寒气侵体、神魂冻结的下场，到那时当真是仙神难救。而且在这玄冥寒潭内生存着一种极其可怕的生灵——鬼幽蛟。鬼幽蛟为了抵御寒潭里的寒气，因此生长出了厚厚的鳞片，可谓是坚不可摧。哪怕是玄冥寒潭中的寒气，也难以侵袭这鳞片半分。而且鬼幽蛟的行踪飘忽不定，好似幽灵般若隐若现，时而便会窜出来给你雷霆一击。这种蛰伏在暗中的危机才是最为可怕的，令人防不胜防。此刻叶青哥和江洛离躲在玄冥寒潭的某地，将气息和身形隐匿起来，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的鬼幽蛟。那是一头天宫境9重天修为的鬼幽蛟，庞大的身躯盘了起来，中间留有一个大洞，其中生长有一株太阴灵月莲。太阴灵月莲是一株极品道药，内蕴精纯磅礴的太阴之力，若是将之吸收炼化，兴许可以借之领悟出顶级真谛——太阴真谛。神子大人，我们真要对这头鬼幽蛟动手吗？在玄冥寒潭里敌强我弱，擅自出手或许会引来杀身之祸。江洛离一脸担忧地看向叶青哥。在这玄冥寒潭里，他们的时刻祭出法力来抵御这无孔不入的寒气，这就让他们的实力削弱了2-3成。再加上鬼幽蛟早已适应了这里的环境，生长出了坚不可摧的鳞片，可以无需再易寒气，而且刀枪不入。而且眼前这头鬼幽蛟还是天宫境9重天修为，他很难相信他们2人能够胜过这头鬼幽蛟。而且谁又能确定这里只有这一头鬼幽蛟呢？这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鬼幽蛟呢？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白毛萝莉说的有道理，那还是先走一步吧。任务，带着江洛离离开此地。奖励6000任务点，小挪移服1张。选项2，机不可失，是时候让白毛萝莉大吃一惊了。任务，交口夺食，抢下太阴灵月莲。奖励6000任务点，顶级真谛太阴真谛。好家伙，童子哥这是一点苦都不让他吃啊，竟然直接就要奖励他太阴真谛。原本只有太阴灵月莲在，叶青哥还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领悟出太阴真谛，顶多也就领悟个半步太阴真谛，毕竟这可是顶级真谛，岂是那么容易就领悟出来的？太阴灵月莲也不过才只是极品道药罢了。但是现在童子哥竟然直接就要奖励他太阴真谛，这是真的一点苦都不让他吃啊，真是爱了。我选2。叶青哥立马做出了选择。洛离，这株太阴灵月莲我势在必得。这头鬼幽蛟虽然是天宫境9重天修为，但你我2人联手不见得就杀不了他。叶青哥信誓旦旦道。他虽然只有洞天境9重天修为，但一身底牌却多得快要数不过来。天道真谛、剑道真谛、上古至尊重瞳、苍天神体及2种体质神通，还有无上神通踏天，极品准圣器级别的玄黄天地剑胎，种种底牌加持下，叶青哥甚至觉得自己一人都可以与这条鬼幽蛟战上的300回合。而有了江洛离的帮助，他们2人绝对能够杀死这头鬼幽蛟。神子大人，这头天宫境9重天的鬼幽蛟洛离自然不怕，洛离担心的是这附近还蛰伏有其他的鬼幽蛟，到时候我们与这头鬼幽蛟大战，引来了其他更强的鬼幽蛟，可就麻烦了。江洛离皱眉道：那就速战速决。叶青哥双眸灿灿，掌心中有恐怖的气息在酝酿，仿佛要凝成一朵神花的模样。江洛离见状也连忙汇聚出自己的大杀招。没办法，夫唱妇随嘛。既然叶青哥执意要夺下太阴灵月莲，那他就舍命陪君子，助叶青哥一臂之力。正当2人的杀招欲要打向鬼幽蛟时，2道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真没想到这里竟然会有一株太阴灵月莲，正好将这株太阴灵月莲带回去，汲取它里面蕴含的太阴之力，便可以祭炼出太阴符魂幡了。这是2位身穿黑袍、灰袍、头戴兜帽的少年，在他们周身有淡淡的魔气横生，是苍蓝魔界的魔族之人。江洛离看着这2人，恨得咬牙切齿。就算是化成灰，他也认识苍蓝魔界的魔族之人。苍蓝魔界，叶青哥稍稍眯起眼睛，将9叶神花暂时撤去。是来自银月魂族的年轻天骄，这一族擅长奴魂之术，太阴符魂幡更是霸道至极的镇魂法宝。云若妹突然开口：现在苍蓝魔界都把手伸到这里来了吗？叶青哥眼底有杀意喷薄，
他知道苍蓝魔界对于玄黄地界一直抱有觊觎，甚至已经有不少苍蓝魔界的势力渗透到了玄黄地界。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苍蓝魔界的势力竟然敢把爪子伸到四圣秘境里来。要知道，四圣兽可是天地间至圣至洁的圣兽，嫉恶如仇。魔族之人到这里来，岂不是与找死无异？乖徒儿，下手轻点，记得留这两人一命。为师要向他们问点事。云若妹语气看似平淡至极，暗中却有些许波动压抑。毕竟苍蓝魔界几乎承载了他的一切，即使他身死于苍蓝魔界，只剩一缕残魂在玄黄地界苟延残喘，他也忘怀不了苍蓝魔界。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知道如今苍蓝魔界的形势究竟如何了。好，叶青哥点头回应。他转头看向江洛离，眼神示意他暂时按兵不动。江洛离心领神会，乖巧安静地待在他身旁。一头天宫敬酒重天修为的畜生也妄想霸占太阴灵月莲，真是可笑。行了，废话少说，先将这畜生杀了，夺走太阴灵月莲。话落，二人神通齐出，杀向鬼幽蛟。他们二人都是神桥境9重天修为，且都身负初级至尊体，对上这头鬼幽蛟自然没有太大的问题。再加上这附近也没有其他的鬼幽蛟蛰伏，所以二人不一会儿便将这头天宫境9重天修为的鬼幽蛟合力斩杀。就连这头鬼幽蛟的神魂都是被其中一人张口吞噬。啧啧，这株太阴灵月莲还真是美丽啊！若不是要提取他体内的太阴之力，祭炼出太阴符魂幡，我还真想现在就将它吞了。黑袍少年面露贪婪之色，语气中全是对太阴灵月莲的觊觎。行了，赵月公子估计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也该走了。若坏了赵月公子的好事，你我的魂魄可就得用来祭炼万魂幡了。灰袍少年泼了盆凉水，瞬间打消了他的觊觎之心。呵呵，我也就说着玩玩罢了。黑袍少年干笑一声，眼里闪过深深的忌惮。灰袍少年口中的赵月公子，行事乖张暴戾，手段无比残忍。尤其是他手中的万魂幡，据说传承自上古，拥有收纳神魂的神效。唰！突然，有9道颜色不一的恐怖劫光袭来，快若闪电。又有一道爪痕撕裂了空间，瞬间杀至他们眼前。该死！是谁？黑袍少年和灰袍少年惊吼一声，匆忙施展出神通抵挡。噗！然而他们本就是仓促应战，再加上叶青哥和江洛离二人是全力出手，所以黑袍少年和灰袍少年压根就没有丝毫抵挡之力。他们施展出的神通瞬间被瓦解，苍茫道劫神光和破空司天爪将他们轰飞出去。其中实力较弱的黑袍少年则是直接被破空司天爪开膛破肚，五脏六腑碎了一地。你们到底是谁？灰袍少年捂着胸膛大口咳血，眼中满是骇然。魔族之人都该死！江洛离直接现身，目眦欲裂的死死盯着灰袍少年，手中杀招欲要再度施展。叶青哥连忙现身拦下了他。现在已经死了一个黑袍少年，这要是灰袍少年再死了，他的好师尊可就没法得知苍蓝魔界现如今的状况了。神子大人，为什么拦着我？江洛离气愤道。他与魔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遇到魔族之人必杀无疑。现如今叶青哥拦着他灭杀魔族之人，这着实伤了他心。叶青哥没有回答他，只是轻轻揉了揉他的头，而后看向灰袍少年，说吧，除了你口中的赵月公子，还有几个银月魂族的人来到了四圣秘境。闻言，灰袍少年双眼猛地瞪大，色厉内荏道：你到底是谁？为何知道我是银月魂族的人？叶青哥皱了皱眉，右掌探出，将他拍翻在地。本神子没有那么多耐心和你废话，现在你的小命掌握在本神子手里，老老实实安分点，本神子或许还可以给你活下去的机会。不能让他活，魔族之人都该死！江洛离凶神恶煞道。我这就……叶青哥连忙将他拦在身后，道：好了，洛离，此人不能死，听话。江洛离看着叶青哥如此护着魔族之人，脸上划过一丝茫然与不解，但他最后还是愤愤地待在叶青哥身后，时不时冲着那灰袍少年龇牙咧嘴的哈气。想活的话，就老老实实回答本神子几个问题。叶青哥扭头看向灰袍少年，一脸淡漠。灰袍少年死死盯着他，声音略有沙哑道：我该如何相信你？能活着，谁都不想死，但以他现在这种情况，只要敢拿出4圣令牌，叶青哥怕是会瞬间斩断他的手臂。也就是说，捏碎4圣令牌逃出去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他现在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希望，就是回答叶青哥的问题，但他害怕这没有保障。他想要叶青哥立下天道誓言，如若没有天道誓言的束缚，叶青哥出尔反尔怎么办？叶青哥眉头稍稍一皱，掌心中有磅礴的法力汇聚。你要搞清楚，现在你才是阶下囚，本神子要杀你，不过动动手指头罢了。呵呵，
你若不立下天道誓言，我不会回答你一个问题。就算你杀了我也无妨。灰袍少年不屑笑道，实则他掌心中有细汗渗出，后背都让冷汗打湿。他是真怕叶青哥一怒之下随手拍死了他，但没有天道誓言约束的随口保证，他同样不敢相信。叶青哥深深地看了眼灰袍少年，最终叹了一口气，好吧，本神子便答应你立下天道誓言。说罢，他当着灰袍少年的面里下了天道誓言。只不过没人注意到的是，当天道誓言的最后一个字落下时，叶青哥嘴角闪过了一丝诡异的笑容。眼见天道誓言立下，灰袍少年也暗自松了口气，道：你要问什么问题？问吧。叶青哥淡然道：你的同伙还有谁？还有一个赵月公子。灰袍少年回道：你们为何要祭炼出太阴符魂幡？叶青哥道：在南方的朱雀传承之地，朱雀圣兽的神魂守护在那，但却被魔魂压制。赵月公子想要利用太阴符魂幡将朱雀圣兽的神魂镇压，然后再利用万魂幡吸收其神魂。灰袍少年如实道：朱雀神魂竟然还守护在南方的传承之地，但却一直被魔魂压制，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魔魂是从何而来的？乖徒儿，帮为师问问，现如今苍蓝魔界的状况如何了？追仙殿的情况如何了？云若妹语气有些许急促，有些迫不及待。追仙殿是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势力，于他而言有着无法抹去的重要意义。叶青哥微微点头，问道：本神子在问你，如今追仙殿的状况如何？苍蓝魔界的状况如何？灰袍少年明显愣了一下，显然没有料到叶青哥会问这个问题。你一个玄黄地界的土著，问我们苍蓝魔界的状况干啥？但为了活下去，灰袍少年还是如实道：如今追仙殿的殿主是斩仙女地楚怀柔，在女帝的带领下，追仙殿成为了苍蓝魔界的唯一霸主。现如今整个苍蓝魔界的势力都臣服于女帝，正整装待发，欲要对玄黄地界下手。据说是因为玄黄地界孕育有某种天地神物，使得女帝大人日夜觊觎。灰袍少年如实道。话落，空气中瞬间陷入了某种诡异的死寂。没想到楚怀柔竟然将追仙殿发展到了如此程度。他也成帝了吗？云若妹声音中满是苦涩和复杂。楚怀柔是他收的第一个徒儿，也是他曾经以为的唯一一个徒儿。他几乎是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楚怀柔身上，却没想到自己的生死却都出自楚怀柔一人之手。如今听到楚怀柔成帝，又将追仙殿发展成了苍蓝魔界的唯一霸主势力，他不知是该伤心还是该为他感到高兴。师尊，徒儿不会让你重蹈覆辙的。叶青哥自然知道云若妹此刻在想些什么，心底轻声细语地安慰道。和云若妹相处了这么久时间，他也知道了云若妹口中的仇人是谁，正是他的第一个徒儿，自己的师姐，现如今的追仙殿殿主女帝楚怀柔。哼，你以为你就比你师姐好到哪里去了吗？你这个让为师变身玉兔的冲师逆徒，为师睡了，勿扰。云若妹哼了一声后陷入了沉睡中。叶青哥则是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心中讪笑几声。看来逼迫云若妹化身玉兔这件事将会成为他一辈子都抹不去的污点了。不过这算什么，他可是立志要让云若妹给他口头教育一番的冲师逆徒。化身玉兔，这才哪到哪。哼，你的问题问完了。灰袍少年冷哼一声，淡漠道。叶青哥看到他这副模样，目光不由怪异起来。天晴了，雨停了，他难道又觉得自己行了？不能忍，法力大掌探出，直接将灰袍少年拍翻在地，口鼻喷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明明立下了天道誓言，说过不杀我的。灰袍少年灰头土脸地爬起身来，咬牙切齿道：对啊，本神子的确立下了天道誓言，但本神子说的可是我不杀你。至于其他人要不要杀你，本神子怎么拦得住呢？叶青哥耸了耸肩，似笑非笑地看着灰袍少年。闻言，他身后的江洛离骤然间眼前一亮。就算他再怎么呆萌，再怎么胸大无脑，也明白了叶青哥话里的意思。叶青哥的确是立下了天道誓言，不杀灰袍少年。但叶青哥立下的天道誓言，关他白毛萝莉什么事？他要杀灰袍少年，可不在天道誓言的约束之内。想到这里，江洛离一脸崇拜爱慕地看向叶青哥。这就是他的神子大人啊，竟然连天道誓言都能够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利用完了灰袍少年就杀，这也太无耻，太坏了吧！他简直是越来越喜欢上这个坏坏的神子大人了。灰袍少年要比江洛离聪明，因此更快理解了叶青哥话里的意思。他方才压根就没有在意天道誓言只对叶青哥一人有用，他特么把江洛离落下了。妈的，这波大意了！江洛离施展出血脉神通，狠狠一爪落下，灰袍少年就此殒命。叶青哥脸上毫无波澜，上前将灰袍少年的储物戒指取下，
夺走了其中的太阴灵月莲。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6000任务点，顶级真谛太阴真谛。系统声音落下，叶青哥的丹田中再度有一颗星辰凝聚，环绕在天道真谛的周身，正是太阴真谛。叶青哥微微侧头看向江洛离，问：洛离，接下来我们是先前往南方的朱雀传承之地，还是前往西方的白虎传承之地？而今他们身处四圣秘境的北方区域，若要省时省力，应该是先将西方的白虎传承夺走，再去南方的朱雀传承之地。但是在得知了朱雀传承之地内的情况后，叶青哥打算先前往朱雀传承之地，若不然他怕朱雀神魂会出什么意外，而且他也想要清楚那魔魂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自然是前往南方的朱雀传承之地。洛离虽然很想获得白虎传承，但现如今苍蓝魔界的魔族势力都侵入到了四圣秘境中，我们必须将之彻底剿灭。在大是大非面前，洛离分得清。江洛离正色道：白虎传承虽然对他来说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在灭杀魔族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叶青哥眉眼含笑地揉了揉他的头，笑道：好，等我将这株太阴灵月莲炼化，我们便前往朱雀传承之地。江洛离重重点了点头。叶青哥走到一旁盘腿坐下，右手抓着太阴灵月莲，施展出吞神魔功。如今吞神魔功已经修补了 20%， 修炼起来已经没有了爆体而亡的风险，而且这还是神级功法，号称连天地都可以吞噬，是一门极强的修炼功法。对了，我可以用太阴灵月莲中的灵力来提升修为，太阴之力来修炼出太阴游龙。叶青哥心中顿时有了主意。现在他的丹田中只有天道游龙这一条大道游龙，连开辟出自我天地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他必须多修出几条大道游龙，开辟出自我天地来才行。想到这里，叶青哥施展出吞神魔功，将太阴灵月莲吞噬。精纯磅礴的灵力，太阴之力齐齐汇入他的丹田中，分化作2股绝强的能量。太阴游龙的身影正在源源不断的凝聚成型，同时叶青哥的修为也在源源不断的提升。神火境1重天，神火境2重天，直至突破到神火境9重天后，叶青哥才堪堪停止了突破。说到底，太阴灵月莲中蕴含的大部分还是太阴之力，灵力倒是其次，因此也只能助叶青哥突破至神火境9重天了。若不然，如果是其他的极品道药，怕是能够助叶青哥的修为再上一层楼。而也就在叶青哥修为突破至神火境9重天的那一刹那，太阴游龙也是成功凝聚而出，他的丹田再度壮大了几分，所储存的灵力也是更加庞大。叶青哥缓缓站起身来，呼出一口浊气。在他领悟的3种大道真谛里，现如今也就唯有剑道游龙没有修炼出来了。但他也不急，反正有天地万法图在，想要修出剑道游龙并不困难。神子大人，我们快些走吧，我怕迟则生变。江洛离催促道。叶青哥若有所思地看了眼江洛离，笑着轻轻点头。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他也算是看出了江洛离对苍蓝魔界的魔族有多痛恨。他猜测白虎一族肯定因为魔族而发生了一些大变故，若不然江洛离也不会如此痛恨魔族。再加上玄黄地界的4大圣兽种族突然衰败，或许与神洛时期末的那一场浩劫有关。走，去南方的朱雀传承之地。叶青哥和江洛离马不停蹄地赶往4圣秘境的南方。4圣秘境南方，朱雀传承之地。一口赤红艳艳的血池前，正有一场混战爆发。圣兽朱雀的神魂正与一魔气滔天、瞳孔猩红、煞气掩盖天地的朱雀魔魂厮杀。流燕皇朝的长公主林秋意，则是与朝中一位神桥境9重天修为的天之娇女里面，一同与一位容颜妖冶、气息阴寒的青年厮杀。2位小美人，本公子奉劝你们还是不要挣扎了。今日朱雀神魂必死，而你们也将臣服在本公子的身下。赵月声音尖细，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你休想！本殿为流燕皇朝的长公主，岂是你这等肮脏之人能够玷污的？林秋意美眸喷火，赤阳琉璃瓶也碎裂在一旁，其上还沾染有些许朱雀魔焰。苍穹之上，朱雀神魂和朱雀魔魂战斗激烈，时不时会落下朵朵朱雀神焰、魔焰，让人退避三舍，唯恐避之不及。流燕皇朝长公主，啧，这滋味岂不更好？能够将你这等尊贵之人压在身下，这才更有意思啊！哈哈！赵月放声大笑，他身负顶级至尊体，寒月天照体又是神桥境9重天修为，再加上手握上古至宝万魂幡，他岂会将林秋意和里面放在眼里？即使林秋意身负顶级至尊体、炎翼道体，他也丝毫无惧。明月出身着青芒，赵月师展出体质神通，身后有一轮孤傲耀眼的明月缓缓升起，喷薄出汹涌滔天的寒气，欲要将天地都给冻结。3000演绎焚世图，
林秋义不甘示弱，同样施展出体质神通，换出一幅熠熠生辉的图录，喷薄出滔天的焰火。两大体质神通碰撞在一起，爆发出强猛霸道的法力波动。与其说是体质神通的碰撞，倒不如说是两大顶级至尊体的碰撞。赵月右手一翻，祭出万魂幡，法力催动他，无数道阴魂呼啸而出。御魂珍宝术，他施展出银月魂族独有的御魂之术，将自身法力加持在这些阴魂上，使得他们威能更加澎湃。在无数阴魂的攻势下，林秋义的体质神通没有丝毫抵抗之力，被轻易瓦解。噗！林秋义倒退数步，鲜血如同不要钱一般的咳出，脸色瞬间煞白。殿下，李念神色骇然，连忙闪身至林秋义身前，体质神通而出，想要拦住万魂幡的攻势。然而就连林秋义都拦不下万魂幡的攻势，他又怎么能拦下？最终无数阴魂残忍掠过，将李念的体质神通和他的娇躯一并撕碎。李念！林秋义惊吼一声，眼里的杀意止不住的喷薄。虽然他和李念没有什么交情，但也是他流燕皇朝的天之娇女。这赵月当着他的面灭杀李念，无疑没有将他这个长公主放在眼里。而且李念死了，他也难免有兔死狐悲的伤感。妈的，下手重了！赵月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本来他可以玩到2个美人，现在就只能玩到1个了，简直大亏特亏啊！不过林秋义的姿容更在理念之上，若是能够玩到林秋义，那也不枉来此一趟。不过林度和陈缺怎么还没来？让他们2个找一件蕴含太阴之力的宝物，就有这么难吗？赵月脸色阴沉的嘀咕一声，他还等着祭炼太阴符魂幡，将朱雀神魂镇压呢，要不然朱雀神魂和朱雀魔魂的大战还不知得等到什么时候结束呢。万魂幡，给我镇！赵月右手挥舞万魂幡，无数阴魂齐刷刷的冲出，凶神恶煞的张牙舞爪，朝着林秋义杀去。林秋义看着朝自己杀来的阴魂，神色慌张大变。万魂幡乃是上古时期便流传下来的至宝，虽说早已残破不堪，但神威依旧。凭他现在的实力，绝对难以抵挡万魂幡的杀招。给本尊滚！骤然间，朱雀神魂自苍穹上落下，张口喷吐出大口神焰，将这无数阴魂焚为虚无。而趁着这个间隙，朱雀魔魂朝着朱雀神魂急冲而去，羽翼掠过间，将朱雀神魂的半边身子都给斩去。魔焰飞舞，将这半边身子燃烧，焚成虚无。朱雀神魂痛吟一声，庞大的身躯摇摇晃晃，将要支撑不住。前辈！林秋义下意识惊呼一声，心脏猛地一抽。朱雀神魂若是陨落了，此地机缘怕是就要被赵月一人夺走了。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也不是朱雀神魂愿意看到的。老不死的东西，其他3个畜生都死了，就你还该死不死的苟延残喘到现在，真是活该。赵月啐了朱雀神魂一口，脸上满是恶毒。朱雀神魂张口吐出朱雀神焰，与朱雀魔魂缠斗一起，目光冰冷道：时间之力何其强大，即使是本尊也难以抵挡。但生有何欢，死又何惧？本尊哪怕是死了，也不会让2等邪魔歪道得逞。赵月放声大笑，笑得眼泪直流。老畜生，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鱼死了，但网不会破。而今你的魔魂诞生，即将灭你，谁能来救你？林秋义双拳死死攥紧，眼底是恐怖的黄火在燃烧，心跳在此刻加速到了顶峰。哪怕是落得个2败俱伤，他也不能让赵月得逞。你就是赵月吧？说话还真是难听。大荒求天指，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再见其指。大荒求天指碾压着虚空袭来，气势如虹，一往无前。如今叶青哥掌握了3种大道真谛，又将修为提升至神火敬9重天，他现在的实力简直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万魂幡，去！赵月神色骇然，连忙挥舞着手中的万魂幡，与大荒求天指碰撞一起。然而当这些阴魂与大荒求天指碰撞一起后，纷纷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叫，随后灰飞烟灭。这怎么可能？赵月大惊失色，被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要知道，万魂幡可是上古至宝，即使流传至今已经变得残破不堪，但是其神威却依旧煌煌。就算是林秋义也难以抵挡这万魂幡的攻势，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还未等赵月多想，大荒求天指便将他轰飞出去，胸膛都凹陷了一大片，大口咳血，止都止不住。这声音是他。林秋义猛地回头转身，便看到一位白衣绝世，风度翩翩，容貌胜过谪仙，却一脸淡漠的少年踏空而来。少年身后还跟着一位绝世大兄。青哥公子。看到叶青哥到来的那一刻后，林秋义仿佛看到了光，一脸的兴奋激动。秋义，好久不见。叶青哥朝林秋义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转头继续一指碾杀向赵月。赵月连忙爬起身来，也顾不上疼痛，匆忙施展出体质神通。轰！然而
两大极招碰撞过后，他的体质神通如若纸糊的一般被瞬间瓦解，他整个人再度被大荒求天纸轰飞出去，此次受创更加严重，让他爬都爬不起来。你究竟是谁？赵月满脸不甘惊恐地看着叶青歌，咬牙切齿道：我既是天道宗神子，也是杀你之人。叶青歌祭出玄黄天地剑胎，两剑挥出，赵月的手臂齐声断落。他神情依旧淡漠，右手掌心中凝聚出一朵9叶神花，9种杀威爆盛的劫光一起涌出，朝着赵月杀去。天道宗神子，天道宗神子，哈哈！等我苍蓝魔界大军压境之时，你们玄黄地界的天道都得臣服，更遑论你天道宗了。赵月脸色煞白的疯笑起来，是吗？很可惜，你看不到那天的到来了。叶青歌眸光微沉，语气淡漠。苍茫道劫神光呼啸而过，简直比闪电还快。待到光芒散去，原地已经不见赵月身影，他竟直接化作了虚无。至于万魂幡，则是与赵月一并湮灭。滚！半空中，朱雀神魂一边口吐神焰，一边挥舞着半边羽翼，暂时将朱雀魔魂镇压。毕竟朱雀魔魂是自他身上孕育而出的，与他息息相关。魔魂就算实力再强，也绝不会强过他。只是他想要灭杀魔魂也很难，顶多只能够做到镇压。前辈，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叶青歌眉头微微皱起，沉声道：四圣兽是守护玄黄地界的圣兽，他心中自然恭敬。神洛时代若非是4大圣兽种族，玄黄地界怕是会被苍蓝魔界攻陷吧。而今眼见朱雀神魂沦落至如此困境，若是可以的话，他也想尽一份部力。朱雀神魂扭头看向叶青歌，瞳孔微微收缩一番，难以置信道：本尊在你身上感应到了天道的气息，莫非你掌握了无上真谛，天道真谛？前辈明鉴，晚辈的确掌握有天道真谛。叶青歌如实点头。天道真谛啊，当年能够掌握他的也就那一人了。朱雀神魂一边感慨，一边镇压朱雀魔魂。叶青歌知道朱雀神魂口中的那人就是他们天道宗的一族。既然你掌握了天道真谛，那便是命定之人，将手伸出来吧。朱雀神魂语气温和道。叶青歌虽然心中疑惑，但还是照做。朱雀伸出那只剩半边的羽翼，与叶青歌的掌心轻轻交触，顿时随着一道神异的流光一闪而过，叶青歌右手臂上出现了一条洁白神圣的白龙图案，等日后天门开启，他便有所感应。你可以凭借着他去寻找天命。当年那人虽然同为命定之人，但却因为那一场浩劫错过了寻找天门的时机。没有掌握天命的命定之人，总归来说还是少了点什么。朱雀神魂道。叶青歌看着手臂上的白龙图案，总感觉朱雀神魂这是在交代后世前辈，为何此地会有魔魂？我们又能够为您做什么呢？叶青歌询问道。朱雀神魂目光有一瞬间的失神，仿佛陷入了回忆。当年我和他们3个同为守护天门的4圣尊，苍蓝魔界攻来，将我们4圣尊伤的伤，杀的杀。魔族准帝利用一秘术，在我身上种下了魔种。1年前魔种爆发，孕育出我的魔魂。魔魂诞生的唯一目的便是抹杀我这神魂，即使魔魂也会就此寂灭。至于你们现在实力太弱，奈何不了这魔魂。蓦地朱雀神魂顿了一下，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道：对了，而今天门没有我们这4大圣尊守护，苍蓝魔界的那些人肯定会觊觎天门内的东西。等到下一次天门开启，你须得提防苍蓝魔界的人。好了，我这一缕残魂苟延残喘至今，也是时候该步入虚无了。说罢，朱雀神魂的半边身子燃起滔天神焰，气势汹涌磅礴。以我燃魂术，灭代世间魔。朱雀神魂扑向朱雀魔魂，恐怖而难以抹除的朱雀神焰附着在魔魂身上，使得魔魂仰天长啸起来。记住，不要错过了天门的开启，去找到你自己的天命。话落，朱雀神魂和朱雀魔魂在熊熊的火海中逐渐不见身影，纷纷化作虚无。虽然朱雀魔魂抹杀了他，魔魂也会一并寂灭，但他是天地间高贵的4圣兽，是守护天门的圣尊，他那与生俱来的高贵不会让他在邪魔面前坐以待毙，所以他宁愿施展出燃魂秘术，与朱雀魔魂一同步入虚无。至少在死之前，属于4圣兽的高贵超然，他还想再守护一次。恭送前辈。叶青歌朝着虚空遥遥行了一礼。恭送前辈。江洛离和林秋意亦是如此。4圣兽是守护玄黄地界的圣兽，值得天下苍生去尊敬。那口血池就是朱雀前辈留下的机缘传承吗？叶青歌看向那口血池，陷入了思忖。叶青歌，你竟然是天道宗的神子！这时，一旁传来了林秋意震撼莫名的声音。没错。叶青歌微微点头。此刻，林秋意心中好似掀起了惊涛骇浪，
无穷无尽的震撼惊骇充斥满了他的内心。叶青歌竟然是天道宗的神子，与天道宗神子这个身份比起来，他这个流燕皇朝长公主的身份瞬间没了优势。那他还怎么去镇压叶青歌，让他成为自己的男宠？靠！他现在唯一的资本都没了，还怎么去掌控叶青歌？对了，他还有美色啊！可突然，林秋意眼神一暗，悄悄看了眼江洛离，貌似他的美色在叶青歌眼里并不值得一提吧？毕竟单单一个绝世大胸白毛萝莉都不知比他有优势了多少，他还怎么去争？不过他身为流燕皇朝长公主，虽然比不上叶青歌天道宗神子的身份，但是比江洛离肯定还是有优势的。既然他不能强行让叶青歌把江洛离踹开，那他就自己来踹开。他就是这么蛮横娇惯的公主殿下，叶青歌他一个人霸占定了。你怎么了？叶青歌看林秋意突然陷入了沉默，不由询问。他可没有忘记自己身上还有拿下林秋意的任务呢，那神秘礼包可谓是无时无刻不在眼馋他。没事，只是突然有些震撼罢了。神子大人今日救了我一命，秋意很是感激，不知秋意可有什么能够报答神子大人的？林秋意轻轻握起叶青歌的手，美眸中有秋波流淌，慧光盈盈。江洛离看到这一幕，顿时气呼呼地跑了过来，一掌拍掉林秋意的手，愤道：你口中的报答正经吗？除了九祖孟白梨外，他可不想和其他女子去分享神子大人，所以美其名曰他要替九祖好好管控叶青歌。想必九祖也不希望叶青歌在外面沾花惹草吧。想到这里，江洛离便傲然地挺了挺双峰，想要以势压人。林秋意眨了眨丹凤眼，眼神玩味道：本殿身为流燕皇朝长公主，口中的报答岂能不正经？再说了，像你这么凶的女人肯定不知道体贴人，哪像秋意我只会心疼神子大人。身为长公主，自然要可察可娇惯，要不然她还怎么把江洛离踹开？江洛离气的虎牙都要咬断了，双峰上下颤动，美眸睁大。他转头看向叶青歌，怒道：神子大人，你自己说洛离会不会体贴人？叶青歌正想要回答时，却是感应到了林秋意那楚楚动人的目光，一者为自己的道侣，一者为要拿下的对象。一时之间，面对这该死的修罗场，他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好了。都别吵了，眼下还是朱雀前辈留下的机缘传承更重要。叶青歌捏了捏江洛离的脸蛋，无奈道：哼。江洛离不服气地撇过头去，显然对叶青歌的态度很不满意。神子大人，秋意的脸蛋也很好捏哦，你要不要试试呢？林秋意凑了过来，满脸红晕，娇羞道。林秋意的脸蛋有些许婴儿肥，白皙中又透点粉红，看上去很是可爱。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你让我捏我就捏啊，你把本神子当什么了？任务，拒绝林秋意。奖励6000任务点。选项二，结，这次捏的是脸蛋，下一次可就不只是捏脸蛋了。任务，答应林秋意的请求。奖励6000任务点，见到游龙。看到选项二的奖励，叶青歌目光顿时怪异起来。原本他是想着之后回自然峰再修炼出剑道游龙，没想到童子哥这就给他送枕头来了，这还真是关爱他捏。这么会照顾人的童子哥，直接给他来一打，多好捏。我选二，又能占便宜又能拿奖励，这种美妙的好事，叶青歌自然不会拒绝。喂，你好歹也是流燕皇朝的长公主，就不能矜持点吗？江洛离气呼呼的双手叉腰，生气道：这林秋意真是臭不要脸，当着他的面就敢把脸伸过去让叶青歌捏，这是多不把他放在眼里。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有你的脸能捏，本殿的脸就不能捏？林秋意傲然颔首，挺了挺尚未发育完全的小馒头。你！江洛离把虎牙咬得咯吱咯吱作响。叶青歌看着这两人争吵，也不免有些头疼。他伸出右手，在林秋意的脸上捏了几下。神子大人，你这个臭花心大萝卜！江洛离将身子转过一边，独自生着闷气。哼哼，臭白毛，和本殿玩，你还嫩了点。林秋意眼底闪过一抹狡黠和得意。定，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6000任务点，见到游龙。系统声音落下的一瞬间，叶青歌的丹田中便浮生出见到游龙的身影，盘旋在丹田周围。如此一来，叶青歌所领悟的3种大道真谛中都修出了见到游龙，丹田比之前又扩大了不少。好了，洛离，你就别生气了，若不然下次本神子就不让你在上面了。叶青歌搂住江洛离的肩膀，轻声细语道：哼，谁稀罕在上面，躺着不更好？江洛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捂住嘴巴，羞恼地狠狠瞪了叶青歌一眼。叶青歌笑而不语。朱雀乃是世间不死不灭的圣兽，
他的精血就算比治不死药都更有奇效。而这一口血池中蕴含的都是朱雀精血，想来是朱雀前辈在死前将自己的精血储存了这里，然后利用精血酝养自己的神魂。只可惜魔魂诞生，滔天的魔气将这一整个血池污染，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圣性。若是吸收这么一池污秽的朱雀血池，怕是会魔气入体而亡。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池子朱雀精血。江洛离叹息一声，这么一大池子的朱雀精血，若是将之吸收炼化，怕是能够直接成就至尊吧？怎么，这就拿他没办法了？林秋意傲娇地瞥了眼江洛离，嘴角挂着一抹不屑的笑容。你，哼，我没有办法，难道你就有办法吗？江洛离气得双峰乱晃，咬牙道：本店若是没办法，就不会站在这里了。臭白毛，瞪大你的眼睛，看好本店的操作。林秋意娇惯蛮横道：你才是臭白毛，你全家都是臭白毛。江洛离气得撸起袖子，上前就要与林秋意大战300回合。要不是叶青哥拦住了他现在已经在和林秋意互相撕逼了。林秋意冷哼一声，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朵外表洁白、内里艳红的莲花。这是自真黄浴火重生之地孕育而生的黄净莲，莲叶包裹着的是至刚至猛的真黄之火。用真黄之火来焚烧这些魔气，再适合不过了。林秋意傲娇地丢出黄净莲，黄净莲稳稳落在血池中，莲叶倒悬着绽放，真黄之火犹若脱缰的野马，疯狂喷薄，落在血池中，火势迅速蔓延。然而真黄之火虽强，但血池中蕴含的魔气同样不弱。糟了，真黄之火的威力还是差了一丝。林秋意看着血池中互相翻滚交织在一起的真黄之火与魔气，忍不住皱眉惊呼一声。真黄之火的势头正在逐渐减弱，滔天汹涌的魔气正在不断蚕食着真黄之火。这最后一份力，我来助你吧。叶青哥笑了笑，可别忘了，童子哥还奖励过他一滴朱雀滴血。原本他是想炼化这滴朱雀滴血来提升修为的，但若是将朱雀滴血融入血池中，净化这里的魔气，性价比无疑更高。朱雀滴血飞入血池中，顿时整个血池都翻腾起来，像是滚烫的开水，隐约间还传出一道嘹亮的朱雀瑞鸣。这是朱雀滴血。林秋意看着翻滚的血池，眼皮狂跳，心头乱颤。这可是滴血啊，一滴都足以让外界掀起腥风血雨。可叶青哥竟然连眼皮都不眨地拿了出来，并将这滴滴血融入了血池中，这也太好无人性了吧！一滴滴血罢了，若是能够将这血池中的魔气炼化，只会让血池中蕴含的能量更加精粹磅礴，所以这也没什么舍得不舍得的。叶青哥微微一笑，林秋意瞳孔狡黠转动了一下，趁着江洛离不注意，羞答答地扑到叶青哥怀里，娇声道：神子大人秋意都知道的，你都是为了秋意啊，你说秋意该如何感谢你呢？说着，他踮起脚尖，在叶青哥脸上狠狠亲了一口。真不愧是本店的天命之人，又帅又香，怀里还这么暖和，简直太完美了捏。臭白毛，本店的天命之人岂是你能把握得住的？还是让本店来把握吧。结。林秋意心中洋洋得意地想到。你干嘛？江洛离气的脸色涨红，连忙上前将二人分开。他现在就像一只红温的白虎，仿佛下一秒就要将林秋意咬死在这里。怎么啦？秋意感谢一下神子大人还不行吗？林秋意眨了眨水灵灵的丹凤眼，楚楚可怜地看着江洛离。江洛离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感谢？这他妈是感谢吗？心里的算盘珠子都打到脸上来了。血池中的魔气消散了，我先去修炼了。叶青哥眼不见心不烦，干脆直接踏入血池中，盘腿坐下修炼。哼，下次别再让我看到你这么冒昧，否则我可不会对你客气。江洛离咬着牙冷哼一声，呵呵，臭白毛，那我们两个就个凭本事吧。林秋意同样不甘示弱的冷笑一声，谁怕谁？江洛离神色傲然的挺了挺胸，他都已经和叶青哥丢过了，还会怕林秋意抢走叶青哥？他只是单纯看不惯林秋意，不想和林秋意共享叶青哥罢了。叶青哥，你不想我想啊，我还等着吃姐妹盖饭呢。哼！江洛离最后冷哼一声，而后踏入血池中，与叶青哥一同坐下修炼。林秋意瞳孔狡黠地转了转，转身走到一旁的无人之地。血池中，朱雀精血不断翻滚，灼热的气息不断煅烧着叶青哥的肌肤。朱雀号称不死不灭的圣兽，它的精血同样价值连城。此刻，整整一池子精血蓄积于此，这要是传到外界，会让多少势力为其疯狂。而且，这一口血池还融合有一滴朱雀滴血，所蕴含的能量就更加恐怖磅礴了。而刚经过一阵疯狂突破的叶青哥，修为境界也是在此刻再度松动起来。神桥境1重天，神桥境2重天，
神桥境3重天。待到叶青哥的修为突破至神桥境9重天后，却突然戛然而止。不是叶青哥不想继续突破了，而是心境乱了。因为林秋意竟然只换上了一袭薄如蝉翼的浴袍，一脸娇羞动人的在血池中轻游。她容颜绝美，有些婴儿肥的脸蛋更是平添一丝可爱，再加上因为羞涩，导致她白皙的肌肤上透出点点粉红，很是诱人。那玲珑玉体虽然还未发育成型，却已有亭亭玉立、落落大方之姿。那比直修长的玉足在池下轻轻摆动着，娇躯游晃着，像是在水中翩翩起舞的仙蝶。神子大人，为了更好的吸收这些精血，所以秋意特意换上了浴袍，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林秋意朱唇轻含右手食指，娇躯似撒娇般晃来晃去，一脸的楚楚动人，不介意。叶青哥连忙转过目光，不再去看林秋意，他也怕把持不住自己啊。此时的林秋意简直是诱人到了极点啊！一旁看到这一幕的江洛离脸都气绿了，心中忍不住暗骂：麻蛋，和他玩这一套是吧？色诱术都特么用上了。行，既然林秋意这么喜欢玩，那他就陪林秋意好好玩玩，看看这波优势到底谁大。神子大人，看这些有害身体健康。听话，我们不看了哈。江洛离抱着叶青哥，便将他往怀里带，双手死死按着叶青哥的脑袋。叶青哥只感觉自己沉溺到了一望无垠的大海里，让他难以自拔。但该说不说，这感觉还挺不错的。嘿嘿，呲溜呲溜。林秋意气的热血瞬间涌上脑门，恶狠狠地瞪了江洛离。他也着实没有想到江洛离竟然敢如此大胆，自己好歹只是让叶青哥欣赏自己的美色，这臭白毛倒好，竟直接让叶青哥洗脸，这特么是不是太违规了？算了，暂时不和这臭白毛争了，还是先激活真皇之心要紧。林秋意心中暗道，没错，他体内正是有一颗真皇之心，只不过这颗真皇之心尚未被激化，所以他想要借着朱雀精血，以其中强猛的火属性气息和庞大的能量来激化真皇之心。而且若不是这颗真皇之心尚未被激化，他现在的成就绝对不止于此。而只要有了足够的实力，他便更加会有底气，到时候他一脚将这臭白毛踹到千万里之外，这画面简直想想就刺激啊！像他这么懂得把握分寸的人，即使是天道宗神子，到最后也得被他拿捏得死死的，好不好？好了，洛离，我都快被你闷死了，可以松手了不？叶青哥现在依旧蒙在鼓里，无奈传音道：好吧，不过神子大人可不准再去看林秋意了，要不然洛离生气起来可是很可怕的。江洛离闻言这才松手，但语气依旧威胁。他看着双峰上残留下的晶莹水渍，俏脸忍不住红了又红。这该死的花心大萝卜，洗个脸都这么不老实，伸舌头干嘛呢？而且舌头是在这里用的吗？这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好了，别生气了，你也快些修炼吧。叶青哥在江洛离那饱满诱人的阴唇上吻了又吻。江洛离娇哼一声背过身去，但嘴角却扬起了一抹满足的笑容。叶青哥沉下心来，看着这口血池思忖：我最近修为突破太快了，几天时间便突破了整整2个大境界，足足抵得上普通人一辈子苦修了。接下来我便利用这些精血先将根基巩固。他施展出吞神魔功，不断炼化血池中的精血，开始巩固根基。江洛离也在炼化这些精血，提升自己的修为。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霎时间，自林秋意体内传出一声刺破云霄的黄鸣强绝的黄火，突然间喷薄而出，仿佛冲破了囚笼的野兽，席卷向四周。叶青哥眼疾手快，抓起江洛离的后脖，领便朝着一旁抽身暴退。神子大人，他这是……江洛离满脸骇然地看着这滔天恐怖的黄火，一脸后怕。如此恐怖的威势，简直让人望而生畏，心惊肉跳。叶青哥微微蹙眉没有说话，上古至尊重瞳开启，探查向林秋意。只一眼，他便看出了根结所在。原来林秋意体内竟然孕育有一颗真皇之心，这个发现足足让他震撼了2秒半。真皇之心同样是一种极强的体质，它共分为9转，一转一重天，每一转所带来的变化都堪称是脱胎换骨。源源不断的精血涌入林秋意体内，汇聚在真皇之心中。这股磅礴至强的能量，怕是能够轻易助一位绝圣境修士突破至至尊境乃至更高的境界。可现在如此精纯磅礴的能量，却是被用来激化真皇之心。江洛离牙齿咬得咯吱作响，都快要气不出话来。神子大人，他真是太可恨了。再怎么说，能够净化血池中的魔气，都有你的朱雀滴血的一份功劳在。可现在林秋意却独自一人霸占了这一整个血池，他太自私了。此话不假，若没有那一滴朱雀滴血的功劳，仅凭林秋意手中的黄净莲是绝对难以净化血池中的魔气。而且就算没有黄净莲，
单凭那一滴朱雀地血也能够净化血池中的魔气。可是现在林秋义却独自一人霸占了血池，这未免也太霸道了吧。叶青哥的修为才提升至神桥境9重天，他的修为也才提升至天宫境6重天，而林秋义如今一人霸占整个血池，他的修为得提升到何等境界？江洛离简直不敢想下去，确实太自私了。叶青哥浅浅一笑，若非他还有拿下林秋义的任务在身，他这会儿怕是已经让这个自私的少女飞起来了。哼，等他结束修炼，必须狠狠教训他一顿。江洛离气得跺了跺脚，是得好好调教调教了。叶青哥深有所感的点了点头。江洛离愣愣的回头看了他一眼，总感觉调教用在这里有那么一些不对劲呢。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哎呀，不就是小小一口血池吗？全当送给他了。任务，不予追究此事，放过林秋义一马。奖励8000任务点，暖男形象+1，顶级神通4神柱。选项2，林秋义可是本神子内定的后宫，对他好点怎么了？任务，待林秋义结束修炼后，给他按摩揉肩，消除他的疲劳。奖励8000任务点，白丝1双，舔狗气质+100。选项3，自私，太自私了，这么自私的人，没让他飞起来都算对他不错了。任务，夜袭敌营，教训林秋义。奖励8000任务点，真黄仙宝树碎片1。叶青哥看了眼这3个选项，随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选项3。选项2肯定是排除的，虽然白丝奖励不错，但他堂堂天道宗神子怎会需要舔狗气质？选项1的奖励明显不如选项3，虽然选项3的真黄仙宝树只是个碎片，但毫无疑问肯定要比4神柱强大，要不然童子哥何必将真黄仙宝树分化成碎片发给他？没错，就是这样，他果然是个天才啊。当然了，他可不是为了教训林秋义才选择的选项3，他只是单纯眼馋真黄宝树碎片罢了。血池中的精血很快见底，直至一丝不剩，而林秋义周身散发出的热浪也愈发骇人，逼得叶青哥和江洛离退了又退。随着最后一声黄鸣骤响，林秋义身后竟浮生出一对若隐若现的黄翼，宛若垂天之云，很是恢宏大气，流艳灿灿。林秋义缓缓睁开一双锐利的凤眸，真黄之心在此刻彻底被激化，进入了一转之境，而一转的真黄之心赫然在顶级至尊体这一行列。至于林秋义的修为，也从神桥境7重天修为一跃突破至天宫境9重天修为。呼，至少真黄之心彻底激化了，也不知道我这修为能否将那臭白毛一脚踹到千万里之外。到那时候，叶青哥还不是人本殿把握的天命之人？林秋义又在美美的幻想着，可骤然间，一道万分不满的声音响起：“林秋义，你是不是太自私了？这么一大口血池，几乎全让你一个人吸收了，你还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林秋义抬头看去，发现江洛离气的脸色铁青，再一低头，这才发觉血池中的精血早已干涸见底，一滴不剩。他脸色闪过一抹慌张和苍白，连忙飞到叶青哥面前，诚恳道歉：“对不起，神子大人，我并不知道激化真黄之心会将一整个血池都炼化，此事是我不对，您要怎么惩罚秋义都行。”江洛离说的没错，他一个人几乎将血池全都吸收炼化，这着实太过自私了。那么此事过后，叶青哥会怎么看待他？是嫌恶他，还是远离他？不要啊，他还没有一脚将那臭白毛踹开，怎能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真黄之心的激化需要消耗大量能量，这一点你不应该不知道，但你依旧一意孤行，几乎以一己之力将这口血池吸收炼化。你说我们该如何惩罚你？叶青哥似笑非笑道：“哼，真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江洛离双手抱胸，冷哼一声。林秋义嘴角越发苦涩，他的确知道想要激化真黄之心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但他不知道竟然会需要这么磅礴的能量。整整一口血池里面全是朱雀的精血，几乎是他一人吸收，这才堪堪激化了真黄之心。对于这一点，他确实是不清楚，这些天的舟车劳顿也让本神子有些乏了。休息之后，我们便赶往西方的白虎传承之地吧。叶青哥看着江洛离道，恰好这一旁还有着一座大殿，的确适合休整一下。再说了，他还等着夜袭敌营，好好教训一番林秋义呢。江洛离瞥了眼林秋义，冷哼一声后，亲密地挽着叶青哥胳膊，昂首挺胸地走向偏殿，活脱脱像只得甚厚的孔雀，想和他抢神子大人，真是不自量力，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林秋义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张了张嘴，却未能说出一句话。秋义，这件事可不算完，说好的惩罚，本神子可不会忘。等到今晚，本神子再来好好惩罚你哦。
脑海中突然响起叶青歌的声音，林秋意娇躯一颤，美眸浑圆睁大。今晚再来惩罚他，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惩罚非得等到晚上？难道说林秋意美眸中流露出些许忐忑和期待？如果真如他想的那般，那叶青歌岂不是对他也有意？结，她身为流燕皇朝长公主，天生贵不可言，岂会轻易服输？想到这里，她也朝着大殿飞去。她得好好想想了，晚上应该用什么姿势接受叶青歌的惩罚呢？不对，这样发展是不是太快了？毕竟得不到的才会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另一边，大殿的偏殿中，刚一进入此地，江洛离便迫不及待地将叶青歌推倒在床。叶青歌顿时懵了，绝世大胸白毛萝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主动了？神子大人，这几天的舟车劳顿，你应该很累了吧？没事，让洛离自己来就行了。江洛离跨坐在叶青歌身上，声音嗲嗲的道。很快，白毛萝莉也展示出了自己善解人意的一面，但此刻她却犯了难，是先化身玉兔捣一下药，还是直接对神子大人进行一番口头教育呢？唉，这两个选择真是难选啊。不管了，小孩子才做选择，他全都要。两件事一起来做，也毫无违和感的好不好？神子大人，以后可不能理会林秋意那个自私自利的女人了哈。说着，江洛离甜甜一笑，将头发盘起。当然了，叶青歌身为天道宗的神子，岂能一直处于被动模式？中途他找准时机，一个化被动为主动，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夜，月明星稀，黑云飘忽不定。看着一旁因为疲倦而陷入熟睡的白毛萝莉，叶青歌穿好衣裳，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这座偏殿。他可没忘了今天最主要的任务，教训林秋意这个自私自利的女人。林秋意所在的偏殿就在不远处，不过一会儿，叶青歌便来到了此殿门前，随后轻轻推开，身影没入其中。叶青歌关好殿门，转身定睛一看，这才发现林秋意换上了一件薄如蝉翼、春光若隐若现的浅红色神蚕丝睡衣。她安然坐在床榻前，玉足在空中轻轻晃动，纤纤玉手拂过脸颊，将碎发理好，露出红云满面的脸庞。叶青歌微微一怔，很快便回过神来。看来林秋意这是等候多时了。既然如此，那他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来调，不对，是叫训林秋意。秋意宝宝，在等候本神子的这段时间里，你到底有没有胡思乱想呢？就算你不说也没事，准备好迎接本神子的大调查吧。结，看你这样子，应该是等了许久吧。叶青歌上前将林秋意轻轻搂在怀里，轻声细语道：哼，神子大人要陪那个臭白毛，当然没有多少时间陪秋意了。林秋意傲娇地哼了一声，但身体却是诚实地靠在叶青歌怀里。神子大人，对不起，血池之事，秋意的确没有想到。秋意知道，想要激化真皇之心，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可是秋意没有想到，竟会将一整个血池都吸收殆尽。这件事是秋意不对，还请神子大人责罚吧。林秋意抬起头，凤眸中尽是诚恳。呵呵，本神子自然不会怪你，不过该有的惩罚可是不能少哦。叶青歌坏笑一声，林秋意默默低下头，脸红至耳后根。叶青歌伸出右手，轻轻勾起林秋意的下巴，随后俯身吻了下去。林秋意睫毛颤动着，心跳如肋骨，砰砰作响。虽然这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心中依旧被激动和欣喜若狂所包裹。吻了，真的吻了。叶青歌竟然真的如此霸道地夺走了他的初吻，这简直和他下午胡思乱想时的剧本一模一样。与其唯唯诺诺，不如重拳出击。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么霸道又不讲理的叶青歌啊。叶青歌一边吻着林秋意，一边把手放在他腿上，又是抚摸又是揉捏，心中发出一道满足的喟叹。真不愧是流燕皇朝长公主啊，这玉足的手感竟然比这两大师尊都不遑多让。真不愧是你啊，秋意。哼！林秋意的喉间传出一道糯唧唧的哼声，听上去酥人深骨，醉人心魄。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脸颊热辣辣的，甚至连身后颈肩都遭了罪。她还是个纯情小处女，虽然整天爱看一些话本小说胡思乱想，但她又如何能够抵挡得住叶青歌这般老手的攻势？不过她还是残存有一些理智的，知道得不到才会更加爱。于是当叶青歌想要更进一步时，他强压下心中的悸动，拦住了叶青歌。神子大人，秋意还没有做好准备，可否再给秋意一些时间？林秋意双手轻轻勾着叶青歌的脖颈，吐气如兰道。他只想过今晚让叶青歌亲亲嘴，摸摸腿，搓搓球，还没想过要更进一步，甚至连那层薄薄的窗户纸都给捅破。好吧，我可以给你一些时间，不过本神子可等不了那么久哦。叶青歌坏坏一笑，俯身轻轻咬住林秋意滚烫的耳垂，眼神中一片玩味。他也知道路得一步一步走，既然林秋意还没有做好准备，
那他给对方时间就是了，总不可能刚上路就直接一冲到底，干到尽头吧。再说了，林秋义现在还小，掌握不了分寸。他现在若和林秋义停车，风铃晚和日不落帝国的大英警察进小学有什么区别？呸！教训这种小妮子，他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林秋义娇躯轻轻颤抖，羞得甚至不敢抬头去看叶青哥了。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秋义，你可清楚？叶青哥嘴角轻轻上扬，坏笑一声。长夜漫漫，他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林秋义了。结，神子大人，你说的这些，秋义都不会。不会没关系，我教你啊。结，直至破晓时分，叶青哥才堪堪放过了林秋义，回到了江洛里所在的偏殿中。这可恶的神子大人，真是让人。林秋义揉了揉酸疼的手腕，满脸羞嗔焦色。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8000任务点，真黄仙宝树碎片1。奖励成功到账，叶青哥心情无疑更加美妙了。童子，真黄仙宝树要集齐多少碎片才能合成完整版的？叶青哥心中暗问。回宿主，只需要集齐4块就行了。系统回道：4块。叶青哥暗暗点头，眼下他已经获得了1块，接下来就还差3块了。真黄仙宝树啊，这名字听上去就很有逼格好不好？当然了，叶青哥一高兴，一旁的江洛里可就要遭殃了。即使他还在睡觉，日上三竿。三人整装待发，朝着西方白虎传承之地赶去。洛里怎么还在生气？叶青哥看着一旁独自生着闷气，双腿有些发抖的江洛离，忍不住讪笑几声。还不都怪你，哪有人一大早就对别人使用大调查之术的？江洛离恶狠狠地瞪了叶青哥一眼，满脸的羞红嗔怒。回想起当时叶青哥将他弄醒，一边喊着白毛萝莉接受我的大调查之术，一边眼冒绿光，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他现在都感到一阵后怕。谁家好人大清早的这样子玩，还让不让人休息了？即使他是血脉纯正的白虎，也经不起这样折腾了。嘿嘿，这不还是洛离诱人，本神子一时没有把持住吗？抛开事实不谈，洛离难道就没错吗？叶青哥脸不红心不跳的倒打一耙。你还敢说？信不信洛离以后都不理你了？江洛离在叶青哥的腰子上狠狠咬了一口，凶巴巴道：好，我不说便是。叶青哥揉了揉江洛离的头，无奈道：明明丢的时候身体诚实的很，怎么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以前还口口声声说让他不要提起裤子不认人，可到头来却发现原来提起裤子不认人的是白毛萝莉自己。哼，臭白毛，不许你凶神子大人！林秋义看不下去了，忍不住娇哼一声。江洛离轻挑眉梢，右手挽着叶青哥的胳膊，戏谑道：怎么，我和神子大人打情骂俏，让某些外人看不惯了？你……林秋义气的银牙咬紧，像你这种脾气暴躁的女人，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告诉你，你比本殿犹如萤火比皓月，差得可远了。哪像只会心疼神子大人的本殿？林秋义脸上再度恢复了之前的傲娇蛮横，对江洛离不屑一顾。他相信凭借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手法，定能将叶青哥牢牢握在手里。到那时，这臭白毛还不得被他乖乖踹飞？是吗？你心疼的神子大人，现在可在心疼洛离哦。江洛离挺了挺胸，脸上露出了获胜般的得意神色。你臭白毛！林秋义气不过骂了一句：哼，太平公主。江洛离不屑地瞥了眼林秋义，回怼了一句：太平公主。这个称呼瞬间将林秋义给惹炸毛了，他恨不得轰出2拳，将这臭白毛身上最引以为傲的东西轰塌下去。他要让这臭白毛变成太敖公主。要不是叶青哥拦着二人，只怕他们还没有到达西方的白虎传承之地，怕是就已经伤痕累累了。白虎传承之地，在此地的半空中有一座太原金桥沉浮于虚空，通体散发出强烈的庚金之气。若是实力不济者，怕是会被这庚金之气给瞬间搅成肉末。而在这座太原金桥上，正趴着一头庞然大物。这是一头全身毛发洁白如雪，纯净无瑕，没有一丝杂色的白虎。高数丈，四肢粗壮有力，爪如钢钩，锋如利刃，仿佛可随手撕裂空间。它背生一对澄澈透明的羽翼，展开时遮天蔽日，威风凛凛。蓦地，他睁开一双灿如骄阳的眼眸，对着前方虎视眈眈。只见一位身穿华服、头角峥嵘的青年踏上了这座太原金桥，周身法力汹涌澎湃，与侵袭而来的庚金之气互相碰撞交锋。水源龙族，来的还是水源灵身。白虎淡淡的看了眼龙傲天，语气淡漠至极：我该如何获得此地传承？是击溃你，还是灭了你？龙傲天背负双手，一脸云淡风轻，丝毫不将眼前这头庞然大物放在眼里。在他看来，他就是未来的天命者，
玄黄地界是他崛起的基石，这天下的机缘都将有他的一份在内，所以他自然没有必要将眼前这头白虎放在眼里。白虎语气依旧淡然：“击败我就行。”说着，他一个咕噜爬了起来，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猛地转变，睥睨天下，傲视沧海。龙傲天脸色稍稍一沉，不得不说，白虎也不愧是4大圣兽种族之一的生灵，给人带来的压迫感的确强悍。若非他是龙傲天，这要是换个普通天骄前来，怕是早就汗流浃背了。小子，你只有3次挑战机会。白虎冷然说了一声，随后与龙傲天站在一起。瀚海天龙阵。龙傲天冷哼一声，右手掐诀，一片无垠瀚海浮现，一条游龙自瀚海中窜出，镇压向白虎。废招！白虎对此不屑一顾，右爪一挥，虚空顿时裂开几道缝隙，游龙虚影也因此爆散。有点东西。龙傲天双眼微微眯起，他周身法力澎湃，强绝的血脉神通施展开来。他身负初级地脉水源龙地脉，血脉神通的威能自然强绝。只不过他所祭炼的水源灵身品质太弱，只能够施展出第一门血脉神通。不过龙傲天自认为这也足够了，毕竟是初级地脉，血脉神通的威能何其恐怖。水中昙花耀龙魂。霎时，一片汪洋浮现在龙傲天脚下，中心处生长有一朵一线之昙花，昙花含苞怒放，爆射出耀眼的神光，就连白虎也被这昙花给刺得有些睁不开眼。吼！无数气势如虹的龙魂涌生，环绕在昙花周围，朝着白虎镇压而去。白虎这才不慌不忙地张开血盆大口，弯卷的舌头舒展开来，露出一颗神光灿灿的宝珠。宝珠神芒湛湛，锋芒毕露的庚金之气环绕周身，如风似雷般呼啸，刺得人肌肤生疼。庚金之气化作万千柄利剑，在空中环绕盘旋，剑气凌天。2大极招碰撞一起，绽放出炽盛白芒。吼！白虎身后羽翼展开，双翅一震，速度快若风雷，转瞬之间便掠至龙傲天身前。庞大的右爪扬起，例如宝剑般的爪刃撕裂而去。龙傲天脸色大变，五指连忙收拢成拳，施展出顶级神通化龙拳。一条由柔水形成的游龙冲出，刚柔并济，与白虎的利爪碰撞在一起。然而白虎的利爪一往无前，势如破竹，将这条游龙的身躯轻易斩碎。龙傲天仓促间抵挡不及，胸膛上出现有触目心惊的伤势，鲜血汩汩流出。你的水源灵身太弱了，就算给你万次机会，你也胜不了本座，滚吧！白虎冷然道。龙傲天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可恨！想他龙傲天堂堂水源龙族的少族长，更是未来有望夺得天命的绝代天骄，偏偏就是他这么一个众星捧月、光环加身的人物，竟然在此受一头畜生这般侮辱，简直可恨！若非是水源灵身的局限性太大了，发挥不出他的体质优势，不然他今日必让这白虎臣服在他脚下。罢了，不与这头畜生计较，我来此的目的还是为了江洛离。龙傲天深呼吸一口气，心中暗道，他曾经与江洛离打过几次交道，自然知道对方身负白虎血脉，乃是一只纯正的白虎。而这西方的白虎传承之地，对于江洛离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诱惑，对方不可能不会来此，所以他只需安心的守株待兔，等江洛离到来就行。届时他有的是力气和手段，让这头凶狠白虎变成温柔小猫咪。江洛离，你是逃不出我手掌心的，结结结！龙傲天止不住的阴笑起来。突然他瞳孔猛地一缩，只见前方天际有金光灿灿，气息蛮荒强绝的法力巨指袭来，那气势仿佛要将天地都给囚禁镇压。而这法力巨指镇压的对方正是他自己。该死，是谁？龙傲天一边惊吼，一边施展出血脉神通，轰向那根法力巨指。轰隆隆，法力巨指一寸一寸将龙傲天引以为傲的血脉神通碾碎，随后强猛地轰在他身上，将他轰得倒飞出去。可惜了，今日若是你真身前来，本神子便可终结世人口中所谓的神话了。伴随着3道破空声响起，3道人影踏空而来，凌驾虚空之上，正是叶青歌3人。是你！龙傲天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满脸阴狠毒辣地死死盯着叶青歌。他没有想到叶青歌来的竟然如此之快，而且竟如此卑鄙无耻，玩这种偷袭手段。但更让他心惊的还是叶青歌对自己的自称，本神子。也就是说，叶青歌是天道宗的神子。可是天道宗自建宗以来就从没有过神子，怎么这段时间突然就立了一位神子？龙傲天，你这具水源灵身也蹦跶得够久了，是时候寂灭了。叶青歌一脸淡漠，长发飘飘，眼神睥睨，他就好似高高在上的神奇，在冷眼看待卑微如蚁的龙傲天。而也就是这般姿态，深深刺痛了龙傲天。明明他才是天命所归，他才是真正的主角，现在站在江洛离身旁，露出这般姿态的
本应该是他。水中昙花耀龙魂，龙傲天怒不可遏，双手掐诀，再度施展出血脉神通。蝼蚁，叶青哥不屑一笑，大荒求天指施展出来。且不说他现在是神桥境9重天修为，就算是洞天境9重天修为，也无惧于龙傲天这具灵身。毕竟龙傲天的灵身在上古至尊众童眼里全是瑕疵破绽。轰隆隆，龙傲天的血脉神通与大荒求天指交锋一起，可结果却和之前大差不差，依旧是被碾碎的结果。砰！龙傲天再度被轰飞出去，大口咳血，骨骼爆碎。他瞳孔地震，眼中满是骇然和难以置信。即使他这具水源灵身尽是瑕疵，但就算是天宫境天骄也难以击溃他。可是这叶青哥却在举手投足间将他镇压到了如此地步，这完完全全就是碾压啊！叶青哥的实力怎么强到了如此地步？明明之前见他还只是洞天境9重天修为，这怎么一下子就跃升到了神桥境9重天修为？叶青哥一脸漠然地走到龙傲天面前，右手还搂着满脸戏谑嘲弄的江洛离。龙傲天，期待下一次你和本神子的相遇，希望到时候你是以真身来面见本神子，而不是搞这种小孩子才玩的把戏。叶青哥冷笑道：哼，敢和神子大人作对，真是找死！你这条臭泥鳅，三番两次来骚扰洛离，就是该让神子大人好好教训你。江洛离挺胸傲然道。龙傲天目眦欲裂，双眸一片猩红。江洛离的确变成了一只温柔小猫咪，乖乖地窝在了怀里。可他特么窝的是别人怀里啊，这怎么和他自认为的人生剧本不一样？不应该是他镇压江洛离，然后将对方调教成一只温柔小猫咪吗？为什么被叶青哥抢先了一步？叶青哥，你等着，等我真身出关的那一日，便是你的死期。龙傲天满脸怨毒地撂下一句狠话。还有这个江洛离，等他下次真身出关，势必要让江洛离认识到谁才是他应该真正臣服的男人。你放心，本神子等着那天的到来。叶青哥冷冷一笑，右脚轻轻抬起，踏灭了龙傲天的灵身。这般云淡风轻的模样，和踩死一只蝼蚁没有区别，简直太过超然。哼哼，不愧是本殿咬定的天命之人，举手投足就是帅啊！林秋意在后方悄然泛着花痴，这么帅的谪仙人儿，就算前几日那晚对他那般无耻霸道，也是可以原谅的好不好？嘿嘿，叶青哥，这辈子本殿都咬定你了，而且只咬你。林秋意花痴的快要流出哈喇子了。叶青哥突然感觉身下凉飕飕，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10000任务点，顶级神通自在天神翼。又是10000任务点到账，距离觉醒苍天神体的第2式体质神通又近了些。想要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需要10万任务点，而要觉醒上古至尊众童的第2式体质神通，则需要8万任务点。现在叶青哥已经拥有65000任务点了，不过他依然打算先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毕竟苍天神体是世间罕有的顶级神体，要远比上古至尊众童强大，他的体质神通也要比上古至尊众童的体质神通强大了不知多少。暂时收起杂念，叶青哥踏上太原金桥，朝着白虎正重抱了一拳。前辈，不知如何才能获得此地的机缘传承？白虎那双硕大的眼眸静静扫了一眼叶青哥三人，道：本尊在你们身上感应到了朱雀的气息，你们获得了朱雀的传承。叶青哥轻轻点头回应道：是。朱雀那家伙可还好？白虎漫不经心地问道。朱雀前辈的神魂与魔魂同归于尽了。叶青哥如实道。听到这句话，白虎的瞳孔轻轻颤动一番，没再说些什么。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朱雀号称不死不灭的圣兽，结局不应该和他们3个一样，只可惜苍蓝魔界的魔族势力太过心狠手辣，在朱雀神魂上种下了魔种，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早已为时已晚。而今听到朱雀彻底烟消云散于天地间，说不伤感是假的。白虎轻轻叹息一声，将目光定格在江洛离身上。没想到在这化身消散前，还能够让我见到族人一面，苍天也不算辜负我了。圣尊大人，江洛离嘴唇轻颤，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不用多说，我为圣尊，4圣兽种族为守护天下的圣兽，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九死无悔。我们4大圣尊虽然死了，但玄黄地界还会有其他的圣尊前赴后继，苍蓝魔界的野心终究会烟消云散，因为我们有你。白虎将目光重新定格在叶青哥身上。叶青哥沉默以对，他知道白虎应该是看出了点什么，或许他手中掌握的天道真谛已经被白虎看穿了。想要获得此地的机缘传承，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拿出你的全力，将本尊击溃。白虎话锋一转，变得锋利无比，气势凌云。
江洛离和林秋义乖巧地离开了太原金桥，而也就在二人离开的那一刻，白虎动了。他身后的羽翼轻轻一震，好似风雷大作，唰的一下便来到了叶青歌面前。大荒求天指，叶青歌眸光锐利，毫不留情地祭出一指。吼！白虎挥舞着双爪，爪痕撕裂空间，铺天盖地，正是白虎一族的血脉神通破空撕天爪。大荒求天指与破空撕天爪碰撞一起，狂猛霸道的法力波动朝着四周汹涌席卷，在虚空终止不住的翻滚。一招碰撞过后，叶青歌倒退了半步，白虎倒退了6、7步。不错，再来。白虎生性本就好战，有着战天战地的秉性，而今看到一位实力如此强劲的挑战者，他自然见猎欣喜。白虎张开血盆大口，吐出一颗神芒灿灿的宝珠，这赫然是白虎一族的血脉神通，名为珠光宝气。这颗神珠内蕴无穷无尽的庚金之气，庚金之气又能够化形成万千利剑，用以绞杀敌人。这一招神威浩荡，强猛的庚金之气无孔不入，仿佛要将人贯穿成筛子。叶青歌双眼微微眯起，掌心中有2重天境界的天道真谛、太阴真谛以及剑道真谛汇聚，同时汹涌澎湃的灵力、体质神力一同汇聚，狂暴不堪。叶青歌一掌探出，金光灿灿的法力大掌呼啸而出，竟是那般至高无上、勇猛无畏，仿佛要将天地大道都给镇压。正是顶级无上神通踏天。叶青歌心中无畏无惧，怀有超越天道的野心。以他的心境，最是适合修炼踏天神通。踏天，想要踏天，必须先拥有一颗大无畏的道心，否则若是见到天道都双腿发软，还谈何踏天？此刻踏天神通气势恢宏磅礴，当真有将天下万道都镇压的气魄，浩浩荡荡地朝着白虎震去。轰隆隆，珠光宝气与踏天神通交锋在一起，无穷无尽的庚金之气喷薄而出，有着不将天地搅碎誓不罢休的迹象。然而这种情况不过只坚持了数秒，踏天神通便以摧枯拉朽之势碾碎了这颗神芒灿灿的神珠。白虎眼见自己的血脉神通被强势镇压，心头猛地跳动，身后双翼一震，朝着一旁掠去，快到只剩残影。但他的一切运动轨迹在上古至尊重童眼里都是清晰可见。唰！叶青歌身后有一对洁白晶莹、神性光芒在其上疯狂流淌的羽翼延展开来，正是顶级神通自在天神翼。自在天神翼宛若垂天之云，双翼振翅间，原地的叶青歌便化作一抹残影，下一秒就出现在了白虎身后。他左手施展出大荒求天指，右手凝聚出9叶神花，顶级神通和体质神通一同施展而出，这股威力简直强绝，让人心惊肉跳。见状，白虎眼皮狂跳，吓得魂飞魄散。叶青歌这特么是下狠手了，完全就不给他一点机会。这到底是叶青歌在挑战他，还是他在挑战叶青歌？怎么感觉他才是一直被压着打的那一个？明明一口一个前辈，可下起手来却如此凶残，这简直比他这头白虎都要猛得多啊！天罡九气炼，来不及多想了，白虎低吼一声，周身涌起无穷无尽的庚金之气，其中甚至裹挟有庚金真谛。庚金之气层层环绕在白虎周身，好似变成了护体罡气，防御的滴水不漏，密不透风。轰隆隆！只是在大荒求天指和苍茫道劫神光的杀伐下，天罡九气炼疯狂消散，化作虚无。这两式极招的威能，完全不像是神桥境9重天修为的天骄能够施展爆发出来的，哪怕是准圣境强者在此，也得灰飞烟灭。白虎被这2大极招轰飞出去，庞大的身躯上多了累累伤痕，重重摔倒在地，显得很是狼狈。叶青歌欺身而上，催动苍天神体的体质神力，再加上之前浸泡过朱雀精血，肉身得到了不小的锤炼，所以他现在哪怕是平平无奇的挥拳，那也有千钧之力。砰砰砰！叶青歌骑在白虎的脖子上，拳拳到肉，惨不忍睹。这也太生猛了吧！林秋义则是完全看呆了，能够压着圣兽白虎打的，他此生目前为止只见到过一位年轻天骄，那就是叶青歌。这可是圣兽白虎啊！不仅法力强大，神通骇人，就连肉身之力也是1等1的强。可就是这么一位名震天下的圣兽，此刻竟然被叶青歌压着打，这要不是亲眼所见，谁敢相信？江洛离瞥了眼林秋义，心中哼了一声，真是个土鳖，这就被震撼到了。要知道，他连叶青歌最为生猛的一面都不知见过多少次了，这种程度的生猛已经难以震撼到他了，通俗点来讲，就是几乎脱敏了。像叶青歌这等绝世妖孽，如果不能压着白虎打，恐怕他才会觉得其中有鬼。神子大人，加油啊！江洛离在一旁呐喊助威，蹦蹦跳跳的很是欢快。林秋义不甘示弱，同样在为叶青歌呐喊助威。叶青歌明显更来劲了，
苍天神体的神力几乎催动到了极致，拳拳生风，仿佛能够一拳轰碎大地。而他来劲了，白虎可就郁闷了。林秋义在那呐喊助威也就罢了，你江洛离怎么也在那里呐喊助威？为别人助威，殴打自家长辈，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吗？胳膊肘有必要拐得这么严重吗？好歹他也是白虎一族中的圣尊啊！停！白虎实在忍受不了了，连忙喊停。这要是再打下去，叶青哥非得活生生将他这具化身锤爆不可。前辈晚辈可是通过考核。叶青哥骑在白虎脖子上，好奇询问：你先下来。白虎没好气道：想他堂堂白虎一族中的翘楚豪杰，守护天门的四圣尊之一，何时被人如此骑在头上撒尿过？这要是传出去，他的脸还往哪放？虽然他已经死了，叶青哥讪笑几声，这才一跃而起，从白虎脖子上跳了下来。看着面前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白虎，他扪心自问，是不是下手太重了些？不过眼前毕竟是一头白虎，更是传说中的四圣尊，战力不俗，自己下手重点也是对前辈的尊敬吗？真是个妖孽怪胎，本尊感觉你要比那人更加妖孽。妈的，怎么天道宗进出你们这群妖孽？白虎小声嘀咕一句，疼得龇牙咧嘴。前辈怎知我是天道宗的弟子？叶青哥好奇问。他应该没有暴露出自己的身份吧？为何白虎能够一眼看出他是天道宗弟子？废话，你不是天道宗弟子，怎能掌握天道真谛？你可知你们天道宗为何取名天道宗，而不叫地道宗？那是因为你们天道宗顺应天命，承天之佑，应运而生，唯有你们天道宗之人才可以掌握无上真谛之天道真谛，这也算是天道赐予你们的福泽吧。白虎没好气地瞪了叶青哥一眼，缓缓解释道：不过天道既然给予了你们替天行罚的权利，那么你们肩上的担子也就要比别人更重。当有外来因素或者内部因素想要覆灭玄黄地界时，你们天道宗肯定是首当其冲的。而今我们四圣兽种族之人伤的伤，亡的亡，躲的躲。如果浩劫在临，这一次当以你们天道宗为首，举天下群雄，点点星火之力，投身浩劫洪流之中。白虎语气复杂道：天道是公平的，他在给予你福泽的同时，也要你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现在的天道宗变是如此以往，在四圣兽种族鼎盛时，天道宗可以与其并肩作战，至少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而且那场浩劫中，天道宗一族还在，他是宗门的顶梁柱。但现在四圣兽种族衰变，一族下落不明，而且也有很多传闻说一族是飞升去往了仙界，所以现如今的天道宗无疑压力爆大。若是一族还在，那么不管浩劫来几波，一族都可一人横推之。你们天道宗现在的压力很大啊，而你又是继那人之后唯二领悟出天道真谛的人，所以你要好好努力了。白虎语重心长地看了一眼叶青哥，叶青哥揉了揉眉心，心中叹息一声。不过早在孟白离身中大道堕，他重师获得苍天神体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躺平生涯结束了，而且童子哥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躺平的。既然如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天塌了还有高个子顶着，他现在还是个矮个子，倒也不用去顾虑那么多了。前辈之言，晚辈铭记于心。叶青哥重重朝着白虎抱了一拳。既然你通过了我的考核，那么此地机缘传承便是你的了。我们脚下踏着的桥名为太原金桥，曾是与我南征北战的至强法宝。虽说在那场浩劫中，此法宝已经受损颇为严重了，但神威依旧浩荡。你若有那气运，也可寻得一些天才地宝，修复太原金桥。另外，本尊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也算是你的机缘吧。白虎突然张口吐出一颗表面有白蓝纹路的蛋，里面蕴含着磅礴的生命精气。这是我的子嗣，尚未孵化出来。当年那场浩劫中，苍蓝魔界的魔族之人施展秘术，将伍子嗣的神魂灭杀。而今这蛋中的白虎不过是空有躯壳。如果你有那机缘的话，或许可以寻得一魂魄注入本尊子嗣的躯壳中，使他重新活过来。白虎叮嘱道。好。叶青哥轻轻点头。正好童子哥之前奖励过他白虎圣魂，现在恰好能够派上用场。好了，我的话就到这里为止了。四圣秘境的四方机缘被一一夺走，此秘境也就彻底湮灭了。但你们的路还远不止于此。说罢，白虎的身躯如同泡沫一般轰然消散，灵光点点。叶青哥右手一招，太原金桥急剧收缩，飞入他眉心中。太原金桥是白虎手中的至宝，内蕴庚金本源，通体肃杀难当，神威浩荡。虽说其破损严重，但现在也有上品道气之威，很是不俗。叶青哥打算离开四圣秘境后，让宗门修复一下太原金桥。叶青哥看着手中的白虎蛋，江洛离和林秋义也都围了上来。他暗自催动上古至尊众瞳，
能够清楚地看到蛋中的确孕育有一头尚未成型的小白虎，而且神魂已经寂灭。虽然生机澎湃，却与尸体无异，而且肉身无魂的情况若是持续的时间久了，体内生机怕是会逐渐化作死气，到那时恐怕就真的是神仙难救了。神子大人，我们该去哪里寻找魂魄，将这头白虎救活？江洛离一脸担忧地看着这颗白虎蛋，毕竟是同族之人，血脉相连，说不担心是假的。我曾经在外游历过，意外得到了一白虎圣魂，所以我们只需将白虎圣魂注入这颗蛋中，便可以救活这头小白虎了。叶青鸽蛋笑道：白虎圣魂，神子大人说的莫非是传说中无垢无瑕、神圣超然的圣魂？江洛离眼神瞬间呆滞，瞳孔中只剩下了深深的震惊，就连一旁林秋意的眼神中都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圣魂是四圣兽一族中的传说，传闻有些圣兽得天独厚，受到大道庇护，生下来便有着天然优势，神魂会蜕变成圣魂。圣魂无瑕无垢，超然神圣，在修炼悟道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四圣兽种族发展到现在，也只诞生过一位拥有圣魂的玄武罢了，可见圣魂是多么稀有崇高。而今听到叶青哥手中掌握有一道白虎圣魂，岂能不让江洛离震撼当场？叶青哥心念一动，将那道乖巧安静地盘卧在他神魂脚旁的白虎圣魂取了出来，打入到白虎蛋中。白虎圣魂和这具肉身融合得很是完美，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待白虎孵化出来就行。叶青哥用上古至尊重捅扫了白虎蛋眼，随后收进自己的识海中。至于江洛离，依旧感觉如梦似幻，头脑晕乎乎的。这可是四圣兽种族所追崇的圣魂啊！没想到叶青哥竟然连这种传说中的圣魂都能够拿出来，还有什么是他所做不到的？圣魂的传说我也多多少少听过一些，相信等到这头小白虎孵化出来后，很快便能够成为神子大人手中的一大助力的。林秋意微笑道：好了，我们也该出去了。叶青哥笑道：他灭杀了龙傲天的灵身，夺得了白虎传承，相信水源龙族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他仿佛已经透过了层层阻碍，看到了黑水至尊脸上的怒火。不过仍有一点值得深思，水源龙族虽然很强，是南域的霸主势力，但也不会强到敢如此与天道宗叫板。难道说水源龙族背后还站着其他势力在推动这一切？是苍蓝魔界吗？叶青哥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不得不说，近年来苍蓝魔界的确是蠢蠢欲动，手伸的越来越长了。而有时候若是手伸的长了，就得担心被剁掉的风险外界。黑水至尊的脸几乎快与锅底一个颜色了，简直黑得可怕。刚才族中传来龙傲天的消息，说是他的水源灵身已经被叶青哥抹杀，兴许西方的白虎传承也让叶青哥夺走了。而族长也传来了消息，说是此事绝对不能善罢甘休，毕竟水源灵身的覆灭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龙傲天本身，这几乎让他特殊体质的觉醒蜕变功亏一篑。好在最后关头还是稳住了，如若不然，不仅水源灵身被覆灭，就连白毛萝莉也没有得手，白虎传承还没有获得，最后还落了个特殊体质的觉醒蜕变功亏一篑的下场，龙傲天不得郁闷死。刷刷刷，伴随着三道身影传送至外界，黑水至尊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道尊的威压散发出来，犹如一柄重锤在众人的心头狠狠敲击了一下。黑水至尊发怒了，四圣秘境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龙傲天灵身到现在还没有传送出来，难道是已经被人灭了？天啊，谁有这个实力能够覆灭龙傲天的灵身？周围传来一众修士的议论。龙傲天此次来的虽然是水源灵身，但也有神桥境九重天的修为，不是哪个年轻天骄都能够与其争锋的。那么到底是谁覆灭了龙傲天灵身？竟然如此了得！叶青哥，天道宗神子，你是不是要给本尊一个交代了？黑水至尊冷冷凝视着叶青哥，眼底跳动着冲天的火焰。天道宗神子，听到这个称呼后，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愣。叶青哥竟然是天道宗神子，天道宗自建宗以来，这还是神子的第一次现世吧？叶青哥究竟是何等妖孽，才能够坐上这古往今来从未有人坐过的神子宝位？这个消息无疑一个深水炸弹，彻底掀起了狂潮。更重要的是，看黑水至尊这情况，叶青哥很大概率在四圣秘境内覆灭了龙傲天的水源灵身。哦，你要本神子给你什么交代？叶青哥双手负于身后，一脸淡然，仿佛这扑面而来的道尊威压不过是缕缕拂袖清风。如此超然仙姿，让一众女修眼里的小星星止不住地爆射出来。你灭了我族少族长的水源灵身，害得我族少族长受到重创。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获得了白虎传承吧？只要你将白虎传承交出来，本尊今日还可放你一马。要不然，哼！黑水至尊的脸上露出了狰狞贪婪的獠牙。现在的水源龙族的确无法与天道宗抗衡，但他们水源龙族不能，
难道其他势力还不能吗？有其他势力在暗中推波助澜，他们水源龙族还无需畏惧天道宗。你想要白虎传承，这就是你要本神子给你的交代。叶青哥目光怪异道，敢在八祖面前威胁他这个神子，他现在非常有资格怀疑这个黑水至尊是不是脑袋秀逗了，这是真不拿蛋台明风当人看啊。当然，另外，黑水至尊话还未说完，一道人影突然闪至他面前，狠狠一个巴掌将他抽飞出去，鲜血直流，就连牙齿都脱落了好几颗。给你个交代，我天道宗出来混的，需要给谁一个交代？老泥鳅真以为突破这道尊境就无敌于天下了？不过一插标卖首之辈，除了脸皮厚扛抽，其他的一无是处。蛋台明风双手负于身后，霸气傲然道：嗨嗨！黑水至尊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起，一脸阴狠毒辣地盯着蛋台明风。蛋台明风，你当真要与我水源龙族为敌？谁知蛋台明风听到这句话后，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和你水源龙族为敌？老泥鳅，这是老夫目前为止听到过最可笑的笑话了。我天道宗立于世间万万年，沧海桑田，星辰斗转，日月倒流，在我天道宗门前演变了一次又一次，可有谁撼动过我天道宗一分一毫？在玄黄地界，我天道宗就是天。老泥鳅，你记住了，不是我天道宗与你们水源龙族为敌，而是你们水源龙族在与整个天道为敌。一番话说的气吞万里山河，让人血脉沸腾。不是我天道宗与你水源龙族为敌，而是你水源龙族与整个天道为敌。这就是天道宗的气魄，是天道宗真正的底蕴。与天道宗抗衡，便是与整个玄黄地界的意志抗衡。黑水至尊脸色一片铁青，显然是被蛋台明风的话给震慑住了。本来老夫今日不屑于杀你，但奈何你这条老泥鳅蹦跶的太欢快了，不斩你都说不过去了。剑来！蛋台明风右手一翻，一柄青光寒射的长剑顿时出现，是天渊剑。传闻中能够一剑斩出天渊，镇杀道尊的神兵利器。周围有老古董倒吸一口凉气，神色惊骇，只感觉喉咙发干。剑光闪烁间，天渊异象浮现，杀威暴涨，压得四方修士几乎快要喘不过气。该死！黑水至尊脸色大变，心头狂跳。他连忙显化出自己的本体，体态遮天蔽日，浑身长满了坚不可摧的乌黑鳞片。叠海赴昆仑！黑水至尊摆动着庞大的龙尾，浩瀚无垠的沧海一浪又一浪的打来，一浪高过一浪，有毁灭万物的气势。浪涛中依稀可见强大的水之通势在其中翻涌，还裹挟着其他的大道通势。是大道通势，大道真谛的下一个大道境界。蛋台明风不屑地看了眼黑水至尊的血脉神通，区区大道通势罢了，搞得谁没有一样。他的剑道通势指会比黑水至尊的水之通势更强，只不过面对黑水至尊，他还不屑于动用罢了。下一秒，在无数人震撼呆滞的目光中，天渊剑斩出来的天渊轻而易举地撕裂了黑水至尊的血脉神通，就好像是一把剪刀将幕布剪烂般那么容易。天渊气势不减，依旧朝着黑水至尊杀去。不，黑水至尊眼里尽是绝望，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蛋台明风的强大。风子剑尊完全就不是吹出来的，而是真真切切杀出来的。如若有重来的机会，他肯定不会去招惹蛋台明风，只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噗嗤，黑水至尊的头颅被剑渊斩下，瞳孔瞪大，充满了惊恐与不甘。苍穹上有血雨弥漫，一滴滴砸落在地，竟将大地砸出了无数个坑洞。毕竟是道尊之血，其中蕴含的能量何其庞大。正好这么多年没有吃过龙肉了，就用这老泥鳅的尸体来做烧烤吧。但台明风收好天渊剑，仿佛一剑斩杀道尊的不是他，而是别人。如此云淡风轻，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模样，才更加让人察觉到他的可怕。这就是天道宗的老祖啊，越阶杀人如同吃饭喝水般简单。而就在蛋台明风的话语落下之际，天道宗的长老已经开始了行动，将黑水至尊的尸身收进了储物戒指中。这是真要把黑水至尊的尸体带回去烤了？我看很有可能，毕竟是天道宗嘛，做出什么事情来都很正常。天道宗神子灭杀了龙傲天灵身，齐八祖又斩杀了黑水至尊，水源龙族这下子当真是要震怒了。震怒又如何？难道他们真敢与天道宗硬拼？有修士不屑道，天道宗能够在玄黄地界超然物外这无数年，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什么势力都能够撼动天道宗的话，天道宗怕是早就灭亡了。此事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的，我们等着看好戏就行了。另一边，林秋义将传音令牌给了叶青哥一枚后，也是回到了流焰皇朝那边。他现在激化了真皇之心，肯定要回朝去挖掘真皇之心的能力。而得知了这一消息的流焰皇朝之人，
无疑神情大振，激动得面红耳赤。多谢叶神子在四圣秘境内照顾秋意了。黄景飞若梦幻之仙蝶，步履轻盈，飘忽而来，朝着叶青歌款施了一礼。叶青歌看向流燕皇朝那边，才发现林秋意正在朝自己挤眉弄眼的。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他上前搀扶起黄景飞，能够闻到对方身上若有若无的幽香。四目相对间，仿佛有电流在空中激荡。黄景飞俏脸闪过一抹羞红，再度浅浅行了一礼后告辞离去。神子大人，你怎么又看呆了？江洛离气呼呼的在叶青歌腰间狠狠拧了一下。胡说，什么叫看呆了？本神子明明是在尊重别人好不好？叶青歌脸不红心不跳的道。哼，臭不要脸的花心烂萝卜！江洛离不满地骂了一句。叶青歌撇了撇嘴，他这颗萝卜再烂，你不也吃得津津有味吗？现在不是你炸萝卜汁吃的时候了。南域水源龙族有盖世强者震怒，吼声传播数万里之外，仿佛要震落星辰。该死的天道宗，该死的澹台明风，竟敢杀我族道尊，真是可恨！等着吧，此仇我族必报。天道宗唯有覆灭一路可走。还有那个小崽子，敢灭傲天的灵身，绝对不能放过他。正当水源龙族中的震怒声此起彼伏时，一挂剑渊凌空斩来，浩浩荡荡。澹台明风，你竟敢！可恨啊，简直欺人太甚！剑渊所过之处，水源龙族之人避让三舍，直到有志强者出手，这才湮灭了剑渊。澹台明风，别以为你背后站着天道宗，就能够如此得寸进尺。我水源龙族也不是好惹的。有志强者冷声道：“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这是明摆着的羞辱，是完完全全不将他们水源龙族放在眼里。这和骑在他们头上撒尿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死了一个老泥鳅和一个小泥鳅的灵身罢了，有必要让你们如此盈盈狂吠吗？再让老夫听到你们狗吠扰人清静，下一件可就不只是警告了。”远方天际传来澹台明风霸道的话语，这番话让水源龙族中的无数至尊强者脸色铁青，像是吃了死苍蝇一样难看。但奈何澹台明风太过疯狂霸道，他们的确是不敢如方才那般发怒了。要不然澹台明风若是把他们堵在家里杀怎么办？这个疯子是绝对做得出来的，他们可不想步之前那个顶级势力的后尘。另一边，澹台明风脚踏雪渊龙，漫不经心地收好天渊剑，身后是一众看呆了的长老。他们知道自家老祖霸道，却没有想到自家老祖这么霸道，一剑斩向水源龙族。试问这玄黄地界有多少人能够做出如此壮举？相信八祖这一剑下去，水源龙族内应该会少很多声音吧。叶青哥也是在后方看的暗自咂舌。不过2个半时辰的功夫，众人就已经回到了宗门。神子大人，你想回自然峰修炼吗？江洛离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问道。叶青哥想了想道：不了，我打算先回禁地一趟。他已经感应到了好师尊那愈来愈近的气息，这要是跟着江洛离回自然峰，那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好吧，洛离在自然峰等着神子大人哦。江洛离忽的神秘一笑，转身朝着自然峰飞去。勾引我？叶青哥挑了挑眉，目光稍显怪异。这还真是天晴了，雨停了，白毛萝莉觉得自己又行了。等自己糊弄完好师尊后，再去自然峰收拾他。唉，这一天天的，自己要收拾的人还真是不少啊。突然，一道语气冰冷的声音打断了叶青哥的思绪。刚才那臭白毛离开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自然峰等着你？等着你去干嘛？孟白离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叶青哥面前，目光阴郁的可怕。他在外努力寻找自己的大地道果，结果这逆徒在外沾花惹草，丝毫不将他放在眼里。这他能忍？不能忍。他必须要好好控制一下这逆徒了。是，师尊，你听我解释。叶青哥背生冷汗，就连手掌心里都渗透出了密密麻麻的细汗。他终于明白过来了，白毛萝莉这哪里是勾引啊，分明就是谋害他啊！难怪临走前会笑，原来是奸计得逞了。该死的白毛萝莉！等本神子逃过这一劫后，必须让你知道进阶版大调查之术的厉害。八祖澹台明风和一众长老面面相觑，见势不妙后纷纷告辞离去，就连雪渊龙也是一溜烟就跑没了影。没办法，大地谁不怕？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来啊，互相伤害啊！本神子就是在外面找女人了，有本事把本神子关进小黑屋。任务：和梦白离摊牌。奖励：9000任务点，大无畏精神+1，黑化的师尊。选项2，喜新厌旧，本神子只爱绝世大凶白毛萝莉。任务：严厉呵斥孟白离，让他滚蛋，并立即前往自然峰调教白毛萝莉。奖励：9000任务点，超级黑化的师尊，
让宿主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版。选项3，师尊要吃醋了，快让他见识一下花心大萝卜的了得。任务：用爱感化师尊。奖励：9000任务点，天道真谛境界提升1重天。我选3。叶青哥瞬间就做出了选择。选项1和选项2完全就是送死行为，他若是选了，怕是连明天的太阳都看不到了。现在才想着解释，晚了。孟白离阴冷着一张脸，好似是人的凶兽。闻言，叶青哥连忙将他抱在怀里，道：好师尊，徒儿的为人你还不相信吗？徒儿说不负你，必然就不会负你。此次徒儿离开宗门这么多天，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师尊，脸部红心不跳的撒个爱情小谎，不过是他的日常操作罢了。逆徒，你以为为师会信你？话虽这么说，但孟白离的目光已经有了许多温度，语气也柔和了不少。师尊，徒儿何时骗过你？而且啊，徒儿若是真和江洛里有什么的话，不早就和他一起回自然峰了吗？徒儿回来的第一件事，可是想去禁地找师尊的。叶青哥正色道：哼，那你解释解释看，那臭白毛临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孟白离双手轻轻搂着叶青哥的腰，绝美的脸庞紧贴叶青哥的胸膛。那是因为叶青哥暂时卖了个关子，俯身朝着好师尊的潭口吻去。孟白离没有拒绝，反而很是热恋，毕竟他也很久没见到这个逆徒了，此时对逆徒的爱意已经到达了顶峰。师尊，要不我们先回禁地？叶青哥拦腰抱起孟白离，轻轻咬着他的嘴唇。等回禁地，你这个逆徒必须给为师一个解释。放心吧师尊，徒儿会给你一个解释的。结，先不管解释不解释了，他已经迫不及待要用爱来感化师尊了。有他这么波澜壮阔的关爱在，好师尊就是想黑化都难啊。半个月后，孟白离靠在床上，轻轻抚摸着怀里叶青哥的青丝，目光悠悠，叹息道：逆徒，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以前两军对垒，这逆徒半个月就缴械投降，现在修为都突破至神桥境9重天了，怎么还只能对垒半个月？这还真是应了他那时说过的一句话，逆徒在令人失望这一方面，还从没有让人失望过。叶青哥嘴角抽了抽，心中忍不住腹诽。他现在修为提升上来了，按理说确实能够与师尊操练的时间更久，但奈何这次操练的强度明显增加了不少，他实在是吃不消啊。呸，说错了，不是他吃不消，是慎老弟吃不消。慎老弟虽然败了，但他还没败，他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9000任务点，天道真谛境界提升1重天。好在奖励成功到账，说明师尊已经成功被他用爱感化了。叶青哥正要起身，却是被孟白离一把按住，转身将他镇压在下，双手扣住他的手腕。逆徒，你还欠为师一个解释呢，如果你忘了，为师可是不会轻易饶过你的哦。孟白离语气虽然轻柔，但说出来的话却让人不寒而栗。叶青哥知道自己要是不给师尊一个合理的解释，恐怕木乃伊都是他羡慕的对象了，他怕是会让好师尊炸得比干尸还干吧。是这样的师尊，徒儿在4圣秘境中获得了一颗白虎蛋，所以想着去自然峰和江洛离想办法一起孕育出白虎，江洛离这才会说他在自然峰等着徒儿罢了。叶青哥湖州乱扯出了一个解释，白虎蛋拿出来给为师看看。孟白离瞳孔微微一缩，没想到逆徒竟然在4圣秘境中获得了一颗白虎蛋，这的确让人震撼。自从那一场浩劫过去后，4圣兽种族已经悄然落幕，逐渐淡忘在世人的视线中，整个天道宗内也就只有江洛离这一头白虎罢了，找不出其他4圣兽种族之人。逆徒能够拿出一颗白虎蛋，的确让孟白离小小吃了一惊。看着叶青哥取出的白虎蛋，孟白离这才微微点头，若有所思道：确实是白虎蛋，看来你这逆徒没有骗为师。江洛离同为白虎一族，或许真有办法提前孕育出这头白虎也说不定。叶青哥偷偷看了孟白离一眼，小心翼翼道：那师尊，徒儿这就去自然峰。没办法，师尊实在是太霸道了，简直是强取豪夺，强人所难。他已经开始怀念软软糯糯、战斗力又不彪悍的白毛萝莉了。别急啊，逆徒，我们师徒这么久没见，难道你就不想念为师吗？孟白离故作楚楚可怜的模样，实则眼神无比火热，上下扫视着叶青哥，仿佛要将对方拆吃入腹。师尊，你不是说了吗？徒儿给你解释后就饶了徒儿这一次吗？叶青哥不由打了个激灵，这要是再来半个月的操练，恐怕慎老弟都得长翅膀飞走了。关键是他现在也没有能力反制师尊，因为在他进入4圣秘境的这段时间里，师尊的修为已经恢复到了圣人境7重天，以他现在的实力，万万不会是师尊的对手。孟白离眨了眨水灵灵的眼睛，一脸呆萌道：为师何时说过这句话？为师说的是，
若你这个逆徒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师定不会轻饶你。但为师也没说你给出合理的解释后，为师就放过你啊。叶青哥说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了，他简直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反驳。逆徒，你是为师的，也只能是为师的，懂？孟百里邪魅一笑，朝着那张薄唇吻去。他的想法一直都很粗暴简单，只要让逆徒的精力一滴都不剩，那他就没有其他的精力去找别的女子。这也就是他口中所谓的控制。叶青哥，不要啊！额低甚见。1周后，孟百里一边穿着衣裳，一边道：对了，逆徒，东域的万仙楼将要举办群仙宴。万仙楼是玄黄地界的顶级势力，消息灵通的程度是其他势力难以媲美的。你去万仙楼，或许能够得到有关大道精灵的消息。他身为天道宗九祖，自然知道踏天神师的心秘与大道精灵有关，所以他此刻也算是为叶青哥指了一条明路。突然，孟白离似乎想到了什么，凶巴巴地威胁道：对了，听说那万仙楼的神女美若天仙，有倾国倾城之盛世容颜。如果你此去东域敢沾花惹草的话，为师的力气和手段最是清楚了。叶青哥，他努力坐起身来，一把将师尊抱在怀里，道：师尊既然放心不下徒儿，为什么不与徒儿一起去东域？而且徒儿实在不想与师尊分离。闻言，孟百里眼眸轻颤，嘴角尽是甜蜜。他在叶青哥的脸颊上啄了一口，笑道：为师还要去寻找大地道果，暂时不能陪着你。如今的玄黄地界暗流涌动，他必须得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够保护好逆徒。就算是找不到大地道果，他也得尽快将修为恢复到准地境，这样也有足够的底气能够保护逆徒。好吧，师尊，你在寻找大地道果的途中也得小心才是。叶青哥道。眼见逆徒如此关心自己，孟百里嘴角甜蜜更盛，紧紧抱住了逆徒。好好好，为师答应你。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你不能够沾花惹草，否则为师会疯的。这句话像是在警告，让叶青哥冷不丁打了个寒战。他现在的实力完全不能镇压师尊，若是真让师尊变成疯批美人的话，他的好日子怕是真就要到头了。所以在拥有绝对的实力之前，在能够完全镇压师尊之前，他现在只能偷偷摸摸的来，等他拥有了绝对的实力后再去向师尊摊牌。那时不管师尊疯批成什么样子，他也有足够的能力反制。他身为天道宗神子，又身负神级选择系统，岂能吊死在师尊这一棵树上？师尊放心，徒儿肯定不会在外沾花惹草的。叶青哥拍着胸脯打包票道。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又撒了个爱情小谎。哼哼，这还差不多。孟白离得意傲娇道。就算逆徒有沾花惹草的心思，只怕也没有那个精力了。可别小看他这个活了数万年的老祖啊，若不是为了逆徒的身体着想，他恐怕现在还在与逆徒操练呢。群仙宴之事还不着急，这段时间你好好休息一下吧，为师就先走了。木马在给了叶青哥一个甜蜜之吻后，孟白离这才飘然离去。叶青哥取出一颗圣丹吞下，这才感觉好受了许多。他起身下床，悄悄摸摸地朝着自然峰赶去。休息，安分，不存在的。他都是冲师逆徒了，怎么可能本本分分的？白毛萝莉，本神子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在想本神子？结，准备好夹道欢迎，接受本神子的大调查吧。不过片刻功夫，叶青哥便赶到了自然峰。刚一踏入此地，便听到了嘹亮刺耳的笑声，是白虎的笑声。紧接着，狂猛霸道的气息席卷四方，气吞万里，让人神魂都为之胆寒匍匐。叶青哥眼皮跳了跳，循着这股气息飞去。他猜测，兴许是江洛离彻底炼化了魂血圣珠，使得血脉完成蜕变，这才搞出来了如此异象。神子大人，早在叶青哥踏入自然峰的那一刻，江洛离便感应到了他的气息，所以在血脉彻底蜕变后，他便马不停蹄地朝着叶青哥飞去。叶青哥伸手将白毛萝莉抱在怀里，上古至尊重同时展开来，洞悉江洛离的血脉。他能够清楚地看到，江洛离体内的血脉要比此前强大了不知多少，赫然到达了高级地脉的等级。而且有魂血圣珠在，江洛离的体质还能够不断发生蜕变。高级地脉并不是终点，仅仅只是起点罢了。见状，叶青哥也是不由得啧啧感叹，这可真是童子出品，必是精品啊！血脉得到蜕变后，江洛离的空间真谛也是提升了2个小境界，突破到了4重天之境。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子的功劳哦。神子大人，你说洛离要怎么感谢你呢？江洛离贴在叶青哥怀里，手指在他的胸口无意识画着圈圈。没有魂血圣珠，就没有他今日的成就，所以他将今日这一切归功于叶青哥也没有毛病。看着江洛离如此体贴温柔的一面，叶青哥心中不由叹息一声：唉，还得是江萝莉啊，
软软糯糯的，会体贴人，一点也不像那个疯批师尊，只知道让他精尽人亡，想要借此来控制他，这还真是年少不知萝莉好，错把老祖当成宝啊！当然，这句话若是让孟白离知道了，不知道又得疯批成什么样子。不过，现在面对这软软糯糯的白毛萝莉，他也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抱歉了白毛萝莉，恕本神子目前无能为力，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任务，暂且沉淀一段时间，再对白毛萝莉使用大调查之术。奖励1万任务点，神级极品炼体功法龙皇震道诀。选项2，顶不动也要顶，量力而行，不存在的。任务，接受白毛萝莉的奖励，并找准时机反压她。奖励1万任务点，一颗飞走的肾，上好孤坟一处。我选1。叶青哥心中一阵汗颜，连忙做出选择。选项2，这是完全要让他狗带的节奏啊，竟然连孤坟都给他选好了。好样的童子哥，本神子果然没看错你，你果然是篝火旁的冬天小溪，简称沟东西。至于选项1的神级极品炼体功法，估计是个正常人都经不住此等诱惑，这不直接冲1。嗨嗨，洛离啊，本神子最近身体有恙，不如之后再谈奖励之事。叶青哥捏了捏江洛离的脸蛋，试探性问道。哼，神子大人真是没用，这就让九祖打败了。切，你连九祖这关都过不了，还想着在外朝三暮四，真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江洛离眼神不屑地瞥了眼叶青哥，挣脱他的怀抱后转身离去。他自然知道这大半个月的时间里叶青哥经历了什么，不就是在和九祖操练吗？只是他没有想到叶青哥竟然这么没用，连九祖那关都过不了，真是没用到家了。呵呸，叶青哥，好，竟敢这么瞧不起他。等他沉淀完这段时间后，必须要让这白毛萝莉尝一尝进阶版大调查之术是什么滋味。来到万道河前，叶青哥没再像第一次那般鲁莽，而是小心翼翼地沿着边缘缓缓走去。最终他停留在离岸边1里远的距离，盘腿坐下。大道道运犹如汹涌潮水般涌来，钻入他体内。其中天道道运最为活跃，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止不住地冲入他体内。叶青哥屏息凝神，不断提升着天道真谛的境界，同时他也在利用这万道河感悟其他的大道真谛。叶青哥打算将太阳真谛也修炼出来，毕竟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太阴真谛，若是能够领悟出太阳真谛，两者互相交融，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他实力。修炼无岁月，转眼间1周时间悄然而逝，距离神子宴也只剩下了大概3个半月的时间。这一日，江洛离呆坐在万道河旁，双手撑着脸颊，呆呆地看着悟道中的叶青哥。不知道神子大人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修炼，东域的群仙宴也快要开启了，或许在那里能够了解到有关大道精灵的消息。江洛离暗道，他此前便想要告诉叶青哥有关东域群仙宴的消息，只不过那时被宗门内响起的钟声打断了。不过现在告诉叶青哥也不迟，只是他唯一担忧的便是进入群仙宴所需要的仙帖。万仙楼举办群仙宴，也就只邀请了东域的年轻天骄罢了，他们没有万仙楼发放的仙帖，参加不了群仙宴。不过他们身为天道宗弟子，想要弄到仙帖也不会很难，大不了就借助宗门威势，送给万仙楼一些压力。万仙楼，我谢谢你啊！正当江洛离胡思乱想之际，叶青哥周身有太阳道运汹涌澎湃的浮现，散发出强烈灼热的气息。在叶青哥丹田中，有一颗星辰缓缓凝聚而出，正是太阳真谛。太阳真谛与太阴真谛一样，都是顶级真谛，而且二者相辅相成，威能浩荡。叶青哥缓缓睁开一双锐利的眼眸，眼底有4种大道真谛在翻涌。只可惜借助万道和修炼，无数种大道道运一起冲刷而来，对神魂会造成莫大的冲击。若不然，叶青哥便可一直在此地修炼，参悟无上大道。神子大人，你领悟出了太阳真谛？江洛离小跑过来，满脸激动道。自然。叶青哥淡笑着点头，他看着眼前的白毛萝莉，目光透出一抹火热。经过这么多天修炼，他感觉自己养精蓄锐到了一种巅峰状态。此刻就算是面对孟白离，他也有一战之力，更别说是小小的白毛萝莉了。再加上白毛萝莉之前那般小瞧自己，这不得给他点苦头吃吃。神子大人，洛离想起来还要去神通殿一趟，就先走了。江洛离注意到了叶青哥眼里的火热，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转身就要离去。他也就只敢趁着叶青哥疲软时才敢大放厥词。真要面对巅峰状态的叶青哥，他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发怵的。结，想跑？上次你是怎么羞辱本神子的？今日本神子要一并还回来。叶青哥邪笑道。开玩笑。他岂会眼睁睁地看着白毛萝莉逃走？可别忘了，
选择任务还没完成呢。神级极品炼体功法龙皇震道诀，他今日势在必得。神子大人，江洛离害怕的咽了口唾沫。叶青哥坏笑一声，将他镇压在怀里，朝着一旁的木屋飞去。数天时间后，江洛离扶着墙，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木屋，还伸手抹了把眼泪。可恶啊！我身为白虎一族的年轻天骄，又身负高级地脉，岂能一直久居人下？洛离一定要变强，要翻身做主人。江洛离暗暗下定了决心，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坚毅。木屋内，叶青哥并不知道江洛离的决心。此时他盘坐在床上，修炼着龙皇震道诀。在江洛离举白旗投降的那一刻，奖励就已经成功到账了足1万任务点和神级极品炼体功法。如此丰盛的福利，叶青哥甚至都怀疑江洛离是上苍派来给他送福利的福利机了。龙皇震道诀需在体内凝聚出龙皇神珠，便可修炼出龙皇之力。龙皇之力也是有境界划分的，分别是玉立境、搬山境、镇海境、撼天境、浴火境、摘星境、昆芒境、前苍境、秒地境，而每个大境界又分为入门、小成、大成、圆满、巅峰这5个小境界。若叶青哥将龙皇之力修炼至秒地境，便可以肉身之力强势轰杀大地。龙皇神珠凝，叶青哥心中轻喝一声，一颗通体有真龙、真皇虚影环绕的神珠凝聚而出，熠熠生辉。嘹亮锐利的龙吟黄鸣声响彻天地，带有无上威严。龙皇神珠凝聚成功，龙皇之力也将自我永生。这股伟力很是强大，叶青哥发誓，这是他目前为止见到过的最强炼体法门。真不愧是一生独爱他的童子哥啊！叶青哥大手一挥，极品原石在眼前堆积如山，散发着磅礴的灵气。残缺的吞神魔功施展开来，将这堪称海量的极品原石吸收炼化。无穷的灵力冲入龙皇神珠中，提升着龙皇之力的境界。玉立境小成，玉立境大成，玉立境圆满，搬山境圆满，搬山境巅峰，镇海境入门，镇海境小成，直至突破到镇海境小成阶段，龙皇之力的提升才堪堪停止。眼前堆积如山的极品原石，在吞神魔功的炼化下，竟连渣都不剩。叶青哥缓缓睁开双眼，握紧了拳头，只感觉体内有澎湃的力量，如同火山般喷涌。镇海境小成级别的龙皇之力，哪怕是天宫境修士，我也可一拳轰杀。就算是准圣境强者，想与我比拼肉身之力，那也只有被镇压的份。叶青哥嘴角噙有一抹冷笑。与此同时，江洛离也一瘸一拐地回来了。他凶巴巴地瞪了叶青哥一眼，随后没好气地撇过头去。叶青哥浅浅一笑，将他轻柔地抱在怀里，道：好了，别生气了，抛开事实，闭嘴，还想着用这些鬼话糊弄我。江洛离凶巴巴地露出2颗虎牙，在叶青哥肩头狠狠咬了一口。叶青哥，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这个白毛萝莉就没错吗？要不是你那天如此羞辱本神子，又岂会有今日下场？眼下江洛离正处于极致的愤怒状态，他自然不敢将这些话说出来，要不然他怕这白毛萝莉的2颗虎牙指不定落在他身上的哪个部位，被虎牙咬可是很痛的。更何况白毛萝莉本就是一头凶猛的白虎。嗨，我给你的任务可做好了。叶青哥干咳一声道，方才他让江洛离带着太原金桥去造气殿，目的自然就是为了修复太原金桥。他现在可是天道宗的神子，不得好好利用一下这些资源。哼，造气殿的长老说等修复好了太原金桥便还给你。江洛离哼了一声，依旧有些气愤，直到现在他都还腰酸背痛着呢。那就多谢洛离了。叶青哥笑着揉了他的脸颊。正当他要更进一步有所动作时，林秋意给他的传音令牌突然传来了波动。林秋意，江洛离冷冷地瞥了眼这枚传音令牌。当时在天水遗迹，林秋意送给叶青哥这枚传音令牌，他自然看到了。叶青哥轻轻点头，心神侵入传音令牌中，道：林秋意来了，此刻正在山门前等着我们。他来做什么？江洛离龇牙咧嘴道。他现在心情很不美妙，就连叶青哥都看不顺眼，更遑论林秋意了。东域万仙楼即将举办群仙宴，林秋意为我们弄到了2张仙帖。叶青哥笑了笑，他正有前往东域参加群仙宴的打算，没想到林秋意就把枕头送来了。如此一来也好，省得他再去考虑如何获得万仙楼的仙帖了。哼，没有他我们就拿不到仙帖了，我才不要他的东西呢。江洛离抱胸冷哼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可不相信林秋意有这么好心，会给他也带上一份仙帖。好了，不要天天朝别人哈气，你们日后可是要做好姐妹的人。叶青哥捏了捏江洛离的脸颊，笑道：哼，日后也不做。江洛离微微颔首，满脸傲娇。叶青哥笑而不语，有他这个后宫之主在，
江洛离和林秋义的姐妹盖饭他吃定了，耶稣也拦不住他。不一会儿，二人来到了天道宗山门前，见到了一袭盛装、俏美可爱的林秋义。他的身后依旧跟着一大众侍女，以及少许修为强悍的大臣。拜见神子大人。一众侍女、大臣齐齐行礼，这是对叶青哥身份的尊敬。诸位不必客气。叶青哥淡淡一笑，风度翩翩地摆了摆手。神子大人，我们已经快1个月没有见面了，秋义在朝中可是有好好想你哦。林秋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了过来，钻进了叶青哥的怀里，并用丰润饱满的翘臀不动声色地把江洛离顶开。你！江洛离气得银牙紧咬。呵，臭白毛，跟我斗，你还嫩了点。林秋义把江洛离脸上的愤怒尽收眼底，有些得意洋洋。秋义，仙铁呢？叶青哥轻轻拍了拍林秋义的后背，笑道：喏，都在这里。神子大人的还有臭，江洛离的。林秋义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了2张金光灿灿的仙铁。叶青哥将仙铁收好。神子大人，我们这就前往东域。秋义身为流燕皇朝的长公主，必须好好招待神子大人。林秋义拍了拍尚未发育完全的小胸脯，打包票道：有劳了。叶青哥笑道：哼，有什么了不起吗？江洛离不满地嘀咕一声。林秋义悄悄给他扮了个鬼脸，眼底的得意指都止不住古战舰腾空而起，载着一众人前往东域。不过半天功夫，众人便已抵达东域。看着眼前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热闹非凡的流燕皇朝，叶青哥心里倒是没有翻起多大的波澜。有天道宗这颗珠玉在前，世间不会有多少势力值得他震撼。不愧是神子大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这副超然仙姿，帅的一批啊。林秋义在一旁悄悄摸摸打量着叶青哥，就连哈喇子流出来了都不知道。神子大人，秋义已经为你备好了宴席，请随我来。林秋义嫣然一笑，轻轻抓着叶青哥的手臂，朝着一旁的大殿走去。江洛离暗自不满地咬紧了牙关，但还是挽着叶青哥的另一条胳膊走去。殿中，林秋义坐在上方，叶青哥和江洛离则稍次一些对立而坐。一众侍女端着山珍海味、奇珍仙酿而来，简直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神子大人，这些可是秋义特意为你准备的哦。当然啦，某些人是附赠的啦。林秋义斜睨了江洛离一眼，漫不经心道。江洛离差点把刚吞下的仙酿吐了出来，咬牙切齿地看着林秋义。靠！他就知道林秋义这只黄鼠狼肯定没安好心，时不时地对他一下，这明显是故意来气他，想要把他从叶青哥身边踹走了。他身为叶青哥的第2大后宫，岂会这么轻易认输？酒过3巡，叶青哥轻放下酒杯，看向主位上的林秋义，询问道：秋义，群仙宴何时开启？大概是3天后吧。林秋义也饮了少许仙酿，有些婴儿肥的脸蛋红扑扑的，看上去煞是可爱。听闻万仙楼的消息很是灵通，天下无有一个势力能够与他媲美，当真？叶青哥继续问。那是自然，万仙楼乃是东域的隐士顶级势力，麾下大大小小的势力遍布整个玄黄地界。论消息灵通这一块，万仙楼称第2，没人敢称第1。林秋义回道。叶青哥微微点头，眼下想要找到大道精灵一族，或许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万仙楼身上了。与此同时，殿外突然有恐怖的气息绽放，热浪滚滚，灼热撩人。哦，难道是黄生莲的莲子成熟了？林秋义微醺着一双凤眸，娇艳欲滴道。黄生莲的莲子？叶青哥目露好奇之色。对，曾有真皇在我流燕皇朝的莲池中浴火重生，后真皇之火残留，莲池中的道莲十不存一，仅有1朵残留。后这朵莲花也拥有了浴火重生的能力，每次重生后会结出特殊的莲子，可助人提升修为。我们也逐渐称这朵莲花为黄生莲。时至如今，黄生莲也快要晋升为不死药了。林秋义耐心解释道。黄生莲受真皇之火渲染，若是一旦晋升为不死药，绝对不会是普通的不死药，或许它很有可能会蜕变为顶级不死药。一株顶级不死药的价值，足以在玄黄地界掀起腥风血雨，这是能够让大帝都为之大打出手的宝物。神子大人既然感兴趣，秋义便带神子大人去看看吧。以神子大人的实力，夺得黄生莲的莲子肯定不成问题。林秋义踉踉跄跄地起身走了过来，他瞅准时机栽倒在叶青哥怀里，娇滴滴道：哎呀，神子大人，秋义喝醉了，这段路你搀扶着秋义去好吗？说着，他还挑衅似的偷看了江洛离一眼。江洛离气的酥胸都快爆炸了，连忙起身跑了过来，带球撞人，将林秋义撞到一旁。哎呀呀，神子大人，洛离也喝醉了，要你抱着才能走哦。江洛离窝在叶青哥怀里，羞答答地扭着蛮腰。林秋义气的胸膛一阵起伏，哪有这样带球撞人的？这是不是太犯规了？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
选项一，本神子身为公平公正的后宫之主，当然会给每个后宫公平公正的爱。任务：调解儿女矛盾，为吃姐妹盖饭的梦想助一份力。奖励：6000任务点，太阳游龙。选项二，江洛离可是本神子的第2大后宫，你林秋义算什么？任务：推开林秋义，独宠江洛离。奖励：6000任务点，姐妹盖饭梦想完成度负100%。选项三，本神子身为后宫之主，你们必须无条件听令于吾。任务：当场开炮，硬吃姐妹盖饭。奖励：6000任务点，上好棺材一口。我选一。叶青哥看着有点抽象的选项，几乎瞬间选择了选项一。都别吵了，本神子一起扶着不就行了？叶青哥一手搂着林秋义，一手搂着江洛离，霸道地朝着殿外走去。左手林秋义，右手江洛离，2大绝世佳人在怀，不知要羡煞多少旁人。江洛离傲哼一声，挺了挺胸，让叶青哥的手臂深陷泥潭中。他傲娇的微微颔首，睨了林秋义一眼，那模样仿佛在说：“你能带给神子大人如此感受吗？”林秋义咬着牙低头看去，却发现看到了自己的脚尖。好吧，这波他完败，比都不用比了当年那头真皇浴火重生之地，位于流焰皇朝的黄洛道场。此地温度奇高，地面上四处都有真皇之火残留，好似永不熄灭的篝火，熊熊燃烧着。莲池前早已围满了不少年轻天骄，黄生莲便生长在莲池的中央，迎风飘扬，艳艳归美。数枚晶莹剔透，散发着精粹磅礴的能量的莲子由莲叶包裹着，正等待着人来采撷。每当黄生莲浴火重生接出莲子时，莲池内的温度都会灼灼上升，哪怕是天宫境、准圣境强者也有可能被烫伤。而只要有年轻天骄抗下了真皇之火的洗礼，不仅肉身能够得到锤炼，兴许还能够夺得黄生莲的莲子，使修为获得莫大的提升。而这也是流焰皇朝培养年轻天骄的一种方式。这里的争夺，老一辈强者是不会出面干扰的。哼，此次黄生莲接出的莲子，我势在必得。一位身材魁梧健硕、样貌不凡的少年突然出现此地，通体散发出骇人的热浪，就像是行走的火球。是米其林？难道是米家目前最负盛名的天骄妖孽，顶级至尊体、真阳元烈体的拥有者？没错，是他。他前年加入我们流焰皇朝时，只有灵海境7重天修为，没想到仅仅1年时间过去，就已经突破到了天宫境4重天，当真是了得啊！对于四周传来的震撼惊讶声，米其林丝毫不在意。或者说，自他加入流焰皇朝后，能够让他内心掀起波澜的，从始至终只有一人。虽然秋意可能不需要这些莲子，但用来泡泡茶水喝还是不错的。米其林眼睛微微眯起，静静观察着莲池中央的黄生莲。林秋意身为流焰皇朝的长公主，不可能没炼化过黄生莲的莲子，而黄生莲的莲子也就炼化的第一颗有用罢了，之后再炼化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不过黄生莲的莲子若用来泡灵茶，那味道堪称一绝。莲池中荡漾开来的波纹一圈包裹着一圈，散发出让人心惊肉跳的气息。长公主道，不知是谁高喊一声，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米其林虎躯一震，连忙转身看去，顿时心跳漏了一拍。只见林秋意那有些婴儿肥的脸蛋挂上了不浅的粉红，一双碱水秋瞳潋滟生辉，眼波流转间顾盼生情。琼鼻高挺，单纯小巧，身姿玲珑有致，端地势俏皮可爱，完美无瑕。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此刻林秋意竟然让一位少年搀扶着。更绝的是，这少年不只搀扶着林秋意一人，竟然还搀扶着一位绝世大胸白毛萝莉，左拥右抱，这特么算什么事？而且看二女争风吃醋的样子，貌似乐此不疲。这一幕深深刺痛了米其林的内心。他自从加入流焰皇朝，亲眼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公主一面后，便时常朝思暮想着林秋意。甚至他幻想夺得黄生莲的莲子后，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林秋意，而不是自己。从此便可看出他对林秋意的爱意了。只是现在林秋意却为了另一个少年而与一位女子争风吃醋，这简直让他的心破碎一地。他看向叶青哥的眼神中充斥着杀意，使得周身温度都下降了不少，让人起一身的鸡皮疙瘩。搀扶着二女赶来黄洛道场的叶青哥也是感应到了一股赤裸裸的杀意，不由抬眼看去，发现一位身材魁梧的少年正死死盯着自己，准确来说是盯着自己搀扶着林秋意的左手。他知道这是又让他碰到了林秋意的舔狗了，只不过做他女人的舔狗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上一次的陆星河算一个，这一次的魁梧少年也算一个。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6000任务点，太阳游龙。随着系统声音落下，叶青哥丹田中又多了一条大道游龙，丹田也再度壮大了几分。现如今他丹田中已经有了4条大道游龙，距离修炼出自我天地又近了一步。
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染指我朝长公主殿下！快松开你那肮脏的手，将殿下放开！米其林走了过来，怒目圆睁地看着叶青哥，周身抱涌出刚猛狂暴的气息。他不眼瞎，自然看得出来林秋意和江洛离喝醉了。他认为叶青哥肯定是个靠脸吃饭的小白脸，这才趁着二女喝醉时开油。若是他将叶青哥赶跑，兴许不仅能够获得长公主的芳心，这绝世大胸白毛萝莉也可能会心系于他。如此买一送一的好事，这要是放以前，他指定想都不敢想了。现在终于轮到他来装逼了。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他说完这句话时，林秋意那冰冷的目光顿时扫了过来。你又是什么东西，也配在这里犬吠？滚！他和江洛离好一顿勾心斗角，才让叶青哥一路扶着自己来到黄洛道场，岂能让米其林这个没有眼力见的人打搅了？米其林浑身一颤，脸色微微煞白，眼里流露出迷茫和恨意。这怎么和他预料的剧本不一样？不过他依旧心存侥幸，认为这是林秋意醉酒后的胡言乱语。香香软软的长公主殿下就应该由他来守护才行。长公主殿下，您喝醉了，还是让在下来扶您回宫吧。米其林昂首挺胸道。其余流燕皇朝的年轻天骄也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说实话，林秋意生的绝美本就是一众年轻天骄的心中女神，而今看到叶青哥与林秋意如此亲密接触，说不嫉妒是假的。更遑论还有绝世大胸白毛萝莉在怀了，这更是让人心中的妒火烧到顶峰。他们自然愿意看到米其林教训叶青哥的一幕。林秋意这人该不会有什么大病吧？自己不是已经让他滚远点了吗？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死缠烂打，说出这一番让叶青哥误会的话？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本神子最是疼爱后宫了，喝醉了就休息，还等着看戏呢。任务，让林秋意接受米其林的搀扶回宫休息。奖励6000任务点，宇文将军光环1枚。选项2 Big 蛋，本神子的后宫岂是他人可以染指的。任务，打脸米其林。奖励6000任务点，顶级剑道神通剑灭横道。看着选项1，叶青哥心中一个大大的无语。宇文将军光环是个什么鬼？大家排着队，有洁癖的排第一的那种。我选2。叶青哥顿时做出了选择。你是谁？林秋意冷眼看着米其林，声音如同淬了冰，让人不寒而栗。米其林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但依旧昂首挺胸道：回殿下，我乃米家天骄米其林，身负顶级至尊体，前年才加入。噗嗤，米其林的话还未说完，叶青哥就禁不住笑出了声。哈哈哈，你说你叫米其林，那你是不是轮胎人啊？米其林眯着眼睛看向叶青哥，眼里的杀意止不住的暴涨。虽然他不知道叶青哥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很明显能够听出来叶青哥是在嘲笑他。你是什么身份地位，也配染执掌公主殿下？米其林面目狰狞，周身气息骇人无比。我配不配不知道，但你肯定不配。说着，叶青哥平平无奇拍出一掌，恐怖的肉身之力压迫着虚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龙皇之力修炼至镇海境小成后，就算是准圣境强者，也不一定能够在肉身上压他一头，更别提只有天宫境4重天修为的米其林了。看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掌，米其林只感觉心神在战栗。他匆忙催动体内灵力，施展出真阳元烈体的体质神通，真阳高照，阳神撼世，足足2大体质神通施展开来，恐怖的杀威犹如汹涌潮水般汹涌席卷。一道仙神虚影顶天立地，头悬灼灼真阳，手持镇世古塔，散发出强绝的气息。真不愧是米家近年来最负盛名的天骄，如此体质神通当真是了得啊！我看此人要惨了，仅仅神桥境9重天修为就敢与米其林为敌，真是不知好歹。哼，胆敢染指长公主殿下，这就是下场。周围一众年轻天骄窃窃私语。轰隆隆，双方攻势剧烈碰撞一起，爆发出连绵不绝的巨响。然后在无数人震惊、呆滞、愣神的目光下，叶青哥的大掌犹如古神之掌，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湮灭了米其林的2大体质神通。这怎么可能？米其林瞳孔猛地一缩，下意识惊呼出声。要知道，这可是他的体质神通啊！竟然连叶青哥单纯以肉身之力拍出的大掌都抗衡不了，那么叶青哥的实力究竟恐怖到了何种程度？噗！肉身大掌势如破竹，将米其林轰得倒飞出去，体内传出一阵令人牙酸的骨头断裂之声。米其林宛若一条死狗一般，重重摔倒在地，大口咳血，无力挣扎。周围一众年轻天骄都懵了，头脑一片空白，完全找不到任何话语来形容此刻的场景。这不对吧？在他们设想的剧情里，不应该是米其林挫败叶青哥，
打破长公主对叶青哥的滤镜吗？怎么米其林反倒被叶青哥一掌击溃，而且还是单纯以肉身之力拍出的大掌？如此一来，长公主对叶青哥的滤镜岂不是更重了？至于少女，则是一脸崇拜爱慕的看着叶青哥，眼里的小星星一阵喷涌。要知道，米其林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而是米家最负盛名的年轻天骄，而叶青哥却能在举手投足间镇压米其林，如此超然姿态，恐怕整个流焰皇朝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屈指可数。如此风华绝世的谪仙人，谁人不爱？所以，对于一众少年对叶青哥的嫉妒，少女们则是万分羡慕林秋意。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6000任务点，顶级剑道神通，剑灭横道。奖励到账，叶青哥也是收回了目光，不再去看米其林。不过一跳梁小丑罢了，不值得他浪费太多心思。童子打开宿主面板，宿主面板，姓名叶青哥，身份冲师逆徒，天道宗神子，修为神桥境九重天，功法吞神魔功，化道登天诀，龙皇震道诀。特殊体质苍天神体，上古至尊重瞳。体质神通苍茫道劫神光，窥天神术。神通大荒求天指，青龙不动中，踏天自在天神意，剑灭横道。法宝玄黄天地剑胎，太元金桥。特殊踏天神石，永恒之心，真黄仙宝术碎片。1大道真谛，天道真谛，三重天，剑道真谛，太阴真谛，太阳真谛。任务点96000 96000的任务点，只差最后4000便可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了。叶青哥对此感到很是满意。虽说想要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需要大量任务点，但架不住童子哥独爱他，频繁发布任务，因此任务点累积得很快。来人，把米其林带下去。林秋意冷着一张脸发话道。霎时有护卫立马赶来，将瘫软在地如死狗一般的米其林带走。被带走时，米其林那双饱含恨意的双眼还死死定格在叶青哥身上。今日他被叶青哥一招击溃，而且还是在林秋意面前，他可谓是丢脸丢大了。他被誉为米家近几年来最负盛名的妖孽，心高气傲惯了，还从未受到过如此羞辱。今日之事，他定不会善罢甘休。林秋意对此倒是毫不在意。米家虽然是顶级世家，但和他们流焰皇朝比起来，还是萤火比皓月。有他在这里给叶青哥撑腰，小小米家算什么？四周一片寂静，无数年轻天骄看向叶青哥的目光中不复之前的轻蔑，而是充满了敬畏和忌惮。一个米其林都能够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更遑论是能够一掌击溃米其林的叶青哥。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每个人都有慕强的心理。当你的实力到达一定的高度时，底下的人便不会再有嫉妒和不甘，反而全是敬畏与崇拜。大祭司，你看此人如何？暗中有一位身穿地袍、英气逼人、气度非凡的中年男子笑着开口问道。他的身旁站着一位身穿奇装怪服、浑身上下散发着神秘色彩的老者。此二人正是流焰皇朝的皇主林无涯以及大祭司洛无悔。洛无悔捋了捋胡须，打量了叶青哥一眼又一眼。天道宗自建宗以来，历经了多少沧海桑田、日月变迁，而此人是天道宗唯一的一位神子，他的妖孽天资已经不需要太多证明了，相信天道宗也不是傻子。但天道宗神子又如何呢？找不到真皇幼崽，还是难以压制真皇之心。届时秋意必死。洛无悔眸光深邃道：真皇之心若修至九转圆满，则是仅次于3大顶级神体的至强体质，只可惜人族难以驾驭这柄双刃剑，看秋意自己的造化吧。林天涯叹息道：林秋意是自己的女儿，说不担心是假的。真皇之心还未被激化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寻找真皇幼崽了。只可惜真皇是传说中的神兽，岂是那么容易就找到的？整个玄黄地界无数纪元下来，也就只出现过一头真皇，而且早已逝去。究竟哪里还能寻到真皇幼崽？找吧，只要能够找到真皇幼崽，问题就将迎刃而解。既然当初决定利用这柄双刃剑，那就该承受它带来的风险。洛无悔道。林无涯心中叹息一声。黄洛道场莲池前，林秋意慵懒地打了个9格，指着莲池笑道：神子大人，只要你渡过这一段距离，走到黄生莲前，将莲子摘下便可以了。不过这莲子只有炼化的第一枚有用，之后的莲子再炼化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了，池水中蕴含有强烈的真皇道运，很是刚猛霸道，你可得小心了。林秋意的语气中带上了一抹担忧。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什么？这莲池竟然这么可怕？想起家里衣服没收，我先走一步。任务
眉头一皱，退至众人身后，带着江洛离离开此地，去过二人世界。奖励4000任务点，白丝1双，百丝不烂，烂而复原版。选项2，不过区区真黄道运罢了，本神子拿捏他如同喝水。任务在林秋义面前大装一逼，夺下帘子。奖励4000任务点，顶级真谛，真黄真谛。我选2。叶青歌心道，虽然选项1那双百丝不烂，烂而复原的白丝时刻勾引着他的心弦，但是在提升实力面前，他还是保持了理智。哎，看来童子还是不够爱我，就不能将白丝奖励一起放在选项2里吗？或者来双黑丝也行啊。叶青歌心中忍不住腹诽一句。叮，检测到宿主副匪本系统，这边系统建议下次再给宿主安排上。系统突然道。听到童子哥这一番话，叶青歌心情顿时大好，看来是他误会童子哥了，童子哥最爱的还是他啊。秋义，莫非你是在担心我的实力？叶青歌笑了笑，胸有成竹道。顿时林秋义噎住了。是啊，叶青歌是天道宗神子，方才更是以平平无奇一掌击溃了米其林，他还有何好担心的？如果连叶青歌都夺不下黄生莲的帘子，那其他人岂不是更加完蛋？叶青歌一跃而起，安稳落在莲池水面上，强猛霸道，像是要将神魂都给焚烧殆尽的真黄道运扑面而来，仿佛要将叶青歌给淹没。这莲池内貌似自成一方独特的天地，强绝的道运以黄生莲为中心，犹如波纹一般向着四周层层荡漾开来，很是强大，就连飞行都不可。不过自从修炼了龙皇震道诀后，叶青歌的肉身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再加之他本就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岂会畏惧莲池中的真黄道运？这些真黄道运轰击在他肉身上，倒像是在给他锤炼肉身，完全就造不成丝毫伤害。见此一幕，不只是四周的年轻天骄看呆了，就连林秋义也看呆了。他以前也采摘过黄生莲的莲子，知道莲池中的真黄道运有多么强大，可是现在看着叶青歌在莲池上闲庭漫步的姿态，他心中不禁产生了一种疑惑，这莲池中的真黄道运该不会是假的吧？其余年轻天骄也仿佛见了鬼一般，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他们渡莲池无疑是在走生死线，在鬼门关前蹦迪，可叶青歌渡莲池就像是在月下漫步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就有这么大吗？这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不过片刻功夫，叶青歌便已来到黄生莲面前，右手探出6枚晶莹剔透孕育着磅礴能量的莲子尽皆入手。黄生莲每次浴火重生都会结下10余枚莲子，叶青歌只摘取了6枚，并非是他不想摘了，而是感觉到黄生莲已经隐约有发怒的迹象，毕竟是诞生出了些许灵性，快要晋升为不死药的顶级圣药，能够让叶青歌摘取6枚莲子已经很不错了。像是之前走到这一步的年轻天骄，黄生莲能够让他们摘取2、3枚莲子都已经算是奇迹了。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4000任务点，顶级道运，真黄真谛，加上童子哥此次奖励的4000任务点，叶青歌已经拥有了整整10万任务点，不多不少，刚刚好能够觉醒苍天神体的下一体质神通。童子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叶青歌心中暗道。叮，已成功消耗10万任务点。叮，恭喜宿主成功觉醒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仙魔横亘天。伴随着系统声音落下，叶青歌福至心灵，玄之又玄的道运纷纷涌上脑门。仙魔横亘天，苍天神体的第2式体质神通，且是极致的杀伐神通，它的威能只会比苍茫道劫神光更强。叶青歌的丹田中，那轮骄阳旁围绕的星辰数量也来到了4个，他身影一闪，瞬间离开了莲池，回到了林秋义和江洛离的身边。幸不辱命，叶青歌微笑道。此次装逼不仅使他心情愉悦，还大幅度提升了实力，真是不虚此行。洛离，这颗莲子给你。叶青歌将1枚莲子递给了江洛离，多谢神子大人。江洛离甜甜地笑了起来，挑衅似的看了眼林秋义，果然神子大人还是更爱他一点啊，要不然岂会率先将莲子带给他。林秋义咬牙切齿地轻哼了一声。秋义，你也需要这莲子否？叶青歌还是问了林秋义一句。我早已服用过黄生莲的莲子，所以就不用了。林秋义嫣然一笑。叶青歌闻言收好剩下的5枚莲子。秋义，朝中可有修炼室？叶青歌询问。当然有，神子大人请随我来。林秋义莞尔笑道。3人很快离去。林秋义是流燕皇朝的长公主，又深深痴迷着叶青歌，所以他为叶青歌安排的修炼室自然是流燕皇朝中最为顶级的修炼室，灵气浓郁的程度甚至化作了实质在空气中流淌，普通人在这里待上1分1秒都能够延年益寿。叶青歌盘腿坐下，取出1枚莲子吞入腹中，霎时
精粹磅礴的灵力、真黄道运一起迸发，在他的四肢百骸中流淌。不止如此，恐怖的真黄之火自他体内喷薄而出，将他整个人都给包裹。龙皇神珠也在不断吸收着莲子中精粹磅礴的能量，正在让龙皇之力不断蜕变。可以这么说，叶青哥的修为境界和龙皇阵道诀的修为境界在同一时刻晋升。最终，叶青哥突破到了天宫境9重天修为，龙皇之力也来到了镇海境巅峰境界。只可惜，只有炼化的第一枚莲子才有如此效果，若不然，我怕是能够一举踏入圣人境。叶青哥心中暗自咂舌，不过他也没有什么不满的，毕竟修为境界和龙皇阵道诀的修为境界都获得了不小的提升，他已经感到很满足了。而且此次黄洛道场之行还让他觉醒了苍天神体的第2式体质神通，并获得了真黄真谛，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了。如果能够从群仙宴中获得大道精灵一族的消息，那就更完美了。叶青哥重重吐出一口浊气，慢悠悠站起身来。如今任务点彻底清零，他也得去想方设法获得任务点了。接下来他打算觉醒上古至尊重瞳的体质神通。定，检测到宿主的任务点已经见底，现在触发保底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保底任务，狗都不做。任务，拒绝本系统的保底任务。奖励0任务点。选项2，狗不做我做，我最爱保底任务了。任务，就在今晚调教江洛离、林秋意。奖励6000任务点，白丝、黑丝一双，百丝不烂，蜡尔复原版。我选2。叶青哥顿时做出了选择。童子哥诚不欺他啊，说下一次的任务就给他安排上白丝，这就给他安排上了，而且还不只是白丝，还有黑丝一并奉上。果然童子哥对他的满满爱意绝对不能小觑啊！结，白毛萝莉和小秋意准备好迎接本神子的大调查吧。什么？你说童子哥说的调教是在今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本神子心急，现在就准备让江洛离和林秋意接受调查。另一边，米家，米其林回到族中后，满脸阴沉地召来了自己下属，下令道：听说东域最近新诞生了一大暗杀势力，名为明玉天，你们去帮我联系明玉天，就说我要刺杀一个人，价格随便谈。下属抱拳恭敬道：是。他心中则是暗叹一声，不知道是谁惹了他家公子，竟让他家公子不惜买动明玉天的杀手来暗杀此人，真是嫌自己命长了。呵呵，和我玩你还不够格，等明玉天的杀手站在你面前时，你才会明白你究竟惹到了何种超然存在。米其林脸上不由露出一抹傲然，背靠米家，这就是他的绝对优势。他打心底认为叶青哥不过是一个靠脸上位的小白脸罢了，岂能与他相提并论？就算他实力再强，还能强过明玉天的杀手不成？他已经能够想象到叶青哥的头颅摆在他面前的那一幕了。是夜调教完江洛离后，叶青哥蹑手蹑脚的来到了林秋意的房间。神子大人就不能先陪完秋意，再去陪那臭白毛吗？林秋意娇滴滴的扑入他怀里，娇柔软糯道：自古规矩便是如此，本神子也没办法吗？叶青哥耸了耸肩，笑道：自古以来，不管做什么事都得讲究个先来后到的规矩，毕竟江洛离是他的第2大后宫，林秋意甚至还算不上后宫，只是准后宫，所以他肯定得先陪江洛离吗？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不能忘。哼，神子大人分明就是偏心，秋意可不管这么多，今晚神子大人得好好补偿秋意哦。林秋意娇滴滴地窝在叶青哥怀里，神情羞涩道。叶青哥看着怀里含苞待放的绝色佳人，心中腾起了一股火焰。他可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还有拿下林秋意的任务在身。他在想，要不要趁现在就拿下林秋意？上一次他便打算拿下林秋意，只是林秋意还未做好准备罢了。所以这一次他打算探探林秋意的口风。想到这里，叶青哥轻轻拍了拍林秋意的脸蛋，坏笑着问：秋意，你可做好了准备？林秋意看着叶青哥脸上的坏笑，顿时明白了后者的意思。那一瞬间，他的脸庞泛起一层羞涩的红晕，如同初绽的樱花，淡雅而羞涩。他从怀中取出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心跳如肋骨，神色愈发羞涩。真情石也亮了起来，看来神子大人对秋意的情谊千真万确。真情石？叶青哥愣了一下，他倒是知道在皇族中有一块奇异非凡的石头，可以用来鉴定他人对自己的感情，视为真情石。只是他没有想到林秋意竟然会用真情石来鉴定自己对他的感情。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他是林秋意，也会选择如此做法。毕竟他和林秋意相处的时间的确不够久，不过换位思考归换位思考，该有的惩罚还得要有。林秋意竟然敢用真情石来鉴定自己对他的感情，这明显就是不信任自己啊！必须调教。好你个林秋意，没想到打心底还是不相信本神子。你说
本神子该如何惩罚你呢？叶青哥将林秋意抱在床上，轻轻咬着他的耳垂，神色玩味戏谑。林秋意没有说话，轻遮下的睫毛微微颤抖，愈发羞红的脸庞直接出卖了他此刻的内心。看着他这般模样，叶青哥也不再犹豫。就在今晚，他要一举拿下双重奖励。秋意，别紧张，放松些。呜呜，神子大人。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6000任务点，白丝、黑丝1双，百丝不烂，蜡尔复原版。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后宫+1，神秘礼包1份。请问宿主是否打开神秘礼包？清晨，艳阳初升之时，叶青哥缓缓苏醒，怀里是不着寸缕的林秋意正酣然熟睡，呼吸均匀平稳。床上那一抹刺红极其亮眼，想起昨晚家人渲然欲泣、楚楚可怜的模样，叶青哥眼里的温柔瞬间溢出。童子打开神秘礼包。叮，恭喜宿主成功打开神秘礼包，奖励2万任务点，高级神脉、真黄神脉、真黄游龙、吞神魔功修补10%。看着如此丰厚的奖励，叶青哥顿时瞠目结舌起来。且不说这2万任务点以及真黄游龙，单单是这高级神脉真黄神脉，那都是世间最为顶级的血脉之一。而且因为是童子哥奖励给他的真黄神脉，所以他和真黄神脉的融合并无一丝违和感。再加上吞神魔功又修补了10%，他又有了威胁胚，应该是好好孝敬云若妹师尊的理由了。他暗自催动真黄神脉，指尖上有一抹火焰在跳动，正是真黄之火。正当叶青哥熟悉真黄神脉时，熟睡中的林秋意突然发出一声嘤咛，睫毛轻轻颤动，缓缓睁开一双灵霞凤眸。醒了。叶青哥散去真黄之火，将林秋意轻柔地搂在怀里。哼，臭神子，坏神子，都说了让你温柔点，真是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林秋意在他肩头狠狠咬上一口，凶巴巴道。直到现在，他都为叶青哥豢养的大鹏鸟感到惊为天人。他甚至怀疑叶青哥是不是某种怪物转世了，要不然岂能养出如此壮阔恢宏的大鹏鸟？不过他身为流燕皇朝的长公主，岂会如此轻易就被打倒？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叶青哥的灵魂弃侣。叶青哥讪讪一笑，没有说话，只是为他理着耳旁碎发。他自然知道自己的勇猛，目前来说，除了师尊孟白离，还没有一人会是他的对手。以后少和洛离争风吃醋，懂不懂？要不然到时候本神子将你们2个一并收拾了。叶青哥捏了捏林秋意的脸颊，小小的威胁道。哼，我可是流燕皇朝长公主，其他人怎配与我共用神子大人？林秋意傲娇蛮横的颔首道。哦，是吗？叶青哥笑了笑，这句话若是让师尊孟白离听到了，他怕林秋意真的见不到明日的太阳。好了，把你的小性子收一收吧，你和江洛里可是要做好姐妹的人，怎可一直针锋相对？靠！不说了，我看你这妮子就是欠调教。叶青哥也懒得和林秋意争了，去和他豢养的大鹏鸟说去吧。林秋意，我不过才说了一句话，就要受到如此惩罚吗？到底还有没有天理了？打咩哟！数个时辰后，叶青哥穿好衣裳，叮嘱了林秋意一句后，便拍拍屁股走人了。等回到江洛离所在的府邸后，迎面便遇到了怒气冲冲的江洛离。去哪了？江洛离双手叉腰，美眸圆睁，他鼻子微微翕动，闻到了叶青哥身上的幽香。这幽香他很熟悉，分明就是林秋意的香味。也就是说，叶青哥在昨晚趁他睡熟后就去找林秋意了。长夜漫漫，孤男寡女的，二人岂不是干柴遇烈火？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难道会不知道？看着眼前这颗坏到流脓的花心大萝卜，他恨不得快刀斩乱麻，将这颗萝卜斩成2半。你昨晚趁我睡着，是不是去找林秋意了？你这个该死的坏到流脓的臭烂花心大萝卜，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你不是人！江洛离气得双峰一颤一颤的，滔天的怒火自他眼眸中喷薄而出。看着眼前这头愤懑到不能自已的白虎，叶青哥不由挑了挑眉。嚯，小小白毛萝莉也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他，真把自己当成孟白离了。再说了，他怕孟白离也只是担心自己实力不够，难以镇压师尊罢了，要不然他早就和师尊摊牌了。区白毛萝莉竟然还敢倒反天罡来指责他，必须调教。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今日你敢指责本神子，明日你就敢打本神子，不过一介后宫罢了，不要也罢。任务，和江洛离摊牌，并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奖励8000任务点，后宫1。选项2，哟，这不白毛萝莉吗？一晚上不见
怎么胆子变这么大了？任务：狠狠训斥江洛离，让他认清自己的地位。奖励：8000任务点，一头伤心欲绝的白虎。选项3：是本神子没有力气和手段了，竟让你在这里倒反天罡。任务：用爱感化江洛离，让他打心底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奖励：8000任务点，半张神秘地图。选项1和选项2，这是要让自己痛失一大后宫的节奏啊！万万不能选，我选3。叶青哥做出了选择。神秘地图虽然只有半张，但依旧很是吸引人啊！能够让童子哥都称之为神秘的奖励，岂能简单？啪！叶青哥身影一闪，右手探出，将江洛离壁咚在墙，左手轻捏着对方精致的下巴，轻轻抬起，语气玩味又霸道：江洛离，你可得搞清楚自己的地位。本神子昨晚陪完你后去找谁了，又做了什么，和你没有丝毫关系。但是你这辈子都是本神子的，你也只能够有本神子这个男人，懂吗？你这辈子都逃不出本神子的掌心。最后一句话是叶青哥靠在江洛离的耳旁轻声说的：你太霸道了。江洛离气得跺了跺脚，却又满面羞红。叶青哥将他打横抱起，轻轻咬着他的下唇道：对，本神子身为天道宗神子，向来就是如此霸道，你就是再不喜欢，也得给本神子老老实实的受着。接下来本神子会让你感受一下何为霸道的力量。叶青哥右手轻轻一挥，灵力喷涌而出，啪的一声关上房门。反正距离群仙宴的举办还有大致2天时间，正好趁着这2天时间把江洛离调教了。江洛离果然是坏到流脓的花心大萝卜啊！这不又开始流脓了。时间转瞬流逝，这一日整个东域都轰动了起来。奢华的车辇、豪华的古楼船、古战舰简直随处可见，更有一些年轻天骄是骑着修为比自己强大的坐骑赶赴万仙楼。只因今日是万仙楼举办群仙宴的日子，据说那位美若天仙、风华绝代的神女也会露面。至于万仙楼举办这场群仙宴的目的，至今还无人知晓。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今日能够一睹万仙楼神女的盛世芳容。绝大多数赶赴群仙宴的年轻天骄也都是为了神女而来。流燕皇朝，叶青哥一脸神清气爽地走出大殿，慵懒地伸了个懒腰。面对师尊孟白离，他只有被调教的份，但是面对江洛离、林秋意，那无疑是反过来了，该轮到他执掌调教大权了。此刻江洛离安静乖巧地跟在叶青哥身后，亦步亦趋，只是时不时还会用幽怨的目光瞪一眼叶青哥。没办法，谁让他遇上了叶青哥，并且这辈子都栽到了对方手中呢？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8000任务点，半张神秘地图。系统声音消散后，叶青哥也是将那半张地图拿在手中观摩，但他一眼看去，却只能够看到灰蒙蒙的一片，就像是地图上弥漫着浓郁，看不真切。众瞳开！他暗自催动上古至尊众瞳，施展出体质神通窥天神术，却依旧难以看穿这半张地图上的灰蒙迷雾。难道要获得另外半张地图才能够一探其中奥妙？叶青哥顿时想到了这个可能。神子大人！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林秋意带着一众侍女浩荡赶来，当着众人面扑入他怀里。今日应该就是群仙宴举办的日子吧？叶青哥揉了揉他的发顶，温和笑道：秋意已经备好了车辇，神子大人随我一起来吧。林秋意甜甜一笑，叶青哥点了点头。三人很快乘上了奢华的车辇，朝着万仙楼急速赶去。万仙楼乃是东域的顶级影视势力，近年来才逐渐浮出水面。他麾下所追随的势力，大大小小的遍布整个玄黄地界。万仙楼中有一身穿白袍、容貌俊逸出尘、棱角分明的少年，背负着双手站在窗前，眸光深邃灿灿，仿佛有日月在其中倒转。这场群仙宴实在是没有必要，想去做那件事，有我一人陪着依然就够了，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少年看着窗外盛景，口中呢喃。他正是万仙楼的圣子王腾。罢了，就让这场群仙宴成为我的踏脚石吧。依然，我会让你看看玄黄地界的天命最终会落在谁的手中。王腾眼中有熊熊火焰窜起，烧得很是旺盛。他口中的依然正是万仙楼的神女顾依然。至于这场群仙宴，至始至终都不被他放在眼里。他身负高级地体镇域霸体，拥有镇压炼狱的伟力，神威无穷，堪称无尽，岂会将一群土鸡瓦狗放在眼里？在他看来，今日赶赴群仙宴的年轻天骄终究会被他踩在脚底。万仙楼前有一辆奢华的车辇御空驶来，稳稳停在楼前。叶青哥伸手拨开车帘，一脸淡淡的从其中走出。他的身旁跟着江洛离以及林秋意，二人挽着他的胳膊，互相对视一眼后，纷纷扭头冷哼一声。
二人明面上虽然不再针锋相对，但暗地里依旧会较劲。三人交付仙帖，走进万仙楼中，不由被其中景象稍稍震撼了几秒。楼中很是宽阔，容纳个千百万人不成问题。这里金碧辉煌，有各种各样的宝石玛瑙装饰，鎏金的镂空雕刻应有尽有，处处散发着奢华古老的气息。林秋意带着叶青歌和江洛离来到一处贵宾席位，随后坐下。林秋意和江洛离坐在两边，将叶青歌围在了中间。神子大人，这可是我东域赫赫有名的龙果，滋味甘甜，回味无穷。来，你尝尝。林秋意将一颗剥好皮的灵果递到叶青歌嘴边，笑盈盈道。叶青歌自然不会拒绝，一口将其吞下。神子大人，洛离这里也有。江洛离不甘示弱，同样将一颗灵果剥好皮塞到叶青歌嘴里。看着二女又在暗中较劲，叶青歌心中顿时大大的无语。算了，较劲就较劲吧，总比针锋相对好。这幅和谐的画面已经比以往好很多了。至于四周的年轻天骄，则是一脸艳羡地看着这一幕。毕竟林秋意和江洛离都是世间角色，各有千秋。寻常修士若是能够拥有一位这样的道侣，怕是做梦都会笑醒。而叶青歌足足被两位如此角色包围，甚至还摆出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有必要这么凡尔赛吗？但是仔细一看叶青歌的容颜，貌似一切都说得过去了。他们要是有叶青歌1%的容颜，何愁找不到如此角色？可惜他们甚至连这1%都够不到。正当叶青歌百无聊赖地吃着身旁两大家人时不时送来的灵果时，骤然间神色一变，眸中散发着凛凛寒光。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一股杀意若有若无的刺来。怎么了，神子大人？林秋意看着突然正色起来的叶青歌，不由感到些许迷茫。叶青歌暂时没有说话，循着那股极淡的杀意看去，才发觉有一云袍青年正在远处打量着自己。那抹杀意便是从那青年身上传来的。叶青歌稍稍眯起了眼睛，仔细打量着对方。他发现此人眉宇间与陆星河有几分相似，难道二人有些关系？秋意，你可识得此人？叶青歌用手肘了肘一旁的林秋意，问道。林秋意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打量了云袍青年一眼，道：认识，此人名为陆川泽，是陆家赫赫有名的神子。另外，林秋意顿了一下，目光突然变得怪异起来，接着道：他还是陆星河的哥哥。神子大人，你杀了陆星河之事，陆家早就知道了，或许在这场群仙宴上，陆川泽很有可能对你不利。陆川泽身负初级地体、阴阳地体，修为再准圣境9重天，实力很是不俗。听着林秋意的描述，叶青歌淡淡的点了点头，顿时对陆川泽失去了兴趣。也难怪这陆川泽会对自己抱有杀意了，原来是陆星河的哥哥。准圣境9重天修为，身负初级地体，乍一听还蛮唬人的，其实也就那样吧。如果这陆川泽识相的话，就不会来找自己麻烦，要不然他也不介意让这陆川泽去黄泉路上找他弟弟。川泽，那是谁？陆川泽身旁有一位身穿碧绿绫罗裙，看上去古灵精怪，容颜绝美可爱的少女靠了过来。他就是杀我弟弟的天道宗的神子叶青歌。陆川泽冷冷地说了一声。什么？他就是天道宗神子？那个杀你弟弟的凶手？柳如烟大吃一惊，右手轻捂单唇，满眼都是不可置信。天道宗神子的传闻他也听过一些，那还是与四圣秘境有关。据说叶青歌在四圣秘境里灭杀了龙傲天灵身，甚至还可能获得了圣兽白虎的传承。甚至因为叶青歌，水源龙族的黑水至尊都被天道宗8祖一剑斩杀。可以说自叶青歌入世后，便给人带来了一种霸道不容忽视的感觉。天道宗唯一的一位神子，待会儿在群仙宴上，我会去试试他有几斤几两。陆川泽冷哼一声，胸腔里汇聚着漫天的杀意。大家都是如雷贯耳的天骄妖孽，心高气傲惯了，在没有交锋过之前，谁怕谁？此人敢杀川泽的弟弟，便是与我为敌。先让我试试他的长短。柳如烟同样冷哼一声，双眸中有一抹银芒一闪而过，层层叠叠的符文烙印自眼底涌现，正是终极至尊体破妄银眸。破妄银眸虽然远不如上古至尊重瞳，但也拥有勘破虚妄的能力。柳如烟催动破妄银眸，正是要探一探叶青歌的修为。他将目光定格在叶青歌的丹田处，正聚精会神地探查时，一抹极致耀眼的白光自叶青歌的丹田中闪过。霎时，一双古老无上看待天下苍生犹如看待蝼蚁般的神眸出现在柳如烟的识海中。在这极致淡漠的目光下，柳如烟的神魂仿佛见到了大恐怖，哀嚎一声后立马匍匐跪地，抖若筛糠。噗！柳如烟突然口吐鲜血，脸色煞白，后背都有冷汗打湿，浑身冰冷无比，两行血泪从他双眸中流下，很是骇人。如烟，你怎么了？陆川泽见状大惊失色，连忙搀扶住柳如烟。川泽，此人丹田中有大古怪，我看不透他的修为，
待会儿你定要为我报仇啊！柳如烟顺势栽倒进陆川泽的怀里，语气嗲嗲道。闻言，陆川泽眼底划过一抹阴狠，面目狰狞道：放心吧，如烟，此人杀我弟弟，现在又伤到了你，我必杀他。柳如烟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看向叶青哥，眼神就像是看死人一般。陆川泽的实力他最清楚不过了，就算叶青哥是天道宗神子，也不会是陆川泽的对手。坐席上，叶青哥神色玩味地瞥了眼柳如烟，刚才那一抹被窥探的感觉不会有错，应该是柳如烟想要窥探他的修为，结果却是被他丹田中的天道化身给反噬了。毕竟苍天神体是世间3大顶级神体之一，内蕴天道化身，不可亵渎，不容冒犯，至高无上。柳如烟想要窥探他的修为，只会是自讨苦吃。听说今天这场群仙宴是万仙楼神女举办的，不过群仙宴只是个幌子，这场宴会中最重要的据说是手擂赌斗。林秋意凑近叶青哥，神情郑重的轻声说道：手擂赌斗，听上去倒是不错，不知可有奖励？叶青哥来了一丝兴趣。大概会有吧，到时候看神女怎么安排就行。林秋意模糊不定道。他话音刚落，万仙楼内传出一片骚动，只见一位身穿白衣，容颜出尘俊逸，气息内敛却隐隐透出一抹毕露锋芒，风度翩翩的少年缓缓走来。竟然连这位都来了。传闻中万仙楼的圣子，那位身负高级地体，拥有大帝之姿的王腾。没错，是他。天啊，今日这场群仙宴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想到竟然连王圣子都现身了。周围是无数年轻天骄面露震撼、惊愕之色，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王腾。王腾，万仙楼圣子，号称拥有大帝之姿。有素老断言他能够夺得此世天命，因此他的名气却丝毫不比龙傲天小。甚至在玄黄地界，有许多势力都暗暗拿这两人做比较，想要清楚究竟孰强孰弱。一众少女面露花痴之色，脸色绯红的偷偷打量了一眼王腾。王腾有颜有实力有地位，端地是一众少女的梦中男神了。林秋意和江若离神色几乎同一时间变换，有些许凝重。没想到群仙宴连这位都现身了，看来今日的宴会有大古怪啊。林秋意面色沉重道：关于王腾，我也听过一些他的传闻。传说他诞生时，有仙鹤从远方的天际飞来，叼来了一块玉简，里面记载着一门仙道下品炼体功法。江若离神色同样凝重，显然王腾是一位妖孽到极致的绝世天骄，是争夺天命最为有力的人选之一。仙道下品炼体功法，叶青哥听到这里，脸上的兴趣浓郁到了极点。出生便有仙鹤叼来一门仙道下品炼体功法，这的确充满了神秘色彩。就是不知道这门仙道下品炼体功法比起他的龙皇阵道诀如何。圣子还真是如雷贯耳啊，没想到只是简单的出场，便带给这群年轻天骄如此震撼。暗中有万仙楼长老捋了捋胡须，点头笑道：那是，我儿王腾当有大帝之姿，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出场，也足以震撼四方了。一位身穿黑金长袍的中年男子满面红光道：他正是王腾的父亲，万仙楼的六长老王坤。王坤虽然只是六长老，但是父凭子贵，因为王腾是万仙楼圣子，所以在万仙楼里，哪怕是那些修为比他强大的长老，也对他毕恭毕敬。老六，你生了个好儿子啊！大长老满眼欣慰地笑道。闻言，王坤更加志得意满，就差用鼻孔看人了。而群仙宴的气氛也随着王腾的到来到达了一种高潮。待到各大势力的年轻天骄几乎全部落座后，一道清灵婉耳、回味无穷的声音骤然响起：感谢诸位前来参加这场群仙宴，依然感激不尽。人未到，声先至，但只是闻其声，也足以让人浮想联翩。随着一缕香风扑面而来，万仙楼那位神秘非凡的神女终于映入了大家眼帘。她身披鎏金长裙，熠熠生辉，闪若晨星，一头秀色可餐的长发好似镀了金一般，直达腰间，有些落至胸前，就像是丝滑的绸缎。一张绝美精致的瓜子脸上生有一双寒化般的淡金色瞳眸，眉似远山寒烟，秀鼻高挺，鼻尖微微翘起，一张饱满微翘的樱桃小嘴充满了极致的诱惑。修长的雪颈下是傲然挺立的双峰，蛮腰若柳，身姿曼妙，翘臀饱满，一举一动散发着绝代的风华，她浑身上下充满了高高在上的贵不可言。一回眸，嘴角微扬，眼神蕴含秋水，给人以无限遐想。可以说顾依然的出场震惊了所有人，真不愧是号称美若天仙的万仙楼神女。哪怕是声名远扬的王腾，也在此刻表现得如痴如醉，久久没有回神。叶青哥右手撑着头，饶有兴致地欣赏着顾依然的绝代芳华。看到这一幕，江若离和林秋意心中警铃大作，他们面面相觑，随后纷纷暗自点头。他们两个在如何争风吃醋，
那也是他们之间的事情，绝不允许外人再来横插一脚。他们要一致对外。神子大人，不用再尊重他了。来，秋意喂你吃灵果。林秋意拿起一颗灵果，便往叶青哥嘴里塞，脸上带着一抹甜甜的笑容。就是啊，神女再美，你也只能在远处欣赏。但是这些美味的灵果，可是能够让你品尝的哦。江洛离也笑着往叶青哥嘴里塞进一颗灵果。叶青哥看着两女一致对外的做派，不由有些汗颜。没想到顾依然的出现，竟然结束了两女的针锋相对，使得他们一致对外。这又何尝不算是一种神迹呢？神女客气了。是啊，是啊，神女邀请我等前来参加群仙宴，实在是让我等受宠若惊。神女之美，当真是不负天仙盛名。一众年轻天骄纷纷开始恭维起来。诸位客气了，这是我万仙楼赫赫有名的仙酿，还请诸位品鉴一下。顾依然嫣然含笑，宛若春风中含苞待放的桃花。他右手轻轻一挥，无数年轻天骄面前凭空出现一口玉瓶，玉瓶中装着万仙楼赫赫有名的仙酿天仙醉，号称一口下去连天仙都要醉倒。虽然这很是夸张，但也可以看出此酿的神奇和珍贵。不过单纯品酒未免过于无趣，依然在吹箫上颇有造诣，不如为诸位吹箫一曲，何如？顾依然露出一抹盛世笑颜。神女实在客气，您能为我等吹箫，当真是我等三生有幸啊。一众年轻天骄再度恭维起来。见状，顾依然也不再犹豫，当即祭出一柄准圣器级别的长箫。吹箫只是他的闲暇爱好罢了，因此长箫的品阶他从不在意。他身为万仙楼神女，地位还更要在王腾之上。只要他想，哪怕是准至尊器、至尊器级别的长箫，那也是唾手可得。随着悠扬婉转的箫声响起，其中竟蕴含着大道之音，响彻整个万仙楼。箫声悠悠，穿过众人的耳膜，让人的神魂都为之沉迷陶醉。箫声美，但人更美，酒更醉。一口天仙醉下肚，眼前仿佛有大道虚影朦胧浮现，让人心醉神迷。不过叶青哥喝下天仙醉后，即使有醉意有幻想，却也转瞬即逝。毕竟他身负苍天神体，天仙醉岂能醉他？顾依然的箫声虽然悦耳动听，其中甚至夹杂着大道之音，但其实也就那样吧。顾依然的吹箫技艺算不上多好，关键在于他的特殊体质罢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开场戏，未免显得有些太过无趣。想到这里，叶青哥便忍不住打了个哈欠，显得很是慵懒。而也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哈欠，顿时破坏了现场的氛围。此人是谁？竟然不识神女箫声之绝妙，当真是对牛弹琴。不听能不能滚啊？非要在这里哗众取宠吗？哼，在神女面前玩欲擒故纵之计，当真是小丑。一众年轻天骄纷纷指责起来。王腾目光转来，眼中带上了一抹骇人的杀机。顾依然称得上是他的心头肉，谁敢侮辱顾依然，便是在侮辱他。单单是这一点，就足够让叶青哥死上千百回了。顾依然对此倒是没有生气，只是略有好奇地看了眼叶青哥，仅仅是一眼，便让他对叶青哥的容颜感到惊为天人。哪怕是王腾、陆川泽与其比起来，也犹如萤火比皓月，野鸡比真黄。他还从未见到过一位年轻天骄有叶青哥这般的容颜与气质，他太仙了，就像是真仙凌尘，不食人间烟火。但他还是有些小赌气，难道他的箫声当真如此不堪，惊艳不了这般仙然的谪仙人？这位公子如此淡然，难道是依然的箫声难以入公子之耳吗？顾依然询问道。吹箫技艺勉强过关，不过是你的特殊体质的功劳，才让箫声听上去让人如痴如醉罢了。而且你手中长箫的品阶也不算高，本神子身上倒是有一柄上好的长箫，只可惜太大了，你应该费劲能吹。最后一句话落下，整个万仙楼内一片死寂。一群年轻天骄纷纷惊愕，石化当场。这特么是什么虎狼之词？这么明目张胆的说出来，当真不怕顾神女生气？再说了，退一万步来讲，就算顾神女不生气，王腾会眼睁睁地看着你亵渎神女。王腾爱慕顾依然这件事，几乎东域的年轻天骄都对此一清二楚。找死！果不其然，王腾听到叶青哥如此轻薄的话语后，瞬间勃然大怒，周身散发出磅礴狂暴的气势，那模样就像是一头发怒的雄狮，正对一头猎物虎视眈眈。呵，真是愚昧，以为背靠天道宗就能够为所欲为了。在王腾面前，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也得卧着。陆川泽看到这一幕，心中不由冷笑起来。这里可是万仙楼，不是天道宗。这叶青哥真以为自己无敌于天下，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吗？真是蠢到家了。王腾，坐下。顾依然淡淡的瞥了眼王腾，随后看向叶青哥。按理说他被人如此亵渎，应该心生怒火，不留情面的将叶青哥赶出去才对。
可不知为何，他此刻却生不出丝毫怒火，眼神中除了幽怨，还带有些娇嗔。没想到这位看上去超然物外、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人，竟还有如此骚话连篇的一面。依然，此人如此亵渎你，就让我……王腾话还未说完，却是被顾依然冷冷打断：“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还请你不要搅乱了宴会。”听到这番话，王腾彻底懵了，到底有没有搞错啊？叶青哥骚话连篇的轻薄顾依然，难道就不是搅乱宴会了？他想要为顾依然出头教训下叶青哥，反倒成了搅乱宴会的罪魁祸首了。难道这就是颜值的力量吗？他简直要气得吐出一口老血了。要是他如此轻薄顾依然，怕是早就被赶出群仙宴了。此刻他只想大声怒吼，这世界特么就是一个巨大的卡颜局。其余天骄也是更加石化了。麻蛋，这就是所谓的颜值即正义吗？狠狠羡慕了。死！叶青哥突然眉头轻皱，倒吸一口凉气。他的腰上不知何时起落下了2只柔嫩无骨的小手，并狠狠地拧了起来。呵呸！该死的登徒浪子，坏到流脓的花心大萝卜！林秋意和江洛离纷纷啐了他一口，随后转身独自生着闷气。叶青哥，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 ：Big 蛋，本神子身为后宫之主，给你们找好姐妹乃天经地义之事，看来是调教的还不够啊。任务：群仙宴后教训林秋意和江洛离，让他们认清自己的地位。奖励：9000任务点，寻到追灵符。选项2，毕竟是自己的2大后宫，还是道个歉，认个错吧。任务：低声下气的和林秋意、江洛离道歉，求得他们原谅。奖励：9000任务点，硬件软化，不可逆版。我选1。叶青哥立马做出了选择。选项2，这是要让他一辈子都硬气不起来啊，简直太阴险了。他可是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神子，岂能选择选项2？而且他是天道宗神子，更是后宫之主，哪有向后宫低声下气的道歉的道理？必须狠狠调教。9一品萧以文，接下来便是今日邀请诸位前来参加群仙宴的真正目的。顾依然缓缓扫视一眼四周，道：当他的目光落在叶青哥身上时，却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韵味。闻言，众天骄神情振奋起来，满怀期待地等着后文。他们就知道顾依然大张旗鼓地邀请他们前来参加今日的群仙宴，不会只是喝喝酒听听箫这么简单。我曾在外游历时发现有一处神秘之地，里面蕴含着与大道有关的机缘。不过机缘之地诡谲云涌，神异非凡，内蕴无上禁制，强者难以入内。所以今日这场群仙宴是为了挑选年轻天骄与我一同前去找寻机缘。顾依然顿了一下，接着道：接下来我会举办首类赌斗，夺得头魁者便可与我一同前去机缘之地寻找机缘，不知各位意下何如？闻听此言，一众年轻天骄都面露思索之色，蠢蠢欲动。若是能够与顾依然一同前去寻找机缘，无疑能够拉近这位梦中女神的距离。到时候在寻找机缘的途中发生一些干柴遇烈火的奇妙美事，也不见得很是稀奇。我等当然不会有意见，赌斗便赌斗。是啊，神女，依我看，现在便开始首类赌斗吧。有年轻天骄迫不及待道。可顾依然浅笑着点了点头，哈哈，好，既然如此，那便让在下第一个来吧。有一位身穿蓝袍的卑贱少年迫不及待地上台，他来自玄剑派，是当代大师兄，身负初级至尊体，玄阳剑心，修为在天宫境3重天。紧跟着一位来自绝枪宗的持枪少年上场，二人很快便厮杀在一起，最终绝枪宗天骄惜败于玄剑派天骄，黯然收场。时间过得很快，又是几场赌斗下来，将气氛推向了高潮。接下来这场我上。陆川则一脸漠然地站起身来，身影一闪，下一秒便出现在场上。是陆家神子陆川泽，那位身负初级地体，修为再准圣境9重天的绝世妖孽。有年轻天骄惊呼道：陆川泽虽然不如龙傲天、王腾有名气，但也绝对不容小觑。我认输。对面的年轻天骄显然知道陆川泽的实力究竟如何，因此认输的很是果断。毕竟他的修为只有天宫境7重天，与准圣境9重天修为的陆川泽厮杀，只会是自取其辱。陆川泽脸色淡淡，显然早就料到了这一幕。他转动目光，定格在一脸玩味戏谑的叶青哥身上，道：天道宗神子叶青哥，不知你可敢与我一战？此话一出，如同惊雷乍现，震得人头脑嗡嗡作响，一片空白。天道宗神子，那不是在4圣秘境中覆灭了龙傲天灵身，并据说夺得了白虎传承的狠人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此地？放肆！今日这场群仙宴依然只邀请了东域天骄，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就算
你是天道宗神子，也休想在这里为非作歹！王腾拍案而起，怒目圆睁地瞪着叶青哥。叶青哥慵懒地站起身来，神色戏谑玩味道：“王腾，你莫非是修道修傻了？没有仙帖，本神子又是如何进来的？”哼，当初神女赠予本殿3张仙帖，本殿送给神子大人2张，怎么了？林秋意也紧跟着拍案而起，怒视着王腾。虽然他还在和叶青哥置气，但眼见外人胆敢质疑叶青哥，他自然要为叶青哥出头。王腾闻言转头看向顾依然，顾依然微微颔首，语气平淡道：“首先，我得声明3点：一，日后还请王圣子称呼我顾依然或者顾神女，毕竟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这种程度。二，当初我的确赠予了流燕皇朝3张仙帖，长公主殿下将仙帖赠予谁是她的权利。三，群仙宴我虽然只邀请了东域天骄，但只要有仙帖，不管是哪一界域的人都可以前来参加。”此话一出，王腾的脸色顿时如同吃了死苍蝇一般难看，脸色阴沉的仿佛要滴出水来。他从小就是在王坤那一声声我儿有大帝之姿的话语中浸泡长大的，早已心高气傲惯了。在他看来，唯有顾依然这等拥有绝代风华的佳人才配得上他。可现在顾依然却当着如此多人的面，半点面子都不给他留，这让他情何以堪。不过他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归咎于叶青哥，若非是叶青哥的突然出现，他又岂会掉如此大的面子？所以他心里简直恨透了叶青哥，只要让他抓到机会，他定然会教叶青哥好好做人。就算叶青哥背靠天道宗又如何？他万仙楼也不是好惹的，在这里是龙都给他盘着，是虎也得给他握着。王腾恨恨地看了眼叶青哥，最后不甘地坐下。林秋意冷冷地瞥了眼王腾，随后也坐了下来。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陆家神子妖战，此人修为强绝，妖孽无比，断不能敌，先苟着发育一波，日后再干他丫的。任务，拒绝陆川泽的妖战，奖励1万任务点，顾依然的失望和嫌弃。选项二，打架哪有陪后宫玩道侣小游戏香。任务，拒绝陆川泽的妖战，并立刻带着江洛离、林秋意回去向他们开炮。奖励1万任务点，炮神光环+1。选项三，陆家神子，本神子打的就是陆家神子。任务，接受陆川泽的妖战，并狠狠教他做人。奖励1万任务点，真皇神脉第一式血脉神通觉醒。看着选项三如此丰厚的奖励，叶青哥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选择了他。原本他是打算先将上古至尊重瞳的第二式体质神通觉醒出来，再来觉醒真皇神脉的第一式血脉神通，没想到童子哥竟然如此好心，直接就要给他觉醒真皇神脉的第一式血脉神通。对于童子哥的好意，他自然不会辜负。哎呀呀，有这么一个宠爱自己的童子哥，他这个穿越者过得还真是滋润捏。陆川泽，你既然知道我是天道宗神子，竟然还敢邀战我，不得不说你勇气的确可嘉。叶青哥负着双手，一脸云淡风轻的缓缓上场。陆川泽看着这般模样的叶青哥，嘴角狠狠抽搐了一番，太他妈装逼，太他妈骚气了。废话少说，你杀我弟弟之时就该想过要有今日。陆川泽冷哼一声，眼中是恐怖的阴阳本源在喷薄。叶青哥不屑地笑了笑，赌斗赌斗，正所谓赌在前，斗在后。既然你想为你弟弟报仇，那我们便赌命，如何？此话一出，如同一道惊雷忽然炸响，振聋发聩。叶青哥竟然要和陆川泽赌命，这未免也太疯狂了吧！一个是天道宗神子，一个是陆家神子，不管哪一个死了，他们身后的势力都会发疯震怒，足可见叶青哥此话有多么疯狂。这简直就是你死我活的厮杀啊！陆川泽也被叶青哥的气势唬得愣了一下，但很快便回过神来，满脸阴狠道：“赌命便赌命，今日上穷碧落下黄泉，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大家同为绝世妖孽，心有孤傲，谁都不服谁。而且他身负初级地体，又是准圣禁酒，重天修为，岂会畏惧叶青哥？呵呵，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敢接下这场赌斗，真是不知死活。敢伤我，就让川泽送你去黄泉路上走一遭吧。”柳如烟在坐席上恶狠狠地看着这一幕，满脸的阴狠歹毒。阴阳乱神，一上来陆川泽便是急招，此为他的第一式体质神通，威能很是强绝。暴乱狂霸的阴阳二气汹涌澎湃而出，好似翻腾的暴海，遮天蔽日，欲要将天地都给淹没。不愧是陆家神子，抬手便是如此威能强绝的体质神通。依我看，天道宗神子不会是陆家神子的对手。难说，接着看吧。四周一阵窃窃私语。叶青哥看着眼前急速席卷而来的体质神通，脸上一片平静，没有泛起丝毫波澜。他催动灵力，
体质神力，以及能够镇压准圣境强者的龙皇之力。一指击出，大荒求天指携带着无上的法力以及肉身之力，如龙似虎的呼啸而出，与陆川泽的体质神通碰撞一起。轰隆隆，在无数人呆滞震撼的目光下，陆川泽的体质神通在碰到大荒求天指的那一刻，竟然寸寸湮灭，宛若纸糊的一般。这怎么可能？陆川泽害得眼球突出，瞳孔地震，一片惊骇骇然。这可是他的体质神通啊，竟然就这么被叶青哥一指击溃了。该死！陆川则满脸阴沉地看着急速碾压而来的大荒求天指，连忙催动灵力，凝聚出一口阴阳罗盘，轰向大荒求天指。然而此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在大荒求天指面前，不管是体质神通还是顶级神通，都唯有湮灭化作虚无的份。轰！大荒求天指将陆川泽轰得倒飞出去，宛若断了线的风筝般，鲜血在空中连成了一条线。扑通！陆川则重重砸在地上，骨骼都碎裂了不少，鲜血将衣襟打湿，狼狈不堪。此刻整个万仙楼内一片死寂，一眼望去，各个年轻天骄的脸上尽是震撼、呆滞、茫然的神色。发生了什么事？堂堂陆家神子，身负初级地体的陆川泽，竟然被叶青哥一指镇压了，有必要这么天方夜谭吗？这可是陆家神子啊，可不是什么路边的大白菜啊！可就是这么一位妖孽天骄，在叶青哥面前却显得如纸一般薄弱。他们知道，不是陆川泽太弱了，而是叶青哥太强了。叶青哥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种他们无法想象的境地。陆川泽，如果你只有这点实力的话，那么你的命本神子就收下了。原以为你还有些东西，就这。叶青哥淡漠地看这一幕，失望地摇了摇头。他原以为这陆川泽能够给自己带来些许惊喜，结果就这，什么狗屁的陆家神子，原来都是吹出来的。听到这话，一众年轻天骄面色又是一愕，虾人还要诛心？叶青哥！陆川泽艰难地从地上爬起，周身喷薄出汹涌澎湃的阴阳本源，不断治愈他的伤势。不一会儿，他的伤势便已治愈完全，恢复如初。还能这样？有年轻天骄下意识惊呼一声。如果陆川泽能够不断恢复伤势，这还让人怎么玩？叶青哥开启上古至尊重瞳，也看出了其中玄奥。这应该是某种高级大神通，施展起来极为消耗灵力和体质神力。今日你必死！陆川泽满脸阴毒地撂下一句狠话，汹涌狂暴的阴阳二气再度浮现，朝着叶青哥吞没而去。正是阴阳地体的体质神通阴阳乱神。而且不止如此，在这狂暴不堪犹如瀚海般的阴阳二气上，竟有两道手持神茧的神影浮现，正是阴阳地体的第二式体质神通混沌阴阳造天神。两大神影，一者为阴神，一者为阳神。阴阳两神手持混沌阴阳茧，脚踏阴阳二气，一齐朝着叶青哥杀去。其中甚至夹杂有5重天境界的阴阳真谛，以及其余5种大道真谛。也就是说，陆川泽掌握有6种大道真谛。如此天骄妖孽，当真是可怕到令人望而生畏。此刻两大体质神通一齐朝着叶青哥杀去，如此浩荡神威，让人的神魂都在匍匐站立，端地是恐怖无边。叶青哥要败了，毕竟是陆家神子，成名已久，此刻震怒起来，端地是恐怖无边，让人心生绝望啊！有年轻天骄议论道。几乎没人觉得叶青哥能够击溃此时的陆川泽，因为后者的气势太盛了，盛到连天地都不放在眼里。对，就是这样，杀死他！以为自己是天道宗神子就天下无敌了吗？在我家川泽面前，你又算得了什么？柳如烟状若疯狂地看着这一幕，心中不断咒骂着叶青哥。先前在叶青哥那里吃过的小亏，他一直记恨于心。2种体质神通，这还有点意思。叶青哥轻抬眼皮，周身法力暴涌，正巧他觉醒了仙魔横亘天后，还从未动用过，正好试一试这门极致杀伐的体质神通之威。叶青哥心念一动，灵力、体质神力一起喷薄出来，2道伟岸滔天、顶天立地的身影倏然浮现。其中一道身影周身仙辉漫漫，朦胧难视，脚踏通天之桥，手持通天神龟；另一道身影浑身笼罩着滔天魔气，脚踏浊尘之流，手持外道魔尺。这是什么？好强的神通威压，快将我压迫的跪地匍匐！道兄，还是你厉害点，我先跪了。看着如此滔天无上的体质神通，众天骄只感觉心神都在发颤，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充斥着惊惧、惶恐、不安。永恒仙身，不灭魔身，难道这是？柳如烟震撼地刷一下站起身来，瞳孔中倒映着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的身影，其中充斥着难以言说的惊骇。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单手掐着法诀，尺龟相碰间，一抹极致无上的杀威爆盛，朝着四周荡漾开来，汹涌席卷。
如此骇人惶惶的威势，就连隐匿在暗中的万仙楼大长老都忍不住出手，将这股强盛的法力波动囚禁。轰隆隆，陆川泽的体质神通与仙魔横亘天互相交锋碰撞，随后一寸又一寸的湮灭，化作虚无。不，看着席卷而来的汹涌沙威，陆川泽这才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好似狂风中摇摇欲坠的孤叶，随时都有坠落的风险。当那抹极致的沙威消散后，原地已经不见陆川泽的身影，他竟化作了飞灰，连神魂都未留下。看着陆川泽悄无声息的生死道消，在场所有天骄鸦雀无声，惶恐的咽了口唾沫。这也太猛了吧！举手投足间便抹杀陆家神子，试问整个玄黄地界还有哪个妖孽天骄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陆家家主也够惨的，自己的2个儿子惹到了天道宗神子，都纷纷生死道消了。陆星河死了也就罢了，如今竟然连陆川泽也死在了神子手中，这陆家怕是真要发疯了。哼，陆家再如何疯，在天道宗面前也就是一只稍大的蚂蚁，随手都可碾死。有年轻天骄不屑冷哼道：“这话倒是不假。此前陆星河死在叶青哥手里，陆家也是震怒，想要去寻凶手报仇。只不过在听闻杀陆星河的人是天道宗弟子后，顿时偃旗息鼓，再没有后文了。所以，就算是叶青哥这次抹杀了陆川泽，陆家只怕是也不敢对叶青哥下手。可别忘了，上次只敢在家喧哗的水源龙族，连家都被天道宗8族劈成2半了。川泽看着陆川泽就这么死在自己面前，柳如烟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犹如杜鹃啼血。他将目光转向叶青哥，满脸怨毒的低吼：“叶青哥，你竟然敢杀川泽，你此生不得好死！”叶青哥眉头轻蹙，右掌探出，恐怖的肉身尾力压迫着虚空而去。柳如烟的修为甚至比之陆川泽都不如，怎么可能接得下叶青哥这一掌？他顿时被轰得倒飞出去，大口吐血，披头散发的宛若厉鬼。倒是忘了你，先前胆敢窥探本神子，这便是代价。叶青哥一脸淡然道：“叶青哥，哈哈，叶青哥。”柳如烟踉踉跄跄地爬起身来，整条右手臂都耷拉下去，却在疯狂发笑：“叶青哥，没想到你竟然身负苍天神体，是苍天神体啊！”哈哈，大家都听好了，天道宗神子叶青哥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传闻苍天神体者可以去寻找天道留下的秘藏，那里有成仙成神的绝世机缘。哈哈，柳如烟疯狂发笑，显然是疯了。他知道仅凭自己不会是叶青哥的对手，甚至今天还要交代在这里，但是在死之前，他也要恶心叶青哥一手。闻言，叶青哥皱了皱眉，说实话，就连他也不知道这个传说。关于天道留下的秘藏之事，他对此丝毫不知情。我好像听过传说，你到底是谁？为何也知道这个传说？有来历不凡的年轻天骄面露思忖之色，直勾勾地盯着柳如烟。因为我是天人族天女的追随者，自然知道这个传说。叶青哥身负苍天神体，他可以带着我们去寻找天道秘藏。柳如烟疯狂大笑：“什么？天人族天女的追随者？”当听到柳如烟自报家门后，在场所有人都齐齐大吃了一惊。天人族北域的霸主势力，且是当之无愧的绝对霸主。在他的统治下，北域没有一个势力敢反对天人族，甚至于在整个玄黄地界，能够与天道宗掰掰手腕的，也就只有天人族等寥寥几个势力了。可以说，天人族的强大是无数势力有目共睹的。其中，天人族最为杰出妖孽的天骄，无疑是天子与天女。没想到这柳如烟竟然会是天女的追随者，难怪他会知道有关天道秘藏的传说。毕竟，若是要问对于玄黄地界的了解，天人族称第2，没人敢称第1，只因它存在的时间比之天道宗还要悠久。若非是天道宗一祖后来居上，领悟出了天道真谛，深得天道宠爱，否则现在就没有什么天道宗了，有的只会是天道族。说实在的，本神子还得感谢你告诉我这个传说了，要不然本神子只怕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为了感谢你，本神子会给你留一个全尸的。叶青哥冲着柳如烟和善地笑了笑，虽然他的苍天神体暴露了，但却是得知了天道秘藏的消息，这样一来倒也不亏。苍天神体虽然暴露，但他背靠天道宗，这玄黄地界有哪些实势力敢对他出手？但是得知了天道秘藏的消息，他就可以着手去寻找天道秘藏了。成仙成神的机缘，光是听上去就让人魂牵梦萦啊。说起来，他还得感谢柳如烟呢。柳如烟面色一僵，随后变得无比铁青难看。这特么叶青哥身负苍天神体，竟然不知道天道秘藏。若不是他此刻爆出了天道秘藏的消息，叶青哥岂不是还被蒙在鼓里？靠！他这是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聪明反被聪明误？叶青哥身后有自在天神翼延展开来，
神辉战战，衬得他超然神圣。唰，双翼一震，犹若风雷大作。仅仅转眼之间，叶青歌便掠至柳如烟面前，右手探出，扣住了她的喉咙。我是天女的追随者，你若杀我，天女不会放过你。柳如烟憋得满脸通红，几乎快要窒息。别说你只是天女追随者了，哪怕是天女在这里，本神子也照杀不误。说罢，叶青歌右手稍加力道，便将柳如烟的脖子拧断。答应给柳如烟一个全尸的，他可不会出尔反尔。看着叶青歌先是灭杀了陆川泽，紧跟着又将天女追随者灭杀，一众年轻天骄只感觉手脚冰凉，全身止不住的打颤，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蹦出：天道宗神子杀疯了。当然，更让他们震惊的并不是叶青歌在万仙楼内杀疯了，而是他身负3大顶级神体之一的苍天神体，可以去寻找天道秘藏的消息。天道秘藏啊，那可是拥有能够让人成仙成神的机缘啊！他们相信，今日一过，整个玄黄地界都将彻底暗流涌动起来，几乎所有的势力都会在暗中监视着叶青歌。毕竟，谁不想获得天道秘藏？江洛离和林秋意也是一脸发懵的面面相觑。他们早就有猜测，或许叶青歌的特殊体质会很强，但却没有想到竟然会强得这么离谱。这可是世间3大顶级神体之一的苍天神体啊，是至高无上的代名词啊！苍天神体暴露出来的那一刻，他们大脑嗡的一下炸开了，失去了所有思考。顾依然右手轻轻遮掩着朱唇，满脸震惊、痴呆，看上去可爱极了。他没有料到，方才言语轻薄自己的谪仙人，不仅来头大的惊人，还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这简直就是让他大吃了一惊啊！果然还是暴露了，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天人族之人。云若妹的声音突然响起：“师尊，您醒了。”听到云若妹的声音，叶青歌显然有些兴奋，因为他又可以威胁，不对，应该是又可以好好孝敬师尊了。对于天人族，我也有所耳闻。据说他们是玄黄地界诞生最早的种族，也是生活时间最久的种族。他们知道的心秘要远比天道宗多得多。若不是此人死前说出了天道秘藏之事，说实话，就连为师也不会知道。云若妹道：“那看来我们还得感谢他了。”叶青歌打趣的笑道：“逆徒，现在是轮到你高兴的时候吗？你要知道，今天这件事传出去后，玄黄地界会有多少人在暗中监视你？别说是玄黄地界了，我苍蓝魔界也会有人在暗中盯着你。就是为师那大逆徒，怕是都会监视你的一举一动。毕竟这可是天道秘藏啊，其中蕴含着成仙成神的机缘，谁不心动？”云若妹突然泼了盆冷水下来，叶青歌干笑了几声，真是个只会让为师瞎操心的逆徒，一点也不乖。云若妹冷然地嘀咕了一声。叶青歌闻言撇了撇嘴：“好，既然你说本神子是个一点都不乖巧的逆徒，等夜深人静的时候，本神子让你看看何为真正的逆徒。”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1万任务点，真黄神脉第一式血脉神通觉醒。与此同时，系统奖励也成功到账。叶青歌周身燃起熊熊烈焰，蔓延至自在天神翼上，看上去充满了压迫感。真黄神脉第一式体质神通，黄鸡9重天。看着如此恐怖的真黄之火，众人只感觉心头又是狠狠一颤。天道宗神子叶青歌身上到底还蕴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当你以为他只有那么短一点时，殊不知他长得可怕。附着有真黄之火的自在天神翼再次振翅，带着叶青歌回到场上。他冷冷扫视一眼在场所有天骄，放言道：“还有谁要来挑战本神子？”本神子一并接了。看着如此意气风发、年少轻狂、锋芒毕露的叶青歌，在场天骄竟无一人敢应答。要知道，就连陆川泽都3两招死在了叶青歌手上，他们上去岂不是自讨苦吃？哼！天道宗神子又如何？苍天神体又如何？我王腾今日便败你于此！王腾冷哼一声，闪身上场。天道宗神子、苍天神体这2个名号的确很是唬人，但是在王腾眼里却不这么认为。刚才叶青歌与陆川泽的交手，他也看在了眼里，自然知道叶青歌是天宫境9重天修为，但他却是圣人境5重天修为，而且他出生时便有仙鹤雕来一门仙道下品炼体功法，自幼便炼气与炼体双修。如今他的炼体修为与炼气修为一样，都达到了圣人境5重天，所以他不见得就会败给叶青歌。而且他若是反将叶青歌击溃，那么他在年轻一辈中的威望将会水涨船高，或许届时就是称他为年轻一辈第一人也无可厚非。可以说他现在已经将叶青歌当成了自己的垫脚石，是让自己功成名就的绝佳人选。叶青歌，你太嚣张了！即使身为天道宗神子，身负苍天神体，
也需要明白过刚毅蛇的道理。今日拜你，便是好好教你做人。王腾冷喝道。叶青歌闻言笑了，这话不应该是他来说吗？什么时候轮到王腾来对他说教了？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糟糕，这可是拥有大地之姿的男人，快溜！任务，拒绝与王腾赌斗，就此逃离。奖励12000任务点，顾依然的鄙夷与嫌弃。选项2，就你特么拥有大地之姿啊！身为天骄矫正器，本神子干的就是你们这类天骄妖孽。任务，镇压王腾，教他做人。奖励12000任务点，天道真谛提升2众小境界。我选2。叶青歌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了选项2。这可是能够让他的天道真谛提升2众小境界的选项啊，直接冲就完了。璀仙印破，王腾催动体内灵力，单手掐诀，硕道仙影争相浮现，汇聚出一口大印，震向叶青歌。这是万仙楼中记载的一门高级大神通，所蕴含的威能很是强大。王腾曾用它镇压了不少年轻天骄妖孽。叶青歌眉梢轻挑，两指并拢作剑指状，随后展出绝世一剑。汹涌浩瀚的毁灭剑气浮现，有一往无前、毁天灭地、斩灭万道的气势，正是顶级剑道神通剑灭横道。轰隆隆，两大神通碰撞在一起，产生了浩浩荡荡的法力波动。王腾的修为虽然要强于叶青歌，但是在体质神力上却是叶青歌要完胜王腾。即使璀仙印是高级大神通，却也只与剑灭横道落了个旗鼓相当的下场。不愧是苍天神体，体质神力就是了得。王腾双眼微微眯起，凝视着前方。轰隆隆，金光灿灿，恢宏庞大的大荒求天指倏然浮现，朝着他强势碾去。摘星掌，王腾不甘示弱，再度施展出一门顶级神通，星光璀璨的法力大掌浮现，其上覆盖着玄奥的符文。轰！这一次碰撞交锋，王腾倒退了数步，叶青歌一步未退。这王腾竟然不敌叶神子，太可怕了！真不愧是苍天神体，神子无敌！有年轻天骄面露疯狂崇拜之色的呐喊。以天宫境9重天修为硬汉胜人境5重天修为的王腾，试问还有谁能够做到？哼，休要得意，刚才不过是小试牛刀罢了。王腾向前踏出一步，尽显王霸之气。他可是拥有大地之姿的王腾，怕过谁？王腾催动体内灵力，身后浮现出一头神像虚影，正是那门仙道下品炼体功法神像镇狱境。镇狱王拳，他一拳轰出，身后的神像虚影同样跟着卷起象鼻，似乎要将天上星辰摇落。镇狱霸体的体质神通吗？叶青歌来了些兴致。镇狱霸体是高级地体，拥有镇压炼狱的伟力，再加上仙鹤为王腾雕来的神像镇狱镜，二者简直是世间绝配。只可惜他碰到了叶青歌。世间万法皆有弱点，你这门体质神通的弱点就在这里。叶青歌眼中闪过一抹无上玄奥，看穿了镇狱王拳的弱点。而且在上古至尊众童的眼里，王腾的所有行动轨迹都被放大得一清二楚。黄鸡9重天，叶青歌身后附着有真黄之火的自在天神一猛的一震，载着他急速行驶。他双手结印，掌心中有真黄之火浮生，熊熊燃烧。黄火逐渐积聚一起，衍生出一道真黄虚影。枪！真黄虚影仰天锐鸣，鲜红色的羽翼如同淬了火一般，速度简直快到极致，带有摘星夺月之势的气息。林秋意看着这一幕，瞳孔急剧收缩，只感觉到阵阵心悸。他拥有真黄之心，叶青歌身负真黄神脉，二者之间有所牵连，同宗同源。只是他见识不多，因此还不敢确定罢了。枪！真黄虚影找准镇狱王拳的弱点，猛地掠去，与镇狱王拳碰撞在一起。镇狱霸体只是高级地体，而真黄神脉却是高级神脉，二者的体质神通自然不可相提并论。再加上镇狱王拳的薄弱点已被上古至尊重童洞悉，所以真黄虚影轻而易举的便摧毁了镇狱王拳，将王腾轰得倒飞出去。嗨！王腾大口咳血，法力汹涌冲出，将身上燃烧的真黄之火扑灭。同时他心中无限骇然，满是不可置信。他动用了神像镇狱镜的伟力，施展出体质神通，却还是被叶青歌一招逼退。叶青歌的实力到底强到了何种程度？为什么每次都能够压着他打？该死！我可是王腾，岂会败给你，成为你的垫脚石？王腾神色发狠，周身再度喷薄出狂猛的法力。他双手掐诀，随后双掌横推而出，9条拉着炼狱的黑龙怒吼着冲出，张牙舞爪，凶神恶煞，朝着叶青歌杀去。正是镇狱霸体的第二门体质神通9龙炼狱。在这一世体质神通上，王腾甚至还加持了6重天境界的镇狱真谛，
以及其余8种大道真谛。只要再领悟出2种大道真谛，王腾便可以到达10之级数。在网上便是云若妹口中的禁忌境界了。苍茫道劫神光，杀！叶青歌面色依旧淡然，他伸出右掌，掌心向上摊开，有一朵9叶神花缓缓汇聚。在9叶神花上有3重天境界天道真谛加持其上，更有太阳、太阴、剑道、真黄真谛这4种顶级真谛加持，使得苍茫道劫神光的威能在此刻攀升到了一种顶峰。轰！2大极招碰撞一起，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这一次王腾倒退了数十步，仙魔横亘天，给我镇杀！叶青歌乘胜追击，再度施展出苍天神体的极致杀伐神通。永恒仙身和不灭魔身浮现，手捏法诀，齿龟相碰，爆发出极致骇人的杀威。噗！王腾有些招架不住，大口咳血，气息迅速变得萎靡起来，脸色也煞白的可怕。该死！冥王裂楚矛！冥王裂楚矛，镇狱霸体的第3式体质神通。此招一出，一众天骄纷纷看傻了眼。要知道，王腾这才胜人境5重天修为啊，就将镇狱霸体开发到了如此程度，觉醒出了3式体质神通。只能说，不愧是拥有大地之姿的绝世妖孽。要知道，越强大的特殊体质，便越难觉醒出体质神通。王腾能够做到这一步，足以在年轻一辈中自傲了。一柄浑身散发着幽冥气息、通体乌青色的长矛浮现在王腾手中，他催动神象镇狱镜，将灵力、体质神力一起注入冥王裂楚矛中，朝着叶青歌奋力掷去。叶青歌眼皮轻抬，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领悟了3式体质神通，即使你今日败在本神子手中，却也足以自傲了。叶青歌淡笑道，以往他遇到的敌人都是3-2招便可拍死，这王腾能够与他纠缠这么久，的确足以自傲了。不愧是拥有大地之姿的男人啊！废话少说，给本圣子死来！王腾面色发狂地低吼道。叶青歌微微摇头，浑身气势猛地一变。此刻他仿佛从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仙，化身成为了一尊俯瞰天地、盘坐万古的帝王。天命亦可为，人亦可踏天。叶青歌眸光淡漠，灵力、体质神力、龙皇之力一起喷薄而出，汇聚于一掌之上，正是顶级无上神通踏天，号称可将天地镇压、可将万道镇压的无上神通。轰隆隆，法力余波像是要将天地笼罩，整个万仙楼内无数年轻天骄屏息凝神地看着这一幕。一个是拥有大地之姿的王腾，一个是天道宗神子，不管谁胜谁负，所造成的影响都是无比深远的。暗中，王坤眼睛片刻都不敢眨一下地凝视着2人的斗争，甚至不敢大口喘气。腾儿，一定要赢啊！王腾是和龙傲天齐名的天骄妖孽，自幼便各种光环加身，宛若璀璨明星，熠熠生辉。若是他今日败在了叶青歌手里，很有可能对他的道心造成莫大的打击。场上待到极致的碰撞所产生的光芒消散后，只听噗的一声轻响，有一道身影迅速倒飞而出，正是王腾。冥王裂楚矛终究不敌踏天神通，被无情镇压。王腾整个人犹如一条死狗般瘫软在地，眼里尽是呆滞和茫然。败了，哪怕他动用出镇狱霸体的第3式体质神通，依旧败在了叶青歌手上。难道叶青歌当真如此了得吗？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赢了！看到这一幕，一众年轻天骄只感觉头晕目眩，激动得面红耳赤。号称拥有大地之姿、与龙傲天齐名的妖孽，竟然真的败在了叶青歌手中。而且看叶青歌这般云淡风轻，仿佛一切都早已有预料的模样，显然是从未将王腾放在眼里。如此超然神圣、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人模样，简直让一众少女为其激动得发狂，差点就要原地高潮。败了！暗中，王坤整个人像是丢失了3魂6魄般，好似行尸走肉，眼里失去方才的光芒。那个从小便被他以我儿王腾有大地之姿挂在嘴边的绝世妖孽，竟然真的败在了叶青歌手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儿王腾拥有大地之姿，岂会败在他人手中？王坤一脸难以相信的呢喃着。嗨，看来是叶神子胜了这场赌斗。那么顾依然干咳一声，眼底同样是深深的震撼。虽然他有些看不上王腾，但也不可否认后者的妖孽。可就是这么一位妖孽人物，却是败在了叶青歌手中。而且至始至终，叶青歌都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这完全可以称之为碾压了。与如此妖孽生在同一个时代，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啊！不，本圣子还没败。王腾打断了顾依然的话，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满脸阴狠毒辣地看向叶青歌。叶青歌微微侧头，一脸平淡道：怎么，你还要争？叶青歌，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够打败本圣子吗？那你未免太天真了。身为万仙楼的圣子，岂能没有底牌在身？王腾右手一招，
掌心中倏然浮现出一枚仙气，魔气氤氲澎湃的符咒，是乱古符咒。没想到王腾竟然真的获得了乱古大帝的传承。不对，不是真的乱古符咒，只是烙印。虽然仅仅只是乱古符咒的烙印，但也有顶级至尊期的水准了，真是了得啊！当看到这枚符咒时，所有人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双眸陡然睁大，嘴巴不自觉地张开。乱古大帝，这绝对是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大帝。相传他前半生屡战屡败，未曾有过一场胜绩，直至他蜕变出仙魔道胎，以仙魔大道同正天地，这才屡战屡胜，从未有过一场败绩。而他也留下了不少机缘传承在玄黄地界，其中乱古符咒便是其中一大传承。乱古符咒内蕴无上仙魔之力，可让拥有者分化出仙魔道身，实力几乎与本尊大差不差。此刻王腾催动乱古符咒烙印，恐怖的仙魔之力变得更加汹涌。不一会儿，乱古符咒烙印便分化出王腾的仙魔道身。如此变故简直始料未及，让人闻所未闻。叶青哥，这就让你看看何为万仙楼圣子的真正实力。镇狱王权，九龙炼狱，冥王猎楚矛。此刻足3个王腾一起施展出体质神通，那神威简直绝了，太可怕了。单单是其散发出的波动都让我心有余悸。这要是与王腾正面对上，我只怕是连渣都不会上。有年轻天骄感慨万千道，一个王腾都够让他们绝望的了，此刻足3个王腾一起出手，试问还有谁能够抵挡？这还差不多，能与本神子战至如此地步，你足以自傲了。叶青哥毫不在意地笑了笑，哼，本圣子说过了，今日本圣子会教你好好做人。王腾冷哼一声，3种至强的体质神通横推而出。叶青哥淡淡一笑，暗自催动灵力体质神力。他的身后有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的虚影浮现，遮天盖地。窥天神术，苍茫道劫神光，黄鸡九重天。叶青哥施展出窥天神术，洞悉王腾的破绽。同时他左手施展出苍茫道劫神光，右手施展出黄鸡九重天，同样是3种体质神通横推而出。而且苍天神体是顶级神体，真黄神脉是高级神脉，他们的体质神通只会比王腾的更强。镇压，叶青哥一语落下，苍茫道劫神光，仙魔横亘天，黄鸡九重天以横推世间之势，将王腾的3种体质神通湮灭，甚至于连乱古符咒分化出的仙魔道身也都被一起粉碎。噗！王腾再一次倒飞出去，大口咳血，再无力挣扎起身。此刻他心里充满了绝望和仇恨。没想到他祭出乱古符咒，施展出3种体质神通，依旧是在做无用功，依旧被叶青哥碾压。他到底要如何做才能够击溃叶青哥？先前说要教叶青哥好好做人的话语，此刻就像是一个响亮的巴掌，狠狠拍在了他的脸上，让他脸色青一阵紫一阵的。王腾，你败了，就算你再如何挣扎，也于事无补，放弃吧，你不会是叶神子的对手。顾依然一脸淡淡的走了过来，这神情更加深深刺痛了王腾的自尊。他就是为了夺得头盔，能够与顾依然一起去做那件事，才会与叶青哥斗上的。结果这顾依然直接给他来了个马后炮，说他不是叶青哥的对手，这特么哪个男人受得了？可以说在这一刻，王腾也将顾依然给恨上了。这朵白莲花不是喜欢装清高吗？到时候他强行生火，将生米煮成熟饭，看这婊子还怎么在他面前装清高。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12000任务点，天道真谛提升2众小境界。刹那间，一股玄之又玄的感觉涌上叶青哥心头，天道真谛的境界也在此刻攀升到了5重天之境。他眼神睥睨四方，缓缓扫过全场年轻天骄，道：还有谁要来挑战本神子否？全场无一人响应。开玩笑，陆川则死在了叶青哥手中，王腾也败在了叶青哥手中。在见识到了叶青哥的恐怖实力后，谁还敢去挑战这尊大佛？那不是找死吗？顾依然展开笑颜，语气亲和道：既然在座已无一人挑战叶神子，那么叶神子便是此次擂台赌斗的头盔，可有异议？一众年轻天骄面面相觑，最后抱拳恭敬道：我等无异议，神子大人技惊四座，我等佩服。见状，顾依然满意的笑了笑，他转动烈焰秋眸，一双淡金色的瞳孔明媚有神，看向叶青哥道：叶神子，不知可否借一步说话？可……叶青哥淡然点头道。王腾满脸阴沉地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最终愤恨地甩袖离去。他是圣人境5重天修为，而叶青哥只有天宫境9重天修为。今日败在叶青哥手上，早已让他颜面尽失。直到现在，他都能够隐隐感受到那些许戏谑嘲讽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这让自尊心极强的他压根就受不了。
甚至于在他的道心上都隐隐有一丝裂缝诞生，飘出缕缕魔气。叶青歌俨然成为了他的心魔。另一边，看着叶青歌和顾依然一同离开此地的江洛离、林秋意，则是彻底懵了，一脸迷茫的面面相觑。他们的神子大人就这样被其他女子当着他们的面拐走了。神子大人，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详谈机缘之地的事情了？顾依然带着叶青歌来到一座偏殿，嘴角轻扬，四处站的梨花染了晨露。你说吧。叶青歌自顾自地坐下，为自己斟了一杯灵茶。看着宛若在自家模样的叶青歌，顾依然嘴角不易察觉地抽了抽。这神子大人还真是不客气啊。他与叶青歌对立而坐，清了清嗓子道：神子大人，不瞒你说，其实机缘之地是假的，那里到底有没有机缘，其实依然也不太清楚。叶青歌稍稍眯起了眼睛，语气渐冷。哦，这么说，你大张旗鼓地举办群仙宴，目的是为了玩我们？顾依然没有在意变冷的氛围，自顾自笑道：自然不是，依然岂会有这等闲功夫？不过依然虽然不敢保证那里有没有机缘，但依然能够保证一点的就是，那里绝对生存有大道精灵一族。依然举办这场群仙宴，最终的目的便是为了邀请年轻天骄与我一同前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此话一出，叶青歌惊的顿时放下了手中的白玉杯，眼眸倏地瞪大。你有大道精灵一族的消息？他手中掌握有踏天神石，根据自然风真传所说，此物是能够令大道精灵一族臣服于他的关键。可最关键的是，他去哪儿找大道精灵一族？而现在顾依然竟然有大道精灵一族的消息，这如何不让他震惊？果然啊，来这万仙楼还真是来对了。对，我曾在北域游历时，于一片平原中见到过大道精灵一族的身影，只可惜那只是惊鸿一瞥，不过片刻功夫，那只大道精灵就消失不见了。顾依然郑重道：那你直接派人去平原里找那只大道精灵不就行了？何必举办这场群仙宴？叶青歌反问道：神子莫急，且听我说。后来我派人翻遍了那片平原，最后找到了一座传送阵，只可惜那座传送阵的周围布有禁制，圣人境以上的修士若是强行踏入其中，都会瞬间毙命。后来我万仙楼的大地强者前去那里观察，也拿那座大阵没有办法。迫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我才举办了这场群仙宴，想要邀请实力强绝的年轻天骄与我去一探究竟。顾依然耐心解释道。叶青歌闻言暂时陷入了沉默。有一点他其实搞不明白，那便是为何顾依然要执着于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自己去找大道精灵一族，是为了借助踏天神石让大道精灵一族臣服自己。那么顾依然是为了什么呢？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你让本神子去，本神子就去，那本神子岂不是很没面子？任务，拒绝与顾依然一起前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奖励5000任务点，失落的顾依然，后宫1。选项2，结。顾神女，你也不希望本神子不陪你一起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吧？任务，追问顾依然的目的，并让顾依然为自己吹箫。奖励5000任务点，顶级真谛，毁灭真谛，毁灭游龙。我选2。叶青歌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就算没有选项2如此丰厚的奖励，他也会和顾依然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毕竟光是一想到整个大道精灵一族臣服自己的画面，那场景简直让人激动难耐啊！他干咳一声，目光深邃地看向对面的顾依然，道：顾神女，让本神子陪你一起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也可以，但你必须得先告诉我，你执着于寻找大道精灵一族的目的。顾依然脸上划过一抹沉重犹豫之色，此事关乎到他的体质秘密，这件事哪怕是万仙楼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告诉叶青歌呢？但很快顾依然便释然了。没看到叶青歌的苍天神体被暴露出来，还保持着一脸无所谓的淡然模样吗？就算他的特殊体质再如何神秘，难道还能比得过苍天神体？在3大顶级神体面前，这天下其余特殊体质再如何特殊都是虚妄。叶神子，你可知道先天无暇道胎与后天无垢道胎？顾依然沉思了一下，道。叶青歌脸上划过一抹思忖，沉吟道：略有耳闻。先天无暇道胎是在大道本源中孕育出来的特殊体质，而后天无垢道胎则是生灵体内经过后天因素从而形成的特殊体质。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强弱简直无法相提并论。先天无暇道胎是高级神体，而后天无垢道胎只是顶级仙体罢了，与先天无暇道胎根本就比不了一点。不错，正如神子所言，这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而我的特殊体质正是后天无垢道胎。我寻找大道精灵一族的目的，便是为了让后天无垢道胎蜕变为先天无暇道胎。
顾依然浅笑道：“本神子还以为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结果就这，有必要一直藏着掖着吗？直接说出来不就行了？”叶青哥无语地摇了摇头，他不仅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还身负高级神体上古至尊重瞳，以及高级神脉真皇神脉，所以后天无垢道胎蜕变为先天无瑕道胎这件事，在他眼里也就这样吧。不过这要是换成其余年轻天骄来，可就不是他这般表现了。一般来说，地体便是绝大多数年轻天骄的追求了。至于更强大的仙体、神体，绝大多数的天骄简直想都不敢想。顾依然看到叶青哥这般淡然的模样，虽然心中再早有预料，但还是忍不住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后天无垢道胎蜕变成先天无瑕道胎这件事，也就只有他和楼主清楚罢了。结果他下定决心和叶青哥说这件事时，却只换来了对方的一句：“就这换谁来谁心态不崩？身负顶级神体了不起啊，有必要这么凡尔赛吗？”不过陪你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本神子还有一个要求。首先，此次陪你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我们不一定就见得能够成功，到时候无功而返，甚至还是带着一身伤无功而返，那本神子岂不是亏了？所以在此之前，本神子得先收点利息才行。叶青哥右手撑着头，左手把玩着手中的白玉杯，嘴角轻轻扬起一抹邪魅的笑容。顾依然怔了怔，随后正色道：“神子尽管提要求，只要依然能够做到，便会毫不犹豫去完成。”叶青哥轻放下白玉杯，一双不怀好意的目光上下打量了顾依然一眼。绝美的面庞，耀眼迷人的金色长发，窈窕的身姿，不染丝毫尘埃的气质，简直是美的再看一眼就要爆炸啊！顾神女，你不是喜欢吹箫吗？这样吧，本神子现在要你单独为我吹箫，如何？此话一出，顾依然脸上迅速攀上一抹粉红，狠狠白了一眼叶青哥。这番话怎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神子不是嫌弃依然的吹箫技艺不好，长箫的品质也不高吗？怎么现在又要依然为你吹箫？顾依然有些气愤的道。对于先前叶青哥点评自己吹箫之事，他还是心有芥蒂的。虽然吹箫只是闲暇爱好，但他也有认真学的好不好？因为你目前为止表现出来的一面，貌似就只会吹箫，所以本神子让你为我单独吹箫，不很正常吗？箫的品质不是问题，将就着用吧。莫非你真想拿本神子身上的箫来吹？都说了太大了，你把握不住的。叶青哥漫不经心道。顾依然闻言又羞又气，恨不得将叶青哥扑倒在地狠狠摩擦个300回合。他气愤地脱口而出：“天天拿你箫说事，他到底有多大？”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连忙用手遮住嘴巴，精美的脸庞像是有鲜血渗出。靠！她可是万仙楼神女啊，是多少年轻天骄可望而不可及，就连做梦都得不到的女神。结果现在她到底在干嘛？怎么能说出这般轻薄的话语？这不是让她人设崩塌的节奏吗？果不其然，叶青哥目光怪异地看了眼顾依然，随后目光停留在某处。至少对你来说，一步到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怎么，你想试试？本神子不介意和你奉陪到底。顾依然气得满脸布满了黑线，嗔怒道：“呸！谁要和你试？你这个登徒浪子，真是靠了！”叶青哥这个混蛋竟然第2次用言语轻薄他了。他堂堂万仙楼神女，什么时候受到过如此羞辱？说罢，他气呼呼地取出之前那把长箫，愤怒地吹了起来。一曲终了，他美眸喷火地看着叶青哥，道：“满足了没有？登徒浪子。”叶青哥微闭着双眼，摇头晃脑道：“不够，当然不够，单纯吹箫还是少了些味道。你再给本神子舞上一舞吧。”顾依然瞬间呆滞在原地发愣，满眼不可置信道：“你没在和我开玩笑吧？你先前不是说吹箫就行了吗？这特么是什么笑话？她堂堂万仙楼神女，岂会沦落到给人起舞的境地？你觉得本神子是在和你开玩笑吗？你要是不愿意，自然可以找别人和你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叶青哥眼皮轻抬，淡淡的扫了顾依然一眼。你……顾依然看着叶青哥这般得寸进尺、尽显无赖的模样，也是恨得牙痒痒的。但没办法，叶青哥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而且方才所表现出来的战力的确让他都折服。目前来说，叶青哥是陪他一起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的最佳人选了。若非如此，别说是起舞了，哪怕是吹箫，他也不会答应叶青哥。好，你要我舞什么？顾依然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气呼呼地瞪了眼叶青哥。霓裳羽衣舞。叶青哥笑着打了个响指。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5000任务点，顶级真谛，毁灭真谛，毁灭游龙。随着系统声音落下，叶青哥的丹田中再度有一颗星辰以及一条大道游龙汇聚。
看着前方翩翩起舞的顾依然，他的身影宛若游龙，又好似捉摸不透的梦幻仙蝶，一举一动都牵扯着他人的心神魂魄。舞罢，顾依然气呼呼地走到叶青歌面前，现在满足了吧？你这个登徒浪子。叶青歌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事先说明，大概3个月后就是本神子的神子宴，我们的时间可不是那么充裕。顾依然愣了愣，道：神子宴，这还是天道宗自建宗以来第一次举办神子宴吧？既然如此，神子宴后我们再去寻找大道精灵一族。说到这里，他语气一顿，笑颜逐开道：届时我会去参加你的神子宴。很好，那我们3个月后见。叶青歌起身朝着殿外走去，蓦地他脚步一顿，回头看向顾依然。对了，你吹箫的技艺也不是很差，舞得也很好。说罢，他离开了此地。顾依然目光一愣，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粉红。呸，还需要你来告诉本神女这些？登徒浪子。但他心里还是有些雀跃的，毕竟能够被这样一位谪仙人夸，哪个女子不高兴？看着叶青歌终于从偏殿中走出来后，江洛离和林秋意同时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呸，你这个坏到流脓的花心大萝卜，别人勾一勾手指，你就屁颠屁颠的跟过去了。江洛离没好气的啐了一口，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说的就是你这种登徒浪子。林秋意也骂道。云若妹则是在叶青歌体内捂嘴偷笑，笑得花枝以及花枝上结出的果实一起乱颤。师尊别笑，等乖徒儿调教完他们，就该轮到你了。叶青歌毫不在意的悠然道。闻言，云若妹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没好气的道：你这逆徒，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祸害为师。叶青歌神色淡淡的瞥了他一眼，现在不是你一天到晚祸害本神子的时候了。我好歹也是苍蓝魔界的女帝，怎么遇上了你这样的逆徒啊？10%的吞神魔功内容成交。云若妹顿时收起了哭哭啼啼的表情，笑容满面道：真不愧是他的乖徒啊，时不时就能够给他修补10%的吞神魔功。再这样接着下去，到时候获得完整版的吞神魔功就不是梦了。只要能够让他获得完整版的吞神魔功，就是让他咽下去都没问题啊。乖徒儿，等你调教完洛离和秋意，再来找为师哦。木马。看着云若妹如此快速的变脸，叶青歌也是一脸汗颜。果然变脸这一块还得看云若妹师尊啊。本神子做什么事情，难道还要经过你们2个的同意？看来本神子又得用大调查之术来好好查一下你们，看下你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地位了。叶青歌一手搂着江洛离，一手搂着林秋意，将两女镇压在怀里，离开了万仙楼。他可没有忘记自己身上还有让江洛离和林秋意认清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任务。哼，你这个登徒浪子，还不快放开我！我要告诉父皇，让他治你的罪。话虽这么说，林秋意却是没有任何挣扎，反而紧紧抓着叶青歌的手。你要让灵皇主治我什么罪？说我吃着碗里瞧着锅里。叶青歌转头看去，似笑非笑道：他是天道宗神子，就算真的犯下了罪，林天涯也治不了他。你，哼！林秋意看见叶青歌这般无赖的模样，气得凤眸怒睁，银牙咬得咯嘣作响。哼，那我就去撞到九祖，就说。闻言，叶青歌连忙捂住了江洛离的嘴巴。江萝莉，上次你威胁本神子的结果，难道这么快就忘了？很好，看本神子今晚如何捅破你的淘气。叶青歌恶狠狠道。江洛离不甘示弱的朝他虎口上狠狠咬去。哼，他一个人的确不敌叶青歌，但现在他们可是2个人，他再加上林秋意，难道还能让叶青歌在他们身上逞凶？给本萝莉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吧，今晚这摇摇车他坐定了，也该轮到他享受一下在上的感觉了。今晚他要让叶青歌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翻身做主人。叶青歌倒是不清楚江洛离的心思，就算知道了也只会一笑而过，呵呵，小小萝莉真是可笑，能够在本神子这里翻身做主人的从来都只有孟白离师尊一人，2个人本神子就会怕吗？不说了，直接冲！姐妹盖饭，本神子来了！结！突然叶青歌面色一凛，将林秋意和江洛离护在身后，大荒求天指施展而出，碾向前方的虚空。轰隆隆，大荒求天指与某一神通碰撞在一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能够忍到现在再出手，也算是你们了得。叶青歌催动上古至尊重瞳，能够看到眼前的黑暗中隐匿着3道气息强绝的身影。结！本圣还以为你要躲在万仙楼里一辈子不出来呢。为首之人从暗中缓缓走出，他身穿一袭黑袍，头戴兜帽，左手背上有着一道狰狞的鬼头图案，正是明玉天的杀手。他修为在圣人敬酒重天，
身后跟着的2人同样是圣人境修为。你们是明玉天的人？本殿乃刘彦皇朝长公主，你们也敢前来暗杀？莫非明玉天是想灭亡了吗？林秋义向前踏出一步，神色冷峻，目光中有冷意汹涌磅礴。明玉天是东域臭名昭著的一流势力，专门做一些暗杀生意，而且明玉天的老巢极为难寻，堪称神出鬼没。曾经有一顶级势力的年轻天骄被明玉天暗杀，那顶级势力发怒，可却苦于找不出明玉天的老巢，反而被明玉天搞得狼狈不堪。无奈之下，那顶级势力最后也只能作罢。不过明玉天的老巢虽然难寻，但是在刘彦皇朝眼里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明玉天敢来招惹他林秋义，算是踢到钢板了。公主殿下误会了，我们怎么会来暗杀您呢？我们要暗杀的不过是您身边这位小白脸罢了。唐天鬼阴笑道。他暗中打量了一眼林秋义，舔了舔猩红的舌头。这位美名远扬的长公主林秋义还真是不负盛名啊，只可惜她是刘彦皇朝的长公主，动她不得。若不然，今晚她势必尝一尝这美人的滋味。不过林秋义虽然尝不了，但他们今晚依旧有福。据米其林所说，江洛离与刘彦皇朝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此一来，他们今晚便可以对江洛离肆意下手。能够品尝到这位绝世大兄白毛萝莉，也算是上苍对他们的青睐了。结，你们敢刺杀他？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林秋义指了指叶青哥，忍不住就要笑出来了。这3个明玉天的蠢货，估计到现在都不知道叶青哥的真实身份吧。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叶青哥是天道宗神子，怕是这会儿已经开始吓得跪地求饶了吧。本殿告诉你们，他可是……林秋义正要报出叶青哥的身份，却是被后者捂住了嘴巴。让我猜，应该是米其林买通你们明玉天的杀手，前来暗杀我吧。叶青哥淡然到他自入世以来，目前只招惹了寥寥几个势力，一是水源龙族，二是米家的米其林，三是万仙楼的王腾，四是柳如烟身后站着的天人族天女，五是陆家。水源龙族应该不可能，他们若真要下定决心暗杀他，何必买通明玉天这种级别的杀手？去买通更强一点的杀手势力不行吗？王腾也不可能，因为时间算不上。至于天人族的天女，就更不可能了。群仙宴之事传出去，还要些许时间。就算那位天女知道自己的追随者死了，但她知道是谁杀了柳如烟吗？至于陆家，则知道他是天道宗的神子，也没那个胆量敢买通杀手来暗杀他。这可是灭族的祸啊！思来想去，也就只有米其林的可能性最大了。果不其然，当唐天听到米其林后，脸色不易察觉地变了一下。虽然细微，但在上古之尊重童颜里却显得无比清晰。看来的确是米其林买通你们来刺杀我了。叶青哥浅笑道。很好，这米其林既然敢买通杀手来刺杀他，那就要做好被天道宗灭族的准备。要知道，顶级势力和霸主级势力最忌讳的便是自家天骄被杀手暗杀，这和骑在他们头上撒尿有什么区别？小子，不用管是谁买通我们杀你，你只需知道，我们唐家三鬼的出现便是你的死期到来之际。唐天鬼面色阴冷道。唐家三鬼，没想到米其林竟然买通了你们。林秋义稍微震惊了一番。唐家三鬼，他们是谁？叶青哥询问道。不知为何，他总感觉这名字有种莫名的喜感。据传，唐家三鬼诞生在某一偏僻的村庄里，他们自出生时便遭来了祸乱鬼怪，据说是鬼神看上的奇才。他们的诞生导致那个村庄直接覆灭，一出生便是无父无母、无亲无故之人。他们在鬼怪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给自己取名唐天鬼、唐地鬼以及唐人鬼，并就此踏上了鬼修一道，后来加入了明玉天。林秋义神色略有凝重地解释道。呵呵，没想到公主殿下知道的还挺多。不错，我们正是传闻中的唐家三鬼，今日来此便是将这小白脸的神魂奉献给鬼神大人。唐地鬼笑了起来，露出一排满是污垢的大黄牙。大哥二哥，不要和他们废话了，结阵吧。唐人鬼面无表情道。三人手捏法诀，周身散发出澎湃磅礴的气势，三尊虚幻朦胧、凶神恶煞的鬼名将虚影倏然浮现，将叶青哥三人围困于此。这是唐家三鬼的成名阵法，名为岷江战天阵。唐家三鬼曾利用此阵灭杀了一位绝圣境强者。神子大人，你千万要小心啊！绝圣境强者吗？叶青哥稍稍眯起了双眼。说实话，以他现在的实力，也不需绝圣境强者，就是不知道唐家三鬼灭杀的绝圣境强者是哪种级别的了。将踏绝仙，唐家三鬼一齐催动岷江战天阵，三尊鬼名将虚影朝着叶青哥踏去，俨然将叶青哥当成了随手可灭的蝼蚁。窥天神术，苍茫道劫神光，仙魔横亘天，黄鸡九重天。叶青哥心念一动，周身法力澎湃席卷，
刹那间施展出4门体质神通，双方攻势剧烈碰撞在一起，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恐怖无边的法力余波好似汹涌潮水，向着四周席卷而去。林秋义和江洛离齐齐冷哼一声，朝着唐家3鬼杀去。他们一人为刘艳皇朝长公主，身负顶级至尊体炎翼道体以及真皇之心；一人为白虎一族的天之娇女，身负高级地脉的白虎血脉以及高级至尊体七窍玲珑昆仑心。他们的实力从来都不弱，一直都不是只会活在温室中的花朵。而且在黄生莲莲子的帮助下，江洛离的修为也是来到了准圣境9重天，只差一步便可突破至圣人境。林秋义身为刘艳皇朝长公主，自然不缺修炼资源。在这段时间里，她的修为同样突破至准圣境8重天。区区唐家3鬼的确不被他们放在眼里。老二老三，你们拖住这2人，我先将这小白脸杀了。唐天鬼冷冷地说了一声，施展出体质神通，身形顿时隐匿在黑暗中。在他看来，就算唐地鬼和唐人鬼打不赢林秋义和江洛离，但也不至于那么快就落败。等他将这小白脸解决了，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下一秒，他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叶青哥身后，祭出一颗骷髅头，空洞的双眸中喷射出2道幽绿色的明光。来得好！虽然唐天鬼的隐匿神通很是了得，但是在上古之尊重同下，一切都是徒劳。叶青哥就那般静静地看着唐天鬼在虚空中跳来跳去，就像是在看跳梁小丑一般，等着对方接近自己。他猛地转身，灵力、体质神力、龙皇之力一起催动，施展出踏天神通。砰！噗！唐家3鬼的强大只在于岷江战天阵，论单打独斗，唐家3鬼的实力稍有欠缺。叶青哥连王腾都能够在信手拈来间将其挫败，更何况是区区唐天鬼。那2道明光被踏天神通轻易拍灭，唐天鬼的身影也是狠狠倒飞出去，鲜血如同不要钱般的吐出。唐天鬼重重砸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浑身犹如散架了一般，骨骼尽裂。他只是中级至尊体，比不了王腾的高级地体，此刻结结实实挨了踏天神通一掌，骨骼多处碎裂，整个人如同一滩烂泥。岷江战天阵，给我破！叶青哥利用窥天神术找寻到了岷江战天阵的阵眼，他催动无边的法力，再度施展出苍茫道劫神光，仙魔横亘天，黄鸡9重天纷纷轰在岷江战天阵上。在唐天鬼震惊骇然的目光中，那能够将决胜境强者强势抹杀的岷江战天阵，竟在下一秒轰然碎裂，如同尽碎一般。另一边，在林秋义和江洛离的强势杀法下，唐地鬼和唐人鬼明显难以招架。最终，林秋义挥出一剑，将唐地鬼的头颅斩下。江洛离施展出血脉神通珠光宝器，将唐人鬼强势灭杀。本神子要你亲口说，是谁派你来刺杀本神子的？叶青哥一脚踏在唐天鬼的胸膛上，拿出一块流影石，神色戏谑玩味道：你究竟是谁？唐天鬼脸色煞白，冷汗直流，满脸惊恐仇恨地看着叶青哥。你无需管本神子是谁，你只需要开口告诉本神子，究竟是谁派你来暗杀本神子的。叶青哥把玩着手中的流影石，嘴角笑容愈发玩味。你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事情。唐天鬼憋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道：哼，嘴巴倒挺硬，看你在怒皇带中还能不能继续保持着你的嘴硬。林秋义冷笑着走了过来，反手祭出赤红如火的怒皇带。收！唐天鬼整个人顿时被一股巨大的吸力拉扯，转瞬间功夫便没入了怒皇带中。叶青哥开启上古至尊重瞳，一眼看去，能够看到唐天鬼在怒皇带中被4条附着着真皇之火的锁链贯穿了4肢，无数只赤鸟在啄食着他的血肉，再加上真皇之火不断炙烤着他的肉身，如此手段当真是惨无人道。悠着点，可别把他弄死了。叶青哥漫不经心道：其实唐天鬼死不死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要灭米家和明玉天，只需和孟白离说一声就行。他用流影石录下米其林买通明玉天的杀手暗杀他的证据，也只是为了师出有名罢了。当然了，就算是师出无名，他也照灭不误。放心吧，神子大人，我会让天道宗覆灭米家师出有名的。林秋义回了他一个自信满满的微笑，他心思聪慧，怎能不知叶青哥的心思。半刻钟后，林秋义将唐天鬼从怒皇带中放了出来。面前的唐天鬼已经完全不成人样了，浑身上下血洞无数，并且还附着有真皇之火，不断焚烧着伤口，看上去惨不忍睹。说吧，买通你来暗杀本神子的人究竟是谁？叶青哥一脸淡淡的看着眼前的唐天鬼。是米家天骄米其林。唐天鬼早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将米其林供了出来。在怒皇带里的那半刻钟，实在是生不如死，他简直被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很好，叶青哥收好流影石，
一掌将唐天鬼拍死。啧，这米其林还真是大胆啊，竟然敢买通明玉天的杀手来暗杀神子大人，他和他身后的米家怕是要完了。神子大人，这件事可需要我流燕皇朝出手。林秋义话里话外都是对米其林的讽刺。不用，区米家和明玉天罢了，覆灭他们还无需太过兴师动众。叶青哥悠然道，此间事了，也是时候该打道回府了。叶青哥看向两女的目光中多了几分不怀好意，把江洛离和林秋义看得浑身发毛。不多时，三人便回到了流燕皇朝。刚一踏入寝宫，叶青哥便迫不及待地关上了大门。不过在吃盖饭前，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可不能忘了。叶青哥右手一翻，取出了2双丝袜，赫然是童子哥之前奖励的白丝和黑丝。这可是百丝不烂、烂而复原的极品丝袜啊，是出自童子哥之手的绝品啊，岂能不用？刚好江罗丽用白的，林秋义用黑的。结，来，你们2个把这个穿上。叶青哥将丝袜递给了江洛离和林秋义。这是什么？江洛离看着手中的白丝，一脸的疑惑。是这样穿吗？林秋义则是将黑丝套在了自己的手上，却发现自己连手掌都张不开了。叶青哥到底在搞什么啊？怎么想到会让他穿这种东西？这样一来，他连手掌都张不开，到时候还怎么握胚？还怎么把握分寸？噗！哈哈！看着林秋义窘迫的样子，叶青哥忍不住大笑起来。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把丝袜套在手上的。秋义，这个是穿脚上的，不是套手上的，你快些将它拿下来吧。叶青哥强忍着笑意道。哦，我就说嘛，怎么会有人设计这种东西出来，连手掌都张不开？原来是套脚上的。林秋义撇了撇嘴，嘀咕道。不一会儿，江洛离和林秋义便换上了白丝和黑丝。二女坐在床榻前，一脸的娇羞。前者身穿一件洁白长衫，如怒般的波涛将长衫绷得笔直，像是要把长衫撑破。她容颜可爱，浅粉色的瞳孔里蕴满了秋波，樱桃小嘴微微张开，很是诱人，幽香四溢。那双笔直的玉足裹上了细腻的白丝，摸上去滑溜溜的，为她更添一丝纯洁，看得人热血沸腾。林秋义右手轻轻拂过脸颊上的碎发，一袭优雅奢华的凤裙将她的玲珑身材衬托得凹凸有致。穿上了黑丝的修长玉足在空中舞动，形成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看着这一大一小的绝世美人，叶青哥眼睛都看得直了。姐妹盖饭胚，任务奖励，本神子来了。这就让两女见识见识何谓服装带来的属性加成。攻速和暴击直接叠满，在本神子的眼皮底下疯狂颤抖吧。结。很快，群仙焰之势便犹如龙卷风一般，疯狂席卷了整个玄黄地界。斩杀陆家神子陆川泽，随手灭杀天人族天女的追随者，信手拈来间碾压王腾。这3件事，哪怕是单独拿出一件，都足以在玄黄地界掀起一阵风暴。而此刻3件事同一时间发生，并且都出自一人之手，这足以见得叶青哥给世人带来的震撼程度。尤其是碾压王腾，更是让一众大势力都为之震撼的目瞪口呆。要知道，王腾身负高级地体，可是拥有大帝之姿的绝世妖孽啊，可却还是败在了叶青哥手里，据说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叶青哥的实力简直了，可以说此事过后，叶青哥在年轻一辈中的威望将会水涨船高。当然，群仙宴中最关键的还是叶青哥的特殊体质，3大顶级神体之一的苍天神体。顶级神体便代表了特殊体质的至高无上，更不用说叶青哥的苍天神体还能够寻找到传说中的天道秘藏，那可是蕴含了能够成仙成神的无上机缘啊！谁不心动？可以说，从此刻开始，已经有势力开始在暗中运筹帷幄了。只要叶青哥一找到天道秘藏，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现身去分一杯羹。就算强如天道宗，也熄灭不了他们对天道秘藏的野心。神子牛批，陌上人如玉，神子世无双。什么狗屁的大帝之姿，我们神子才是真正有大帝之姿的天骄妖孽。天道宗内一片欢天喜地，无数弟子兴奋得面红耳赤，激动难耐。现在的叶青哥在他们眼里当真是堪称传奇一般的存在了。一众长老也是开怀大笑，心情甚是美丽。没想到他们天道宗有史以来的第1位神子，竟然是身负苍天神体的绝世妖孽，还真是让九祖捡到宝了啊！当然了，有人欢喜就有人愁。此刻米家内，米其林脸上写满了焦急的在府中来回踱步，眉头皱成了川字。怎么回事？难道3位圣人境强者还暗杀不了那个小白脸吗？米其林不满地嘀咕道。早知道明玉天的杀手办事效率这么差，他去找更强一点的暗杀组织了。公子，大事不好了！有年轻天骄聪忙跑了进来。出什么事了？米其林连忙询问。
来人是他的追随者，名为陈庆。公子，方才外界传出消息，说是公主殿下身边的谪仙人是天道宗的神子，而且天道宗神子还在群仙宴上将王腾碾压了。陈庆满脸慌张道：什么？天道宗神子？霎时米其林头脑嗡的一下炸开了，身子一软，差点栽倒在地。他双目无神，脸色煞白到看不出一丝血色，嘴唇急剧颤抖着。他特么都干了些什么？他竟然买通明玉天的杀手去暗杀天道宗神子，这要是让天道宗知道了，他们米家毙命。而且叶青哥竟然能够碾压王腾，也难怪他买通的圣人境杀手到现在都杳无音讯了，想来是死在了叶青哥手中啊。明玉天的杀手或许不会将我供出来。蓦地，米其林眼中重新出现了光芒。是了，明玉天的杀手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是绝对不会出卖背后买主的。而只要唐家三鬼不将他供出来，那他和米家便相安无事。想到这里，他渐渐放松了下来。千想万想，他也不会想到叶青哥竟然会是天道宗的神子，他只求今日之事赶快过去，莫要让叶青哥记恨于心。至于再去招惹叶青哥，现在就是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啊。北域天人神山，一处洞天福地中，有着一道如梦似幻般的倩影盘坐于此。主上，柳如烟死了，死在了天道宗神子的手中。有人来到洞天福地，毕恭毕敬地禀告着。柳如烟，是那身负终极至尊体的天之娇女吗？沈右楚缓缓睁开一双淡漠的眼眸，看不出丝毫感情。她身为天人族的天女，手下追随者众多，一时之间有些记不清也很正常。正是她，而且不只是柳如烟，就连陆家神子陆川泽也死在了天道宗神子手中。最关键的是，就连万仙楼的圣子，那位拥有大帝之姿的王腾也败在了叶青哥手里。据说天道宗神子身负3大顶级神体之一的苍天神体，听到连王腾都不是叶青哥的对手，并且叶青哥还身负苍天神体后，沈右楚也是猛地吃了一惊，但很快便讥笑起来。王腾，哼，真是可笑。他父亲天天吹嘘自己儿子拥有大帝之姿，从小吹到大，看来也就只有这点本事。至于所谓的3大顶级神体之一的苍天神体，不见得就是无敌的。我不日便会出关，到时候我会去见识一下所谓的天道宗神子究竟有何等本事。沈右楚自傲道。身为天人族的天女，她自恃孤傲，看谁都是高人一等的姿态，就连王腾也不被她放在眼里。叶青哥击溃了王腾，又算得了什么？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又如何？他沈右楚会告诉天下人，他不比叶青哥差。他要让世人知晓何为天女的强大，何为天人族的霸道。天道宗不过是靠君太上才发展起来的宗门罢了，岂能够与他们天人族相提并论？所谓的天道宗神子，他会亲自打破对方的道心。半个月后，雨纷纷，秋库里草木深。我听闻女施主一个人。叶青哥哼着小曲，一脸神清气爽地走出大殿。自从修炼了龙皇震道诀后，他的战斗力简直越来越强悍了。哪怕是让他现在就去对上孟白离，他也丝毫不虚。而这半个月以来，战况不可谓不激烈。至于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只能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9000任务点，寻到追灵符。寻到追灵符，简单来说就是只有一个作用，那便是追寻大道精灵的气息。有了它，叶青哥便可以顺着寻到追灵符的指引找到大道精灵，正好到时候能够派上用场。叶青哥看着手中的寻到追灵符，口中的喃道：坏呸，还不快来扶我一把。江洛离一瘸一拐扶着大殿走出来，没好气地瞪了叶青哥一眼。想起他将那什么丝袜穿上后，叶青哥便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他到现在还一阵发怵，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生猛的人？他和林秋意联合起来都不能将叶青哥镇压。这样一来，他翻身做主人的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日后本神子给你们找好姐妹，你们只能受着，懂不懂？若是再敢和本神子置气的话，可就不是扶墙这么简单了。叶青哥一边搀扶着江洛离，一边靠在他耳旁悄声威胁。威胁完后，他还要咬着江洛离的耳垂挑逗一番。坏呸，臭呸，你也就只有欺负我们的本事了，有本事你去欺负九祖。江洛离的脸圆的红成了清蒸螃蟹，两只白净的耳朵更是红玉滴血。九祖，叶青哥挑了挑眉，哼哼，等他修为上去了，孟白离也只有被他镇压的份。他可是天道宗神子，是神级选择系统的宿主，谁都不可以一直骑在他身上一泻千里，哪怕是孟白离师尊也不行。对了，秋意呢？叶青哥问。哼，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坏胚，秋意现在都还在休息呢。江洛离没好气道。叶青哥干笑了一声，勇猛也不是罪啊，我们再来东域的目的也达成了，
是时候该回去了。2个月后就是神子宴，本神子也该好好准备准备了。叶青歌眺望前方，目光深邃悠远。这还是天道宗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神子宴，势必会受到玄黄帝界诸多势力的广泛关注。不过他无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任他敌手如云，他自一掌横推。半天时间很快便过去，叶青歌和江洛离终于回到了天道宗。神子大人，那洛离就先走了，你好好的去忙吧。最后一句话，江洛离咬得很重，其中的意思简直不言而喻。不就是陪酒祖吗？这谁能不知道？叶青歌笑而不语，揉了揉他的头，随后朝着禁地飞去。然而还不等他飞到禁地，孟白离却是早已现身，将他紧紧搂在了怀里。此次去东域参加群仙宴，你是和谁一起去的？孟白离轻轻抚摸着叶青歌的发丝，嘴角虽然挂着一抹笑意，却是尽显冰冷。师尊，你这是怎么了？叶青歌后背惊出丝丝冷汗。师尊这状态貌似有些不对劲啊，难道是他和江洛离、林秋意的事情暴露了？自己现在这实力，如果火力全开的话，究竟能不能镇压师尊？上次见师尊还只是圣人境7重天修为，这时候再见师尊就已经是决胜境9重天修为了。就算他这次火力全开能够将师尊镇压，下一次还不得反被师尊翻身压在下面。呵呵，你还敢问为师怎么了？外界有传闻，貌似你和林秋意、江洛离走得很近啊，几乎形影不离，难舍难分。孟白离嘴角笑容越盛，却也越冷了。叶青歌心中惴惴不安，师尊看来是察觉到了什么，他现在应该怎么把这关混过去呢？在线等，很急。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不装了，本神子就是多情且公平公正的后宫之主。任务，和孟白离摊牌，并反手将他镇压，让他接受好姐妹的存在。奖励16000任务点，孟白离病娇程度正100%，极品肾宝片，无限供应版。选项2，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转移问题。任务，告诉孟白离暗杀一事，覆灭米家、明玉天。奖励16000任务点，顶级大神通，登苍穗天指，玄黄天地剑胎本源修复10%。选项3，逼逼赖赖的给你脸了，有本事来弄死本神子。任务，直接和孟白离摊牌，并让他不要多管闲事，老老实实接受好姐妹的存在。奖励16000任务点，彻底黑化的孟白离，见不到太阳升起的宿主。我选2。看着这3个任务选项，叶青歌连忙做出了选择。选项1和选项3是要让师尊黑化的节奏啊，他选了肯定得玩完。而现在能够让他蒙混过关的，也就只有米其林买通明玉天的杀手暗杀他的事情了。他也没有想到，在今日能够解救他的，竟然会是他的敌人，这也算是废物利用了吧。米其林，师尊，难道你就只在乎这些虚假的传闻，而不在乎徒儿的死活吗？师尊真是太让徒儿心寒了。呜！叶青歌做事扑在孟白离怀里，脸颊蹭来蹭去，能够闻到一股牛奶的芳香。好久没用师尊牌的洗面奶洗脸了，实在是怀念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孟白离稍稍眯起了双眼，手指深深插入叶青歌的发丝。就在几天前，米家天骄买通了3位圣人境修为的明玉天杀手暗杀徒儿，要不是徒儿实力过硬，否则师尊又岂能再次见到徒儿？师尊若不信，这便是证据。叶青歌一脸委屈地将刘饮石拿了出来，将唐天鬼供出米其林的画面放了出来。什么？孟白离看着刘饮石中的一幕幕，气得酥胸上下抖动，目眦欲裂。师尊啊，你可一定要为徒儿做主啊！叶青歌在孟白离的怀里嘤嘤嘤地哭诉着。趁此时机，他洗把脸应该不过分吧？亲一亲，舔一舔，应该也不过分吧？好好好，真是好胆，竟然敢买通明玉天的杀手，暗杀本祖的逆徒天道宗的神子。米家和明玉天必灭。孟白离勃然大怒，早已将方才质问叶青歌的事情丢之脑后。大势力最忌讳的事情本就是自家天骄被杀手暗杀，而现在这种事情发生在了叶青歌身上，发生在了天道宗身上，这无疑是骑在他们天道宗头上耀武扬威，简直忍不了一点。逆徒，跟我走！孟白离此刻正在气头上，拉着叶青歌的手便往禁地飞去。禁地内，一座座大殿辉煌屹立，散发着古老蛮荒的气息。孟白离带着叶青歌来到了一座大殿前，抱拳恭敬道：天机老祖，有外界势力买通明玉天的杀手暗杀我宗神子，还请您出关为此讨一个公道。孟白离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禁地中，夹杂了无边的愤怒。自己的逆徒只能自己骑在他头上耀武扬威，外界势力胆敢如此，无异于是自寻灭亡。白离，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有人要刺杀青哥。淡台明风闻讯赶来，周身气势汹涌，宛若一头发怒的雄狮。
现在的叶青哥可是天道宗的宝，是天道宗未来的顶梁柱，绝对不能出现丝毫差错。结果现在明玉天竟然敢暗杀他们的麒麟子，他也有取死之道。是这样的，八祖。叶青哥将事情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哼，真是岂有此理！待我等灭了明玉天，再去灭米家。但台明风盛怒，转身离去。本祖这就去调动天境军。与此同时，五祖沉眠的大殿中传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天道宗不可辱，神子亦不可辱。看来是我天道宗隐世太久了，让世人都忘了我天道宗是如何以天道为名的。既然如此，便让明玉天和米家的覆灭，为我天道宗的重新入世拉开帷幕吧。话音落下，一位身穿白袍，双目浑浊却透出一抹金芒，身材坚挺，气质儒雅随和的老者从殿中缓缓走出，正是五祖姜尚。姜尚身负顶级地体天眼地体，擅长推演天机，因此也被称为天机老祖。孟百里此次来找五祖，也正是看中了五祖的推演能力，想要借此将明玉天的老巢一个个推演出来，从而彻底覆灭这个暗杀自己逆徒的毒瘤。晚辈叶青哥拜见五祖。叶青哥冲着姜尚行了一礼：你就是我宗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神子吗？倒真是头角峥嵘，风华绝代之辈。姜尚目光满意至极地打量了眼叶青哥，眉目和蔼可亲。轰隆隆，突然间，整个天道宗就像是地震了一般，一股钢铁洪流从远方天际席卷而来，压迫的虚空都在颤抖。正是天境军。天境军是天道宗极负盛名的军队，它的出现代表着天道宗彻底动怒。每当天境军现世，都预示着将有大势力即将走向灭亡，因此天境军也被外界称为大势力杀戮机。此刻，淡台明风率领着5万天境军而来，每1万天境军都由一位道尊敬强者率领，那气势堪称汹涌滔天，那煞气足以吓得人肝胆俱裂，令人望而生畏。是天境军，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八祖突然动用天境军了？天境军一出，预示着又有大势力要倒霉喽。惹到我天道宗，覆灭也只是他们最轻的下场罢了。一众弟子目露震撼之色，纷纷揣度起来五祖。淡台明风朝着姜尚行了一礼。姜尚轻轻点了点头，随手祭出一块道盘，其上光芒点点。走吧，我已推演出了明玉天的各个老巢。姜尚淡然道。孟白离祭出一艘古战舰，众人齐齐踏上去。不一会儿，战舰被激活，竟直接于虚空间穿梭，速度就连神识都捕捉不到。听说明玉天背后的势力来头不小，据传与传说中的地府有关。八祖淡台明风神色淡淡道：地府又如何？欺我宗神子，便是辱我天道宗。就算是18众地府拦在本地面前，本地也可一掌横推。孟百里冷笑连连。地府是传说中的势力，已经消失很久了，的确堪称超然强大，但那又如何？在天道宗面前，在天道面前，一切都是虚妄。百里，你的大地道果现如今都不知所踪，这话可不兴说啊。姜尚打趣的笑道。闻言，孟百里和淡台明风面色齐齐一变。五祖，你怎知？孟百里大吃一惊。自然是推演出来的，虽然你极力掩饰自己的气息，但依旧被我捕捉到了一丝不对劲。发生了如此大事，为何不与我们说呢？莫非是觉得自己修为高了，嫌弃我们这些老家伙老了帮不上你忙了？姜尚语气中带上了一丝埋怨。不是的，五祖，我只是不想让你们担心罢了。孟白离微微低着头，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般。傻妮子，你的大地道果实迟早不回来，这才真是让我们担心的地方呢。虽说我的推演之术还没到那般高深的地步，但也多多少少能够帮到你一些。再不济，我们把4祖、3祖、2祖也叫醒，就算把整个玄黄地界都翻一遍，也要找到你的大地道果。因为你可是近年来号称最有资格踏入那禁忌领域的女帝啊。姜尚微笑道。孟白离闻言心生无限感动。上个时代，他的地位其实与叶青哥大差不差，但只是因为没有领悟出天道真谛，没有踏上天道楼第50层，所以才没有成为神女罢了。要不然，她便是天道宗有史以来第1位神女。不过，这也代表不了什么。在上个时代，她就是天道宗的天骄代表，她一个人便可压得玄黄地界所有年轻天骄喘不过气来。后来她一路高歌猛进，正道称帝，成为了玄黄地界如雷贯耳的女帝。百里，你的大地道果是被何人打落的？八祖淡台明风沉吟道。要知道，孟百里可是玄黄地界鼎鼎有名的女帝，是号称近年来最有资格踏入那禁忌领域的大帝。虽说她的境界还未踏入禁忌，但实力已经与所谓的禁忌大差不差了。而能够将孟百里的大地道果强势打落，足以看得出敌人的恐怖，是苍蓝魔界的大帝。孟百里郑重道。姜尚和淡台明风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一副果不其然的模样。毕竟苍蓝魔界对玄黄地界的势力虎视眈眈已久了，而且也有不少苍蓝魔界的势力渗透到了玄黄地界。可突然，孟百里语出惊人道：“但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貌似苍蓝魔界并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在这暗流涌动的局面下，好像始终有一个幕后黑手在推动着这一切的发展。我猜不透他。”闻言，淡台明风和江上都陷入了一阵默然，连孟白离都猜不透的存在，究竟会是何方神圣？一旁的叶青哥也听得暗暗心惊，但很快便恢复了淡然。天塌了，自然会有高个子顶着。他现在实力微弱，去想这些东西也于事无补。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还是那句话，我天道宗屹立玄黄地界万万年，可曾惧过谁？吴祖江上霸气道。而也就在众人闲谈之际，古战舰已行驶至东域。沿途，一众势力看着于虚空中穿梭的古战舰，其上有数万整装待发、充满了肃杀之气的天境军屹立不动，未免心生诧异惊骇。这不是号称大势力杀戮机的天境军吗？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天道宗突然出动了天境军？天啊，那不是天道宗的九祖，当时女帝孟百里吗？还有五祖江上，天道宗神子，这是什么豪华阵容啊？一众修士震撼得目瞪口呆，活像见了鬼一般。先是天境军，而后又是3位老祖以及神子叶青哥，如此兴师动众，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来？很快，在无数修士震撼的目光下，古战舰缓缓驶停在一片浩瀚无垠的海面上，强大的气息将海面压得朝两边暴涌。明玉天，尔等孽障，竟敢暗杀我宗神子，今日便是你们灭亡之日！但台明风暴喝一声，祭出天渊剑，一剑斩出，将大海分开，露出了底部的面貌。只见一座碉堡赫然屹立于海底，周围还有数座大阵包围，围得水泄不通。其中明玉天的杀手纷纷冲出，脸上浮现出惊恐慌乱之色。他们全都懵了，他们中出了几个叛徒，竟然敢去暗杀天道宗神子，这不是嫌自己命长了吗？而且害了自己不说，现在还连累了他们，这不是害人害己的祸害吗？原来竟是明玉天的杀手暗杀天道宗神子，难怪天道宗会如此震怒，就连大势力杀戮机都派出来了。敢暗杀天道宗神子，这明玉天的确是嫌命活得太长了。哼，天道宗覆灭明玉天，也算是为玄黄地界除去一大祸患了。有修士冷哼道，不少势力的年轻天骄都遭过明玉天的毒手，如今看到这颗毒瘤终于要被天道宗铲除，不可谓不大快人心。诸位前辈，有话好商量，也许并不是我们明玉天的杀手暗杀了贵宗神子呢。这处明玉天据点的首领李杰连忙飞出，神色惶恐不安，匆忙道：怎么说，你是怀疑本神子诬陷你们明玉天？叶青哥向前踏出一步，神色戏谑玩味道：敢质疑我宗神子，当杀！孟百里脸上有杀机毕露，恐怖的地威朝着四周汹涌席卷，在人的脑海中倒映出尸山血海的场景。他的大地道果虽然被打落了，但地威却是浑然天成，依旧在身。淡台明风看向了李杰，手中天渊剑闪烁出熠熠寒芒。顿时，李杰只感觉被一头上古凶兽盯上，如芒刺背，冷汗横生。一群肮脏之辈，灭了吧！这不过是明玉天其中一个据点罢了。江上淡淡走出，右手轻抬，大道法则犹如一片璀璨星河，竟直接将李杰淹没。不，李杰完全没有丝毫抵抗之力，身形顿时湮灭在大道法则中。一位道尊级别的强者，在江上眼里却如同卑微到底的蝼蚁。如此恐怖无边的实力，简直震惊了无数人。这就是天道宗五祖的实力吗？一位道尊强者在他面前竟连蝼蚁都不如，可怕，实在是太可怕了。要知道，这还仅仅只是第五祖罢了，真不知道天道宗的底蕴到底有多深。我倒是听说，天道宗里最强的貌似并不是老祖。古战舰上，叶青哥目光深邃地看着五祖出手，脸上浮现出思忖。想要成就至尊境，就必须要领悟出大道通释，而想要成就准地境，就必须要领悟出大道法则。再加上刚才五祖出手时的威势，叶青哥敢肯定，五祖至少都是准地境强者。而就连五祖都是准地境强者了，那么五祖之前的四祖、三祖乃至二祖呢？莫不成皆是大帝？这简直细思极恐啊！这要是再加上孟白离，那么天道宗明面上岂不是有4尊活着的大帝？一个势力有4尊大帝同时在世，也难怪天道宗能够成为整个玄黄地界名副其实的霸主势力了，也难怪天道宗能够屹立玄黄地界万万年了。其他的顶级势力能够拥有1尊大帝，都算是祖坟冒青烟了，而天道宗明面上很可能拥有4尊大帝，这还让其他势力怎么玩？杀！淡台明风一声令下，
5万天禁军化作神挡杀神的钢铁洪流，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尸横遍野。啧，真不愧是大势力杀戮机啊！区区明玉天压根就没有丝毫反抗之力。据说天禁军手握5曜天神阵，一经施展便可凝聚出5曜之神，那才是真正的恐怖呢。没错，区区明玉天还不值得天禁军动用5曜天神阵。一众修士纷纷咂舌感慨。不过片刻功夫，天禁军便将这处明玉天的据点捣毁，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我天道宗是替天行道，守护苍生的绝世好宗门，绝对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淡台明风突然开口道。5万天禁军一脸疑惑的齐齐看了过来，他们天道宗什么时候变成了淡台明风口中的绝世好宗门？嗨，但除了一针一线，其余的全部抢光烧光。淡台明风干咳一声道，众人表情这才恢复了正常。对吗？这才是他们天道宗该做的事情，烧杀抢掠他们可太会了。不多时，天禁军便将这处明玉天据点所储存的宝物一并收走，其中甚至不乏极品原石、圣丹圣药以及一些强大的功法神通。还是太慢了。江上看着道盘上闪闪发光的亮点，低眉沉吟道，明玉天大大小小的据点就有10多个，他们若一个一个去灭，无疑太耗费时间了。陈汉，你率1万天禁军去覆灭黑暗森林、吴洛泽、通玄海的明玉天据点。丽华，你率1万天禁军去。江上将任务一个个分发下去，5位道尊级别的队长各自率领1万天禁军前去剿灭东域各地的明玉天。接下来我们4个人去冥王殿，也就是明玉天的老巢。江上道。淡台明风3人点了点头。古战舰再度腾空而起，朝着冥王殿赶去。东域一片黄沙滚滚之地，这里环境恶劣，就连妖兽的踪迹都难以见到。狂风携带着沙砾刮来，刺得人肌肤生疼。咻！一艘古战舰破空而来，安稳停落在这片黄沙之地。巫祖，冥王殿真的在这里吗？淡台明风满脸疑惑地扫视着这片黄沙滚滚之地。此地一眼望不到尽头，除了黄沙便是黄沙，哪里有半点大殿踪影？冥王殿如果有这么容易找到，这东域的势力岂会轻易放过明玉天？不得不说，明玉天这躲藏的本事还真是了得，连沙中介都整出来了。我想应该是某位地府大能的手笔吧。江上冷笑道。沙中介顾名思义便是在一粒沙中开辟出一方世界，能够施展出如此手段，至少也得是准地境的强者才行。若是在沙中介里布置上阵法，将沙中介藏于黄沙之地中，试问还有谁能够找到冥王殿？也难怪当初那个顶级势力拿明玉天没有办法了。那我们难道就拿这明玉天没有办法了吗？淡台明风握紧了拳头，不甘道。自然有办法，区区沙中介罢了，在本祖面前还算不得什么。江上右手一挥，手中道盘飞出，安稳停留在半空。道盘急速放大，恐怖的法力波动朝着四周荡漾。找到了。江上嘴角轻扬，一抹冷笑一闪而过。轰隆隆，他右掌探出，滔天的法力涌起，将虚空都给崩碎。天道宗是不是欺人太甚了？空荡荡的黄沙之地中，有一道怒吼声骤然响起。欺你又如何？你明玉天的杀手胆敢暗杀我宗神子，这便是下场。江上右手食指与拇指朝着虚空轻轻一捻，将沙中介轻易捏碎。轰！蓦地，一座气势恢宏磅礴、散发着森森冷气的大殿倏然浮现在众人眼前。正是冥王殿。这个时代看来还真是天命重现的时代，没想到就连地府都按耐不住要浮出水面了吗？江上双手负于身后，一脸感慨道。上一次天命现世的时候还是一祖在宗时，那时候也正是浩劫出临的时候。哼，江老头，把话说清楚了，我明玉天的杀手何时暗杀过你天道宗的神子了？冥王殿殿主魏翔走了出来，浑身煞气滔天，赫然是一位天尊境强者。他们这冥王殿虽然只是分殿，但是因为背靠地府，因此就算是顶级势力也没有几个敢招惹他们。而现在江上一出手便将他们的沙中介捏碎，简直欺人太甚。想和本祖谈判，你够格吗？去把能够在本祖这里说得上话的人喊来。江上毫不留情的一掌拍出，将魏翔拍得骨骼爆碎，五脏六腑都在此刻破裂，鲜血一连串的吐出。快去激活雕像，请出幽宁战军的化身。魏翔慌忙道。五祖江上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简简单单一掌便将他重创至此，远不是他能够力敌的。冥王殿中其余的至尊强者慌忙行动起来，抬出那座尘封已久的战军雕像，将自身精血洒在其上。哼，休要得逞！淡台明风手持天渊剑，正要一剑斩出，将冥王殿覆灭时，却是被五祖一把拦住。不急，让他们将战军化身请出来，
我也好久没见到过这位老友了。江上稍稍眯起了眼睛，而且单凭弹台明风是难以阻止战军化身的出现。他可以，但他不想。哼，老东西，等战军化身出现，便是你死无葬身之地之时。魏翔满脸阴沉地看着江上。嗡，伴随着雕像逐渐衍生出道裂隙，表面的石屑开始纷纷脱落，金光一寸又一寸地泄露而出。江上，好久不见，你怎么老得这么快？伴随着一道儒雅淡然的声音响起，幽宁战军的化身逐渐映入众人眼帘。这是位身穿青袍的青年，他容貌俊美，面色平淡，眉宇间有一抹不易察觉的柔和，宛若安静的书生一般。很难想象，这位便是明王座下的4军之一的战军。幽宁，我们是好久没见了，没想到再次见面竟然会是在这里。江上捋了捋胡须，微笑道：这么多年过去，我还以为你早就突破到了大地境，没想到只是准地境9重天。以你的天资，不应该只是如此。幽宁笑道：推演天机，有得便有失，这再正常不过了。倒是你，我还以为你踏入了大地境呢，没想到也和我这个糟老头子一样的水准。江上哈哈大笑道：就算成为了大帝又如何呢？大地之上还有极道，极道之上还有禁忌，禁忌之上还有传说，倒是没有止境的，总有人会比你更强。幽宁目光悠悠道：实力不济，便只能一直活在别人的脚下，没有心气的人，就算天资再高，也难以走远。江上目光灼灼道。幽宁嘴角划过一抹笑容：你们天道宗行事，不是都说7分在人，3分在天吗？我觉得3分太多了，我1分也不想给这天道。叶青歌闻言，深深地看了幽宁一眼。谋事者，3分在天，7分在人，可幽宁却要将这10分全都牢牢掌握在手里。如此轻狂霸道之人，怎么会是江上口中没有了心气的人呢？而且他要走的路与幽宁的话语简直不谋而合。他若想要超脱天道，就势必要将一切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哪怕是至高无上如天道，也休想从他手中夺走分毫。江上凝视了眼幽宁，随后笑道：是我看错你了，没想到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天外一战，他腾空而起，朝着天外飞去。幽宁身影一闪，紧随其后。魏翔，战军化身走了，他们还拿什么抵挡弹台明风？而且看幽宁和江上闲聊的模样，怎么感觉像是2位多年不见的老友？失算了，明玉天，这一次看你还怎么挣扎。弹台明风怒喝一声，提起天渊剑就冲着明王殿杀去，如入无人之境。剑光闪闪，血花朵朵，天渊横亘虚空，势如破竹，骇人心神。魏翔虽然是天尊强者，但是先前早已被五祖江上重创，再加上他只是普通的天尊强者，就算没有受伤，也难以是8祖弹台明风的对手。因此不过须臾之间，伴随着天渊剑闪烁出耀眼的剑光，带起一连串的血珠，魏翔的整条右手便被弹台明风一剑斩下。在他的伤口上有着恐怖无边的剑意残留，使得他想要断臂重生无比困难。随着一声剧烈的轰响，天外的战斗也很快结束。魏翔，这还真是为的本君一把好降啊！哈哈，战君，今日你这化身灭了，对你本尊可有影响？我曾分出一缕神魂烙印其中，化身灭了，这缕神魂也就灭了，自然对本尊有影响。唉，真是不忍看到你受伤的模样啊！啧。话虽这么说，但江上却是没有丝毫留手，天书笔朝着前方一划，恐怖的威能将星空都给分裂。幽宁满嘴的不忍心，动起手来却是毫不犹豫地动用天书笔。这糟老头子果然坏得很啊！一笔落下，幽宁化身直接爆碎，化作点点星光。期待你正道成帝的那一天。江上目光悠悠，深邃而明远，低低地呢喃着：我会的。他转动目光看向冥王殿，随后一掌拍出，浩浩荡荡的法力大掌遮天蔽日，直接将这座冥王殿覆灭。这里的冥王殿只是分殿罢了，真正的冥王殿在18重地府的第1重天。五祖，您没受伤吧？孟白离问道。放心吧，战军化身还奈何不了我，就算是他本尊前来，我也无惧。江上捋了捋胡须，笑道。闻言，孟白离这才放下心来。与此同时，弹台明风也是将这座冥王殿中所储存的修炼资源一并收走。看到这一幕，那群看热闹的修士感慨万千。明玉天终于灭了。废话，招惹了天道宗，他不灭谁灭？快看，天境军也回来了。有修士惊道。只见在5位道尊队长的率领下，5万天境军御空而来，浑身煞气滔天，让人不敢靠近。光是看一眼便让人心神颤抖。禀五祖，明玉天各处据点已被我等全部捣毁。5位队长齐齐抱拳，毕恭毕敬道。江上点了点头，轻笑一声。接下来
可不能忘了罪魁祸首。明玉天都已经灭了，怎么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呢？众人踏上战舰，朝着米家急速掠去。咦，天道宗都灭了明玉天了，这是又要去啊？我想，明玉天的杀手不可能会去主动暗杀天道宗神子，应该是有人买通了明玉天的杀手暗杀神子，很有可能就是不知道是谁这么大胆，敢去买通杀手暗杀天道宗神子了。走，我们跟上去看看。米家刚和一众是女云雨玩的米其林摆了个大字躺在床上，一脸的悠闲惬意。突然，一旁的传音令牌亮了起来，他百无聊赖地拿过传音令牌一看，顿时被惊得吓出一身冷汗。天道宗因为自宗神子被暗杀而震怒，并出动了天境军，正在围剿明玉天的途中。如此消息几乎快要吓得米其林魂飞魄散。镇静，镇静！唐家三鬼已经死了，他们没有供出我的消息，我无需担心这么多。米其林强行压下心中的悸动，可眼皮却是在疯狂地跳动着，显得很是没底。对了，如果叶青哥知道是我买通杀手暗杀的他，天道宗第一个要灭的应该是我才对，又怎么会先去灭明玉天？我就说嘛，明玉天的杀手可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绝不会供出背后买主的消息，我还担心个什么劲呢？米其林想通了这一点，彻底放下心来。他看着身旁欲求不满的侍女们，欲火顿时涌上心头。正当他将侍女们镇压，想要再战上个300回合时，一道震耳欲聋的怒吼却是浩浩荡荡的压迫着米家而来。米家，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买通明玉天的杀手来暗杀我宗神子！淡台明风站在古战舰上，怒目圆睁，狂风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剑气直冲云霄。这一声怒吼下来，整个米家都颤动3分，像是要分崩离析。米其林才刚刚重振起来的雄风顿时被吓得瘫软，肝胆俱裂，浑身抖若筛糠。这天道宗怎么来了？难道唐家三鬼真的将他暴露了出来？不会的，明玉天的杀手可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绝不可能会将他出卖的。可现在天道宗大军压境，又不得不让他相信唐家三鬼已经将他出卖。各位前辈大驾光临，真是让我米家蓬荜生辉啊！米家主米炳莲忙飞了出来，脸上堆满了笑容。实则他心里一阵懵逼，已经开始破口大骂了。这特么的，到底是谁买通明玉天的杀手去暗杀天道宗神子的？这不是害人害己吗？这下子不仅是那个孽畜要完蛋，就连他们整个米家都要完蛋。毕竟天道宗不可辱，今日我等前来只为3件事：一，灭你们米家；二，灭你们米家；三，还是灭你们米家。淡台明风双手负于身后，霸气侧漏道。米炳脸色一僵，慌忙道：诸位前辈，我们米家当真没有买通杀手暗杀贵宗神子啊？这其中是不是有着什么误会？误会？那这是不是也是误会呢？叶青哥嘴角划过一抹嘲笑，将留影石取了出来。是米家天骄米其林。里面的画面赫然是唐天鬼供出米其林的一幕。见状，米炳脸色瞬间煞白，眼眸中喷薄着滔天的怨怒。把米其林带上来！米炳回头怒吼一声。是。不过片刻功夫，便有侍卫将战战兢兢、浑身瘫软到站不住的米其林带了上来。米其林，可认罪？叶青哥神色玩味地打量着瘫软在地的米其林。不是我不知道这件事。米其林浑身急剧颤抖，双目无神，口中无意识地呢喃着。若是能重来，他绝对不会去招惹叶青哥。只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叶青哥一掌拍出，伴随着吧唧一声，米其林的意识陷入了无尽的黑暗。诸位前辈，此罪在我米家，是我米家没有管好自家天骄，这才导致了如今之事。我米家愿意拿出1半的修炼资源，只求诸位原谅。米炳将姿态放得很低，神色万分恭敬，他心里则是十分肉疼。这可是米家1半的修炼资源啊，足够他们修炼数百年了。啧，这就是你米家的态度，拿出1半修炼资源就想草草了事，可笑！灭了你们米家，修炼资源不全都是我天道宗的？但台明风摇了摇头，冷笑道：他还以为这米家有多大的诚意呢，原来只愿意拿出1半的修炼资源。就算是米家将全部的修炼资源拿出来，他们天道宗也不屑一顾。暗杀了他们天道宗的神子，岂能如此草草了事？米炳脸色大变，没想到淡台明风竟然如此霸道贪婪，不仅要灭他们米家，还要他们米家全部的修炼资源。诸位前辈，我米家愿意拿出2/3的修炼资源，只求贵宗原谅。否则，我米家虽然难以与贵宗抗衡，但我米家背后的势力未免就不能与贵宗抗衡。米炳脸色逐渐变冷，气势汹涌磅礴。哟呵，你还有脾气了？但台明风眉梢轻轻一挑，右手一挥，直接给了米炳一个响亮的耳光。啪！
米饼直接被抽得倒飞了出去，脸上火辣辣的，鲜血染红了嘴角，狼狈不堪。说说看吧，你们米家背后站着的势力是哪个？还能够与我天道宗抗衡？淡台明风背负双手，气焰嚣张道。米饼满脸阴狠地盯着淡台明风，那目光像是要将对方凌迟一样。只不过他却迟迟没有说出米家背后站着的势力是谁，只是恶狠狠地吐出一句：你们若敢覆灭我米家，绝对会后悔的。真是聒噪。淡台明风一剑斩出，一颗硕大的头颅顿时飞起。米家家主云。其余米家众人被吓得瑟瑟发抖，噤若寒蝉。江上这时取出了道盘，开始在其上推演起来。不一会儿，他目光变得怪异起来，语气冰冷道：原来你们米家早已投靠了苍蓝魔界的魔族势力，魅灵血族的仙魅女皇吗？有点意思。魅灵血族，苍蓝魔界的顶级势力之一，仙魅女皇则是魅灵血族的主宰者，据说是一尊大地强者。而米家背靠魅灵血族，也难怪米饼敢说魅灵血族能够与天道宗抗衡了。不过拥有一尊大地强者，也只是刚刚触摸到了能与天道宗抗衡的门槛罢了。若真惹恼了天道宗，直接跨界逮捕覆灭魅灵血族。事情败露之后，米家众人面如死灰，眸里尽是绝望。与苍蓝魔界的魔族势力勾结，这可是极罪啊，是被苍生唾弃，留下万古骂名的大罪孽。只可惜他们米家的老祖一意孤行，谁也劝不住，他们米家最终也只好投靠了魅灵血族。呵呸！没想到米家竟然投靠了苍蓝魔界的势力，灭了这群走狗。天道宗威武，覆灭了这群孽障。一众修士义愤填膺，目眦欲裂道：当初那场浩劫就是苍蓝魔界掀起的，多少大能强者死在了那场浩劫中，整个玄黄地界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而现在米家竟然还敢投靠苍蓝魔界的势力，就算是诛他们100回，灭他们1000回，也难解心头之恨。天境军听令，米家上下一个不留，杀！江上大手一挥，下令道：得令！5位道尊队长齐声应和，并祭出了5曜天神阵。阵中5曜天神的虚影拔地而起，每一尊天神虚影都由1位道尊队长1万天禁军组成。这股磅礴伟岸的气势，仿佛要将天地都踩在脚下。不，我还不想死，我恨啊！5曜天神所过之处，无有一人留下活口，就像是无情的生命收割机，看得人目瞪口呆。真不愧是大势力杀戮机啊！这每一尊天神虚影，只怕是天尊强者都得避让3舍。强，简直太强了！青哥，随我一起来，米家祖地中还有机缘等着你。江上捋了捋胡须，笑道：机缘？叶青哥目露疑惑之色，但还是跟了上去。孟白离目光一闪，也跟在了叶青哥身旁。但台明风则是没有跟上，他得留在这里主持大局。米家祖地有着一座寻常人高的雕像屹立于此，这座雕像刻画的栩栩如生，眉宇间充满了神韵，摄人心魄，正是仙魅女皇的雕像。嘿嘿嘿，女皇大人，您交代给老朽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嘿嘿嘿。仙魅女皇雕像的脚边匍匐着一位面色苍白消瘦，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者，他双手紧紧抓住雕像的玉足，在其上疯狂亲吻，心无旁骛。此时此刻，他的眼里只有这座雕像，就像是中毒已深，无法自拔。砰！江上一掌探出，将这老者拍成了一团血沫。五祖，这……叶青哥看着这一幕，竟莫名感觉有些心惊。此人应该就是米家的准地老祖了，只可惜他已被仙魅女皇魅惑，与傀儡信徒无异。江上微微摇头，这仙魅女皇的魅惑之术竟如此了得。叶青哥惊呼一声，这完全就是把这位准地强者训成狗了啊！不对，貌似连狗都不如。魅灵血族的女子容颜堪称绝世，在苍蓝魔界那边，其族女子之容颜甚至被称作是体质神通，尤其是其族女皇容颜更是妖冶惑世，若道心不坚定者，单单是见到女皇一眼都会被瞬间魅惑。不过呢，魅灵血族也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以吸食生灵们的血液为生，若是没有精血供养，他们便会加速老死，所以这也是他们血族称呼的由来。魅灵血族对于特殊体质拥有者的感应力可是很强的，尤其是你亲哥，可别到时候被魅灵血族的女子抓走了。江上捋着胡须笑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孟百里脸色顿时一沉，眸光晦暗不明。逆徒是他的，也只能是他的，就算要将逆徒关进小黑屋，日夜骑在他脸上耀武扬威，这件事也只能由他来做。魅灵血族若识趣，就最好不要对他的逆徒下手，否则便是已有取死之道。叶青哥则是吓了一激灵，暗暗看了眼师尊，发现后者脸色果然阴沉了下去。好吧，为魅灵血族默哀1秒，3人继续向前走去，穿过一道长廊，来到了一处庭院。庭院中间有一口血潭，里面是米家众人的精血。
有米家老祖的精血，也有米家家主的精血等等。这些精血混杂在一起，气息很是强烈，时不时冒出几个血泡，而在这口血潭中，则蕴养有一棵通体血红、布满了特殊纹路的大树。这棵树名为血黄树，结出来的果子名为血黄果。据说，魅灵血族的仙魅女皇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吸食生灵的血液了，她利用魅惑神通，让生灵自愿奉出自己的精血，然后蕴养血黄树，让血黄树结出血黄果。仙魅女皇则会派人前来摘取血黄果。如今，这颗血黄果已经成熟，估计不日之后，仙魅女皇则会派人前来摘取。只可惜被我们捷足先登了。江上右手一招，将血黄树上结下的血黄果摘取了下来。虽然血黄果只有一颗，但其中蕴含的磅礴能量、生命本源，简直让叶青哥心惊肉跳。毕竟是用米家老祖、家主等一众强者的精血蕴养出来的，岂能简单？只能说，仙魅女皇在训狗和享受这一方面的确有点东西。江上随手一拍，将这里的血黄树摧毁。行了，外面没有了声响，估计淡台明峰那边已经完事了。血黄果也被我们夺走，算是不虚此行了。江上哈哈一笑，带着叶青哥和孟白离二人离开。巫祖，米家已经灭亡，修炼资源也都被我们夺走了。淡台明峰走了过来，抱拳道：“回吧。”江上淡然点头。此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覆灭明玉天和米家，就是为了告诉这世人，年轻天骄之间的争斗他不会去管，但若是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或者是以大欺小，明玉天和米家便是例子。他们天道宗隐士这么多年后第一次入世，总得杀几只鸡来紧紧猴。看着古战舰遁入虚空离开东域，一众围观的势力修士还未回过神来，感觉如梦似幻。一天时间不到，就覆灭了顶级世家米家，以及连顶级势力都不敢过多招惹的明玉天。这么多年来，天道宗再次入世，便给世人带来了如此震撼，简直了！估计从今天起，应该不会再有年轻天骄傻到买通杀手去暗杀天道宗神子吧？这不仅会害了自己，还会害了自己身后的势力。另一边，古战舰上，叶青哥脑海中再度响起了童子哥的声音：“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16000任务点，顶级大神通登苍穗天指玄黄天地剑胎本源修复 10%。”霎时，再度修复了 10% 本源的玄黄天地剑胎爆绽光芒，品质再度飙升。下品准至尊器，中品准至尊器，上品准至尊器，直至玄黄天地剑胎的品质到达了上品至尊器级别，光芒才逐渐散去。这不过才修复了 20% 的本源罢了，玄黄天地剑胎就已经到达了上品至尊器的品质。若是将它的本源全部修复，该有多么强大！叶青哥心中暗自咂舌。这要是再修复 10% 的本源，玄黄天地剑胎怕不是要飙升到地兵的等级了。叮，检测到宿主拥有86000任务点，可用以觉醒上古至尊重瞳的体质神通，或者真皇神脉的血脉神通，请问宿主是否觉醒？系统询问。觉醒上古至尊重瞳的体质神通。叶青哥心中暗道：叮，恭喜宿主成功觉醒上古至尊重瞳的体质神通生死即神光。生死即神光，上古至尊重瞳的第二式体质神通，可以催动上古至尊重瞳内蕴的生死本源，祭出神光，可诛灭仙神，可分断天地。这又是一门强有力的底牌，大幅提升了叶青哥的实力。不多时，众人便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天道宗。刚一回到宗门，孟白离便迫不及待地抓着叶青哥回到了禁地，飞进府邸，关上大门。孟白离将叶青哥压制在床，在他身上又是闻又是啃又是咬又是亲的，眼底是一片火热的疯狂。师尊，别这么心急嘛！叶青哥想要翻身，却是被孟白离死死镇压，动弹不得。逆徒，你还没有回答为师之前的问题，说说吧，江洛离和林秋意与你是什么关系？孟白离脸上划过一抹阴鸷，嘴角却挂着甜腻腻的笑容，让人不寒而栗。叶青哥汗毛竖起，手心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冷汗，急中生智道：师尊，我问你，江洛离有你漂亮吗？有你的玉族长吗？孟白离虽然感觉有些疑惑，但还是摇了摇头。林秋意有你大吗？有你这么有韵味吗？孟白离继续摇头。那不就是了，江洛离和林秋意都不如师尊，徒儿又岂会舍本逐末？在徒儿眼里，师尊就是世间最完美的女子，又怎么舍得辜负师尊呢？叶青哥脸不红心不跳的道。孟白离嘴角扬起一抹淡笑，但很快又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出现过。那逆徒，你说说看，外界那些传闻是怎么回事？孟白离吻了吻叶青哥的唇角，眼里泛着粉色的爱心。师尊你也说了，那些只是传闻，不信谣不传谣，是我们终生需要信奉的观点。难道师尊想要让那些谣言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叶青哥双手轻轻搂着孟白离的腰，缓缓下移。
哼！孟白离娇哼一声，心底压抑着的感情再也克制不住，在此刻如同汹涌潮水般动荡。逆徒，让为师看看，你最近到底有没有长进？孟白离唇角划过一抹妖异的笑容。叮！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一，放肆！神子宴举办在即，本神子岂有这闲工夫陪你玩道侣小游戏？任务：好言相劝，让孟白离放自己一马。奖励：8000任务点，龙皇阵道诀提升一个小境界。选项二，开玩笑，本神子可是超人强本尊，越超人越强，岂会怕你一个小小的孟白离任务？直入主题，让孟白离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 man。奖励：8000任务点，顶级真谛，生死真谛，生死游龙。我选二。叶青哥立马做出了选择。虽说选项一的奖励也不错，但还是不如选项二的奖励。再加上他身负苍天神体、真皇神脉，又修炼有龙皇阵道诀，可以说他现在的状态到达了一种空前的顶峰，不见得会在这次操练中输给孟白离。这一次他要彻底重振雄风，在师尊面前做一个真正的 man。 叶青哥翻身做主人，反手扣住孟白离的手腕，靠在他耳旁吹气道：师尊，这一次徒儿要看见你开口求饶的样子。孟白离闻言笑了：逆徒不要只会嘴上功夫了得，虽然你嘴上功夫的确了得，哪次操练不是叶青哥开口求饶？至今为止，他在叶青哥这里还保持着不败金身。结，师尊，希望你开口求饶的时候还能够保持现在的桀骜不驯。叶青哥也不再废话，循序渐进，直入主题。1个月后，师尊，说实话吧，其实徒儿还是很喜欢你之前那桀骜不驯的样子。叶青哥搂着一脸疲惫无力，浑身透着一抹异常粉色的孟白离，淡笑道：这还是他第一次将师尊奴役，说心情不好是假的。此刻孟白离缩在他怀里，像是个温柔体贴的小娇妻一般，脸色鲜红如血。这波实属是他大意了，没想到逆徒竟然强到了如此地步。他甚至怀疑叶青哥是不是在途中偷偷嗑药了，要不然为什么仅仅这么几天不见，逆徒已经能够翻身做主人了？一个人的妖孽真的能够到达如此程度吗？师尊，别伤心，因为之后你也再赢不了我了，毕竟翻身的机会只有0次和无数次。叶青哥洋洋得意道：从现在开始，他在师尊面前就是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 man 了。以后在府中，他要让师尊往东，师尊就绝对不能往西；他要师尊用手，师尊就绝对不能用脚。以后在府中，当由他这个雄风大振的 man 说的算。师尊，那你就好好休息，徒儿先去修炼了，可千万别灰心了，虽然你不灰心也压制不了徒儿了。叶青哥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可恶啊，竟然被逆徒如此羞辱，这简直是本祖修炼生涯中的奇耻大辱啊！孟白离将脸埋在枕头里，脸红到了耳根，羞得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8000任务点，顶级真谛，生死真谛，生死游龙。现如今叶青哥丹田中的大道游龙已经有7条了，只要再来3条大道游龙，便可以初步开辟出自我天地，那是他超脱天地、超脱万道、超脱一切的起点，但绝不会是终点。哥，乖徒儿还真了得，没想到觉醒出真皇神脉后，都能够将白离妹妹压制了。白离妹妹那羞愤又无奈的模样，简直要洗死为师喽。云若妹冷不丁的开口笑道：哦，师尊知道徒儿觉醒了真皇神脉。叶青哥好奇问道：废话，为师现在就住在你身体里，你身体的所有蜕变都逃不过为师的法眼。真不知道乖徒儿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妖孽，先是顶级神体苍天神体，然后是高级神体上古至尊众瞳，现在又蹦出来了个高级神脉真皇神脉。乖徒儿，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云若媚言语中有着难以掩饰的震撼，但是最让他震惊的还是真皇神脉。一个人族为什么会突然觉醒妖族的血脉？他这乖徒儿也没有妖族的气息啊，很明显就是跟正苗红的人族。所以这真皇神脉到底是怎么来的？突然之间就觉醒了，简直刷新了他作为女帝的认知。嘿嘿，就算徒儿是神圣，那不也是师尊的徒儿吗？在徒儿心里自然是师尊最大。叶青哥自然而然的又撒了个提升感情的小谎。哦，为师在你心里最大，那白离妹妹呢？自然是第2了。叶青哥毫不犹豫道。当然这句话也就骗云若妹，反正骗不了她自己。呵呵呵，为师不信。虽然这么说，不过叶青哥还是捕捉到了云若妹言语中的雀跃。乖徒啊，你是不知道，为师现在住在你身体里，那可真是受折磨啊。你的真皇神脉烫的为师好热啊，
而且不只是烫得为师身体热，就连心里也热得受不了呢。云若妹娇滴滴的魅惑道，眼里闪过一抹玩味的光芒。乖徒儿用言语欺骗他的感情，那他用言语挑逗乖徒儿应该没毛病吧？果不其然，叶青哥被云若妹这一番话刺激的心猿意马，像是有一片羽毛一直在挠着自己的小心脏。他现在手中又掌握有 10%的吞神魔功感悟，也是时候该步步紧逼云若妹一把了。不过眼下还是提升修为更重要，毕竟神子宴马上就要举办了，什么时候步步紧逼云若妹都行，他也不急于这一时。师尊，挑逗徒儿终究会付出代价的。叶青哥撂下这一句狠话后，扭头钻进了修炼室。切，威胁为师，除非你这逆徒对吞神魔功又有新的感悟了。云若妹心中不屑一顾道，但吞神魔功乃是神级功法，修不起来是那么简单的，一次两次也就罢了，也许是侥幸，但若要说叶青哥第3次对吞神魔功有了新的感悟，他就是打死也不相信啊。叶青哥，哼，管你信不信，到时候必须让你来一波口头教育。修炼室中，叶青哥取出了那枚血黄果，一口将它吞入腹中。血黄果入腹的那一刹那，叶青哥只感觉像是有烈火在焚烧自己的五脏六腑，毕竟是以各大强者的精血酝养出的血黄果，能量何其精粹狂暴。叶青哥暗暗催动真我洞天，将血黄果中的能量源源不断的吸收炼化。他的修为以及龙皇阵道诀的境界也在源源不断的攀升着。北域某处平原中，有着一位身穿白衣、面容俊逸、眉宇间却布满了阴沉的少年在此地游荡。根据乱古符咒烙印的指引，地兵乱古符咒应该就在这里，可为什么一直找不到他？少年面目阴沉的扫视一眼四周，心急如焚。此人正是王腾。自从被叶青哥碾压击溃后，他便跟随着乱古符咒烙印的指引来到了北域此地。他知道此地定然有乱古大帝的传承在吸引着他，这其中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乱古符咒在吸引他。只不过寻找了这么多天，对于乱古大帝传承的所在之地，他还是一无所获。唯有获得乱古大帝的传承，我才有可能将叶青哥踩在脚下。此仇我王腾必报。王腾握紧了双拳，眸中一片猩红。被叶青哥闲庭信步间碾压的画面，好似成为了他的梦魇，时不时会从他脑海中闪过。王腾知道叶青哥已经成为了他的心魔，唯有将叶青哥狠狠踩在脚下，他才可能将心魔彻底消灭。这是王腾看着眼前若隐若现、朦胧虚幻的山洞，不由停下了脚步。山洞中传出的感觉愈发强烈，牵扯着他的心神。王腾眼里有止不住的激动溢出，他感觉到了乱古大帝的传承就在其中。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啊，也不枉他寻找了这么久。王腾身影一闪，进入了这座若隐若现的山洞。而也就在他进入其中时，山洞蓦地消失不见，出现在了平原中的另一处地方。时间转瞬即逝，很快便过去了半个月。天道宗禁地修炼室中，一股强烈磅礴的气息喷涌而出，散发出恐怖的圣人之威。盘坐其中的叶青哥缓缓睁开双眼，爆射出一抹锐利的金光。他重重吐出一口浊气，那难道圣人境九重天了？一颗血黄果竟直接让他的修为突破了2个大境界，从天宫境九重天突破到了圣人境九重天修为。而且不止如此，就连龙皇阵道诀的修为境界也是直接突破了1个大境界，而今已真至撼天境巅峰。现在叶青哥单纯以肉身之力都能够一拳轰爆普通的决胜境强者。乖徒儿，闭关结束了，之前不是说要让为师付出代价吗？为师可就在这里等着呢。云若妹咯咯直笑道，师尊你好骚啊。叶青哥看着云若妹这般妩媚惹火的姿态，由衷的赞叹了一句。云若妹差点被口水呛死，没好气的白了叶青哥一眼。不会说话就别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他这是骚吗？明明是妩媚好不好？美到极致便是媚，这逆徒到底懂不懂欣赏啊？罢了，逆徒只是个榆木脑袋，怎么会懂得这些呢？他独自美丽就好了，师尊既然这么心急，为何不现身呢？莫非是怕了徒儿的力气和手段？叶青哥似笑非笑道，哼，为师自修炼到称帝，不知看过了多少沧海桑田，还从不知道怕字怎么写。云若妹羞的从叶青哥体内飞出，魂体悬浮在半空，翘着个二郎腿侧躺着。他左手撑着下巴，右手轻轻搭在大腿上，身后是9条雪白色的尾巴在晃荡。当然他这般着急现身，并不是为了领教一下乖徒儿的力气和手段，他只是看不惯叶青哥的嚣张，想要打压一下他的气焰罢了。没错，就是这样。她身为苍蓝魔界的女帝，怎么会承认自己已经爱上逆徒了？师尊，徒儿对于吞神魔功可是又有了新的感悟哦。叶青哥上前几步，将云若妹轻轻搂在怀里，吻着她精致的锁骨，
缓缓向下。逆徒，难道你对吞神魔功又有了10%的感悟？云若妹享受着叶青哥的触摸、亲吻，狭长妩媚的桃花眼舒服的微微眯起，纤细修长的手指缓缓插入她的发丝。当然了，叶青哥抬起头笑了笑，随后又低下。为什么每次都是10%的感悟？你就不能一次性领悟出完整的吞神魔功？云若妹娇躯轻轻抖了抖，很快又平息下来。说实话，她心底还是很震惊的，没想到乖徒儿竟然真的对吞神魔功又有了新的感悟。也难怪叶青哥会让他等着了，这完全就是将他拿捏死了啊！师尊，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徒儿再怎么妖孽，也妖孽不到如此程度吧？毕竟吞神魔功可是神级功法呢，你说是不是呀？叶青哥嘴上功夫毫不留情，毕竟他在蓝星时就有一个口技之王的称号。说吧，这次要为师做什么？你这逆徒才肯将新的感悟传授给为师，这一次自然不会是前2次那样了。师尊，徒儿这次教你一些更好玩的。对了，可千万不要反抗徒儿哦，否则师尊也不希望徒儿不传授吞神魔功的感悟吧。叶青哥嘴角扬起一抹压抑不住的邪笑。逆徒，等为师获得了完整的吞神魔功，看你到时候还怎么利诱威逼为师。云若妹绝美妩媚的脸颊泛起樱花般的粉色，如同雪地里绽放的玫瑰，脆弱又惊艳，看得叶青哥都乱了呼吸节奏。嘿嘿，好师尊，徒儿可不管未来如何，徒儿只管当下，至少现在你是徒儿的。叶青哥吻上云若妹的脸颊，坏笑道：现在将师尊拿捏住，还怕他以后跑了？师尊，接下来徒儿让你知晓何谓口头教育的真谛。结3天时间后，云若妹满脸羞红，恼怒地飞进了叶青哥体内。自己给这逆徒口头教育就算了，这逆徒竟然还在自己耳旁骚话连篇，说什么如果不口音下去，就不传授给他吞神魔功的感悟。她身为苍蓝魔界的女帝，何时受到过如此奇耻大辱？若是她有肉身，定要让逆徒3个月都下不来床。当然是把逆徒打到3个月下不来床。师尊，等徒儿对吞神魔功有了新的感悟后，还会再来找你的。叶青哥心满意足地笑了笑，不得不说，师尊的口技也不赖嘛，再加上完美的手艺，口技与手艺的互相结合，简直搭配的相辅相成啊！云若妹，对别人瞎人诛心就算了，对为师还要瞎人诛心，你这个该死的逆徒啊！洛离妹妹说的不错，这就是个坏到流脓的花心大萝卜，一天到晚除了流脓就不会干点别的了。叶青哥哼着小曲，朝着自然峰飞去，距离神子宴的到来还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正好去陪江洛离，顺便借助天地万法图修炼天道真谛。至于休息，抱歉，现在对叶青哥来说，休息这2个字已经渐行渐远了。他现在身负各种神级体质，又修炼有神级极品炼体功法龙皇震道诀，他现在的情形正如童子哥所说的那样，简直用超人强来形容他都不为过，越超人越强。白毛萝莉，本神子不在身边的这些时间里，你到底有没有感到寂寞呢？没事，不说也没关系，因为本神子准备要大调查你了。结，身处自然峰的江洛离突然打了个喷嚏，总感觉身后凉飕飕的，像是有人要对自己不怀好意。而天道宗要举办神子宴的消息也是在玄黄地界愈演愈烈，几乎所有势力都知道此则消息。这可是天道宗自建宗以来第1位神子啊！这场神子宴也是天道宗第1次举办，想必必将盛世隆重。我倒是听说这位神子妖孽过人，不仅灭了龙傲天的灵身，还碾压了与龙傲天齐名的王腾。老朽不敢妄谈神子未来如何，至少现在神子的实力在年轻一辈中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存在，他至今都还没败过。玄黄地界的虚空中有各个势力强者的神识在互相交流，拭目以待吧。这一日，整个天道宗都震颤起来，有悠扬绵长的钟声响起，足足9道，扩散万万里之外，波及整个玄黄地界。整个玄黄地界的苍穹上有一座横亘虚空、望不到尽头的天桥浮现，是天道意志凝聚出来的天桥。有见识广的宿老瞪大了眼睛，失声惊呼道：什么？就连天道意志也现身了？一众修士纷纷石化当场，表情麻木。这天道宗举办神子宴，就连天道意志现身了？是天道宗与天道意志沟通过的，还是天道意志自主现身的？但不管如此，从这便可看出叶青哥的牌面了，也足以看出天道宗对叶青哥的重视程度。毕竟是有史以来第1位天道宗神子。天桥上有数之不尽的天阙朝着4面8方飞去，脚上绑有请帖。无数获得了请帖的势力纷纷开始动身，前往中州的云阙13重天。云阙13重天是屹立于中州之上的13方世界，整个云阙13重天都是天道宗的领地，
天道宗则位于云阙13重天的第13重天，俯瞰着玄黄地界的万世苍茫。南域水源龙族，有天阙飞行至此，将请帖落下。天道宗这是什么意思？竟然连我们水源龙族都有请帖。水源龙族的族长龙战天目光深邃道：哼，正好天阙送来请帖，傲天又正欲出关，便让傲天去会一会这个天道宗神子。有族老冷哼道：叶青哥能够碾压王腾，实力不会弱到哪里去，不可轻敌。龙战天皱了皱眉，说实话，当叶青哥在群仙宴上将王腾碾压的消息传出来时，就连他这位道尊强者都暗自心惊。毕竟王腾是与龙傲天齐名的存在，连他都被叶青哥碾压，估计龙傲天在叶青哥手上也讨不到什么好处。父亲，你在担心什么？骤然间，一道淡然如水的声音响起，只见一位身穿金袍、头生双角、锋芒毕露的少年缓缓走来。傲天，你出关了。龙战天看到龙傲天到来，脸上划过一抹欣喜。你的天圣道心蜕变得如何呢？不如使命，蜕变到了顶级地体的程度。再加上我从禁地里获得的真龙逆鳞，死去天道宗，不见得我就会败在叶青哥手里。龙傲天双手抱胸，脸上尽是孤傲淡漠之色。好，很好，既然吾儿有这个自信，那我们便去天道宗会一会这个叶青哥。听到如此喜讯后，龙战天欣喜若狂，大笑不止。叶青哥既然敢灭我灵身，这一次我要当着万众瞩目之面将他狠狠踩在脚下。龙傲天眸光暗沉，眼中有杀机毕露。叶青哥灭他灵身，让他镇压江洛离的计划落空，使得他怀恨在心。若有机会，他定然不会放过叶青哥。南域玄幽18重天，传说中的霸主级势力地府便坐落于此。你是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老头子将请帖亲自送到了我们地府？玄幽第1重天，战军府中，幽宁看着手中印有天字的请帖，一脸无奈地笑了笑。是的，战军殿下，那人自称天道宗五祖，让小的务必将请帖交付于您。侍卫单膝跪地，毕恭毕敬道：行了，本君知道了，你且下去吧。幽宁微笑着点了点头，侍卫恭敬抱了一拳后离开。有意思，没想到你们天道宗竟然猖狂到了如此地步，这是要让玄黄地界的所有势力都参加这场神子宴吗？幽宁目光深邃地看着手中请帖，稍稍眯起了眼睛。要知道，站得越高，风浪就越大。叶青哥灭龙傲天灵身，败王腾，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威名到达了一种顶峰。而名气越大，想要踩着他上位的年轻天骄便越多。天道宗若真是把玄黄地界的所有势力都邀请了一遍，届时来客鱼龙混杂，怕是想要挑战叶青哥的年轻天骄数不胜数。难道天道宗就对叶青哥的实力如此自信吗？就不怕到时候阴沟里翻船？这个时代越来越有意思了，这一世的天命究竟会落在何人手中呢？幽宁嘴角微微上扬，虎不龙行地走出了战军府。北域天人神山。哼，这天道宗自从做了天道的走狗后，还真是越来越猖狂了。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真当我们天人族的年轻天骄死光了吗？正好那天道宗的小崽子与幼楚有仇，便让幼楚去教那个小崽子做人。我族天女注定会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神子宴变成天道宗的喋血宴。东域流燕皇朝，看着天阙四处飞舞，请帖漫天落下的一幕幕，皇主林天涯微微一笑，道：天道宗这是要将玄黄地界的所有势力都邀请一遍吗？一旁的骆无悔接过话茬，捋着胡须笑道：看来天道宗这是对他们的神子有足够的信心啊。永争天命者便是要有大无畏的道心。这场神子宴，我带景妃去一趟吧。林天涯点了点头。景妃自从离开那里后，还未在外走动过，便带她去见见世面吧。顺便这次帮叶青哥一个小忙，联络一下感情。骆无悔笑道：我会的。就在整个玄黄地界彻底轰动、暗流潮涌之际，天道宗自然峰，江洛离百无聊赖地坐在万道河旁，看着在河中悟道的叶青哥，眼里满是幽怨。直到现在，他都感觉樱桃小嘴火辣辣的疼这个该死的花心大萝卜，一旦狠起来是真的狠啊。而在这次大调查中，他也知道了为什么菊花会那么红。突然，叶青哥身旁有浓郁的天道真谛浮现，且越发强烈，互相交织缠绕。天道真谛6重天之境，江洛离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樱桃小嘴浑圆张大，就连一根大号黄瓜都塞得下。要知道，这可是无上真谛之天道真谛啊！可叶青哥这才圣人境修为，就已经将之修炼到了6重天之境，这要是传出去，必让四方震撼啊！行了，把嘴巴合起来吧，这次我可不会塞东西进去了。江洛离震撼到连叶青哥已经走到自己身边都未发觉。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江洛离在叶青哥腰间狠狠掐了一下，脸颊上蓦然涌上2片红潮，
竟一直蔓延到眼角眉梢。他恶狠狠地瞪了眼面前这个不正经的花心大萝卜，露出2颗虎牙，模样凶神恶煞。哈哈，今天就是我的神子宴。叶青哥捏了捏江洛离的脸蛋，看向天外正不断驶来的各种豪华车辇、古楼船、古战舰等等。不是，明天才开始举办，现在赶来的势力也只能够在外等着罢了。而且前来参加神子宴的势力也是分3、6、9等的。霸主势力、顶级势力入座于云缺第13重天和第12重天，一流势力入座于第11重天和第10重天，之下的便是2流势力和一些不入流的势力了。江洛离解释道：好吧，既然神子宴明天才举办，那我便先回禁地了。叶青哥双手按着江洛离的脸颊，在他唇上狠狠吻了数分钟，这才逃之夭夭。混蛋神子，走前都还要祸害洛离，下次如果不让洛离在上面，洛离和你没完。江洛离气呼呼地在原地跺脚，在上位已经是他的最低要求了，毕竟他可是高贵的白虎，岂能一直被人压制。另一边，离开了自然峰的叶青哥自然没有把江洛离的话放在耳中，想在上面，哼，唯有拿出相应的实力，才可以获得在上面的权利。当然了，如果有时候他心情大好的话，可以考虑考虑江洛离的要求。神子请留步。正当叶青哥朝着禁地赶去时，身后莫名响起了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回头看去，只见一位扎着单马尾、身着赤甲、露出大片雪白肌肤、身材火辣的女子正匆匆赶来，赫然是太阳峰的真传，号称女战神的柳妃。原来是柳妃真传。叶青哥微笑着颔首道：明日就是神子宴了，届时神子大人便是我天道宗名正言顺的神子。柳妃先在这里恭喜神子大人了。柳妃言语少了几分轻蔑，多了几分恭敬。毕竟先是在4圣秘境中覆灭龙傲天灵身，后在群仙宴上击溃王腾，并被爆出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的消息。此刻柳妃再也不敢小觑眼前这位神子，美眸中竟也多了几分崇拜。她本就是个好胜的女子，崇尚武力，也有颗慕强的心。叶青哥天资妖孽，实力超群，颜值逆天，在他眼中简直就是完美男神般的存在了。想起之前还说要让叶青哥加入太阳峰，并且自己亲自调教他的事情，他便感到脸颊一片火辣辣的。他有什么资格去调教苍天神体？让苍天神体反过来调教，他还差不多柳妃真传客气了，不知你叫我何事？叶青哥微微摆了摆手，笑道：神子大人不知可否与柳妃切磋比试一场？柳妃想要试试神子大人的长短。柳妃目光灼灼，浑身腾起滔天的战意道：既然你想试试本神子的长短，那本神子便试试你的深浅吧。叶青哥淡淡道。柳妃愣了一下，总感觉这番话哪里不对劲。他在心里回味了一下，脸色唰的一下红了，妩媚的嗔了叶青哥一眼。眼前的神子大人貌似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正经丁。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你是什么东西，也妄想试一试本神子的深浅。任务：拒绝与柳妃切磋。奖励：1万任务点，渔网袜1双，百丝不烂，烂而复原版。选项2，不得不说你胆子很大，竟然敢挑战本神子。任务：接受柳妃的邀战，并狠狠击溃他。奖励：1万任务点，顶级大神通，界灭剑诀。选项3，结。柳妃小妹妹，既然你这么想与本神子切磋，那便如你所愿，让你试试本神子的长短。任务1，赢下切磋，让柳妃对自己的实力长短大吃一惊。任务2，拿下柳妃。奖励1，1万任务点，散幽清露1滴。奖励2，神秘礼包1份。我选3。叶青哥心道，虽然选项1的渔网袜和选项2的顶级大神通很是诱人，不过他们再诱人，还能有选项3的2种奖励诱人，更何况选项3的奖励中还有一份神秘礼包呢。上次拿下林秋义所获得的神秘礼包，便奖励给了他真皇神脉。叶青哥很好奇这一次的神秘礼包蕴含有什么奖励。不过单纯的切磋是不是太单调了？要不我们打个赌如何？叶青哥眉梢轻挑，语气反问道。哦，神子大人要打什么赌？柳妃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如果本神子赢了切磋，你便与本神子约会一次，如何？叶青哥道。柳妃娇躯一颤，脸上满是惊愕。好，我来找你切磋，只是想来试试你的实力如何，结果直接盯上了我。你这是真要试试我的深浅啊？不过不知为何，他竟没有丝毫拒绝的意愿。2抹似血般的红霞涌上柳妃脸颊，他咬着单唇道：好，那如果我赢了切磋呢？那本神子就吃点亏，陪你约会一次咯。当叶青哥说出这句话时，就连自己都笑了出来。柳妃，你瞧瞧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我陪你约会和你陪我约会有什么区别吗？
合着不管切磋胜负如何，我都要陪你约会呗。想到这里，柳飞的脸色更红了，完全就像是娇羞的少女，再没有了平日里作为女战神的凌天气势。叶青哥这一套连招下来，将他打得猝不及防，防不胜防。怎么样啊，柳飞真传，你意下如何？叶青哥强忍着笑道。可以。柳飞知道自己已经满脸羞红，就像是被烫伤了一般，眼神躲闪不定。呵呵，好，那我们去哪切磋？叶青哥轻笑一声，去我的府邸吧。柳飞深呼吸一口气，道：走。不多时，叶青哥便随着柳飞来到了太阳峰。柳飞也真不愧是太阳峰的真传，府邸建设得很是奢华，占地都有数千里了。神子大人，请赐教。柳飞深呼吸一口气，祭出赤龙淬火枪，魁斗七星步施展开来，原地只剩下了他的残影。下一秒，柳飞的身形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叶青哥身后，赤龙淬火枪呼啸而来，像是赤龙在咆哮，在张牙舞爪。如今柳飞的修为已真至圣人境六重天，真阳九天图也修炼到了明阳图圆满之境。他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带有莫大的神威，如烈火焚杀人心。枪！叶青哥面色不改，玄黄天地剑胎祭出，反手一挥，与赤龙淬火枪碰撞一起，爆发出激烈的火星。柳飞的赤龙淬火枪是极品至尊器，而他的玄黄天地剑胎却只是上品至尊器。不过玄黄天地剑胎来历非凡，本身制的便坚不可摧，削铁如泥，所以在与赤龙淬火枪的碰撞中，玄黄天地剑胎丝毫不逊，甚至稳稳占了上风。叶青哥眸光一凛，撼天境巅峰境界的龙皇之力喷薄而出，恐怖的伟力如泰山压顶般袭来，害得柳飞面色大变，娇躯倒飞而出。毕竟是撼天境巅峰的龙皇之力，是能够轻易镇杀普通绝圣境强者的伟力，柳飞有些招架不住，也情有可原。好强的肉身，真不愧是苍天神体。柳飞擦去嘴角淡淡的鲜血，浑身战意不减反增，昂扬不灭魁斗七星步再度施展开来。他暴冲至叶青哥面前，赤龙淬火枪盛放出璀璨的光芒。龙腾追凤，枪出如龙，隐约浮现出一头赤龙的虚影，气势骇然，要将叶青哥吞没。剑灭横道，登苍碎天指。叶青哥右手一剑斩出，毁灭剑气汹涌卷起，有斩灭天地、决断万物的气势。他左手施展出登苍碎天指，浩浩荡荡的法力巨指，携带着一股古老蛮荒之气，欲要天地粉碎。更不用说登苍碎天指还加持有撼天境巅峰的龙皇之力，双方急招碰撞一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柳飞整个人倒飞而出，鲜血在空中连成一条串，身上骨骼咯吱咯吱的作响。没办法，叶青哥的肉身太过强绝了，就算是真龙幼崽前来，怕也讨不到什么好处。炎神盖世，柳飞重新站起身来，眸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芒。强大的法力在他周身交织，于他身后凝聚出一尊炎神虚影。炎神虚影高100丈，手持焚月剑，背生赤火羽翼。这正是炎神古战体的第一式体质神通。炎神古战体吗？叶青哥双目微微眯起。炎神古战体是终极仙体，据说拥有焚天地、战仙佛的伟力。他的体质神通威能同样不可小觑，同样强绝。龙战9天，柳飞一枪刺出，赤龙涌现，身躯巍峨庞大，气势浩荡磅礴。炎神虚影羽翼一震，掠至叶青哥面前，扬起焚月剑，不留余力的斩去。有点意思。叶青哥邪魅一笑，周身浮现出6重天境界的天道真谛，以及剑道真谛、太阴真谛、太阳真谛、真皇真谛、毁灭真谛、生死真谛，这些可都是世间的顶级真谛。叶青哥施展出踏天神通，一掌拍出，大道真谛加持其上，使这一掌神威愈发强绝澎湃。轰隆隆，踏天神通与柳飞的神通、体质神通碰撞在一起，竟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对方的杀招寸寸湮灭。哼，柳飞倒退数十步，闷哼一声，唇角不断溢出鲜血。柳飞真传，还要继续下去吗？叶青哥道。再来。柳飞擦去嘴角鲜血，神色坚毅不屈，一幅光芒灿灿，印有一轮明阳的法图在他身后倏然浮现，正是真阳9天图中的明阳图。炎神盖世，诛魔岩道盘，焚世异火图。柳飞不再留手，将觉醒出的体质神通全部施展出来。6重天境界的太阳真谛以及8条辅道的真谛也都一并浮现，加持在体质神通上。杀！柳飞低吼一声，3种体质神通以及明阳图一齐杀出，铺天盖地的杀威仿佛要将天地贯穿。这是下狠手了，真不把我当人。叶青哥看着如此恐怖骇人的神威，心中不由咂舌。这要是换成别人来，怕是就要死在柳飞的杀招下了。看来这柳飞知道他身负苍天神体后，是对他实力真有如此自信。苍茫道劫神光，
生死即神光。叶青哥心神一动，施展出苍天神体的体质神通，以及上古至尊众瞳的体质神通。一朵9叶神花在他掌心中汇聚，熠熠生辉，光耀九州。他的双眸中更有恐怖的生死本源在酝酿，仿佛能够诛灭天地的神光爆射而出。一种是顶级神体的体质神通，一种是高级神体的体质神通，所蕴含的威能都是难以想象的存在。再加上叶青哥的修为要比柳飞强上一点，所以哪怕柳飞此刻火力全开，也不会是叶青哥的对手。两种蕴含了无穷威能的神光一扫而过，整个天地仿佛都只剩下了神光的光芒。噗！柳飞的体质神通名扬图瞬间覆灭，犹如纸糊的一般，压根就没有丝毫抵抗之力。他整个人都被这两种可怖的神光扫飞出去，若不是叶青哥留手了，他此刻怕是早已被拦腰截断。即使如此，他依旧受了不小的伤，鲜血如不要钱般的吐出。叶青哥见状，身后延展出自在天神翼，振翅间便掠至柳飞身后，将他拦在怀里。柳飞真传，没事吧？叶青哥真挚地问了一句。感受着雄性的气息扑鼻而来，柳飞俏脸倏的一下红透了，声若蚊阻道：我没事。倒是神子大人资质妖孽，战力盖世，柳飞敬佩。他虽然好胜，却也有颗慕强的心。现如今叶青哥以绝对的武力击溃了他，他对叶青哥也不再有任何质疑，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小迷妹了。从今往后，叶青哥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叶青哥让他做什么，他就绝对不会推脱。当然了，瑟瑟不行，因为他还没做好准备。哈哈，既如此，那这场切磋就是本神子赢了，我们的赌约是不是该履行一下了？叶青哥大笑一声，语气玩味挑逗。柳飞心跳如擂鼓，唇角微微抖动，他将脸颊紧紧贴在叶青哥的胸膛上，双眼微闭，满面羞涩道：柳飞，谨听神子大人的吩咐。看着怀里家人如此娇柔动人的一幕，叶青哥心猿意马之下，竟鬼使神差般的缓缓低头，朝着那张诱人的朱唇吻去。柳飞惊得连忙睁开双眼，修长如蝶一般的睫毛轻轻颤动着，心跳愈发强烈，手足无措。这叶青哥怎么如此大胆，趁他不注意直接吻他，这也太卑鄙了吧！他还没做好准备啊。不过叶青哥有颜有实力有地位，他貌似没有拒绝的理由，终究柳飞还是没有推开叶青哥，脸上红晕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鲜艳，完全表现出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半晌后，叶青哥才与他逐渐唇分。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10000任务点，散幽青露1滴。散幽青露据说是从清幽仙树上采摘下的露珠，能够消除世间所有的奴印，哪怕是直接作用于神魂上的奴印也能够消除。虽然对于叶青哥来讲，散幽青露目前没有派上用场的地方，但日后或许能够用得到。神子大人，你趁我不备，尽做出。柳飞羞答答地低垂着头，好似一朵出水的芙蓉，淋雨的桃花，煞是美丽。看着他这般可人的模样，叶青哥揉了揉他的发顶，笑道：柳飞，那我问你，什么人才会约会？是不是道侣之间才会约会？而我们现在在约会，那便是道侣了。道侣之间有点亲密接触，不很正常吗？他可是专业的。柳飞被说得一愣一愣的，貌似是这个道理呢。神子大人，我们的约会什么时候结束？柳飞想了一下，道：这个时间当然是由本神子定了，毕竟我们的赌约也没有说约会多久，不是吗？叶青哥抚摸着柳飞白皙的肌肤，脸上坏笑道：柳飞大意了，他竟忘了这一点。赌约上只是让他陪叶青哥约会，却并没有说约会多久。完了，他这是掉入叶青哥精心设下的陷阱了。所以啊，本神子要你和我约会一生一世，你也不得拒绝，懂否？叶青哥嘴角邪魅上扬，右手轻捏柳飞的下巴，让他迫使与自己对视。柳飞眼眸睁大，没料到叶青哥竟然又吻了下来。不过他方才都没有选择推开叶青哥，这次自然更不会去推开叶青哥了。此刻他心里涌上了一股强烈的异样之感，心潮澎湃，心海泛滥。待到叶青哥与柳飞唇分后，道：好了，明日就是本神子的神子宴，我也就不在这里逗留了。好。柳飞完全变成了小女孩的模样，轻轻地点了点头。叶青哥叮嘱了他一番后，施展出自在天神翼，朝着禁地飞去。看着叶青哥离去的背影，柳飞依旧感觉如梦似幻，心中涌起丝丝甜蜜。神子留步，这是您的太原金桥。正要踏入禁地的叶青哥突然被一位长老叫喊住，原来是孙长老。叶青哥朝来者微微行了一礼。孙长老是造气殿的大长老，修为高深莫测，断气之术炉火纯青，深受人尊敬。神子，这座太原金桥可是世间不可多得的法宝啊，内蕴至强的庚金之气，在未破损前，它的品质应该是极品至尊气。老头子，我将它修复好后，再
在其中加入了陨金神铁，将它提升到了上品准地气的品质。孙长老捋着胡须笑道：“上品准地气。”叶青哥闻言，眼皮跳了跳。他原本的预期只是想让造气殿帮他修复太原金桥，可没想到孙长老竟然还提升了太原金桥的品质，这完全就是出乎他的意料啊！一件准地兵的价值堪称是价值连城，且有价无市的至宝，就算是一些至尊强者，也不见得能够拥有准地兵。只能说，不愧是天道宗，就是家大业大，有劳孙长老以及造气殿了。叶青哥感激道：“神子不必多礼，明日便是神子宴了。宗门此次广邀天下所有势力，届时来客必定鱼龙混杂，还请神子于明日壮我天道宗之威，扬我天道宗之名。”孙长老大笑着拍了拍叶青哥的肩膀，随后离去。叶青哥收好太原金桥，眸光湛如明镜，站得越高，摔得也就越疼，但前提是必须得摔下来。叶青哥对自己的实力有极大的自信，毕竟身负3种神级特殊体质，那些妄想踩着他的头上位的人，也得有那个命才行。一天时间很快过去，这日清晨，所有暂留在中州的势力来人齐齐动身，朝着云阙13重天飞去。而在这第13重天上，天道宗的山门缓缓开启，喷薄出流光溢彩的仙气。会仙殿缓缓开启，散发出古老蛮荒、至高无上的气息。一般来说，只有天道宗招待贵客时才会开启会仙殿。我们也该动身了。中州的一座客栈内，幽宁轻轻放下酒杯，招呼了一声身旁女子。素闻天道宗神子容颜妖孽，宛若真仙下凡，若将他放在苍蓝魔界，怕是会被魅灵血族囚禁起来，夜夜笙歌。不知真如传闻说的这般？女子笑道。她一笑，客栈内的修士纷纷看傻了眼。她身穿一袭洁白的露背折花纱裙，一头银白的长发宛若9天之上的瀑布，肤似白雪，剔透晶莹，一双清澈如琉璃般的眼眸微微上勾，轻拢月辉，黛眉若柳，仿佛揽着淡淡月华。鼻梁高挺，单唇小巧玲珑，娇嫩欲滴，酥胸浑圆饱满，有着一抹耀眼的雪白。她体态轻盈，蛮腰不堪一握，翘臀挺立，一双修长白皙如玉的美腿匀称而笔直，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纯洁的柔弱美，一个转身，一个回眸，便叫人魂不守舍，简直挪不开眼。此女正是战君幽宁的女儿，名为幽怀柔。我曾见过叶青哥一眼，当时只感觉惊为天人，没想到世间还有人生的这般妖孽。若是尼姑见了她，怕是也忍不住还俗。幽宁微笑道：“连父亲都这么夸她，倒是令我越发感兴趣了。”幽怀柔掩嘴轻笑：“闻名不如见面，到时候你就明白了。”幽宁道。二人乘上车辇，朝着云阙13重天飞去。另一边，龙傲天等人也纷纷动身，乘上鼓楼船，飞往云阙13重天。叶青哥，你灭我灵身，坏我计谋，今日便让你的神子宴变成喋血宴。鼓楼船的船头，龙傲天迎风而立，眼里是可怖的凶光。4圣秘境之仇，今日必报。主上，我们已到中州，是否直接前去云阙13重天？一辆豪华车辇里，有天之娇女毕恭毕敬道：“直接去第13重天。”沈右楚连眼睛都未睁开，淡然道：“是。”车辇朝着云阙13重天腾空驶去。此去天道宗，不仅仅是为了打压叶青哥的气焰，更是为了那件事。本天女必须要让一些人知道何为背叛的下场。沈右楚蓦然睁开眼眸，如同淬了冰一般，唯有冰冷蔓延。当年他们天人族中有年轻妖孽叛离，并带走了族中至宝，随后加入了天道宗，所以他这次来到天道宗的神子宴，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为了此事而来。不过片刻功夫，越来越多的势力赶到了云阙13重天，每一重天里都有天道宗长老主持着秩序，而每一个参加神子宴的势力都奉上了不少的厚礼。刘彦皇朝道奉上极品原石100万枚，下品准地兵1件，不死药3株。天道宗山门前有长老高声喝道，声音扩散至整个云阙13重天。多少极品原石？有修士瞪大了眼睛，下意识掏了掏耳朵，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100万枚极品原石，真当这是街上不要的大白菜啊！这么庞大的数量，这特么说送就送。还有下品准地气3株不死药，就算是准地在此，那也得眼红万分啊！难道刘彦皇朝和天道宗关系还有这一层关系在？禁地9祖府邸，孟百里躺在床上，用一双修长笔直的玉足狠狠夹住了叶青哥的腿，目光逐渐危险道：“逆徒，你说我们天道宗和刘彦皇朝非亲非故的，他们为什么要送如此厚礼？100万枚极品原石只是点缀罢了，真正有价无市的还是下品准地气以及3株不死药。也许刘彦皇朝是想和我们天道宗打好关系。”
叶青哥后背上冒出密密麻麻的冷汗。说实话，他也不知道刘晏皇朝为什么会送如此厚礼，这不是纯纯的此地无银300两吗？他真的是厚礼谢了，自己也对林秋义千叮咛万嘱咐了。按说林秋义那般聪慧过人，不应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才是。你当真不知道？孟百里眼睛微微眯起，玉足夹得越发用力。好在他夹的是叶青哥的腿，而不是叶青哥的腿，要不然叶青哥怕是早就受不了了。师尊，你这次当真是冤枉徒儿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们在同一张床上睡了这么久，早已对对方知根知底，徒儿怎么会骗您呢？叶青哥炯着一张脸道。孟白离盯着叶青哥深深地看了一眼，随后起身穿好衣裳，头也不回的道：逆徒，如果此次来人是林秋义，为师可不会轻饶了你。不过是参加神子宴罢了，送来的厚礼竟然厚到了如此程度，要说这其中没有蹊跷是假的，这很难不让人怀疑逆徒和林秋义之间当真什么关系都没有。叶青哥赶忙穿好衣服，跟在孟白离身后。会仙殿八祖旦台明风看到是骆无悔到来，也是起身相应，客气笑道：没想到是大祭司驾临我天道宗，失敬失敬。说实话，连他也被刘晏皇朝的手笔微微震撼到了。道兄不必如此客气，今日我们来参加贵宗的神子宴，单纯是为了瞻仰神子的风采罢了。骆无悔笑着捋了捋胡须，旦台明风眼神怪异地看着骆无悔，那模样像是在说编，你接着编。只是为了瞻仰叶青哥的风采，需要送如此厚礼。黄景飞微笑着冲旦台明风行了一礼，感谢诸位今日前来参加叶某的神子宴，叶某在此感激不尽。骤然间，天地瞬间寂静了下来，只见到一袭白衣随着一缕清风缓缓映入众人眼帘，正是叶青哥。他一出现，云缺13重天中的所有目光全都看向了他。一袭绝世白衣，不染世俗尘埃，容颜绝世，剑眉星目，棱角分明。他身姿星长，肌肤好似由仙玉雕琢而成，垂落的青丝根根晶莹剔透，散发着辉光，气质超然绝尘，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带有着一抹仙然。如此超然绝世的谪仙人，可谓是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雌性生灵的目光。这就是天道宗神子吗？如此仙颜，就算是真仙也不过如此吧。我虽然不知神子大人的实力如何，但他的容颜，整个玄黄地界无一人可出其左右。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神子大人无愧谪仙之名，有少女目露疯狂火热之色，眼里尽是爱慕和崇拜。毕竟叶青哥虽然在玄黄地界越发出名了，尤其是在击溃王腾后更是如日中天，但见过他的人终究不多。哼哼，真不愧是洛离的男人。江洛离在宴席上静静地看着叶青哥，美眸中尽是爱慕和满意。叶青哥这容颜，普通女子见上一面都算是三生有幸了，就算是让他每天都欣赏叶青哥的容颜，他也不会感到丝毫厌倦。江洛离瞥了眼周围已经看吃了眼的少女，心中不屑地哼哼了一声。这些女子也就只能够远观叶青哥了，他可是能够直接上嘴亵完叶青哥的白虎。瞬间他心里便充满了无法言说的优越感。叶神子，好久不见。黄景飞朝着叶青哥欠身行了一礼，原来是黄姑娘，真是好久不见。叶青哥也回了一礼，同时他心里则是松了一口气，还好来的不是林秋义。师尊，这下该相信徒儿是清白的吧？叶青哥嫣嫣的传音道。呵呵，此女是谁？走了一个林秋义，怎么又来了一个女的？孟白离恶狠狠的传音道。师尊，徒儿和她只有过一面之缘，真的不熟啊。叶青哥炯着一张脸回道。与此同时，会仙殿外的长老再次高喝道：地府战军道，奉上极品原石150万枚，不死药5株，下品地丹1颗。此话一出，整个云缺13重天顿时陷入了寂静。150万枚极品原石也就罢了，5株不死药也就算了，这一颗下品地丹是什么鬼？要知道，唯有大地级的炼丹师才能够炼制出地丹，可见地丹的稀有。一颗地丹，哪怕只是下品地丹，放在外界也是足够引起一阵腥风血雨的存在了。哪怕是大地强者，也会为了一颗地丹而大打出手。可现在，地府的战军竟然直接拿出一颗地丹来送礼了，这简直让一众修士直呼受不了了。久闻神子大名，今日终于得以一见，实在是怀柔的荣幸。叶青哥循声看去，发现一位身着露背折花纱裙，银白长发如9天之上的一挂瀑布，容颜绝美的女子缓缓走来。她的身旁跟着的赫然是地府战军幽宁。幽宁，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眼见幽宁到来，五祖江上立马起身笑着道：你都差直接把请帖扔到我脸上了，我敢不来吗？幽宁眉梢一挑，笑着打趣道：哈哈，来了便好，入座吧。江上捋着胡须大笑道。另一边，叶青哥则是头皮发麻的应付着黄景飞与幽怀柔，暗中与孟白离传音：师尊，
徒儿真的不认识战君，不认识幽怀柔啊！您要相信徒儿对您的一片真心啊！叶青歌满脸苦逼的传音道：“为师不信。逆徒，为师发誓，神子宴过后，势必要让你精尽人亡。”孟百里咬牙恶狠狠道：“这个该死的逆徒，难道真的背着他在外面沾花惹草了？不行，他绝对不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就算是上次败在了逆徒的手上，这一次他也要迎难而上，将逆徒的精力一滴不剩的榨干。他要彻底控制逆徒。”叶青歌，叶神子，景妃就先入座了。黄景妃眉眼含笑，浑身散发着五人的幽香，言谈举止透露出一股温柔知性的气质。她深深地看了眼叶青歌，强行压下心中的悸动，走向自己的坐席。上次见叶青歌时，虽然她对对方的颜值感到惊为天人，但并没有像今天这般涌起阵阵悸动。这段时间里，叶青歌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竟有股不断吸引着她的魔力。神子，怀柔也入座了。幽怀柔莞尔一笑，看着两大绝世佳人离开，叶青歌这才暂时松了一口气。殊不知，这一幕放在其他年轻天骄的眼里，却是让他们嫉妒的要发狂了。不管是黄景妃还是幽怀柔，那都是无数年轻天骄梦中情人般的存在，是一眼万年的绝世佳人。可是看如今这般模样，貌似这两位绝世佳人已经对叶青歌颇有好感了。要是让他们继续发展下去，岂不是马上就要日久生情了？他们简直嫉妒的快要发狂了。万仙楼道，奉上极品原石80万枚，养魂仙玉1枚。话语落下，一位身姿如梦似幻，美若天仙下凡，皎若明月挂空，有倾国倾城之姿，有不惹凡俗之气的女子款款而来。叶神子，这枚养魂仙玉据说是仙人遗留下来的宝物，可以蕴养神魂，是我赠你的特礼。顾依然眨了眨浅金色的瞳孔，展颜一笑，惊艳众人。顾神女的心意，本神子心领了。叶青歌强颜欢笑道：“完了，黄景妃和幽怀柔才刚走，怎么后脚顾依然就来了？而且他送来的贺礼，竟然还是仙人遗留下来的养魂仙玉，这与流燕皇朝地府送来的贺礼的丰厚程度，简直不遑多让啊！逆徒，你给为师等着！”孟百里拳头死死攥紧，两颗虎牙磨了又磨，恨不得现在就将这个逆徒给咬断死。三大势力送来如此丰厚的贺礼，而且来者都有一位绝色佳人，这要是说其中没鬼，谁敢信？反正他不信。叶青歌心中一阵苦逼，也没有再去向师尊解释什么了。累了，都毁灭吧。现在他估计连呼吸都是错的，只能到时候和师尊在禁地里真枪实弹的干一场了。虽然他现在有实力镇压决胜禁酒同天修为的孟百里，但却没有信心能够镇压之后的孟百里。而且谁又能清楚孟百里哪天就找回了自己的大地道果呢？所以想要有摊牌一切将孟百里彻底镇压的资本，他必须要挣到成帝才行，这是最稳健的办法。可以说在现在这一刻，叶青歌心中挣到成帝的信念达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地步。为了姐妹盖饭胚，为了自己的幸福源泉着想，他必须挣到成帝，将师尊一直镇压在自己身下。叶神子，今日我来赴宴了，可不要忘记你我之间的约定哦。顾依然倾城一笑，随后带着一众万仙楼长老入座。可恶啊，这逆徒竟然还跟其他女子有约，简直不可饶恕，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孟百里恶狠狠地想着，逆徒能够打败他一次，不见得能够打败他第二次。这一次他偏要迎难而上，让逆徒知小大压榨之术的神威。水源龙族道，奉上极品原石250枚，同中一口。长老语气中压抑着极大的怒火，但为了天道宗的颜面着想，还是克制住了出手的冲动。整个云缺13重天内顿时没了声音，一片寂静，落针可闻。极品原石送250枚也就罢了，今日是神子宴，结果你他妈送终来了，找死也不是这么个找死法吧？这水源龙族出门前到底是吃了几个雄心豹子胆，敢站在天道宗头上这般耀武扬威了？叶青歌，不知本少族长送的礼你可喜欢？伴随着一道桀骜不驯的话语传来，只见一口铜钟破空袭来，发出爆鸣之声。这水源龙族当真是疯了，一来就大打出手，这是压根就没有把天道宗放在眼里啊！四周宾客传来一阵窃窃私语，是龙傲天，此人真是可恨，贼心不死，竟妄想在神子宴闹事。江洛离气的酥胸都要爆炸了，上下左右抖动着。龙仔子修要猖狂，但台明风气的拍案而起，正要一剑斩了龙傲天时，却是被吴祖江上按住了。年轻天骄之间的事情，还是让年轻天骄自己去解决吧。江上摇了摇头道，面色平淡如水。当然了，主要还是为了天道宗的颜面着想。若是今日蛋台明风一剑斩了龙傲天，世人对于天道宗的议论怕是止都止不住。若是在私下里，他肯定默许蛋台明风一剑斩了龙傲天。但是如今在众目睽睽之下，
还是让叶青哥自己解决这件事为好。极品原石本神子就收下了，不过本神子不喜中，还是送还给你吧。叶青哥眸光一凛，右掌拍出，恐怖又恰到好处的伟力轰在铜钟上，在保持铜钟没有爆碎的同时，还能够拥有莫大的威力。劫天爪！龙傲天冷哼一声，终极大神通施展开来，一爪落下，似有裂天之威。轰！铜钟猛地爆碎，碎片散落四方。而也就在铜钟爆碎的一刹那，殿外又有声音传来：陆家道，奉上下品原石100枚，初级灵药100株，100枚下品原石，100株初级灵药，说是打发叫花子也不为过。这与水源龙族的贺礼的侮辱程度不相上下。据说陆家的年轻天骄陆星河以及陆家神子都死在了叶神子手上，估计陆家此次来者不善啊。不过就连陆家神子都死在了叶神子的手中，这陆家还有哪位年轻天骄敢与叶神子抗衡吗？这就不清楚了，继续看下去吧。至少陆家肯定来势汹汹。会仙殿，陆家家主率领一众族老走向自己的宴席，身后还跟着一位虎不容形、头角峥嵘的年轻天骄。这位年轻天骄冷傲地瞥了一眼叶青哥，随后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叶青哥稍稍眯起双眼，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天骄，总感觉对方身上有些与众不同的气息。来者是客，既然来都来了，就都入座吧，免得外人说我天道宗没有待客之道。江上淡漠地扫了眼龙傲天、龙战天等人。天人族道，奉上极品原石100枚，顶级圣药10株。长老话音落下后，一众修士面露震撼之色，面面相觑。什么？竟然连天人族也来了！啧，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天道宗与天人族说是世仇都不为过，不知道天人族此次来人会是谁？一众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殿外，那里有模糊朦胧的身影闪烁不定。一位身着冰蓝色长裙、肤白貌美、身姿窈窕的少女款款而来，她的身后跟着一位头生独角的白袍老者，正是天人族的天女沈幼楚。是天人族的天女沈幼楚。没想到竟然连这位都来了，不过我貌似记得她和叶神子有仇吧。在万仙楼的群仙宴上，叶青哥斩杀柳如烟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而恰好柳如烟便是沈幼楚的追随者。身为天人族的天女，自己的追随者死在别人手中，她肯定得讨一个说法，要不然岂不是太掉面子了？沈幼楚缓缓走至会仙殿中心，抬头看向淡台明风，神色淡淡道：明风前辈，您身为我族天子，自您叛离我天人族后过得可好？沈幼楚初来乍到的一番话，便让人狠狠吃了一惊。听其意思，莫非天道宗的八祖淡台明风竟然来自天人族？顺天而为，老夫自然过得好。淡台明风哼了一声，淡漠道：我看未必吧。若明风前辈当真过得好，为何如今只有至尊境修为？莫不是至今还解决不了天人九所的问题？看来这天道宗也不过如此，帮不了你这个忙。沈幼楚捂嘴轻笑，眉宇间尽是轻蔑。天人族之人生下来时，脊椎上便有9道枷锁，是为天人九所。这是枷锁，却也是成就通天大道的门槛，是他们天人族先天上便拥有的天赋。天人族之人每破开1道枷锁，便能够觉醒出一门天道本源神通，这是上苍赐予他们的福泽。而在久远前，淡台明风叛离天人族，并带走了族中至宝，触怒了天人族中的至强者。虽说最后还是让淡台明风逃到了天道宗，但却也将他的天人九所给封禁了。若是不将天人九所上的封禁破解，淡台明风的修为怕是此生都要止步于此了。当初老夫叛离天人族，加入天道宗，是顺应天道而为，是遵上苍之旨。而你们天人族如今所行之事，皆为天意，抗天旨，此乃自取灭亡之道，希望你们不要再自误了。淡台明风大义凛然道：哼，这些话前辈还是留着当您的墓志铭吧。而今前辈叛离我天人族如此之久，是非对错晚辈已不想过问，但前辈当年叛离我族时带走的明华追男灯，是否要物归原主了？沈幼楚目光灼灼，步步紧逼道：明华追男灯乃是当年老夫在外游历时一步一步杀出重围自己夺来的，和你们天人族有什么干系？淡台明风脸色阴沉，像是有乌云密布。他就知道今日天人族来者不善，没想到竟然是为了明华追男灯而来，当真是居心叵测。前辈应该清楚，明华追男灯与我天人族意味着什么，莫要再自误了。沈幼楚冷喝道。身为天女，她自幼便孤傲惯了，目中无人惯了，哪怕是面对这位曾经的天子，她也敢放声呵斥。定，检测到宿主触发新的选择任务，请做出以下选择。选项1，既然是天人族的至宝，那还是归还给他们吧，和气才能生财嘛。任务，劝导淡台明风交出明华追男灯奖励15000任务点，和事佬光环+1，众人的嫌弃。选项2，
机不可失，趁机堵住沈右楚的嘴。任务：当场向沈右楚开炮，狠狠堵住他的嘴。奖励：15000任务点，彻底黑化的孟白离名声大威。选项3 ：Big 蛋，胆敢在我宗老祖面前喧哗，逼逼赖赖的给你脸了。任务：灭杀沈右楚。奖励：15000任务点，无道天元之。无道天元之可以洗刷生灵的身与魂，将一切都冲刷一遍。而附加在蛋台明风天人酒所上的封禁，同样可以用无道天元之洗刷掉。我选3。见状，叶青哥顿时做出了选择。沈右楚，你就这么想要明华追男登？和我的登苍碎天指说去吧。叶青哥一指祭出，灵力、体质神力、龙皇之力齐齐喷涌，使得这一指神威盖世，令人望而生畏。我的追随者便是死在了你手上吧？正好，今日新仇旧恨一起算了。沈右楚语气如同淬了冰一般的冷，冷到刺骨。浑元天灵，他右手一挥，数条灵带爆射而出，宛若灵巧的小蛇在空中舞动，充满了绞杀之气。轰隆隆！然而，在无数宾客震撼不绝的目光中，登苍碎天指将混元天灵瞬间瓦解，冲着沈右楚狠狠碾去。要知道，登苍碎天指上还附有撼天境巅峰的龙皇之力，这是能够将绝圣境强者轻易轰爆的伟力。混元玉枪掌，沈右楚再度施展出一门大神通，法力大掌浩浩荡荡，周身散发着混元之意，很是强悍。毕竟是天人族的天女，又是圣人敬酒重天修为的年轻天骄，岂会畏惧叶青哥？轰！两大极招碰撞交锋一起，沈右楚脸色瞬间大变，只感觉一股难以言说的伟力席卷全身，将他轰得倒飞出去。嗨嗨！沈右楚止住倒飞的身形，嘴角咳出几缕鲜血，面目阴沉的死死盯着叶青哥。他施展出2门神通，却还是难以抵挡叶青哥这一式神通之威。对方的实力当真强到了如此程度，这就是叶神子的实力吗？一指逼退沈右楚，当真是可怕啊！这只不过是叶神子的冰山一角罢了。要知道，叶神子还身负3大顶级神体之一的苍天神体呢，太强大了，连天人族的天女都难以压神子一头，真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压他一头。有老古董连连摇头，咂舌感叹道：“孟百里，压逆徒一头，这操作我熟啊，我经常压他一头，在他脸上上下左右的舞动呢。”沈右楚说实在的，仅凭你一人，今日怕是难以为柳如烟报仇了。叶青哥微微摇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沈右楚咬紧牙关，周身爆涌出滔天的煞气，这是看不起他。身为天人族的天女，他还从未被人如此瞧不起过。不过是吃了个小亏罢了，叶青哥就敢如此大放厥词，这要是自己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叶青哥不得骑在他脸上疯狂上嘴脸，真是猖狂。什么意思啊？呵呵，很明显，单凭你一人还没有资格做本神子的对手。说罢，叶青哥转动，不再理会沈右楚，而是看向了龙傲天和陆家的那位神秘天骄。龙傲天，当初在4圣秘境，本神子灭了你灵身，直到现在你都怀恨在心。还有陆家，因为本神子杀了陆星河和陆川泽，与你们陆家也闹得水火不容。现在本神子赏赐给你们一个机会，一个挑战本神子的机会。叶青哥双手负于身后，任由微风吹拂衣角，风轻云淡。霎时，整个云阙13重天全都变得鸦雀无声。但很快，滔天的喧哗便将云阙13重天彻底淹没。天啊！神子大人，这是要以1敌3吗？这也太可怕了！除去陆家那位素未谋面的天骄妖孽，沈右楚和龙傲天可都是玄黄地界响当当的人物啊！神子大人就不怕阴沟里翻吗？如此心性，已经有年轻一辈第一人的趋势了。一众修士纷纷议论起来。至于女修们，看着如此风华绝代、轻狂张扬的叶青哥，早已变得面红耳赤，兴奋的不知在原地高潮几次了。猖狂！陆家那位年轻天骄双眸喷火，飞身一跃，安稳落到场中。本少族长以前发过誓，绝不允许这世间还有人在我面前如此大装一逼。而你，叶青哥，你现在已有取死之道。龙傲天同样一跃而起，与陆家天骄沈右楚成3足鼎立之势，将叶青哥围困中央。见此一幕，会仙殿中的所有人都振奋起来，聚精会神地看着场上4人的一举一动。叶青哥以大无畏之态，一人独占3大年轻天骄。这场举世瞩目的厮杀，究竟谁会赢？不过看这样子，怎么总有种3位勇者挑战大魔王的味道？神子大人，一定要赢啊！江洛离和柳飞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掌心中渗出密密麻麻的冷汗，在心中默默祈祷。他们总觉得叶青哥有些太大意了，且不论陆家那位天骄，单独就是龙傲天和沈右楚，那都不是简单的货色。他们觉得
面对这种世间一等一的顶级天骄，应该将他们逐一击破才是。同时面对3大顶级天骄，即使叶青歌身负苍天神体，想要赢下他们，怕也不是那么简单。唉，说到底还是太冲动了。虽然他们喜欢叶青歌的冲动，但这古镜用在这里显然不合适。一人挑战3位顶级天骄吗？如果本神女猜得不错，陆家这位应该不是如今这个时代的人。万仙楼神女顾依然饶有兴致地看着场上这一幕，心中不断揣度。父亲，叶神子真有如此本事，能够以1敌3？我总觉得他在拖大。幽怀柔眉头一皱，悄声道：“你觉得叶青歌会拖大到如此程度？这可是他的神子宴，如果今日败了，他必将沦为天下人的笑柄。没有把握而做出此举，此人非傻即蠢。”幽宁笑道：“那父亲是觉得叶神子有战胜这3人的能力？”幽怀柔眼眸顿时一亮：“以上纯属你自己的臆想，我可没说。”幽宁漫不经心道：“幽怀柔，不错不错，如此气势，当真是气吞山河万里，令人心生惶惶。叶神子已有无敌气魄，只差无敌气势了。”洛无回捋着胡须笑道：“是啊，我觉得他能赢。”黄景飞没有多说什么，但看向叶青歌的眼神却快要拉丝了。如此年少轻狂、不畏天高的叶青歌，貌似更加吸引他的陆官，不要留手，全力挫败天道宗神子。陆家家主陆元脸上的杀气汹涌浮现，四眼抑不住的雷电。他的2个子嗣陆川泽和陆星河都死在了叶青歌手中，这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而今叶青歌轻狂大意，竟要以1敌3，这无疑让他看到了希望。虽然他知道想要在天道宗杀死叶青歌无疑是天方夜谭，但在神子宴上挫败叶青歌比杀死叶青歌要更可怕。毕竟有的时候舆论比夺命的利剑更加锋利。什么？竟然是陆官？有顶级势力的长老蓦地瞪大了眼睛，失声惊呼道：“这位老前辈，莫非您认识陆家这位年轻天骄？”有少年好奇询问。长老金汉莫名的点了点头。陆官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年轻天骄，有传闻他身负高级地体吞星地体，在他那个时代是陆家赫赫有名的天骄妖孽，败在他手中的年轻天骄数不胜数。周围修士闻言大惊，如此说来，此人岂不是风于原石中的古代怪胎了？古代怪胎，这无疑是让当代年轻天骄闻之色变的名称。这些天骄妖孽生于从前的时代，为了迎接黄金盛世的到来，以便更好地正道成帝，争夺天命，他们会选择将自身封印在极品原石或者仙元里。他们见识深远，目光毒辣，修炼速度要远超当代天骄，是非常可怕的妖孽。当代天骄若想要战胜古代怪胎，不是说没这个可能，只能说很难。竟然是古代怪胎！当陆官古代怪胎的身份暴露出来时，所有人都感到呼吸一滞，心神在狂颤。陆家这可真是下了血本啊！为了在今日针对叶青歌，没想到就连古代怪胎都喊醒了。要知道，以陆家的体量来看，能够拥有陆官这一位古代怪胎，就已是他们的极限了。毕竟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位天骄就能够成为古代怪胎的。时间的侵蚀和天地的压制，便是他们极难跨过去的一道坎。果然是古代怪胎吗？顾依然深深地看了眼陆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先前便始终感觉陆官的气息不对劲，心中虽然也有猜测，却不敢保证。没想到这陆官果然就是古代怪胎，这下可有好戏看了。一个古代怪胎，一个天人族的天女，还有一个龙傲天，单单拎出来一人，都是能够将当世天骄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妖孽。叶青歌经一人挑战他们3人，希望不要被揍得太难看才好。哼哼，让你逼迫本神女为你舞霓裳羽衣舞，这下遭报应了吧？顾依然心中得意道：“古代怪胎，让本神子看看你有多怪。”叶青歌嘴角轻蔑上扬，右手作剑指状，一剑斩出，充斥着狂暴毁灭之意的剑气浩浩荡荡，铺天盖地地朝着陆官吞没而去。正是顶级剑道神通，剑灭横道，无天是星汉。陆官眸光一凝，吞星地体的第一式体质神通施展而出，一口不断流转，深不可测的黑洞在他手中凝聚，就连虚空都在急剧颤抖，仿佛要没入其中。去！陆官右掌将这口黑洞猛地拍出，两大极招交触在一起的那一刻，黑洞爆发出恐怖的威能，好似张牙舞爪的凶兽，不断吞噬着毁灭剑气。然而毁灭剑气浩浩荡荡，又蕴含有无穷的杀威，黑洞甚至没能吞掉毁灭剑气的一半，便轰然炸碎，化作虚无。陆官神色微微一变，没想到自己的体质神通竟然拦不下叶青歌的顶级神通。他匆忙施展出大神通，通体覆盖有恐怖的星辰之力，密密麻麻的特殊纹路蔓延的右手探出，与汹涌袭来的毁灭剑气轰击在一起。哼！陆官闷哼一声，忍不住倒退半步。此刻他眼中满是阴沉，快要滴出水来。
虽说他刚破风不久，只有圣人境9重天修为，但一身战力可以说是滔天强大。没想到初次交锋便在叶青歌手中吃了个小亏。水中昙花耀龙魂，素手敌尘垢。龙傲天和沈右楚同时出手，施展出杀伐极强的血脉神通与体质神通。这场神子宴可谓是举世瞩目，他们怎么可能让叶青歌一个人把风头出尽？他们要做的可是将叶青歌狠狠踩在脚底，让天道宗彻底沦为笑柄啊！叶青歌面色淡淡，右掌横推而出，顶级无上神通踏天呼啸而过，恢宏磅礴的法力大掌汹涌袭去，气势凌天，势如破竹。其上更加持有6重天境界的天道真谛，以及6种顶级的大道真谛。轰隆隆，好似火山爆发般的碰撞，踏天神通所过之处，万道沉浮，天道降手。龙傲天和沈右楚的血脉神通与体质神通瞬间崩溃瓦解，他们整个人硬生生挨了叶青歌一掌，身形好似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大口咳血。苍茫道劫神光，生死即神光。叶青歌乘胜追击，苍天神体和上古至尊重瞳的体质神通一起施展出来。2种神威爆盛、杀威凌天骇人的体质神通绽放出耀眼神光，耀的就连天地都失去了其他色彩，是上古至尊重瞳。有老一辈的强者注意到了叶青歌眸中的玄奥与神威，眼睛瞪得如铜铃一般，就连呼吸都瞬间忘记。什么？上古至尊重瞳？霎时，整个云阙13重天都陷入了莫大的震撼中，一众修士瞠目结舌，难以置信到失神。叶青歌不仅身负世间3大顶级神体之一的苍天神体，竟然还身负高级神体上古至尊重瞳，这特么究竟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妖孽啊？一个苍天神体都能够让玄黄地界震惊2年半了，如今又多了一个上古至尊重瞳，这岂不是要让玄黄地界的震惊时间多加一个2年半？2大神光扫过，陆观、龙傲天、沈右楚3人竟没有丝毫抵挡之力，身上顿时多了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甚至能够看到森森白骨。他们催动体质神力，大量运转之下，这才勉强恢复了过来。此刻，陆观、龙傲天、沈右楚3人在得知叶青歌还身负上古至尊重瞳后，眼底弥漫出无穷无尽的阴沉，心底竟涌出些许不易察觉的惶恐。单单是苍天神体都如此难缠了，再加上上古至尊重瞳，叶青歌怕不是真的要无敌了。可恨！今日之战，本少族长一定赢下，天道气运将由本少族长来掠夺。龙傲天脸上乌云密布，眸光晦暗不明。世人都知道，天道宗得天独厚，承天之运，而在天道宗里，上至老祖，下至最为普通的外门弟子，身上多多少少都带有天道气运。若是击溃他们，那无形之中的天道气运也会潜移默化地转移己身。而叶青歌是天道宗的神子，如今更是声名远扬，如日中天。他身上的天道气运估计强盛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程度，若是将他身上的天道气运掠夺，何愁大地难正？唰！叶青歌背后延展，开自在天神翼，转瞬之间便掠至陆观面前，右手有真黄之火凝聚，逐渐成真黄之形，发出铿锵锐鸣，正是真黄神脉的血脉神通黄鸡9重天。感应到如此恐怖的威势，陆观面色骇然，吞星地体的第2式体质神通连忙施展而出。叶青歌的脚下疏忽间有一道横亘虚空的深渊涌现，爆发出极强的拉扯力。在他的头顶有一片又一片的璀璨星河浮现，片片璀璨星河隆隆作响，纷纷落下，朝着深渊淹没而去。正是吞星地体的第2式体质神通涌心入道渊。叶青歌面不改色，心神一动，周身喷涌出磅礴滔天的法力。下一秒，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拔地而起，顶天立地，将顶空的星河撑开撕裂。苍天神体的第2式体质神通仙魔横亘天，这怎么可能？陆观惊骇的眼球都快要凸出来了，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体质神通在叶青歌的体质神通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不过这也正常，毕竟一者只是高级地体，而一者却是顶级神体，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碎星印、玉星幡，给我出！陆观右手一翻，击出一口星光灿灿的宝印，以及一面光辉四溢的宝幡。这赫然是2件极品至尊器，拥有着至强的神威。光是他们散发出来的气息，便让一众绝圣境修士感到心惊肉跳。陆川则催动碎星印与玉星幡，轻易便将黄鸡9重天破灭。2件极品至尊器，真不愧是古代怪胎，出手就是阔绰。啧，这可是2件极品至尊器啊！陆观凭借这2件极品至尊器，怕是能够阻挡神子好一会了。我看不尽然，身为天道宗神子，手中岂能没有至强法宝傍身？有修士不屑道，这话倒是点醒了不少人。天道宗家大业大，而叶青歌身为天道宗的神子，又岂能没有一些强力至宝傍身？果不其然，
下一秒，叶青哥大手一挥，上品准地气级别的太元金桥倏然浮现，就这般横亘天地之间，散发出来的气息简直让人望而生畏。准地气，还是上品准地气？见到太元金桥的出现，一众修士目瞪口呆，就连说话都不利索了。陆官仅仅是祭出了2件极品至尊气罢了，结果你倒好，直接祭出上品准地气，这还让人家怎么玩？果然，看到太元金桥的那一刻，陆官懵了，随手祭出上品准地气，这特么还是人啊？要不要让天道宗把地兵也借给你玩玩？给我震！叶青哥低喝一声，太元金桥通体一震，庚金之气化作实质性的狂风，呼啸怒吼，割得人肌肤生疼。面对太元金桥，哪怕碎星印和玉星幡是极品至尊气，也根本没有丝毫抵挡之力，只有被镇压的份。怒龙出海惊天雷，混元天度。龙傲天和沈右楚这时也反应过来，连忙施展出血脉神通与体质神通，齐齐轰向叶青哥。他们3个人合力面对叶青哥都如此吃力，真要是让叶青哥灭杀了陆官，他们只怕会落败得更加迅速，更加惨烈。给我滚！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瞬移到叶青哥身后，通天神龟与外道魔齿交相触碰，至强的杀威犹如暴涌而起的瀚海，给人沧海一粟的渺小之感。轰！龙傲天和沈右楚的杀招齐齐湮灭，2人身躯倒飞而出，浑身鲜血淋漓，几乎快要成为血人。轮到你了！叶青哥祭出玄黄天地剑胎，左手施展出登苍碎天指，右手展出剑面横道。即使陆官师展出吞星地体的第3式体质神通，终究于事无补。不，最终叶青哥一剑封喉，陆官的意识也彻底陷入了黑暗。陆官，陆元腾的一下站起身来，目眦欲裂地看着这一幕，脸上的杀机在疯狂的暴涌作响。江上神色淡漠地看着这一幕，嘴唇蠕动，淡淡吐出2个大字，好似言出法随一般。才刚站起身的陆元只感觉有如鼓山一般的压力席卷全身，强行将他按了下去，浑身骨骼都在打颤。江上神色淡漠，收回了目光。其实今日是天道宗有史以来举办的第1次神子宴，可谓是盛世隆重，应该不允许有人闹事。但江上默许陆官、龙傲天、沈右楚3人挑战叶青哥，也有他的小心思在。他的目的，一是为了给叶青哥造势，2是为了让叶青哥身上的天道气运到达一种空前的强盛。他要让叶青哥成为名副其实的年轻一辈第1人。他们天道宗的神子要争就要争最强的。他对叶青哥的实力无比自信。试问，今日叶青哥一人独占3大顶级天骄妖孽，其中甚至还有一位古代怪胎。若是将这3人击溃乃至斩杀，叶青哥的威望将到达何种程度？他身上承担着的天道气运又该强盛到何种程度？若不是为了这2点，别说是水源龙族、陆家、天人族在这里闹事了，就算是和他关系极佳的战军幽宁敢在这里闹事，他也照打不误。吞神魔功练，叶青哥右手抓住陆官的尸身，顷刻间将他炼化。之前因为没怎么修补吞神魔功，导致这门功法用起来有爆体而亡的风险，但现在在童子哥的帮助下，这风险早就没有了，因此叶青哥施展出来很是顺畅。陆官身负高级地体，内蕴精粹磅礴的体质本源，这可是好东西啊，可不能浪费了。眨眼间，陆官的尸身便被吞神魔功炼化到连渣都不剩。见此一幕，周围年轻天骄纷纷打了个寒战，眼里流露出深深的惊惧。这功法透露出来的气息分明是魔道功法啊！叶青哥身为天道宗神子，私下里竟然偷袭魔道功法，贵宗神子偷学魔道功法，你们应当给天下人怎样的解释？天人族的族老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金光，看向了高坐上位的江上，目光咄咄逼人。老东西，本神子要学什么功法，与你有何干系？叶青哥淡淡的瞥了眼天人族族老，语气不咸不淡。都说天道宗承天之运，替天行罚，结果其宗神子私下里竟然偷学魔道功法，真是荒谬至极啊！依我看，你们天道宗也别叫天道宗了，干脆便叫魔道宗吧。天人族老大笑道，他们天人族与天道宗本就是世仇，如今找到了能够抹黑天道宗的点，他自然要全力以赴。老东西，既然你要这么说，那本神子就得和你好好掰扯掰扯了。无论是仙道功法也好，还是魔道功法也罢，重点不在于他们，而在于修炼者。本神子问你，有些人表面上冠冕堂皇，修的是仙道功法，干的却是不敬天地、不尊神佛、淡漠苍生之事。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比修炼魔道功法的人更加可恨呢？叶青哥神色戏谑地看了眼天人族族老，话语含沙射影，让后者脸色涨得面红耳赤。本神子虽然修炼的是魔道功法，但并未利用它来屠戮苍生。本神子身为天道宗神子，心系整个玄黄地界，无论是仙道功法还是魔道功法，在本神子这里没有任何区别。
叶青哥背负双手，一番话说的大义凛然，正气浩荡。开玩笑，他还要利用吞神魔功来给自己的敌人进行先杀后练一条龙服务呢，岂能说舍弃就舍弃？他这一条龙服务何其完美，就连火化后装骨灰盒这一步骤都省了。如此省时省力，他完全就是为敌对势力着想啊！有他这么一个为人着想的天道宗神子在，那些敌对势力不给他磕两个就算了，怎么还能以他修炼魔功这一点来攻击他呢？真是倒反天罡，忘恩负义。敌对势力啊，对，此刻哪怕是一些老一辈的强者都止不住的点头，眼里透出无边的赞赏。好，说得好，功法的本质不在于他，而在于人。修士用仙道功法行魔道之事，此功法与魔道功法合一；修士用魔道功法行正道之事，此功法又与仙道功法合一。王元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江上大笑3声，眼中的满意都快要溢出来了。本来他还在想该如何帮助叶青哥开拓修炼魔道功法一事，没想到对方竟然自己就解决了。别看叶青哥年龄尚小，但他对于一些事情的本质却是要看得比老一辈强者更加透彻。他这是有包容万法、独正己道的心性啊！我不如他。幽宁感慨不已。在他那个时代，他又何尝不是只手横推千百敌的绝世妖孽？可是与叶青哥比起来，他所谓的妖孽貌似很是平凡。叶神子不仅天纵神武，妖孽非凡，没想到还有如此雄辩的一面，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啊！幽怀柔轻笑道，美眸中异彩纷呈，鬼话连篇。顾依然小声嘀咕了一句，眼里的欣赏却是如何也掩饰不住。这个时代出了一位如此妖孽，当真是其他天骄的不幸啊！骆无悔唏嘘不已。可是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一颗耀眼璀璨、独放异彩的明星冉冉升起，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黄景飞右手撑着下巴，眼底是翻滚不休的秋波。尤其是方才叶青歌师展出血脉神通黄鸡九重天的时候，更是给他带来了一股熟悉的感觉。或许与传说中的真皇有关，其他顶级势力的老一辈强者也都感应到了，在叶青歌体内还蕴含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只不过这太天方夜谭了，他们尚不敢确定。毕竟叶青歌是跟郑苗红的人族，体内却流淌真皇神脉，这要是说出去，估计信的人也不会很多。这倒也是。骆无悔笑着认同道。场上叶青歌不再去关注天人族族老，而是转头看向龙傲天与沈右楚。毕竟这只是一个小插曲罢了，丝毫不影响他给龙傲天与沈右楚进行一条龙服务。龙傲天和沈右楚被叶青歌看得一阵发毛，冷汗直流。原本他们3人面对叶青歌就占不到什么好处，而今陆关已死，他们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如果你们只有这等本事的话，那你们的路也就止步于此了。叶青歌一掌拍出，踏天神通威能堪称强绝恐怖，至圣凌晨。龙傲天低吼一声，虚空之中浮现出密密麻麻、浑身上下散发着圣性气息的虚影，细细数去，竟足有上万道，是天圣道心。没想到这龙傲天藏的竟然这么深，不仅身负水源龙地脉，还身负天圣道心。这貌似是蜕变后的天圣道心吧，不然不会是顶级地体。这些都是上古至圣的虚影吧，简直太可怕了。看到龙傲天将天圣道心暴露后，周围又是一阵惊呼。虽然这不如上古至尊重瞳的暴露带来的震撼大，但世间又有几个叶青歌？龙傲天即使不如叶青歌，却也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绝对不可小觑。此时此刻，足足数万道上古至圣的虚影屹立虚空，朝着龙傲天恭敬顶礼膜拜。恐怖的法力波动如同波纹一般圈圈荡漾开来。叶青歌感觉无法言说的压力顿时袭遍全身，仿佛要将他压迫匍匐在地。万龙腾飞赴长空。在天圣道心的体质神通加持下，龙傲天师展出水源龙地脉的第3式血脉神通。沈右楚不甘示弱，将会元归一地体的2式本源神通一齐施展而出，杀向叶青歌。眼见杀招将至，叶青歌始终面色淡淡。他左手翻开，掌心向上凝聚出一朵9叶神花，右手掌心中生出真皇之火，并不断汇聚，凝成真皇之形。他的双眸里有生死本源在暴动，绽放出锐利的光芒。足足3种至强体质神通齐齐杀出，与龙傲天、沈右楚2人的杀招碰撞一起。轰隆隆，虚空震颤，整个会仙殿都发出轰鸣，仿佛承受了莫大的冲击。若不是江上出手将这股强绝的法力波动囚禁在虚空中，整个会仙殿怕是都要乱作一锅粥了。待到笼罩一切的光芒散去后，那足足数万道的至圣虚影早已消失不见。龙傲天与沈右楚再度倒飞而出，此次遭受的伤势则更加严重。叶青歌催动自在天神翼，双翼一震，使他化作一道残影，速度快到让人看不清。瞬间，他掠至沈右楚面前，五指收拢成拳，
撼天境巅峰的龙皇之力酝酿在拳锋上，朝着沈右楚的心口重重轰去。风吟大道，沈右楚脸色骤变，连忙施展出天道本源神通。不错，他正是打破了一道天人9锁的妖孽。也正是因为这一式天道本源神通，才让他坐稳了天女的宝座。整座会仙殿内刮起了虚壁之风，像是有大道在风中吟唱，道音隆隆，直逼神魂。叶青哥不屑冷哼一声，周身有一口金光灿灿的谷中虚影浮现，谷中通体还环绕有一条青龙虚影，正是顶级护体神通青龙不动中。不过青龙不动中虽然防御力足够惊人，而且防得密不透风，但依旧难以对抗沈右楚的天道本源神通。不一会儿，青龙不动中上有丝丝裂隙诞生，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叶青哥心念一动，仙魔横亘天再度施展出来，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宛若两尊古神般屹立前方。齿龟相碰间，恐怖的沙威席卷四方，虚壁之风被瞬间抹灭。叶青哥眸光凛冽，没有丝毫留情，一掌拍向沈右楚。放肆！天人族族老勃然大怒，想要强行出手将沈右楚救下。放肆的是你！江上大笑着拍出一掌，准地境9重天的实力完全就不是这位天人族族老能够抵抗的，顷刻间便被拍飞出去。另一边，叶青哥一掌落下，将沈右楚的心口拍碎。叶青哥，天道必灭，你也必灭。沈右楚最后不甘地说了这一番话，随后气绝身亡。难怪能收柳如烟作为追随者，逼话就是多。叶青哥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随后施展吞神魔功，将沈右楚尸身炼化。炼化陆关和沈右楚的能量，则是暂时汇聚在真我洞天中。现在还不是突破的时候，还请五龙大帝出手，为我族天女报仇啊！天人族族老目自欲裂，朝着虚空抱拳，气急败坏道：他们今日赶来天道宗挑事，自然留有后手。五龙大帝便是他们最为坚强的后盾。什么？又有一位大帝要出场了？五龙大帝，莫不是传闻中以一己之力手撕5条准地境9重天修为的黑龙的五龙大帝？就是他。五龙大帝这个名号一出，可谓是全场皆惊。要知道，龙族的肉身在先天上要远比人族强大，而五龙大帝能够以一己之力手撕5条准地境9重天修为的黑龙，从这便足以看出五龙大帝的强大之处。大帝，江上淡淡抬起眼皮看向虚空，想要在他们天道宗面前闹事，区区一个大帝还不够资格，来10个8个大帝强者还差不多。孟白离和淡台明风也是冷笑连连，冷眼看着这一幕。无数宾客屏息凝神地看着这一幕，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然而过去了许久后，除了清风呼呼的声音，虚空中一片沉寂。天人族族老心中惴惴不安，脸色憋得涨红。这特么是怎么回事？五龙大帝呢？他们身后最坚强的后盾呢？为什么迟迟不肯现身？感受到周围那无数如同看待傻子一般的目光，天人族族老脸涨得更红了，还请五龙大帝出手，为我族天女报仇。咻！他话音刚落，一道凌厉的剑光自云阙第11重天急速掠来，动若雷霆。噗嗤，一条手臂高高扬起，嫣红的血珠在空中盛放。五龙大帝，你说的该不会是五重那小子吧？五重那小子若敢现身于此，朕定斩不误。淡漠霸道，藐视天下，充满了浩瀚地威的声音自云阙第11重天内响彻。光是听这声音，一道伟岸挺立、至高无上的身影便自主在众人脑海中浮现。开皇秦佑。一道充满了忌惮的声音自云阙13重天外传来，竟然是秦佑开皇，这位存在竟然也苏醒了。开皇秦佑是天道宗极具传奇色彩的大帝强者，传闻他以大勇气、大毅力自斩己道，活出第2世，成为一方小世界的凡人。在那方小世界里，他成就一国之君，并将其他大国、小国覆灭，将天下归于他一人。而也就在他成为天下之主的那一刻，天降地道宝冠，助他一举凝聚出大地道果，成就大帝果位。开皇秦佑更是借此领悟出了顶级真谛，帝王真谛。而今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谁也不知道开皇秦佑的修为到达了何种高深莫测的程度。五重，朕还以为你要隐身到猴年马月呢。秦佑坐于云阙第11重天的地殿中，右手撑着头，翘着2郎腿，脸上是桀骜不驯的张狂，浑身是压迫天地的地威。敢称呼五龙大帝为五重大帝，恐怕也就开皇一人了吧。有修士啧啧感叹。废话，开皇可是自斩己道，活出第2世，于凡尘中正道成帝的无上存在，那可是稍有不慎都会生死道消的局面啊！五龙大帝敢学开皇一样去凡尘中正道吗？一位大势立足老道，五重，接下来该你做选择了，是想亲眼看朕杀了你族的族老，还是想要赎回你族族老的性命？
秦佑抬起双眼，爆射出一抹金芒，直逼云缺13重天外隐匿于虚空中的五龙大帝。五龙大帝顿时一惊，浑身打了个冷战，只感觉被一位无上恐怖的存在盯上，只要他敢有丝毫异动，便会葬命于此。这可没有丝的夸张，要知道大帝之间亦有差距，他只是大帝境修为罢了，而这位传说中的开皇秦佑定然是极道大帝修为，甚至后者很有可能已经踏入了那号称禁忌的领域。五龙大帝心中思忖片刻，问道：在下院拿出100万枚极品原石以及1株不死药，不知开皇前辈意下如何？闻言，天人族族老顿时面如死灰，没想到号称他身后最为坚强的后盾的五龙大帝，在开皇面前竟然也会如此低声下气。难道开皇真就这么了得吗？而且他们天人族可是玄黄地界最为古老的种族，底蕴深不可测，何须向区区天道宗低眉折腰100万枚极品原石1株不死药？五重，你是在打发叫花子吗？秦佑眼神冷漠道，敢在他天道宗这里如此闹事，不让天人族大出点血，可就不是他们天道宗的作风了。听闻你们天人族中有一池天髓玉液，朕也不多要，随随便便给个1瓶就行。听闻此言，五龙大帝眼睛瞬间瞪大，惊掉了下巴。天髓玉液可是他们天人族中的至宝啊，是自流仙天树的叶片里一点一滴凝聚而出的。直至今日，过去了万万年有余，天髓玉液也不过才积满了一口小池子罢了。而现在秦佑张口闭口就要1瓶天髓玉液，这已经不是让他们天人族大出血了，这是要用刀子捅他们心窝啊！开皇前辈，1瓶是不是太多了？五龙大帝小心翼翼地询问。这位天人族的族老只是道尊修为，真的不值得1瓶天髓玉液啊！但若不用天髓玉液赎下这位族老的性命，只怕他们天人族会沦为天下笑柄，而且很有可能会寒了族人的心。所以他现在完全就是骑虎难下，朕只给你3息时间考虑，你好自为之。开皇秦佑语气淡漠道。五龙大帝额头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冷汗，咬牙拿出1瓶天髓玉液，将之朝着云缺第11重天丢去。开皇秦佑稳稳接过天髓玉液，淡漠道：滚吧。五龙大帝顿时松了一口气，转头恶狠狠地看向那位族老，把手捡起来，把手捡起来。天人族族老如释重负，连忙将手臂捡起，逃离了此地。秦佑收回了目光，闭目养神起来。他感应到了，在云阙13重天外，不只有天人族的大帝在虎视眈眈，那个势力的大帝同样在虚空中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天道宗内的一举一动。多事之秋好啊，事越多，死的人也就越多了。这个时代，貌似还从未有大帝陨落吧？结，就让朕来拉开地落的序幕吧。秦佑嘴角露出一抹邪笑，尽显张狂霸道，仿佛灭杀大帝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平平无奇的一件事罢了。会仙殿，叶青哥双翼一震，掠至龙傲天面前，猛地一拳轰出，撼天境巅峰的龙皇之力简直强得不像话。虽说途中插曲很多，但并不妨碍他给龙傲天进行一条龙服务。轰！龙傲天双臂交叉挡在胸前，却还是被叶青哥一拳轰飞，手臂上传来令人牙酸的骨裂之声。苍茫道劫神光，叶青哥右手凝聚出9叶神花，神光唰的一下暴涌而出，扫向龙傲天。怒龙出海惊天雷。龙傲天催动灵力和体质神力，施展出水源龙地脉的第2式体质神通。然而当苍茫道劫神光扫过时，一切都化作了云烟。龙傲天胸口出现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甚至能够看到后者的天圣道心在其中跳动。噗！龙傲天大口咳血，眼神无比阴鸷。他知道叶青哥身负苍天神体，却没料到对方还身负上古至尊重瞳。他料到了叶青哥很强，但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强。当你以为叶青哥只有这么一点点时，殊不知他简直长得可怕。叶青哥，你的确很强，但今日这一战，你不见得就会笑到最后。龙傲天满脸阴狠，像是下了一场雷阵雨。哦，还有什么底牌就拿出来吧，都到这时候了，还有必要藏着掖着吗？叶青哥神色玩味道，他不怕龙傲天身上有底牌傍身，就怕龙傲天没有底牌。要不然今日这场举世瞩目的厮杀岂不是太过无趣了？你会后悔的。龙傲天心念一动，祭出了一片龙鳞。这片龙鳞是金色的，内蕴滔天澎湃的气血，仿佛要化作实质直冲云霄。它所散发出来的古老蛮荒无上至强气息，简直让一众修士心神惶惶。是逆鳞，还是真龙的逆鳞？有顶级势力的肃老猛地站起身来，气喘如牛，满目的不可置信。真龙，传说中的神兽，与真皇并列的至强种族。真龙的强大早已深深印刻在了众人心头，是时间都磨灭不了的无上强大。而现在龙傲天拿出来的鳞片正是真龙的逆鳞，
是龙族身上最为宝贵、蕴含的精血最多、威能最为澎湃的鳞片。任谁都不会料到，龙傲天在生死攸关之下，竟然会拿出一枚真龙逆鳞。真龙逆鳞一出，这小崽子必败无疑。我而龙傲天才最有可能夺得这个时代的天命。龙战天冷眼看着这一切，重新恢复了信心。他对真龙逆鳞有着十足的自信。叶青哥，能够逼我用出真龙逆鳞，也算是你的荣幸了。今日你虽败犹荣。龙傲天再度恢复了之前的自傲。叶青哥闻言笑了，这话不应该是他来说吗？挑战大魔王的勇者可没有资格说出这番话啊！这简直就是倒反天罡，还真是天晴了雨停了。龙傲天觉得自己又行了。吼！龙傲天将自身精血注入真龙逆鳞中，将其彻底激活。一头体态遮天蔽日，气势汹涌磅礴，头生双脚，鳞片如浇筑了黄金一般的真龙虚影倏然浮现，盘旋在整个会仙殿上方，几乎快将上方的空间填满。好强大的气势，我忍不住要跪了。道友，你比我强一点，我已经跪了。有年轻天骄面色涨红，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起。真龙虚影带来的压迫感，就算是老一辈强者也在此刻感到心惊肉跳，神魂战栗不安。不错，如此实力才配得上你这个名字。叶青哥轻轻拍掌笑道，都叫龙傲天这个名字了，岂能不狂拽炫酷吊炸天？可方才龙傲天的展露出来的实力完全就没被叶青哥放在眼里，唯有如今龙傲天祭出真龙逆鳞，凝聚出真龙虚影，这才让叶青哥稍稍重视起来。叶青哥，我龙傲天可是要连天道都踩在脚下的男人，你区天道宗神子，在我面前只配跪下。龙傲天低吼一声，催动着真龙虚影朝着叶青哥杀去。恐怖的杀威瞬间笼罩而来，罡风呼啸，吹得叶青哥衣角猎猎作响。叶青哥神色依旧淡淡，仿佛泰山崩于前都面不改色。可惜了，你没这个资格，也没这个机会。他心念一动，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瞬间屹立于他身前，仿佛两尊守护神王的神位。然而这一次，永恒仙身和不灭魔身并未握有通体神齿与外道魔齿，但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却更加恐怖。只见永恒仙身和不灭魔身抬起双手，掌心中各凝聚出一朵九叶神花，一团真黄之火，正是苍茫道劫神光与黄鸡九重天。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出自苍天神体，与叶青哥同宗同源，他们亦可施展出叶青哥所觉醒出来的体质神通，这也是他近段以来才发掘出来的玄奥。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双眸中浮现出缕缕玄奥，生死本源在其中流淌澎湃，正是上古至尊重瞳的第二式体质神通生死即神光。叶青哥同样轻抬双手，施展出苍茫道劫神光与黄鸡九重天，上古至尊重瞳开启，生死即神光施展出来。此刻足足9道至强杀伐的体质神通一起施展出来，其威能简直堪称强绝，让一众年轻天骄惊骇得说不出话来。轰隆隆，好似火星撞地球一般，叶青哥的极致杀招与龙傲天的凝聚出来的真龙虚影互相碰撞，仅仅是散发出的一缕气息波动，都足以湮灭任何一个绝圣境强者。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圣人境天骄与一个绝圣境天骄的厮杀，说是两位至尊强者在厮杀也不为过啊。今日这场厮杀可谓是让一众来宾看得大饱眼福，大开眼界。他们对于叶青哥的妖孽实力也算是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待到这惊天动地的波动逐渐散去后，一众宾客目不转睛地看着爆炸中央，想要看看在这场厮杀中到底是谁笑到了最后。龙傲天，你败了，想要踩着本神子上位，可惜你没有这个命。遮天的烟雾散去后，只见叶青哥一只脚踏在了龙傲天的胸膛上，依旧是白衣绝世，不染一尘。败了，龙傲天彻彻底底的败了。即便他最后祭出真龙逆鳞，依旧挽回不了任何局势。苍天神体的第二式体质神通太强大了，不，准确来说应该是叶青哥太强大了。他挖掘出了仙魔横亘天的玄奥，让永恒仙身与不灭魔身能够施展出苍天神体、上古至尊重瞳、真皇神脉的体质神通与血脉神通，足足9道至强杀伐体质神通施展而出。别说是龙傲天了，恐怕连普通的至尊强者都不敢应接现在的叶青哥，其实力可以说是在一众年轻天骄中一骑绝尘，直逼老一辈的强者。可他才修炼了多久？满打满算，自他身穿到玄黄地界，绑定系统，觉醒出苍天神体，真正开始修行后，不过才过去了短短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半年时间就已经达到了一些年轻天骄一辈子都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叶青哥的妖孽早已超出了玄黄地界所有人的认知。龙傲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本神子估计你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那么你的命本神子收下了。叶青哥眸光淡漠，祭出玄黄天地剑胎。龙傲天大口咳血，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眼里满是惊恐。直到这时，他心中才充满了后悔与恐惧。他身负2大帝体，若是不陨落于此，日后很有可能正道成帝。他为什么要去为了江洛离而得罪叶青歌？只可惜他就算再后悔，只怕也于事无补了。休伤无儿。龙战天在席位上目眦欲裂地看着这一幕，却是无论如何都站不起身。因为被五祖压住了我天道宗向来的宗旨，便是年轻天骄之间的事情由年轻天骄自己解决。若有人老一辈强者敢对我宗弟子下手，休怪我天道宗无情。江上冰冷地瞟了龙战天一眼，后者神魂顿时站立起来，这是源于极致的恐惧。真是好一个天道宗宗旨，可今日我等就要插手后辈的事情了。一道魔风与一道罡风齐齐呼啸而来，仿佛要撕裂会仙殿，将龙傲天救走。两尊大帝，魔族的气息。有一尊大帝是魔族大帝，难道水源龙族与魔族有染？宾客们纷纷色变，双腿发软，一个劲的打战。大帝的威压着实恐怖，他们压根就抵挡不了。然而有心细的宿老发现，面对2尊大帝出手抢人的一幕，淡台明风、江上、孟白离却是毫无反应，甚至嘴角挂着丝丝冷笑。这倒也是，敢在天道宗面前如此明目张胆的抢人，是不是太不把天道宗放在眼里了？我天道宗不问世事这么多年，任由玄黄地界发展了这么多年，结果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我天道宗挑衅了。一尊9重天修为的大帝，一尊极道大帝吗？结，便以你们的地血砸开这黄金盛世的大门。云缺第11重天开皇秦又猛地睁眼，嘴角邪笑不止。一个闪烁间，他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天道宗的苍穹上。秦佑身穿一袭金色地袍，头戴天道宝冠，面如冠玉。他的肌肤比女子都要白，容颜比女子都要俊美，身材挺拔，四不倒轻松，周身环绕有9条地道神龙的虚影。是开皇秦佑。天啊，这位传说中的存在竟然真的现身了！你这不放屁吗？2尊大帝都杀到家门口来了，开皇前辈能不现身吗？可以说，开皇秦佑的出场将现场的氛围推向了另一个高潮。苍穹上，秦佑眼皮轻抬，淡淡一指点出，将2位地境强者的攻势轻而易举的瓦解。朕如果记得不错，你应该是龙王殿的扶阳龙帝吧？而你应该就是当年入侵我玄黄地界，而今一直隐匿在我界的涂山一族的极道大帝，你便是青云大帝。秦佑微微侧头，目光淡淡的看向青云大帝。青云大帝稍稍眯起眼睛，秦佑，本帝也多多少少知道你的传闻，你能够在凡尘中正道，的确了得。但本帝今日来此也并不是为了与你一战，把龙傲天放走，其他人随你怎么处置。秦佑眨了眨眼睛，好笑道：让朕放人，给我你的理由。扶阳龙帝冷哼一声：废话真多，你放还是不放？秦佑面不改色，缓缓转动目光，移至扶阳龙帝的身上。吼！霎时，环绕在秦佑周身的9条地道神龙虚影骤然间凝实起来，朝着扶阳大帝杀去。秦佑，你！扶阳龙帝甚至连反应都来不及，直接被9条地道神龙给撕成了粉碎，就连神魂都一并湮灭。一滴滴金光灿灿的地血自苍穹上洒落，宛若一座座山岳般轰然砸在苍茫大地，砸出了一个又一个巨型深坑。咕咚！别说是整个云缺13重天之中的宾客了，就连青云大帝都陷入了呆滞的状态。这是何等极致的速度，是何等极致的杀伐，是何等极致的神威。秦佑甚至连手都未动一下，仅仅是看了眼扶阳龙帝，便将后者强势抹杀。哪怕是身为极道大帝的青云大帝，也丝毫反应不过来。也就是说，开皇秦佑的实力要远在他之上。让朕放人，够资格吗？秦佑侧头看向青云大帝，区区一个9重天修为的大帝，一个极道大帝，便敢来威胁他了。就算是禁忌大帝在他面前都不敢放下如此豪言壮语，这2个蝼蚁是怎么敢的？你的实力究竟到了何种地步？青云大帝只感觉手脚冰凉，浑身轻微打着哆嗦。他原以为秦佑只有大帝修为，再不济顶天就是极道大帝修为，他还无需惧怕秦佑。可如今才发现，他特么错的离谱啊！这天道宗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每个时代都会产出几个这种级别的妖孽？秦佑前辈，今日之事是我之错，不该来此挑衅贵宗，我愿付出相应的赔偿，不知前辈意下如何？青云大帝满脸堆笑的赔了一句不是。开玩笑，能够修炼到极道大帝这种境界，他才不想死呢。见势不妙立马开溜，在这方面他可是无比精通的。你的血便是给朕宗门最好的赔偿。秦佑语气淡漠，右手一挥，9条地道神龙朝着青云大帝咆哮掠去。秦佑，我乃涂山一族的大帝，你莫非真要杀我？
青云大帝面色大变，看着将自己团团围住的9条地道神龙，他眸中是一片绝望和悔恨。在这股浩荡无穷的地道威压下，他简直要被逼迫的跪下，就连施展出神通的力气都没有。让你屠山当家的来和朕说话，至于你，还没有与朕讨价还价的资格。随着秦佑霸道的语气落下，青云大帝瞬间被9条地道神龙撕碎，压根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看着漫天洒落的地血，无数人的头脑嗡嗡作响，空白一片。一位9重天修为的大帝，一位极道大帝，就算是一些顶级势力，他们也可翻手覆灭。可就是这么2尊绝世强者，如同薄纸一般，在开皇面前化作粉碎，葬送帝命。这个时代的到来，还是第一次有大帝陨落，而且其中还有一位极道大帝，这如何不让人震撼？要知道，这可是大帝啊，是无数年轻天骄梦寐以求的境界啊！可在开皇秦佑眼里，却是与蝼蚁无异。这不免让世人对天道宗的实力再一次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天道宗不可辱，绝对不能因为天道宗多年不问世事了，而因此小觑了他。他的水远比世人想象的要深，与魔族势力为伍，便是与我界逆道而行，便是与天道逆道而行。当初秦佑又指点出会仙殿中的龙战天等人肉身纷纷爆碎，神魂意识寂灭于此。咕咚，宾客们忍不住咽了口唾沫，看向秦佑的目光中满是敬畏。断天人足足老一臂，逼得五龙大帝交出一瓶天水玉液，灭杀龙王殿的扶阳大帝，屠山一族的青云大帝，现在又碾杀了水源龙族的族长龙战天以及一众族老，再加上叶青哥灭杀的天人族天女、陆家的古代怪胎以及龙傲天。这场神子宴下来，一众宾客的总结便是天道宗杀疯了，大的小的全都杀疯了。疯子，天道宗的人都是疯子，他们做事不计后果，偏偏又有不计任何后果的实力，这才是最可怕的一点。秦佑，水源龙族好歹也是我殿麾下的势力，你杀了龙战天，又杀了我殿大帝，应该够了吧？虚空中有龙王殿的至强者淡漠发言。秦佑双眼微微眯起，戏谑道：怎么，你龙王殿是在威胁朕吗？朕也不介意和你们奉陪到底，与你龙王殿战上个成千上万年。他刚才的确是有覆灭水源龙族的心思，毕竟族长龙战天都与魔族势力勾结了，水源龙族能够好到哪里去？哼，水源龙族与魔族势力勾结，我殿虽说实不知情，却也有我殿管理疏忽之缘由在内，我殿日后自然会严加管教他们。另外，今日水源龙族挑衅天道宗一事，便由我龙王殿代其赔礼道歉吧。滑落，一枚储物戒指从虚空中飞来，落入秦佑手心。秦佑看都没看，便将它收了起来。不过区区畜生，说的冠冕堂皇，到底还是怂了。龙王殿，管好你手下的畜生，否则朕下一次可就不是这么好说话了。秦佑冷冷说了一句。秦佑，你要知道，人狂必有天灾，我天道宗便是天。此话落下，虚空中那位龙王殿至强者再也没有了声音，显然是被气跑了。会仙殿里，叶青哥早已送给了龙傲天先杀后练一条龙符。他扫视一眼四周，举起手中酒杯，谦逊一笑道：今日神子宴一曲三折，倒是让诸位见笑了，本神子敬诸位一杯。说着，他仰头将杯中酒喝下。哪里，神子简直客气了。是啊，今日神子宴当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今日不仅见到了神子之妖孽，还见识到了开皇之地威，真是令我等三生有幸啊。在场所有宾客，无论是年轻天骄还是老一辈强者，纷纷起身敬酒，言语不敢有丝毫不敬。神子大人妖孽超群，今日接连斩杀3大顶级天骄，称得上是一战惊世，景妃敬神子大人一杯。黄景妃站在席位上，朝着叶青哥遥遥举杯饮酒，美眸中是汹涌的爱慕与温柔。神子实力惊天，与世间3大顶级天骄的一战，可谓是让怀柔大饱眼福，敬佩。怀柔在此敬神子一杯。幽怀柔同样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看着叶青哥的仙颜，突然莞尔一笑，此一笑当真是倾国倾城，让人醉生梦死。色胚，切记不要突破到决胜境。顾依然暗中给叶青哥传音：放心，本神子做事很有分寸的。叶青哥笑了笑，他知道顾依然说的是大道精灵那件事。那座传送阵周围布有禁制，若是圣人境修为以上的修士进入其中，必定粉身碎骨。这也是叶青哥炼化了陆关、沈右楚、龙傲天之后没有选择突破至绝圣境的原因。开玩笑，身为天道宗神子，他做事可是很有分寸的。什么？你不信？那你就去问问孟白离、云若妹、江洛离、林秋意，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分寸。一口玉瓶从苍穹上飞来，稳稳落到叶青哥的手上。叶青哥，这瓶天水玉液便是朕给你的见面礼了，希望你不要让朕
不要让天道宗失望。苍穹上早已不见开皇的身影，想来是回到了云阙第11重天。叶青哥朝着虚空恭敬行了一礼，多谢开皇前辈。收好天髓玉液，他脸上也是划过了些许思忖之色。整个云阙13重天都是天道宗的，而在第11重天有开皇秦佑坐镇，那么其他天地呢？是不是也有大帝坐镇？天道宗得天独厚的发展了这么多年，谁又能知道天道宗里究竟隐藏有多少大帝呢？而且天道宗5祖江上就已经是准帝近9重天修为的强者了，那么在他前面的4祖、3祖、2祖也有很大概率是大帝强者。不只是叶青哥想到了这一点，在场的老一辈强者也都想到了这一点。此刻他们对于天道宗唯有深深的敬畏和忌惮。定，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选择任务，奖励15000任务点，无道天元之。定，检测到宿主同时斩杀陆关、龙傲天，超额完成任务，故本系统将发放超额奖励。超额奖励2万任务点，顶级大神通摘星运剑术，顶级无上神通鲲鹏神拳，真黄神脉觉醒第2式血脉神通真黄玉雷火。看着如此丰厚的超额奖励，叶青哥咂舌不已。足足2万的任务点，还有一门顶级大神通与一门顶级无上神通，更是直接帮他觉醒了真黄神脉第2式血脉神通。童子哥啊，要说世间谁最爱我，你排第2，没人敢排第1。有这么一个独爱自己的童子哥，还真是让人幸福念。无道天元之到时候可以给8祖用，只要将8祖天人9所上的封禁冲刷掉，相信8祖的修为将1日千里。叶青哥心中暗自思忖，无道天元之可以冲刷生灵的身与魂，将一切都冲刷一遍，相信将8祖身上的封禁冲刷掉也不成问题。童子出品必是精品，直接相信童子哥就完了。境界：巨灵境、灵海境、洞天境、神火境、神桥境、天宫境、准圣境、圣人境、绝圣境、至尊境、道尊境、天尊境、准帝境、大帝境、极道古帝境、禁忌天地境。北域，五龙大帝带着竹林族老回到天人神山后，一脸的阴沉与肉疼。毕竟那可是整整一瓶天髓玉液啊！想要凝聚出这一瓶天髓玉液，不知要多少时间呢？这绝对称得上世间稀世罕有的至宝。若非族中传来消息，让本帝暂且不要与天道宗硬碰硬，否则本帝直接就上去操作开皇了。五龙大帝因沉着一张脸冷哼道：“妈的，天髓玉液没了，面子可不能丢，这个得强行捡回来才行。”那是自然，您是何等神威盖世，那区区开皇怎么会是您的对手呢？竹林点头哈腰道：“今天本帝心情好，暂且饶开皇一命，下次再遇见他，非得将他撕成8段。”五龙大帝脸色稍有缓和，孤傲道：“8段太少了，要不把开皇撕成9段吧？”一道戏谑的声音传来，只见一位身穿华服、地位浩荡的青年，嘴角噙着一抹血笑，闲庭信步而来。他同样是天人族的大帝强者，名为北冥大帝。北冥，莫非你以为本帝不敢吗？五龙大帝强撑着脸面道：“就在刚才，有消息传来，龙王殿的大帝与涂山一族的极道大帝现身天道宗，想要救下龙傲天，可结果却是被开皇随手灭杀。如果你执意要去将开皇撕成9段的话，本帝会为你备好棺材的。”北冥大帝嘴角的笑容更戏谑了。闻言，五龙大帝面色一僵，旋即黑如锅底，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此地。妈的，现在好了，天髓玉液没了，面子也没了，这个世道到底怎么了？强行装个逼都有人来拆台了吗？北冥前辈，竹林族老冲着北冥大帝恭敬行了一礼。死去天道宗，你也算是舟车劳顿了，去休息吧，接下来便没你事了。北冥大帝淡然道：“是。”竹林抱拳离去。明华追南灯是我族举足轻重的至宝，可绝对不能有失啊！北冥大帝眼神淡漠地望着前方，不知在想些什么。而没过多久，天道宗神子宴的消息便如同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玄黄地界。无数修士听到神子宴上的事情时，纷纷失去了表情管理，宛若一个个木然的雕塑。叶青哥不仅身负顶级神体苍天神体，还身负高级神体上古至尊重瞳，并成功以一己之力斩杀了古代怪胎陆关、天人族天女沈幼楚以及狂拽酷炫吊炸天的龙傲天，更有存在于传说中的开皇秦佑现身，威压天人族的五龙大帝，让其交出一瓶天髓玉液，后又挥手灭杀了龙王殿的扶阳大帝以及涂山一族的青云大帝。这一件事，单独拿出一件都能够在玄黄地界引起轰动，而现在这些事情全部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足可见此次神子宴给世人带来的震撼。开皇前辈这是在用大帝的血来敲开黄金盛世的大门啊！盛世来临，万族林立，各族崛起，
就连多年不问世事的天道宗也正在逐渐入世。谁才能夺得最后的天命？无数强者眸光深远，心思活跃。叶青哥的确很强，能够以一己之力斩杀3大顶级天骄，但这也只能说他目前很强，甚至有人开始称他为年轻一辈第一人。不过玄黄地界的水是很深的，深到无数生灵都捉摸不透，日后到底会不会出现比叶青哥更加妖孽的年轻天骄，这谁也说不定。世界很大，大到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天道宗这场盛世隆重的神子宴整整持续了7天7夜。当宾客们离开云缺13重天时，脸上的震撼依旧未彻底消散。叶青哥的妖孽，开皇的强大，天道宗的神秘，简直让他们想忘却都忘却不了。叶神子，暂且留步。洛无悔一脸微笑着走了过来，身旁跟着柔和淡雅的黄景飞。是流燕皇朝的大祭司吗？不知您找晚辈有什么事？叶青哥不卑不亢道。神子大人，秋意曾和我说你手中有一颗白虎蛋，而我朝大祭司经常与妖族打交道，也知道如何加速这颗白虎蛋的孵化，因此想要帮神子大人这个小忙。黄景飞眉眼含笑，甚是忤人。理由呢？叶青哥淡淡道。大家非亲非故的就要帮他孵化白虎蛋，天上可不会突然掉馅饼。理由便是我流燕皇朝想与叶神子交好。洛无悔笑道。这个回答虽然直接了点，但效果却是出奇的好。因为叶青哥从不喜欢拐弯抹角，直来直去的不好吗？叶青哥脸上稍稍划过一抹若有所思的神色。白虎蛋一直在他的识海中，想要孵化出来简直得等到猴年马月。如果洛无悔真有办法加速白虎蛋的孵化，交给他也无妨。而且他是天道宗神子，也不怕对方在白虎蛋上做什么手脚。好，那就有劳大祭司了，此恩情晚辈牢记于心。叶青哥笑着取出白虎蛋，将之交到了洛无悔的手上。听秋意说，蛋中的白虎原本无有神魂，只有一具躯壳，还是多亏神子大人神通广大，将一道白虎圣魂打入了这颗白虎蛋中。黄景飞眨了眨水灵灵的杏眼，那双动人的眼睛仿佛会说话似的撩拨着人的心弦。秋意这妮子怎么什么都说出去了？叶青哥顿觉无语，这妮子的嘴巴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下次见到她必须狠狠调教，看一下她的嘴巴是不是真有她想的那么大。白虎圣魂。洛无悔闻言呼吸一滞，目光火热地看着手中这颗白虎蛋。这可是传说中唯有4圣兽种族才可能诞生出来的圣魂啊！相传身负圣魂的圣兽必然可以成为守护天门的圣尊，若他能够孵化出拥有圣魂的白虎，那真是够他吹嘘千百年了。要知道4圣兽种族发展至如今，也不过才诞生出了一头拥有圣魂的圣兽罢了。神子还真是神威通天，神圣莫测啊！没想到就连圣魂都拿得出，老夫佩服。洛无悔发自内心的感慨了一句。